中州天南圣地边缘，一辆由九龙拉动的奢华车碾过流云，平稳地行驶在通往圣地的古道上。车辇通体由万年养魂木打造，镶嵌着无数星辰神经，散发出令人心神宁静的辉光。车沿悬挂的玉铃随风轻响，发出洗涤灵魂的道音。辇内，苏云猛地睁开眼，卧槽！他脑子嗡嗡作响，看着眼前这比前世皇宫还要奢华万倍的车厢，感受着身下柔软到不可思议、蕴含道韵的雪蚕神景，一脸懵逼。我穿越了，公子，您醒了。一个温婉如清泉流淌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苏云循声望去，只见车辇内侍立着9道绝美的身影，每一位都拥有倾世之姿，气质或清冷，或妖娆，或温婉，或空灵，各不相同，却皆风华绝代。他们周身隐隐流淌着与天地共鸣的道泽神辉，气息渊深似海，半圣。苏云心头狂震，差点咬到舌头。9个半圣级剑仙仙子当侍女，这特么是什么神仙开局？就在这时，潮水般的记忆碎片轰然涌入他的脑海。苏云，弟子，父乃当世大帝苏天帝，执掌9天，镇压万古，家族势力滔天，统御无尽疆域，还有7个跺跺脚整个仙界都要颤3颤的不朽境女帝姐姐。苏云彻底傻了，随即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如同火山般喷发。卧槽，弟子大帝之子，背景直接拉满，这他妈是终极无敌反派模板啊，简直恐怖如斯。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就在他沉浸在狂喜中时，轰隆，前方古道突然爆发出一股狂暴的能量波动，伴随着嚣张跋扈的怒喝：滚开，瞎了你们的狗眼！东荒王家车驾在此，谁敢挡道？只见一架同样奢华却透着暴发户气息的金色车辇，有几头凶煞的异兽拉着蛮横地冲撞而来，速度极快，根本不顾及前方苏云的车驾，显然是要强行超车。放肆！尔等蝼蚁，安敢惊扰公子圣驾？9位侍女中，一位身着如火红裙，容颜冷艳，气质最为凌厉的女子，柳眉倒竖，美眸中寒光乍现。她正是9世之首红莲。红莲，苏云下意识想到，想看看这位半圣侍女如何处理。只见红莲冷哼一声，甚至未曾离开车辇，只是并指如剑，对着前方虚空轻轻一划，嗡，一道凝练到极致的赤红剑意如同破晓之光，无声无息，瞬间撕裂长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种斩断因果、焚灭万物的恐怖意境轰然爆发。什么？半圣剑意！前方金色车辇旁，几位气息强悍的护卫原本还一脸倨傲，此刻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如同见了鬼。他们想出手抵挡，想催动法宝，但在那道赤红剑意面前，他们的思维、他们的灵力，甚至他们手中的法宝都仿佛被冻结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剑意如同热刀切牛油般轻易斩断了拉车异兽的缰绳，并且于事不减，精准地削掉了金色车辇顶盖。轰！车顶炸裂，露出里面一个穿着华贵、面色金黄的公子哥，和他身边几个同样吓得花容失色的美姬，狼狈不堪。啊！东荒王家的公子吓得魂飞魄散，尖叫出声，从飞扬的木屑和尘埃中滚落出来，摔了个狗吃屎，哪还有半点之前的嚣张气焰？红莲清冷的声音如同9天寒冰，响彻云霄。蝼蚁也配惊扰我家公子车驾？滚！最后一个滚字蕴含半圣威压，如同重锤狠狠砸在东荒王家众人心头。扑通扑通，那几个护卫连同拉车的异兽全都口喷鲜血，如同烂泥般瘫倒在地，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卧槽！一剑就一剑，斩断异兽缰绳，削掉车顶，重创护卫。那可是东荒王家的护卫，至少也是神王境啊！在这位红衣仙子面前如同土鸡瓦狗。那车里的公子到底什么来头？他的侍女都这么恐怖的吗？古道两旁，一些远远观望的修士全都吓得肝胆俱裂，看向苏云车辇的目光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敬畏和恐惧。你们竟敢！东荒王家的公子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来，指着苏云的车辇，
气得浑身发抖，色厉内荏的嘶吼：“我乃东荒圣人家族王家世子，我东荒王家与天南圣地交好，你们敢如此辱我，我老祖不会放过你们的！”聒噪！车辇内，苏云慵懒的声音淡淡传出，带着一丝不耐烦，仿佛只是驱赶一只苍蝇。红莲，太吵了。是，公子。红莲眼中寒芒一闪，玉指再次微抬，一股更加恐怖的剑意开始凝聚。老祖救我！东荒王世子感受到那致命的杀机，吓得亡魂皆冒，哪里还敢放狠话，连滚带爬的躲到瘫倒的护卫身后，凄厉尖叫，再无半分之前的跋扈，狼狈到了极点。苏云靠在软垫上，透过车帘缝隙看着外面那如同神女凌晨的红莲，看着她随手碾压东荒王家的威风，在感受着车内其他8位绝色侍女投来的温柔目光，心中那股属于终极反派的觉悟越来越清晰。弟子大地之子9大半圣级侍女还都是绝世美人，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原主记忆里的某个信息，这9位侍女似乎不仅仅是侍女那么简单，她们好像还是自己那位大地老爹为他精心准备的炉鼎。苏云倒吸一口冷气，卧槽，大地老爹玩得这么花的吗？9个半圣级女剑仙炉鼎，这背景，这待遇简直是反派界的顶配啊！震惊之余，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感油然而生。既然穿越成了终极反派弟子，那还等什么？掠夺天命之子，抢夺机缘，收服女帝，这才是反派该有的觉悟。天命之子的气运，我苏云收定了。看着东荒王家世子那连滚带爬光速逃走的狼狈背影，古道两旁的修士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半圣之威，恐怖如斯。红莲指尖那毁灭性的剑意缓缓收敛，如同归鞘的神兵。他清冷的目光转向车辇，恭敬询问：“公子，可要追？”声音平淡，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拍飞了一只苍蝇。车辇内，苏云慵懒地靠在软垫上，眼皮都没抬一下，随意地摆了摆手：“罢了，一只聒噪的蝼蚁而已，吓唬吓唬就得了，莫要耽搁本公子赶路。”他语气轻松，带着一种俯瞰众生的漠然，仿佛刚才碾碎的不是一个圣人家族的颜面，而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轰！这话一出，整个古道瞬间沸腾了，无数道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的老天爷，他竟然说东荒王家世子是蝼蚁，那可是圣人世家嫡子啊！听听这语气，吓唬吓唬就得了，这得是何等恐怖的背景，才能如此轻描淡写？9大半圣剑先当侍女，是圣人世家如无物。中州不，整个九州有这等人物吗？难不成真是9天之上，甚至仙界来人？各种难以置信的猜测如同瘟疫般疯狂蔓延，所有人看向那9龙车辇的目光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敬畏、恐惧和一丝狂热的好奇。圣人世家那可是有真正圣人坐镇的巨无霸啊！圣人之下皆为蝼蚁，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一个发怒的圣人足以让9州大地颤3颤，血流飘杵。可这位公子他好像完全不在乎，他身边的侍女就有轻易碾死神王的力量，那他自己又该是何等境界？修士们心神俱震，以往根深蒂固的认知，9州大地强者为尊，境界从最低级的肉身境、辟脉、灵海、神藏、大能境，而在这之上更有虚神境、天神境，更有生死境、轮回境。度过轮回之后，便可触及半圣之境。一旦突破半圣，到达圣人之境，便可主宰这9州大地，世世众生皆为蝼蚁。除非那高高在上的不朽家族、至尊家族、大地家族才有可能镇压得了圣人，但在此地，圣人皆是无敌存在。关于圣人世家不可侵犯的铁律，在此刻被那辆奢华的车辇无情地碾得粉碎。他们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在真正的滔天权势和力量面前，所谓的世家，所谓的圣人，可能真的不值一提。苏云根本没在意外面的滔天波澜，他正饶有兴致地研究着脑海中的系统面板。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威慑东荒王家世子，小反派模板，成功掠夺微量气运值1000点。气运掠夺系统提示：蚊子再小也是肉，请宿主再接再厉，寻找真正的天命之子，掠夺其核心气运与机缘。掠夺系统掠夺一切机缘气运。苏云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
很好，有这系统在手，再加上我这逆天背景，区区天命之子不过是我的踏脚石。经验包，他心中豪情万丈。反派之路，一片坦途。就在这时，原主记忆深处，那位大地老爹威严而略显无奈的声音仿佛再次响起：雨儿，你太过背懒，堂堂弟子，至今不过生死境，连轮回门槛都未触及。看看你那7个姐姐，哪个不是不朽境的无上女帝？此番下界游历，增长见识，磨砺道心，寻求突破机缘，是为父给你最后的机会。若再无寸进，哼，就等着被你的姐姐们嘲笑一辈子吧。想到7个不朽境女帝姐姐那似笑非笑的眼神，苏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卧槽，差点忘了这茬，生死境在地族里确实是垫底啊！不行不行，得抓紧提升实力，不然被姐姐们知道我在下界装逼还卡在生死境，那脸可就丢到姥姥家了。他瞬间感觉压力山大。公子，前方便是剑道圣地仙剑门了。一个温婉如水，带着丝丝空灵剑意的声音响起。苏云循声望去，只见9位侍女中，一位身着淡青宫装，气质如空谷幽兰，背负一柄古朴长剑的女子，正微微躬身禀报。正是9世之一的青莲。她身姿曼妙，如同临水照影的青莲，侧颜在车辇内柔和的光线下，美得惊心动魄。尤其是那专注的神情，带着渐修的纯粹与清冷，更添几分独特的魅力。苏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青莲那精致绝伦的侧脸上，顺着天鹅般的脖颈滑向那被宫装勾勒出的惊心动魄的弧度，一时间竟有些看呆了。乖乖，老爹这眼光绝了，这身段，这气质，半圣级女剑先当炉鼎，光是想想就让人血脉奋张。似乎感受到苏云那灼热的目光，青莲白皙的耳根悄然染上一抹绯红，她微微侧身，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弟子，您在看什么？嗨嗨！苏云老脸一红，连忙收回那几乎要粘上去的目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没什么。仙剑门到了是吧？知道了。他强行压下心头那股燥热，努力摆出弟子的威严。正事要紧，正事要紧。仙剑门，听说这里剑道传承悠久，或许能找到些有趣的机缘。苏云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掠夺天命之子的第一步，就从这仙剑门开始吧。他舔了舔嘴唇，脸上再次浮现出属于终极反派的那种期待猎物上钩的玩味笑容。9龙车碾碎漫天流云，载着志得意满的弟子与9位心思各异的绝色剑仙，朝着那矗立在云海之巅散发着凌厉剑意的恢宏仙门缓缓驶去。卧槽，九龙，哪来的9龙拉车？仙剑门山门前，原本肃穆庄严的氛围瞬间被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撕得粉碎。只见9条通体覆盖着暗金色鳞片，头角峥嵘，散发着古老龙威的恐怖蛟龙，拉着一辆如同小型宫殿般的奢华车碾碎云海，缓缓降临。那浩瀚纯粹的龙威混合着车辇本身散发的尊贵地气，如同无形的巨浪，瞬间席卷了整个山门广场。所有前来观礼或是试图拜入仙剑门的修士，全都如同被扼住了喉咙，眼珠子瞪得滚圆，下巴都快砸到地上。龙，真龙，不是蕴含真龙血脉的顶级蛟龙，气息至少是轮回境巅峰。我的天，用9条轮回境蛟龙拉车，这车上坐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巨大的震撼如同海啸，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神。即使是以剑道超然自居的仙剑门弟子，此刻也完全无法保持淡定。负责守山门的内门精英弟子，那位生死境巅峰的师兄，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硬着头皮上前拱手行礼，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仙剑门乃剑道论道清修之地，不知尊驾驾临，有何贵干？他虽然被这排场震慑，但仙剑门的傲骨仍在，挺直了腰板，试图维持剑仙圣地威严。哼！车辇旁，势立前方的红莲柳眉微蹙，指尖已有毁灭剑意隐现。区守门弟子也敢拦公子车驾？他声音冰冷，带着凛冽杀机。公子，让奴婢。哎！车辇内传来苏云慵懒随意的声音，打断了红莲。红莲，莫急！珠帘微动，隐约可见一道斜倚的慵懒身影。这仙剑门倒也有点意思，本公子想亲自上去瞧瞧。
他语气轻松，仿佛在说去隔壁花园散步。哗！这话一出，山门前瞬间炸开了锅。亲自上去瞧瞧。他以为仙剑门是什么地方？菜市场吗？就是。仙剑门只收有缘剑修，论到虚凭真本事，可不是靠排场大就能进的。哼，空有其表的暴发户罢了。空余恨啊！我等苦修数百载，尚不得其门而入，他凭什么？无数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如同利箭射向那奢华的车辇，尤其是一些被拒之门外的生死境剑修，更是咬牙切齿，满脸不屑，哗众取宠，等着看笑话吧。仙剑门的长老们可不会给面子，他们笃定仙剑门的规矩绝非权势财富可以打破。那位守门师兄感受到周围同道的目光，腰杆挺得更直，声音也多了几分底气。尊驾见谅，仙剑门圣地非请勿入。若欲论道，须的。他话未说完，便见车辇内一只修长如玉的手随意地伸出珠帘，对着虚空轻轻一划，没有惊天见笑，没有璀璨见光，甚至感觉不到一丝灵力波动，就像是顽童信手涂鸦，在空间中留下了一道扭曲模糊、似有若无，仿佛随时会消散的浅淡痕迹。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懵了，这是在干嘛？画符还是耍我们玩？扑哧，哈哈哈！这算什么？鬼画符嘛，就这也想进仙剑门？笑死人了！短暂的沉默后，爆发出哄堂大笑，充满了鄙夷和嘲讽，连那位守门师兄脸上也露出一丝错愕和荒唐。尊驾，这是何意？然而与山门前的喧嚣截然相反，苏云身后那9位一直如同冰山般静立的绝世剑仙，此刻郊区竟同时聚阵，9双美眸瞬间爆发出骇然欲绝的光芒，死死盯着那道即将消散的浅痕。青莲倒抽一口冷气，郊区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这股意欲无形无相，却仿佛包容了万剑之源，看似浅淡，却蕴含着斩断时空的终极奥义。他感觉自己的半圣剑心都在疯狂颤抖，如同朝圣的信徒见到了至高神迹。不可能！背负双剑的冷艳侍女紫月失声惊呼，这绝非当世剑道，我仿佛看到了开天辟地之初那第一缕劈开混沌的剑光。他俏脸煞白，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恐惧。师尊的剑意在此痕面前也不过是萤火之于皓月。红莲更是心神俱震，指尖凝聚的毁灭剑意悄然溃散，看向苏云背影的目光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狂热。公子他随手一笔，竟是道之终极。他们9女身为绝世剑仙，半圣修为，此刻在那道即将消散的浅淡痕迹面前，只感觉自己毕生所学渺小的如同尘埃，穷尽100年也难以窥其万一。师兄，守门师兄身后一个机灵的内门弟子，虽然也看不懂，但看到9位仙子那惊骇欲绝的反应，心头猛地一跳，不对劲，绝对不对劲！快将这道痕拓印下来，传给长老。他声音急促，带着一丝恐惧。守门师兄也反应过来，强压下心中的惊疑，立刻拿出一枚特制的流影玉符，对着那道即将消散的浅痕小心翼翼地拓印下去。尊驾稍待片刻，他声音恭敬了许多，甚至带上了一丝颤抖。晚辈即刻禀报长老，由长老定夺。说罢，捏碎玉符，一道流光瞬间射向仙剑门深处。苏云收回手指，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知道了，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继续靠在软垫上闭目养神，浑然不在意周围那些从嘲讽转为惊疑不定的目光。时间仿佛在此刻凝固，山门前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死死盯着仙剑门深处，等待着结果。那9位绝世剑仙的异常反应如同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就在那道浅痕即将彻底消散之际，轰！仙剑门深处传来数道如同火山爆发般的恐怖剑意，瞬间撕裂苍穹，搅动漫天风云。嗡嗡嗡，3道苍老而激动到变调的声音如同滚雷般响彻整个仙剑山脉，带着无与伦比的震撼和狂喜，如同朝圣的信徒发现了神迹。开天剑意，是开天剑意啊！失传无尽岁月的开天剑意，至尊显灵，
祖师有我仙剑门啊！快，开山门，迎贵客，最高规格，所有长老随老夫恭迎。刷刷刷，数道气息恐怖，如同人形神剑的身影，撕裂虚空，以一种近乎失态的疯狂速度，瞬间出现在山门前。为首3位白发苍苍、气息深不可测的老者，正是仙剑门3大内门长老，平日里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半圣巅峰存在。此刻，他们老泪纵横，浑身颤抖，看也没看旁人，目光如同最虔诚的信徒，死死锁定车辇内那道慵懒的身影，齐齐躬身，声音激动的发抖。仙剑门太上长老，恭迎公子免下，恳请免下，一驾论剑锋。仙剑门内此刻鸦雀无声，所有弟子，无论是刚入门的杂役，还是心高气傲的核心真传，全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术，呆立在原地，眼珠子瞪得滚圆，死死盯着山门方向那难以置信的一幕。三大内门长老，天啊，是凌风长老、玄月长老、青霜长老，他们竟然亲自出来迎接。这规格，就算是其他圣地的圣主亲临，也未必有此待遇啊！巨大的震撼如同海啸，冲击着每一个仙剑门弟子的心神。3大内门长老，那可是半圣巅峰的剑道巨擘，平日里神龙剑手不见尾，是无数弟子心中仰望的剑道丰碑。此刻，他们却如同最谦卑的引路人，对着那辆奢华车辇躬身行礼。更令他们窒息的是，长老们口中那恭敬到近乎惶恐的称呼“公子免下”，那车辇里坐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快看，长老们，他们竟然直接划开了空间。只见3大长老气息相连，磅礴的剑意汇聚，对着虚空猛地一划，吃了一道闪烁着不稳定银芒的空间裂缝，如同被强行撕开的画卷，出现在山门前裂缝边缘，剑气嘶鸣。显然维持这通道对3位半圣巅峰而言也并非易事。公子免下，请。凌风长老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喘息，侧身做出请的手势，姿态放得极低。这是通往仙剑门核心论剑锋的捷径，也是仙剑门对贵客的最高礼遇，一剑开道。然而车辇内却传来苏云那依旧慵懒随意的声音：不必了。珠帘微动，苏云的身影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缓缓踏出车辇。他看都没看那道由3位半圣合力撕开的空间裂缝，仿佛那只是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水洼。他随意地抬起手，对着前方虚空，如同拂去一粒尘埃般轻轻一拨，没有惊天动地的剑啸，没有璀璨夺目的光华，只有一声轻微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波声。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那片稳固的空间如同脆弱的琉璃被无形巨力击中，无声无息地塌陷溶解。一个直径足有10丈，边缘光滑如镜，稳定无比的空间通道瞬间成型。通道内部流淌着青色的微光，深邃而神秘，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仿佛源自宇宙本源的古老气息。通道尽头，论剑锋那标志性的擎天剑碑清晰可见。这一次倒吸冷气的声音不再是此起彼伏，而是如同瘟疫般瞬间蔓延了整个仙剑门山门区域。死寂，绝对的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扼住了喉咙，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空间通道，他徒手撕开了空间，如此稳定，如此轻松，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只有生死境巅峰的气息啊！无数仙剑门弟子感觉自己修炼了数十上百年的剑道常识，在这一刻被彻底碾得粉碎。生死境巅峰，徒手开空间通道，这简直颠覆了修炼界的铁律。就连那3位半圣巅峰的内门长老，此刻也彻底失态。凌风长老脸上的恭敬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惊骇。他苦心维持的通道，在对方随手开辟的剑意通道面前，就像孩童的涂鸦对比大师的名作，显得如此粗糙可笑。玄月长老和青霜长老更是浑身巨震，老眼之中金光爆射，死死盯着那混沌通道，仿佛要将其看穿，看透其中蕴含的远超他们理解的恐怖法则。时空剑意是大成时空剑意的气息。玄月长老声音颤抖，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敬畏。公子，血脉竟恐怖如斯。青霜长老喃喃自语，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只有传说中的血脉才可能拥有如此无视境界、操控时空剑意的无上伟力。9位绝色侍女此刻美眸中更是异彩连连，看向苏云的背影充满了更深的崇拜与火热。红莲俏脸晕红，眼中满是迷醉。公子神威。青莲眸光如水，心中暗忖弟子之姿，果然非我等凡俗可比。紫月则握紧了背后的双剑剑柄，战意被点燃。追随公子，方是我见到通天的唯一路径。他们心中那点争宠的小心思，在苏云这随手展现的神迹面前显得更加炽热，
谁能得弟子垂青，成为未来的帝妃？这诱惑足以让任何女仙疯狂。周围无数修士，尤其是那些曾嘲讽苏云是暴发户的剑修，此刻脸皮火辣辣的疼，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看着那9位势力在苏云身后，姿容绝世，气息深不可测的女剑仙，再想想自己之前的无知言论，羞愧的无地自容。这9位仙子竟都是绝世剑仙，他们的气息竟丝毫不弱于仙剑门的长老。我的天，这等人物竟甘为侍女，那车辇中的公子究竟是何等存在？就在这死寂的震撼中，异变再生。嗡！一道无法形容的悠扬剑鸣，仿佛自9天之上传来，又仿佛从万古岁月深处响起，瞬间响彻整个仙剑门。这剑鸣并不高亢，却带着一种洞穿时空、斩断因果的极致韵律。仅仅是声音入耳，就让无数弟子心神摇曳，手中佩剑不受控制地发出沉浮般的哀鸣。连那3位半圣长老都感觉自身剑意被引动，气血一阵翻腾。仙剑门深处，一道纯粹到极致的剑光冲天而起。那剑光并非实体，却蕴含着开天辟地的无上意志。剑光所过之处，虚空自动裂开，形成一道由纯粹剑意铺就的横贯天穹的璀璨光路。光路的尽头，一道身影如同瞬一般一步踏出。他身着洗得发白的朴素青衫，身形略显清瘦，面容普通，唯有一双眼睛清澈的如同婴儿，却又深邃的仿佛蕴含了诸天星辰。他站在那里，没有散发出任何破人的威压，却让整个仙剑门的所有剑，无论是弟子手中的凡铁，还是长老温养的圣兵，都同时发出敬畏的嗡鸣。剑神大人，是老祖，是李成风老祖！天啊，连老祖都被惊动了，整个仙剑门彻底沸腾了。无数弟子激动得浑身颤抖，热泪盈眶。剑神李成风，那可是仙剑门活着的传奇，一剑独占3圣而不败的无上剑圣，是东荒剑道当之无愧的擎天巨柱，是无数剑修心中至高无上的神。这样的人物竟然亲自现身迎接。李成风的目光如同2柄无形的绝世神锋，瞬间穿透虚空，落在了苏云身上。那目光中有审视，有好奇，更有一丝连他这等境界都难以掩饰的惊叹。苏云随手留下的那道开天剑痕，以及方才开辟时空通道的手段，都让他这尊剑圣感到了久违的悸动。贵客临门，仙剑门蓬荜生辉。李成风的声音平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老夫李成风，怠慢之处，还请公子海涵。堂堂剑圣竟主动放低了姿态。9位侍女剑仙此刻也终于色变，红莲等人眼中充满了凝重与敬畏。他们师尊已是剑道绝巅，但眼前这位剑神李成风，其剑意之纯粹浩瀚，竟似不在师尊之下。这等存在亲自相迎，公子身份之尊贵，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然而面对这足以让整个东荒震动的场面，面对传奇剑圣的亲自问候，车辇旁的苏云却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他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漫不经心的慵懒表情，仿佛眼前站着的不是什么威震东荒的剑圣，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看门老头。哦，李成风啊，听说过。苏云随意地应了一声，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讨论天气。行了，带路吧，本公子对你们这的风景有点兴趣。他目光扫过下方黑压压一片充满敬畏与崇拜的人群，心中毫无波澜。系统扫描结果呢？这么大个仙剑门，就没个像样的天命之子让我割韭菜，这一趟可不能白跑。苏云暗自腹诽，对眼前的剑圣和众人的震撼兴趣缺缺，掠夺天命之子的气运和机缘，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至于这些所谓的剑圣、长老、弟子的震惊，不过是赶路时顺便遇上的几只蚂蚁罢了。此刻李成风这位威震东荒的传奇剑圣，此刻内心掀起的波澜比仙剑门外的云海还要汹涌澎湃。他引以为傲的圣境剑心，在短短片刻间竟被眼前这位慵懒公子接连撼动。那随手一笔蕴含的开天剑意，已是超越他毕生所悟的终极奥义。此刻他目光扫过势力在苏云身后的9道绝世倩影，饶是以他万载修持的道心，也忍不住泛起惊涛骇浪。这9位仙子，李成风心中掀起惊骇风暴，每一位的气息都纯粹的如同先天剑灵转世，剑骨天成，剑心通明。尤其是那几位，其剑道禀赋竟隐隐还在叶晨那小子之上。叶晨是他仙剑门倾尽资源培养、寄予厚望的未来剑子，被誉为1000年来最有望超越他的存在。可现在眼前这9位，任何一位的天资都不输于叶晨。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甘为侍从，恭敬地侍奉在那位慵懒公子身后。这位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身边随便一位侍女都拥有冠绝当世的剑道天资，他的背景恐怕远超老夫想象。李成风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脸上挤出一个尽可能和煦的笑容，
语气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敬畏。公子驾临，实在令仙剑门蓬荜生辉。公子不仅自身剑道通神，连身边之人亦个个皆是万年不遇的剑道奇才。老夫叹服。他顿了顿，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瞟向苏云随手留下的那道几乎消散的痕迹，眼中充满了渴望公子所留那道痕，蕴含无上剑理，实乃老夫平生仅见。恳请公子能否再多指点一二？李承风姿态放得极低，如同求道的学子。苏云闻言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眼皮都没抬一下。指点？开什么玩笑？他爹随手画着玩的剑诀，他自己都只学了点皮毛好吗？没了。苏云摆摆手，语气随意的像在打发叫花子，我就学了这么点，都画给你看了。全场瞬间死寂，三大长老和周围竖着耳朵的弟子们集体石化。就学了这么点？学了这么点，随手一画就能让剑圣老祖如获至宝，激动的浑身颤抖。这是什么怪物？李承风也被噎得老脸一僵，准备好的恭维话全卡在喉咙里。他活了万载，第一次被人如此耿直的拒绝指点，偏偏对方还说的如此理所当然。好在苏云似乎想起了老爹的叮嘱，出门在外多少给这些乡下人留点面子。他懒懒地拍了拍手，红莲公子。红莲立刻上前躬身听令，把礼单给几位长老瞧瞧。红莲素手一翻，一枚闪烁着星辉的玉简便飞向凌风长老。凌风长老下意识接过，神念一扫，下一刻他如同被9天劫雷劈中，浑身巨震，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鹅卵石，连呼吸都停滞了。九天神玉髓，万金混元灵石10万方，万载星辰铁100万斤，还有太古星辰剑阵图残卷。他每念出一个名字，声音就拔高1度，最后几乎是尖叫出来。玄月和清霜长老抢过玉简一看，也是瞬间如同泥塑木雕，老脸涨红，激动的胡子都在哆嗦。这份礼单上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让一个顶级圣地为之疯狂，尤其是那太古星辰剑阵图残卷，更是仙剑门典籍中记载却早已失传的至高传承。传说中能引动太古星辰之力布下的无上剑阵，这太贵重了。公子，这如何使的？凌风长老声音都在发颤，捧着玉简的手都在抖。一点小意思，算是本公子在此地逗留几日的茶水钱。苏云随意的摆摆手，仿佛送出的只是几块路边石头，不必大惊小怪。李承风此刻也看到了礼单内容，饶是以他的境界，心脏也忍不住狠狠抽搐了一下。他看着苏云那副洒洒水拉的模样，心中最后一丝疑虑彻底烟消云散，只剩下无边的敬畏与庆幸。公子厚赐，仙剑门上下敏感五内。李承风郑重抱拳行礼，论剑锋已备好，请公子一步。接下来的几日，苏云俨然成了仙剑门最尊贵的上宾。论剑峰顶，云雾缭绕，剑气纵横。李承风这位剑圣毫无保留地展示着他的剑道精髓，一剑化万法，万法归一剑剑光，时而如星河倒卷，时而如微尘芥子，充满了道的韵律与极致的美感。苏云斜靠在由万年暖玉雕琢的软榻上，旁边依偎着青莲和紫月为他针灸包裹，身后红莲等女熟练地为他揉捏肩膀。他一边享受着美人服饰，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李承风演练剑法。啧，这一招星落凡尘，造型挺帅。苏云点评道，这招芥子那须弥，意境也不错。他纯粹是带着欣赏艺术品的眼光在看，就像凡人欣赏杂耍。至于学，根本没那念头。老爹大地级的剑典都在他识海里吃灰呢。李承风听得嘴角微抽，自己压箱底的绝学在对方口中就落得个挺帅不错的评价，但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谁让人家背景深不可测呢？数日后，嗡，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苏云慵懒的脑海中炸响。叮，检测到重要气运配角剑痴唐月出现，当前位于宗门剑阁擂台。关联提示：此配角与天命之子叶辰气运相连，打压唐月可严重打击叶辰气运。苏云半眯的眼睛瞬间睁开一丝缝隙，一丝感兴趣的光芒闪过。气运配角，关联叶辰，不错，总算有点正事干了。走，去看看热闹。苏云起身，在9位侍女剑仙的簇拥下，如同帝王出游般，朝着人声鼎沸的剑阁擂台而去。剑阁擂台上，剑气冲霄，一道身穿洗得发白灰色劲装的青年，手持一柄平平无奇的铁剑，正如同疯魔般挥舞。他的剑法大开大合，毫无花哨，每一剑都蕴含着纯粹到极致的战斗本能和一股近乎偏执的求胜意志。破！一声厉喝，对手手中一柄灵光闪烁的宝剑应声而断，人被狂暴的剑气狠狠扫下擂台。下一个！青年声音嘶哑，
眼神锐利如鹰，带着一股不将所有人放在眼里的狂傲。正是仙剑门近年来崛起最快，被李承风暗中看好的超级天才剑痴唐月。他已经连拜17位精英弟子，气势如虹。好霸道的剑意！唐师兄的战剑道越发纯粹了，恐怕除了叶晨师兄，年轻一辈无人能治他了。台下弟子议论纷纷，又是敬畏又是无奈。李承风也隐匿在人群中，看着唐月，眼中带着欣慰。此子虽痴狂，但剑心赤诚纯粹，未来成就不可限量。然而，就在唐月一剑逼退第18位挑战者，豪情万丈，准备迎接下一位对手时，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向了刚刚抵达擂台边缘，被9道姿容绝世身影环绕的苏云一行人。当他的视线触及到9女中气质最为空灵缥缈，宛如青莲出战的青莲时，唐月那如同磐石般稳固的战意剑心毫无征兆地剧烈震颤起来。嗡！一股前所未有的悸动，如同最狂暴的电流，瞬间席卷他全身。青莲身上那股纯净缥缈，仿佛与道相合的剑意气息，如同致命的毒药，瞬间侵蚀了他引以为傲的纯粹战意。噗！唐月如遭重击，脸色瞬间煞白，竟不受控制地喷出一小口鲜血，手中的铁剑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唐月，你怎么了？台上裁判长老大惊失色。不对！唐月猛地抬头，死死盯住青莲，眼中充满了混乱、迷茫，以及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渴望，如同沙漠旅人看到了绿洲。是他的剑意，他的道。他无视了长老的喝问，无视了台下所有人的惊愕，更无视了被他击败的对手，竟踉跄一步，朝着苏云的方向嘶声喊道：敢问仙子，可否与在下论道一番？在下唐月，愿以毕生所学求教。他的声音嘶哑狂热，目光灼灼，仿佛青莲是他毕生追求的剑道答案。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青莲身上。青莲眉头瞬间蹙起，柳眉含煞，一股冰冷凌厉的剑意不受控制地迸发出来。放肆！紫月一声冷斥，踏前一步，半圣威压如同冰山般轰然压下。凭你也配请青莲姐姐论道？紫月双剑已然在手，剑气森然。9位侍女剑仙此刻看向唐月的眼神充满了冰冷的杀意。区一个仙剑门弟子，竟敢如此唐突地觊觎弟子身边的侍女，简直找死！李承风脸色也瞬间沉了下来。唐月是他看好的苗子，但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苏云看着状若疯魔，死死盯着青莲的唐月，原本慵懒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呵，气运配角，有点意思。不仅自己送上门来，还敢把主意打到我的侍女身上。他懒懒地往前踱了一步，挡在了青莲身前，隔断了唐月那灼热的目光。目光落在唐月身上，如同看着一只不知死活的蝼蚁，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讽。我的侍女，也是你这等三脚猫见到能觊觎的。苏云那冰冷的嘲讽，如同淬毒的银针，狠狠扎进唐月那颗纯粹的剑心深处。三脚猫见到，唐月眼睛瞬间布满血丝，额头青筋根根暴起，一股被羞辱到极致的狂怒，如同火山般在他胸腔爆发。他可以忍受失败，可以被击倒，但绝不容许有人践踏他视为生命的剑道尊严。你可以羞辱我这个人。唐月嘶吼，声音如同受伤的野兽，带着绝望的疯狂，但不能羞辱我的剑，绝对不能。他死死攥着那柄平凡的铁剑，指节捏得发白，剑身嗡嗡震颤，仿佛感受到主人的悲愤。哦，苏云眼皮微抬，嘴角那抹讥诮的弧度更深了。就那又如何？本公子说了，就是三脚猫。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俯瞰蝼蚁的漠然。人群中的李承风心头一紧，暗道不妙，正想强行出面圆场。公子息怒，唐月他那又如何？苏云直接打断了李承风，目光依旧锁定在唐月那张因极度愤怒而扭曲的脸上，不服。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苏云脑中闪过，继续激怒唐月，使其剑心紊乱，可最大化掠夺其气运，严重打击关联天命之子叶晨。苏云心中冷笑，正合我意。既然你自己撞上来，就别怪本公子拿你当垫脚石了。苏云，你可敢与我赌上一场？哦，赌？苏云懒洋洋地抱起手臂，仿佛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你这穷酸，有什么东西值得本公子赌的？是你那把破铜烂铁，还是你那三脚猫的剑术？极致的羞辱！噗！唐月又是一口逆血涌上喉头，被他强行咽下。他感到自己的剑心在滴血，在崩裂。我赌上我的命！唐月嘶吼，声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疯狂。若我败了，这条命随你处置。全场瞬间死寂，无数弟子倒吸冷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赌命！唐师兄疯了，就为了证明他的剑道。
这家伙真是个疯子。李成风脸色巨变，唐月是他仙剑门未来的希望之一，怎能如此折损？他正要呵斥阻止，9位侍女剑仙更是瞬间炸了。放肆！凭你也配与公子赌命？公子万金之躯，岂容你这蝼蚁亵渎？红莲、紫月等人周身剑意勃发，半圣威压如同实质的冰山轰然砸向擂台，整个剑阁广场的温度骤降，地面都凝结出冰霜。青莲更是急得快哭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成了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公子，万万不可，都是青莲的错，让奴婢去斩了他，何须污了您的手？他声音带着哭腔和决绝的杀意，腰间长剑已然出鞘1寸，寒光凛冽。退下！苏云淡淡的声音响起，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轻轻抬手，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抚平了9女狂暴的剑意和威压。他看向擂台上如同困兽般的唐月，眼中终于泛起一丝真正感兴趣的光芒，如同发现了有趣的玩具。赌命！苏云轻笑一声，带着一丝嘲弄，你的命在本公子眼里一文不值。唐月闻言，身体又是一晃，眼中绝望更甚。不过苏云话锋一转，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你这股非要找死的劲儿，倒是让本公子觉得有点意思了。他缓缓抬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对着唐月的方向遥遥一指。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没有璀璨夺目的光华，只有指尖一缕微弱却纯粹到令人心悸的剑气悄然流转，散发出古老而恐怖的气息。就赌一剑吧。苏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每一个角落。一剑，你接住了，本公子向你道歉。你想和青莲论道也好，想拜师也好，随你。接不住。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就证明你确实是只不堪一击的蝼蚁。从此闭上你的嘴，滚出本公子的视线，如何？全场哗然。一剑定胜负，而且是苏云主动提出只出一剑，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蔑视，是对唐月毕生信仰的终极践踏。一剑！唐月先是一愣，随即一股被羞辱到极致的狂怒和被轻视的屈辱感再次淹没了他，但同时一丝病态的证明自己的渴望也疯狂滋生。好！唐月几乎要将牙齿咬碎，就一剑。苏云，记住你的话。他猛地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和紊乱的剑心。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刚才那瞬间抚平9大半圣剑仙威压的手段，就绝非生死竟能做到。但他别无选择，这是他唯一能捍卫自己剑道尊严的机会。唐月眼中爆发出近乎癫狂的光芒，他将全部的精气神、所有的剑意、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求胜欲孤注一掷地灌注进手中的铁剑。嗡！那柄平凡的铁剑在这一刻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爆发出刺耳的锐鸣。剑身之上，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细微裂痕蔓延开来，仿佛承受不住这恐怖的力量。一股惨烈、决绝、一往无前的战意冲天而起，仿佛要与天争锋。他整个人化作了一柄即将出鞘饮血的、燃烧着生命与灵魂的绝世凶剑。战！唐月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身体微微前倾，摆出了一个最朴实无华却凝聚了他毕生剑道理解的起手式。他在赌自己这燃烧生命的一剑能接下对方的一击。看到唐月这燃烧生命、孤注一掷的模样，连李成风都忍不住动容。此子虽狂，但这份纯粹和决绝确实令人心折。可惜，他看向苏云的目光充满了复杂。9位侍女剑仙此刻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青莲更是泪眼婆娑，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公子，小心！即便他们知道苏云深不可测，但看到唐月那惨烈决绝的气势，心中依旧充满了担忧。红莲低声对紫月道：若公子有丝毫损伤，就算拼着得罪仙剑门，我也要屠了这唐月满门。紫月默默点头，双剑已在袖中蓄势待发。面对唐月这燃烧生命、气势攀升到极致的搏命姿态，苏云却依旧是一副慵懒随意的模样。他甚至还有闲心对着身旁的青莲笑了笑，露出一个安抚的眼神。然后他并拢的剑指轻描淡写的朝着擂台的方向隔空一划，没有声音，没有光影，没有华丽的剑招，甚至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能量波动，就像是顽童无聊时在沙滩上随手划了一道痕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所有人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死死盯着苏云的动作和他手指划过的轨迹。什么都没有。唐月也愣住了，他凝聚了全部心神准备接下那石破天惊的一剑，却只看到对方如同儿戏般的一划然。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云只是在虚张声势，甚至有人忍不住要嗤笑出声的刹那，嗡！一道无法言喻的，仿佛源自虚空本身的细微涟漪，无声无息地扩散开来。他所过之处，
空间不再是扭曲那么简单，而是溶解，如同烈阳下的冰雪，无声无息的消融。在唐月和他那狂暴惨烈的剑意前方，一道笔直的光滑如同镜面般的边缘流淌着混沌色的虚空裂痕凭空出现。这道裂痕不大，只有寸许宽，丈许长，但它出现的瞬间，唐月那凝聚了毕生修为，燃烧着生命灵魂，足以让轮回境巅峰都为之色变得惨烈一剑。那狂暴的战意，那冲霄的剑气，那孤注一掷的决绝，就如同撞上了一面无形无质却又绝对无法逾越的天堑。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没有绚烂的光芒爆发，只有一声轻微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嗤，仿佛烧红的烙铁掉进了冰水中。唐月手中那柄承受了恐怖力量，早已布满裂痕的铁剑，寸寸崩解，化作最细微的铁粉，簌簌落下。紧接着，他周身那如同实质般燃烧的战意与剑气，无声无息的湮灭，仿佛从未存在过。最后，唐月整个人如遭万古神山的正面撞击，脸上的狂怒、疯狂、决绝瞬间凝固，眼中只剩下无边的空洞、茫然和难以置信。噗！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如同喷泉般从他口中狂喷而出，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破布娃娃，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沛然巨力狠狠掀飞。轰隆！狠狠砸在擂台边缘坚固无比的防御光幕上，那足以抵挡半圣全力一击的光幕剧烈闪烁，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唐月的身体软软的滑落在地，一动不动，鲜血迅速染红了他身下的地面。全场死寂，绝对的死寂，连呼吸声都消失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如同被石化了一般凝固在脸上，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脑海中一片空白。李成风这位剑圣此刻瞳孔骤然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死死盯着那道正在缓缓弥合，边缘还残留着混沌气息的空间裂痕，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空间湮灭，不对，是剑意斩断了空间本源，随手一划，竟蕴含如此灭道之力。他内心的惊骇如同海啸般将他淹没。这已经不是剑道境界的问题了，这是触及了宇宙本源的终极力量，是他毕生追求却遥不可及的道境。9位侍女剑仙也是瞬间捂住了嘴，美眸中充满了极致的震撼。他们知道公子很强，但从未想过竟强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生死境巅峰，随手一划，斩断空间本源，湮灭轮回境巅峰燃烧生命的一剑，这简直是神话。青莲更是泪流满面，那是激动和自豪的泪水。公子他竟然是为了我。擂台周围数以千计的仙剑门弟子此刻如同集体失了魂，他们看着台上生死不知的唐月，又看看那道缓缓消散的恐怖裂痕，最后目光落回那个依旧一脸慵懒，仿佛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小事的玄袍公子身上。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和敬畏，如同冰冷的寒流，瞬间席卷了每一个人。这根本不是人，是怪物，是神魔。苏云缓缓放下手指，仿佛掸去了一点灰尘。他看都没看台上生死不知的唐月，目光扫过下方那一张张写满恐惧和呆滞的脸，慵懒地打了个哈欠。都说了这一剑会很帅，你们看够了吗？败得如此彻底，我唐月今日便履约。他眼中最后一丝神采彻底熄灭，只剩下死寂的疯狂。轰！唐月竟真的选择了自斩道痕，引爆自身。定！检测到气运配角唐月道心破碎，自我毁灭，掠夺成功。宿主获得气运点10万点，严重削弱关联天命之子叶辰气运。定！新手大礼包奖励发放，获得大地气血精华1滴，滴血。冰冷的系统提示在苏云脑中响起，一滴暗金色散发着煌煌地威，仿佛蕴含了宇宙洪荒本源的血液虚影，悄然悬浮在他识海深处。纯粹、浩瀚、至高无上，哪怕只是虚影，其蕴含的恐怖能量也足以让圣人颤抖。哦，地血！苏云心中微动，有点小惊喜。这玩意恐怕也就我这地族嫡传的混沌体能勉强承受炼化了，凡人沾之即死，逆天体质碰了也得崩。好东西啊！他瞥了一眼擂台上彻底废掉、进气多出气少的唐月，眼神毫无波澜。真死了，一个龙套而已，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自己找死，与我何干？他甚至懒得再看第二眼，仿佛只是随手拍死了一只扰人的苍蝇。李成风看着气息奄奄的唐月，又看看苏云那漠然的神情，最终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可惜可叹啊，此子心性终究是差了。他挥挥手示意弟子赶紧救人。公子，青莲眼圈微红，心中自责更甚。
与你无关。苏云随意的摆摆手，是他自己想不开，非要撞上来寻死。然而就在仙剑门弟子手忙脚乱想要抬起唐月残躯时，咻咻咻，3道刺耳的破空声撕裂长空，带着滔天的怒火与杀意，如同3道血色流星般轰然降临擂台。狂暴的气浪瞬间掀飞了靠近的弟子，为首一人面容俊朗，气质冷冽如冰，周身剑气森然，看向唐月的惨状，瞳孔骤然收缩。唐师弟正是仙剑门当代剑子叶晨，其身侧还有一位面覆轻纱，身着异域服饰，气息诡谲的女子，以及一位身背古剑匣，面容普通，眼神却锐利得如同能洞穿人心的青衫男子。谁？是谁干的？叶晨看到唐月那惨不忍睹的模样，尤其是感受到他体内彻底崩毁的剑道根基，瞬间双目赤红，一股凌厉到极致的杀意冲天而起，死死锁定了场中唯一的外人苏云。那异族女子更是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扑到唐月身边，周身散发出冰冷阴暗的气息。唐月，唐月！他猛地抬头，怨毒的目光如同淬毒的匕首刺向苏云，声音嘶哑：“是你，是你杀了他！我要你偿命！”恐怖的威压混合着异族的诅咒之力，如同潮水般压向苏云。放肆！大胆！红莲、紫月等9女瞬间挡在苏云身前，半圣剑意轰然爆发，硬生生将那异族女子的威压搅碎。9道凌厉的目光如同寒冰利剑，锁定那女子。叶晨，不得无礼！李成风厉喝一声，身形一闪，挡在双方之间，脸色极其难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师尊！叶晨强压怒火，声音依旧带着刺骨的寒意：“唐师弟是他自己引爆道痕，与这位公子无关。”青霜长老在一旁沉声解释，试图平息事态。自己引爆？叶晨根本不信，死死盯着苏云。若非有人逼迫，以唐师弟心性，岂会如此？呵！苏云嗤笑一声，懒得解释。那异族女子幽姬猛地看向青衫男子，声音带着疯狂的恨意和骄意：“剑心前辈，你不是一直想要我族世代守护的九幽斩圣剑吗？杀了他，为我唐月报仇。这柄圣剑就是你的。”他手中光芒一闪，一柄通体漆黑，缠绕着不祥血色纹路，散发出斩灭万物、吐露圣者气息的古剑骤然出现，圣威滔天，搅动风云。圣剑！全场哗然，无数贪婪震惊的目光聚焦在那柄漆黑古剑上，连李成风都为之动容。圣兵难得，能斩圣的圣剑更是稀世珍宝。剑心的目光在那柄9幽斩圣剑上停留了一瞬，锐利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圣剑确实是他所需之物。他缓缓将目光移向苏云，眼神如同2柄出鞘的绝世神锋。哦，圣剑！苏云似乎终于提起了一点兴趣，他懒洋洋地抬起眼皮，打量了一下那柄漆黑凶剑，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苏云随意地挥了挥手，唰唰，2道比9幽斩圣剑更加璀璨、更加古老、更加威严的剑光骤然撕裂空间，悬浮在苏云身前。一柄紫气东来，龙纹缠绕，剑鸣如龙吟；一柄星光璀璨，银河倒挂，仿佛引动诸天星辰。2股浩瀚无匹的圣道剑威轰然爆发，瞬间将那柄9幽斩圣剑的凶戾之气压得抬不起头。这一次连剑心的瞳孔都剧烈收缩。2柄完整的圣剑，而且是品阶如此恐怖的上古圣剑圣剑。苏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像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不就是圣剑吗？很稀奇吗？他看着眼神剧烈波动的剑心，抛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喂，背剑匣的，只要你跟着本公子魂。”苏云指了指那2柄悬浮的古朴圣剑，语气轻松的像是在分发糖果：“这2把破烂就送你了，如何？”轰！整个仙剑门彻底炸了。两把圣剑送人？我的老天爷，我是不是在做梦？他到底是谁？9天商会的徽记在剑柄处若隐若现，被眼尖的人看到，更是引发无边猜测。9天商会是9天商会的标志，难怪如此豪横。9天商会，那可是传说中横跨诸天万域的庞然大物啊！贵客，原来是9天商会来的贵客。所有质疑、贪婪瞬间化为无尽的敬畏与恐惧。幽姬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最大的依仗，在对方眼里竟真的只是破烂。剑心目光在2柄悬浮的圣剑和幽姬手中的9幽剑之间剧烈闪烁，巨大的诱惑冲击着他万载锤炼的道心。最终
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眼神重新归于锐利平静。他缓缓摇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抱歉，圣剑虽好，但此剑我不能要。”他终究有自己的原则和骄傲，为了圣剑去刺杀一个无辜的人，有违他的剑心。剑心，你！幽姬气得浑身发抖，嘴角溢出一缕鲜血，眼中充满了怨毒和绝望。呵，苏云轻笑一声，似乎毫不意外剑心的选择。他目光转向绝望疯狂的幽姬和他怀中只剩一口气的唐月，眼神淡漠。不过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非要撞死在石头上罢了。死也算便宜他了。他话锋一转，不过嘛，要救活他，对本公子来说，苏云嘴角勾起一抹近乎残忍的弧度，易如反掌。什么？幽姬猛地抬头，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你能救唐月？真的？连叶晨都忍不住惊疑出声。自然。苏云语气平淡，带着掌控一切的漠然。但是他看向幽姬怀中残破不堪的唐月，如同在看一件待修复的破烂。救活之后，他永生永世将成为一个无法感知任何剑意，无法修炼任何剑道的彻头彻尾的废人。他的剑骨、剑心、剑魂已经被他自己彻底炸没了。如何？是死还是生不如死？选一个吧。冰冷的话语如同最后的审判回荡在死寂的广场上。幽姬抱着唐月冰凉的身体，浑身剧烈颤抖，看着苏云那如同神魔般掌控生死的漠然眼神，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和恐惧瞬间淹没了他所有的怨毒与愤怒。9天商会玩弄人命于股掌，竟是如此恐怖。苏云看着异族幽姬那绝望又带着一丝渺茫希望的眼神，嘴角勾起一抹近乎残忍的玩味，仿佛就在等这一刻。他懒洋洋地抬起手，不是施法，不是结印，只是随意地在腰间那个看似普通的储物袋里掏了掏，动作随意得，就像在抓一把炒熟的豆子。然后一枚龙眼大小、通体浑圆、散发着温润如玉光晕的丹药被他2根修长的手指随意地捻了出来。丹药出现的刹那，嗡，一股无法形容的浩瀚磅礴到极致的生机，如同沉睡的太古神灵苏醒时呼出的第一口生命气息，轰然爆发，瞬间席卷了整个剑阁广场。天地失色，所有草木无论枯荣疯狂滋长，枯死的古树抽出翠绿新芽，石缝间瞬间百花怒放，姹紫嫣红，浓郁到化不开的生命精气凝结成肉眼可见的淡金色雾气，弥漫开来。仅仅吸入一口，无数修士就感觉浑身暖洋洋，体内暗伤旧疾飞速愈合，停滞多年的瓶颈竟然隐隐松动，甚至有寿元将近的老修士脸上皱纹都在舒展，浑浊的眼睛爆发出骇人的金光。我的天，这是什么丹药？仅仅是散逸的药气，我的腿伤好了，卡了3年的瓶颈松动了。神迹，这是神迹啊！全场如同投入沸水的油锅，彻底炸了。无数道目光死死盯着苏云指尖那枚小小的丹药，充满了极致的贪婪、狂热和难以置信的震撼。李成风这位剑圣，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他浑身巨震，如同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物。九转回天丹，他声音干涩嘶哑，带着无尽的惊骇。传说中蕴含造化之机，能逆转生死轮回的上古神丹，这怎么可能存世？他感觉自己的剑圣道心都在颤抖。旁边的年轻剑圣剑心，一直古井无波的脸上，首次露出了剧烈的动容。他背后的古朴剑匣，竟不受控制地发出嗡嗡的低鸣震颤，仿佛也被那丹药中蕴含的逆转生死的造化之力所吸引。夺天地造化，逆阴阳轮回，剑心喃喃低语，锐利的眼神中充斥着前所未有的震惊。幽姬更是彻底懵了，他看着那枚散发着无尽生机的神丹，再看看怀中生机即将彻底断绝、冰冷僵硬的唐月，眼中的怨毒和疯狂瞬间被无边的震撼和一丝狂喜取代。9天商会竟有如此逆天改命之物，这简直是传说中的仙丹啊！异族之人想要。苏云的声音懒洋洋地响起，打破了死寂。他看着幽姬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嘴角的嘲弄更深了几分。那就自己接着。话音未落，他指尖随意一弹，那枚足以让整个东荒圣地为之疯狂、掀起腥风血雨的9转回天丹，化作一道温润的流光，如同丢出一粒无关紧要的石子。动作轻描淡写，不带一丝烟火气，仿佛丢掉的不是无价神丹，而是一粒尘埃。幽姬连忙接住，放入唐月口中。轰！丹药入口即化，无法形容的金色霞光瞬间从唐月残破的躯体中爆发，将他整个人包裹成一个巨大的光茧。
咔嚓咔嚓，令人牙酸的骨骼续接声密密麻麻响起，破碎的经脉被金色的药力洪流强行贯通、滋养、重塑，惨不忍睹的外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结痂、脱落，肌肉重新饱满，皮肤恢复光泽，一股磅礴浩瀚的生机，如同沉寂万年的火山被点燃，轰然爆发。可还在所有人呆滞、震撼到无以复加的目光中，本该死透的唐月猛地睁开双眼，剧烈的咳嗽起来。他茫然地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双手，感受着体内奔腾的远超从前的强大生命力，又茫然地看向四周。我没死，我不是自爆了吗？他下意识地运转心法，下一秒，一股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空虚感和剧痛瞬间淹没了他。他惊恐地发现，那片属于剑道的天地彻底消失了。他的体内经脉虽被修复，丹田虽被重铸，但曾经盘踞其中的凛冽剑意，那颗骄傲的战剑之心，那与剑共鸣的灵魂，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彻底抹去，一片死寂，一片荒芜。我的剑，我的道，没了，全没了。唐月发出凄厉绝望，如同被抽走魂魄的野兽般的哀嚎，眼泪混杂着鼻涕汹涌而下。他成了一个空有强大生命气息，却永远失去剑道根基的彻头彻尾的废人。死！倒吸冷气的声音如同海啸般席卷全场。死而复生，真正的死而复生，却又被剥夺了最真实的剑道根基。这种手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李成风看着哀嚎绝望的唐月，脸上没有丝毫喜悦，只有浓浓的惊悸和深入骨髓的敬畏。逆转生死已是逆天，抬手间剥夺一位剑道天才的道基，如同碾死蚂蚁般随意。这9天商会的手段太恐怖，太令人胆寒。公子，叶晨心神俱震，扑通一声，他竟对着苏云的方向单膝跪地，抱拳行礼，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激动和发自肺腑的感激。叶晨，代唐师弟谢公子救命再造之恩，公子心胸如海，恩同再造，此等恩情，叶晨铭记于心，永生不忘。他姿态放得极低，语气恳切无比，仿佛苏云是他和唐月的再生父母。苏云心中嗤笑，傻韭菜，你的大机缘气运都被我抽干了，还在这感恩戴德呢，真是标准的优质韭菜苗子。他面上却波澜不惊，随意的挥了挥手，如同驱散了微不足道的尘埃。行了，人活了，带走吧。目光扫过绝望的唐月，失魂的幽姬，跪地的叶晨，以及周围那无数张写满极致震撼与恐惧的脸，顿觉索然无味。红莲、青莲，走了。苏云转身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句淡漠到骨髓里的话回荡在死寂的广场：要死要活，随你们的便，别把这笔糊涂账算在本公子头上。9位侍女剑仙瞬间收起凛冽气势，如同最忠诚的护卫，簇拥着苏云，化作9道流光，瞬间消失在论剑峰顶的方向，只留下广场上死寂的人群和那无法散去、令人灵魂战栗的生命气息与恐惧。幽姬失魂落魄的搀扶起彻底废掉，如同行尸走肉般喃喃自语的唐月，眼神空洞麻木。叶晨看着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变成这般模样，心痛如绞，却也只能深深叹息。走吧，那人背景深厚，绝对不是我们能惹的。幽姬的声音嘶哑绝望。论剑疯癫，核心静地。苏云盘膝坐定，心念微动。嗡，一幅流淌着古老混沌气息的画卷无声展开。展开刹那，整个论剑峰顶的空间瞬间凝滞，风停，云定，灵气冻结，一股超越世间一切的恐怖威压弥漫。若非护山大阵，足以让所有弟子瞬间跪服。地兵混沌乾坤图，开！画卷骤然放大，将苏云吞没，原地只留下一片极度扭曲的混沌空间。画卷之内，混沌气翻滚如沸，星辰沉浮生灭，大道符文贯穿虚空，轰鸣作响，浩瀚地威如同实质潮汐，充斥每一寸空间。苏云身处核心，感受着碾碎圣人的地威，轻吸一口气，老爹的东西真吓人，不再犹豫。识海中那滴散发煌煌地威，如微型宇宙旋转的暗金地血，被小心翼翼引出。嗡，地穴出现刹那，整个画卷世界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混沌气狂暴沸腾，星辰剧烈闪烁欲裂，大道精炼疯狂震颤，纯粹到极致的地之本源威压爆发，仿佛要撑爆这方小世界。吞，地穴化作暗金洪流，
带着碾碎诸天的力量，狠狠冲入苏云体内。即便混沌体旷世，苏云也瞬间感觉身体要被撕裂，经脉崩裂，骨骼呻吟，皮肤布满蛛网裂痕，混沌血雾喷射，生死境壁垒，如同气泡破碎。轮回境一重天破，浩瀚地血精华推动修为疯狂飙升。轮回境二重天，轮回境三重天，轮回境四重天，轰轰轰！每一次突破都引发世界更具震荡，混沌开天异象闪现，地威潮汐一波强过一波。苏云身体如神铁锻造，毁灭与新生中不断蜕变，皮肤皲裂愈合，骨骼崩碎重组，流淌混沌宝光。外界守护入口的9位女剑仙此刻俏脸煞白，娇躯巨颤，扑通扑通。红莲、青莲、紫月9位半圣巅峰剑仙竟在这逸散的丝丝地威面前如同蝼蚁面对天威，无法承受，纷纷半跪在地，香汗淋漓，全力抵抗灵魂本源的绝对压制。公子，红莲声音恐惧颤抖，这究竟是什么力量？青莲剑心哀鸣，比师尊巅峰威压恐怖万倍。紫月咬破嘴唇，地威，真正的大地之威，那滴血难道是地血？9女灵魂站立，面面相觑，震撼无以复加。弟子从不修炼，如今竟引动帝尊复苏异象，更以生死境之躯炼化地血，颠覆认知。轰隆，画卷内最后力量炼化。苏云猛地睁眼，眸中混沌重瞳旋转，开合间似有开天辟地景象，一股浩瀚无边远超轮回境巅峰的气息轰然爆发。轮回境巅峰，呼！一口混沌气剑洞穿虚空，一滴地血省了100年苦功。苏云感受体内碾压同阶的力量，嘴角勾起满意弧度。定，突破轮回境巅峰，混沌体开发度1%。定，掠夺夜辰气运加5000000，截取剑种传承气运。定，首次主动修炼，奖励天命掠夺卡 X1， 系统提示悦耳。苏云咧嘴一笑，老爹差点撑死儿子，不过真香。弟子苏云的气息竟然横跨整整一个大境界，从生死境巅峰直接冲上了轮回境巅峰。这恐怖的突破速度如同9天惊雷，狠狠劈在9位侍女剑仙的心头。红莲、青莲、紫月9位被誉为未来剑道女帝的绝世剑仙此刻集体失声，美眸圆睁，红唇微张，俏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震撼与难以置信。公子他，红莲声音发颤，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1日之间跨越生死玄关，直入轮回巅峰。青莲感觉自己的剑心都在颤抖，这就是地族血脉的恐怖吗？紫月紧握剑柄，指节发白。他们是谁？是各自宗门倾尽资源培养的旷世奇才，是剑骨天成，注定要踏上剑道绝巅的未来女帝。在原本的宗门，他们受尽尊崇，被视为千年不遇的珍宝。他们也曾为自己的修炼速度而自傲，认为同辈之中无人可及。可现在看着慵懒盘坐，气息却浩瀚如海的苏云，9女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与自卑。弟子平日懒散度日，从不修炼，可一旦开始修炼，竟是如此石破天惊。他们那点引以为傲的天资和速度，在真正的地族血脉面前，简直如同萤火之于皓月，不值一提。必须更加努力，必须夺得弟子更多青睐。9位女剑仙心中同时燃起强烈的斗志和一丝隐秘的渴望。若能成为帝妃，那通往无上大道的地路岂不是近在咫尺？想到此，9位绝色佳人眼中都闪烁起异样的光芒，小心思悄然活络。红莲反应最快，她身姿摇曳，如同一朵盛放的烈焰红莲，带着醉人的香风，瞬间飘到苏云身侧。公子声音娇媚入骨，带着毫不掩饰的崇拜和倾慕。您累了吧？他伸出纤纤玉手，温柔地为苏云揉捏肩膀，动作轻柔又带着撩拨。红莲愿为公子分忧解乏，无论何事，最后2个字带着令人心痒的暗示。苏云只感觉一阵温香软欲靠近，那惊人的弹性和幽香，差点让他道心失手。卧槽，这诱惑顶不住啊！还好他修为暴涨，定力也随之增强，这才强行压下旖旎念头。其他8位女剑仙见状，哪里还肯落后？青莲素手翻飞，一套行云流水的茶艺施展开来，灵泉煮沸，仙茶飘香。她跪坐奉茶，
姿态优雅空灵。公子，请用清心茶。紫月更绝，直接取出一支紫玉洞箫，朱唇轻启，一曲空灵缥缈、涤荡心神的仙乐悠悠响起，仿佛能让人忘却一切烦恼。抚琴的，焚香的，包灵果的，摇扇的，9位绝世女剑仙各展所长，如同百花争艳，将苏云伺候得如同云端帝尊。香风缭绕，仙乐袅袅，玉手温软，灵茶沁心。苏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这黛玉真他妈是神仙日子啊！他心中暗爽，还好自己是弟子，身份尊贵无匹，否则这9位未来女帝级别的绝色佳人如此狂献殷勤，换个人来，怕是要被炸成人干。嘿嘿，得好好享受。苏云心安理得地接受服侍，嘴角勾起满足的弧度。嗨，一声带着尴尬的轻咳响起。李成风这位老剑圣，不知何时以恭敬的视力在不远处，老脸微红，看着被9位绝世仙子环绕服侍的苏云，眼神复杂无比。公子，李成风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惊叹和敬畏，实在令老夫叹为观止。他深吸一口气，郑重道：公子修为1日千里，9天造化，老朽活了万载，从未见过，从未想过有人能如此破境。9天商会，底蕴之深，手段之悬，老朽今日方信了那些传言。佩服，实在是佩服。他语气真诚，带着发自肺腑的震撼。苏云眼皮都没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突然他心有所感，目光随意地瞥向论剑峰入口方向，一道青山身影如同孤傲的绝世神剑悄然而至，正是剑心，那位拒绝了苏云招揽的少年剑圣。剑心看着气息浩瀚，被9位绝色女剑仙环绕服侍的苏云，瞳孔猛地一缩。昨日还是生死境，今日竟已是轮回境巅峰，这怎么可能？饶是以他少年成圣的心境，此刻也掀起了滔天巨浪。更让他心头一紧的是，苏云身边那9位女子，任何一位，无论姿容、气质、天赋，都足以让天下男子疯狂，是他梦寐以求的道侣人选。可如今他们竟都心甘情愿，甚至争先恐后的侍奉在苏云一人身边，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和不甘悄然爬上剑心心头，但很快被他压下。他深吸一口气，上前几步，对着苏云抱拳，不卑不亢：公子，剑心特来谢过公子赠剑之恩。苏云懒懒的抬眼扫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哦，谢我？怎么谢？用你那3剑之诺。剑心神色一肃，正色道：公子赠剑之恩，剑心铭记。剑心当日所诺，依旧作数。剑心愿为公子出3剑，3剑之后恩怨两清。苏云闻言，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嗤笑一声，手中折扇啪的收起。3剑，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带着一丝俯瞰。你觉得你配吗？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在剑心脑海。他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愕然和被轻视的怒火。公子何出此言？剑心虽不才，但亦是当世剑圣，3剑之诺，足以替公子斩灭任何强敌。他声音带着属于少年圣人的傲气。他不信自己堂堂剑圣，3剑之诺在对方眼中竟如此不值一提。9位侍女闻言，心中皆是嗤笑不已。红莲一边揉肩，一边娇声开口：哟，好大的口气呢！替公子斩敌，公子若真需要动手。他美眸流转，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我们姐妹9人是摆设吗？紫月停下箫声，冷冷补充：更何况公子若想杀人，何须借他人之手？他可是亲眼见过苏云那随手一划的恐怖。剑心被9女挤兑，脸色有些难看，但他依旧梗着脖子，维持着自己的骄傲。苏云看着他那副我很值钱的样子，觉得越发有趣。他慢悠悠地从乐长手中接过灵茶，抿了一口，这才懒懒开口：你说你是当世剑圣，少年成圣，很了不起。他目光扫过剑心，如同在看一件待价而沽的货物。那你可知我是如何进的这仙剑门，又是如何让李老剑圣？苏云指了指恭敬势力的李成风：对我如此礼敬。剑心眉头微皱，他当然知道苏云背景深厚，有9天商会撑腰，李成风礼敬3分很正常。至于进仙剑门，以他的身份想进论剑锋，李成风岂敢阻拦？他刚想开口，苏云却已经转向李成风，
语气随意。李老剑圣，我那日随手涂鸦的一道剑痕，比之这位少年剑圣的剑道，如何？李成风闻言，浑身猛地一震。那日苏云随手一笔，蕴含的开天剑意，超越他毕生所悟终极奥义的剑痕，瞬间浮现在他脑海。那是他万载剑道生涯见过的最至高无上的剑力。扑通，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这位威震东荒、受无数剑修顶礼膜拜的传奇剑圣李成风，竟对着苏云双膝一弯，轰然跪倒在地。咚，额头重重磕在坚硬的青石地面上，声音充满了无上的崇敬与狂热。公子，公子随手一笔，蕴含无上剑理，开天辟地，远超老朽毕生所悟。在老朽心中，公子便是无师。轰，如同万道天雷同时炸响，整个论剑封顶。死寂，绝对的死寂。所有人都石化了，眼珠子掉了一地，剑心更是如遭雷击，浑身巨震，大脑一片空白。他看到了什么？李成风，他视为毕生追赶目标，东荒剑道神话的李成风，竟然对着苏云跪下了，磕头，称其为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剑心失声喃喃，脸色瞬间惨白如纸，道心剧烈震颤，几乎要当场崩碎。他引以为傲的少年成圣，他视为终极目标的李成风，此刻竟像一个求道的学子般跪在苏云脚下。这巨大的反差，这颠覆认知的一幕，彻底击垮了他的骄傲。呵呵，苏云轻笑一声，看着失魂落魄的剑心，语气依旧平淡。剑心，现在你还觉得你那3剑之诺值那2把破烂圣剑吗？剑心浑身颤抖，嘴唇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巨大的羞辱和认知的崩塌，让他几乎窒息。李成风抬起头，老眼含泪，对着剑心喝道：剑心，你糊涂啊！公子随手写出的一缕剑道真意，便是你穷尽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巅峰。若能追随公子左右，聆听只言片语，便是你时时修来的造化。轰！李成风的话如同最后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剑心早已摇摇欲坠的道心上。他猛地抬头看向苏云，眼中再无半分傲气，只剩下无边的敬畏、狂热和无尽的悔恨。公子！剑心扑通一声同样跪倒在地，声音嘶哑颤抖，带着无尽的恳求。剑心愚昧，剑心狂妄，不识真仙在前，求公子再给剑心一次机会，剑心愿誓死追随公子，鞍前马后，万死不辞。那2柄圣剑，剑心愧不敢受。他此刻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放着通天大道不走，摆什么圣人架子。9位女剑仙看着跪地恳求的剑心，再看向慵懒靠在软榻上享受着他们服侍的苏云，美眸中异彩连连，充满了崇拜和倾慕。弟子玩弄人心与鼓掌，翻手之间便让一位心高气傲的少年剑圣心甘情愿地跪地臣服。这份手段，这份气度，当真是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如此甚是无趣。苏云懒懒摇头，打了个哈欠。斗能剑圣，收服剑心，不过一时兴起罢了。圣人，在常人眼中高不可攀，开宗立派称霸一方，受万人敬仰，但在真正的大帝眼中，不过强壮些的蝼蚁，碾死不过弹指。回想老爹随手抚平9天动乱，镇压万族气运，那等威势，眼前这些所谓圣人算个屁。剑心纵使有帝资又如何，在苏云眼中不过是个潜力尚可的打手胚子。何况他天命关联之人叶辰已被自己掠夺大机缘，气运大损，这剑心价值又打折扣，不如睡觉。苏云兴趣缺缺，起身欲走。9位侍女轻笑，连忙跟上。弟子心思果然莫测。剑心愣在原地，求助般看向李成风。李成风捋须微笑，剑心小友，若愿入我仙剑门，做个供奉长老，老夫道士。话未说完，剑心脸色更苦，加入仙剑门被束缚，非他所愿。李剑圣剑心一咬牙，我用一柄圣剑换您指点那随手涂鸦，如何？李成风老脸一僵，随即摇头苦笑，年轻人，这岂是圣剑能换？此乃堪他人之慨，更非君子所为。身为剑修，道心通明何在？剑心被噎住，满脸涨红，羞愤难当。我不信，那剑道
真有那么强？他眼中闪过一丝倔强与不甘。那3件之诺，我践行，认定了，死缠烂打也要报。他豁出去了。李成风看着他，无奈摇头。是2，苏云寝宫，奢华神秘，地纹隐现，隔绝内外。苏云盘坐云床，准备沉入识海，修炼老爹所赐真正的根本大法地心经。此经乃苏天地镇压9天之本，蕴含无上大道，非地族血脉，非混沌体魄。望窥一眼，轻则识海崩裂，重则道销魂散。大荒求天旨，苏云锁定其中一门地技。此旨以地血为引，霸道绝伦。小成可戳死半圣如蝼蚁，大成一指碾碎圣人大道，恐怖如斯。先练基础篇，苏云凝神静气，混沌体运转，识海中地心经古卷徐徐展开。刹那间，寝宫内混沌气自发滋生，空间扭曲，仿佛承载不住那地道真意。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源自宇宙本源的沉重、苍茫、至高无上的威压悄然弥漫。若非寝宫地震守护，这股气息足以惊动整个仙界门。苏云小心翼翼，以神念触碰那基础篇章。嗡，如同亿万星辰在脑海炸开，无数玄奥符文带着碾碎万物的地威疯狂涌入。苏云闷哼一声，额头青筋微跳，神魂剧痛，如同被亿万根地针刺穿，混沌体都感到吃力，浑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皮肤下混沌光疯狂流转，抵御着地道真意的冲击。好霸道。他咬牙坚持，引导地血之力，艰难的在体内勾勒那第一道求天旨的道痕雏形。指尖一缕微弱却足以令圣人站立的灰蒙蒙的，仿佛能囚禁万古、碾碎诸天的恐怖气机正在艰难凝聚，极其缓慢。就在这千钧一发，心神紧绷，稍有不慎便可能被地经反噬重创的关键时刻，寝宫那扇铭刻地纹的大门吱呀一声竟被轻轻推开了。9道倩影带着9种截然不同却都醉人心魄的幽香，如同9朵在夜色中盛放的仙葩，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红莲，烈焰红裙半解，雪间微露，峰峦沟壑若隐若现，眼波流转，媚态横生。青莲，肃杀倾国，玲珑曲线玉遮环修，清冷中带着致命的诱惑。紫月，紫纱朦胧，长腿笔直，英气与魅惑交织。9位未来女帝竟都褪去了平日清冷高傲的剑仙外衣，精心打扮，各展风情，如同献祭的羔羊，又似扑火的飞蛾。目标只有一个，弟子苏云。他们蹑手蹑脚，美眸闪烁着紧张、羞涩与决绝，看着云床上闭目修炼的苏云。红莲朱唇轻启，声音带着令人古肃的魅意。公子，夜深了，可需红莲暖床侍寝。青莲声音空灵，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公子，青莲新沏了安神茶。紫月更是大胆，紫纱滑落香间。公子修炼辛苦，紫月愿为公子舒缓筋骨。莺声燕语，温香软玉，骤然逼近。苏云正全力抵御地经反噬，心神紧绷到极致。这突如其来的香艳袭击，如同在紧绷到极致的弓弦上猛地一拨。卧槽！苏云心中狂吼，神魂俱震。那艰难维持的凝聚指尖的大荒求天旨的雏形道痕，瞬间失控。轰！仿佛沉睡的太古凶兽被彻底激怒，一股比之前恐怖100倍的纯粹霸道、充满毁灭意志的地威，如同失控的灭世洪流，轰然从苏云体内爆发。嗡！整个寝宫地震疯狂闪烁，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空间如同镜面般寸寸碎裂，又瞬间被混沌气修补。那9位靠近的绝色佳人首当其冲，扑通扑通扑通，如同9朵被狂风骤雨摧残的娇花，毫无反抗之力，瞬间被那恐怖的地威狠狠压倒在地，匍匐颤抖。啊！公子息怒！9声惊骇欲绝的尖叫同时响起。红莲花容失色，媚态全无，只觉得仿佛有亿万神山压在背上，骨骼欲裂，灵魂都在哀鸣。青莲俏脸煞白，香汗瞬间浸透轻纱，那股至高无上的威压让他连抬头都做不到。紫月紧咬下唇，鲜血渗出，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这力量远超他们理解，他们此刻才真正明白弟子修炼时是何等凶险，
何等禁忌！礼，请宫内。帝威来得快，去得也快。苏云强行收束心神，混沌体镇压反噬，额角渗出一丝冷汗，心有余悸。呼，好险！他长出一口气，差点被这群妖精害死。看着下方匍匐在地，瑟瑟发抖、花容失色、狼狈不堪的9位家人，苏云又好气又好笑。他缓缓抬手，那失控易散的地威彻底收敛。寝宫内一片狼藉，9位未来女帝钗横并乱，春光乍现，却再无半分旖旎，只剩下劫后余生的恐惧和无地自容的羞愧。苏云目光扫过他们，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暖床。事情，苏云感觉有些头疼，一来就要对付9个绝世佳人。弟子红莲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还有一丝更深的媚意。他挣扎着想抬起头，那被地威压得半解的烈焰红裙，此刻更是滑落大片雪腻，峰峦怒耸，沟壑深不见底，在凌乱中透着惊心动魄的诱惑。都是奴家不好，他努力想摆出楚楚可怜的模样，眼波流转，媚态横生，扰了弟子清修，奴家这就好好服侍弟子，赔罪。他一边说，一边试图挪动娇躯，再次靠近苏云，那饱满的弧度几乎要蹭到苏云的膝盖。苏云，他眼角微挑，心中狂吼：卧槽，又来！这妖精真不让人省心，刚逃过一劫就固态复萌，这身段，这媚态，拉满 max 了。就算老子前世号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也顶不住这种级别的9连击啊！个个都是未来女帝胚子，颜值、气质、天赋全点满，这谁扛得住？一股邪火不受控制的从小腹窜起，混沌体都隐隐躁动，额角那滴冷汗还没干呢。他强行压下一念，深吸一口气，才勉强稳住道心，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无事，是我之过，修炼紧要处，忘了提前告知你们了，都起来吧。语气尽量平静，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9女如蒙大赦，却一时腿软，竟有些站不稳，相互搀扶着，才勉强起身。一个个钗横并乱，轻纱凌乱，露出大片血肌玉肤，春光无限，狼狈中带着致命的诱惑。他们此刻看向苏云的眼神，已不仅仅是敬畏，更添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后怕。青莲俏脸依旧纱白，努力整理着滑落的素纱，试图遮掩那呼之欲出的饱满，声音带着后怕的颤音：公子，您刚刚那气息太可怕了，青莲感觉灵魂都要被碾碎了。紫月也顾不上滑落肩头的紫纱，露出精致的锁骨和圆润的肩头，她英气的脸上残留着惊悸。公子，那就是地威吗？仅仅一丝失控，就让我们毫无反抗之力，若是在外界，岂不是？他不敢想下去了。在场所有人，包括外面的剑圣、半圣长老们，恐怕瞬间就会化为飞灰。红莲胆子最大，虽然心有余悸，但眼中异彩更浓。他故意将滑落的红裙又往下拉了拉，露出更多惊心动魄的白腻娇声道：公子神威盖世，奴家刚才火儿都快吓飞了，现在心口还砰砰直跳呢。公子，您摸摸看。说着，竟真要把苏云的手往自己那高耸的胸脯上按。苏云眼皮狂跳，尼玛，这妖精要命啊！他闪电般缩回手，感觉鼻子有点热，连忙运转混沌气镇压。可不必了，你们都先出去吧，本公子需要静一静。声音带着一丝狼狈。9女见他反应，心中更是了然，弟子并非无情，只是定力超凡。月蝉此刻灵机一动，他本就身姿丰腴，此刻香汗浸透薄纱，紧贴在玲珑曲线上，更显惊心动魄。他连忙俯身，做出一副认错姿态。这一俯身，那深邃的沟壑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苏云眼前，颤巍巍，晃悠悠，白得晃眼。弟子息怒，都是奴家不好，奴家这就为您好好赔罪。声音又软又糯，带着勾魂的尾音，就要往苏云怀里凑。苏云脑袋嗡的一声，9位，整整9位风格迥异却都美绝人寰的绝世佳人，衣衫不整，香汗淋漓，媚眼如丝，带着各种致命诱惑，同时逼近。这画面，这冲击力，简直比刚才的地精反噬还可怕。我滴个亲娘脸！苏云内心万马奔腾，气血翻涌，混沌体都差点压不住那澎湃的邪火了。9个又如何？老子好歹是弟子，
岂能被你们这群妖精拿捏？他奶奶的，拼了！就在苏云准备大干一场，好好教训一下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侍女，或者半推半就，享受这奇人之福。心思电转间，还没拿定主意，寝宫之外，异变突生，轰隆，一股充满了暴烈、霸道，仿佛要熔炼天地万物的恐怖威压，如同沸腾的岩浆，轰然降临仙剑门上空。苍穹瞬间被染成赤金色，风云倒卷，空间扭曲，无数巨大的炼气如虚影在云层中沉浮，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恐怖的圣威，如同实质的火焰巨浪，狠狠拍击在仙剑门的护山大阵之上，整个论剑峰都在剧烈摇晃。圣人，不止一位，好恐怖的威压，是东荒王家，炼气圣族王家。仙剑门外，无数修士骇然尖叫，被那煌煌圣威压得几乎窒息。东荒王家，上古炼气圣族，传承100万年，底蕴深不可测，族内子弟人人炼气，体内温养本命宝气。据说其精锐子弟晋升半圣时，本命气就堪比圣兵胚胎，圣人长老更是拥有通天圣气。天啊，他们怎么来了？这威势，来者不善啊！议论声充满了恐惧。王家，东荒巨擘，炼气称尊，富可敌见，其威名和实力远非一般圣地可比。此刻，仙剑门上空，3道身影如同3轮燃烧的烈日，散发着焚天逐海的恐怖气息，为首一人，须发赤红如火，面容威严，身穿绣着万炉朝宗图案的赤金圣袍，周身环绕着3件形态各异、散发着滔天圣威的宝气虚影，正是王家当代族长，炼气大宗师王天。他身旁站着一位面容冷峻、眼神睥睨、气息丝毫不弱于王天的青年，周身同样宝光冲天，一件漆黑如墨，仿佛能吞噬一切光芒的重尺悬浮头顶，散发着令圣人都心悸的波动。王家麒麟儿，有大帝之姿的绝世天骄王腾，还有一位王家圣人长老，气息同样浩瀚。3人联手，圣威滔天，如同3尊炼狱火神降临，将仙剑门的护山剑阵冲击得明灭不定。王天声如洪钟，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瞬间传遍整个仙剑门。仙剑门之人，听着，老夫王天，今日不为灭门，只为寻一人，交出那个胆敢欺辱我孙王月的狂徒，否则他眼中厉芒一闪，身旁一尊赤金圣炉虚影轰然膨胀，散发出焚灭万物的恐怖高温。今日便踏平你论剑锋，让你仙剑门鸡犬不留。威胁，赤裸裸的威胁，霸道绝伦，根本没把仙剑门放在眼里。仙剑门内，留守的林峰、青霜等半圣长老脸色巨变，纷纷升空。但面对3位全副武装、圣气傍身的王家圣人，他们感觉自己如同狂风中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王家欺人太甚。林峰长老脸色铁青，王族长，此乃仙剑门，容不得你放肆。声音带着愤怒和无力。青霜长老也厉声道：王族长，有话好说，莫要自误，我仙剑门亦有剑圣坐镇。王天闻言嗤笑一声，如同听了个笑话。剑圣李成风，他若在，让他滚出来，老夫倒要看看他那把破剑能不能展开我王家的镇族之宝万炼圣甲。他身旁的王腾更是眼神睥睨，如同看蝼蚁般扫过仙剑门众人，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老祖何须与他们废话，一群土鸡瓦狗，直接撵过去便是。敢伤我王腾之子，就要有灭门的觉悟。霸道嚣张，视仙剑门如无物。仙剑门弟子们吓得面无人色，瑟瑟发抖，从未感受过如此恐怖的压迫。3圣临凡，挟灭门之威，只为寻一人，那位贵客到底做了什么？而此刻，寝宫内那恐怖的圣威如同海啸般冲击着地震，寝宫空间微微荡漾，隔绝了绝大部分威压和声音，但依旧有一丝沉闷的轰鸣和那焚天逐海的灼热感透了进来。正俯身试图赔罪的月禅动作一顿，娇躯微颤，俏脸上露出一丝金色。公子，外面红莲、青莲等女也感应到了那浩荡的圣威，让他们本就不稳的心神又是一紧。是圣人之威，好霸道的气息。苏云正被眼前9具活色生香的玉体晃得眼晕邪火蹭蹭往上冒，突然被这外界的动静打断，眉头顿时不悦的皱起。聒噪，他声音带着被打扰的烦闷。
如同驱赶苍蝇，天塌下来也别烦我。有帝兵混沌乾坤图在，外面就是打翻了天。他目光扫过眼前衣衫不整、媚态横生的9位佳人，嘴角勾起一抹邪气的弧度，也伤不到本公子分毫。倒是你们，他故意拖长了音调，眼神在那些晃眼的雪白和深邃上流连。现在是想继续赔罪呢，还是想出去看热闹？这话一出，9女瞬间回神。对啊，外面圣人打生打死又如何？有弟子在，有这帝兵，就算天崩地裂，也伤不到他们分毫。相比外面的腥风血雨，眼前这位慵懒俊美的弟子和他那深不可测的背景与力量，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无上机缘。红莲眼中媚意更盛，娇躯一软，几乎要倒入苏云怀中。公子，奴家才不管外面那些打打杀杀的莽夫呢，奴家眼里只有公子您啊。青莲也强忍羞涩，素手轻轻搭上苏云的手臂。公子安危才是最重要的，青莲只想侍奉好公子。紫月更是英气中带着妩媚，公子要进修，还是要我们姐妹做点别的？他故意挺了挺傲人的胸脯，其他几女也纷纷表态。莺声燕语，温香软玉，再次将苏云包围。外界那毁天灭地的圣威，恐怖的威胁，仿佛成了遥远的背景噪音，丝毫影响不了寝宫内这旖旎火热的气氛。苏云看着眼前这9位各擅胜长、倾国倾城的尤物，感受着那惊人的弹性和幽香，听着那勾魂夺魄的话语，刚刚压下的邪火轰的一下又窜了起来。他奶奶的，老子好歹是弟子，还能被你们拿捏了？9个就9个，本公子吃定了。就在苏云准备大展雄风，好好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侍女时，寝宫门口守护的地阵微微波动，一道恭敬的声音传来：公子，外界有王家3圣来犯，口出狂言，要擒拿公子。仙剑门长老的声音清晰地穿透了地阵的微弱屏蔽，带着凛然的杀意和一丝急于表现戴罪立功的迫切。寝宫内那火热旖旎的气氛瞬间被这杀意凛然的声音冲淡了一丝。9位侍女动作都是一顿，看向门口，柳眉微蹙，有些不满这打扰。苏云更是眉头大皱，啧，没完了是吧？一个接一个，还让不让人安生了？他此刻邪火正旺，兴致正浓，外面王家的聒噪，他可以当背景音。滚！苏云不胜其扰，没好气地冲着门口低喝一声，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长老耳中：要打就出去打，别在门口吵吵，扰了本公子清静。他差点把好事说出口，还好及时改口。寝宫之外，仙剑门长老一愣，没想到这贵客公子根本不把王家放在眼里。此刻在论剑锋悟道剑心眼中爆发出冲霄剑意，对着寝宫大门深深一礼，豁然转身，枪背后2柄古朴圣剑，龙吟、星耀同时出鞘，恐怖的圣道剑威撕裂长空，直指天际那3道如烈日般的身影。王家老狗，王腾小儿，休得在公子门前狂吠！剑心在此，领教2等，高招，声震9天，战意冲霄。此刻众人心神俱震，目光死死锁定那踏空而来的青山身影。剑心背负古剑匣，周身剑意冲霄，每一步落下，虚空都荡起凌厉的涟漪。又一位剑圣，嘶，倒吸冷气的声音汇成一片海啸。仙剑门竟有2位剑圣坐镇，我的天！李承风前辈之外，竟还有如此年轻的剑圣，这怎么可能？无数修士眼珠暴突，难以置信。仙剑门创立万古，剑圣辈出，但大多陨落或云游。坐镇山门者，公认唯有天下第一剑李承风。眼前这青山剑圣，气息虽稍逊李承风，但那年轻的面容，那锐利得仿佛能洞穿万古的剑意，做不得假少年成圣，当世罕见。李老剑圣，这凌风长老声音干涩，看向李承风。李承风眼神复杂，微微颔首，算是默认。轰！人群彻底炸开。仙剑门藏得太深了。剑心目光如电，瞬间锁定空中那3道如烈日般的身影。王天、王腾，王家圣人。他声音冰冷，带着决绝，清晰传遍四方。王家老狗，尔等炼气圣族，天下谁人不知？谁不给你3分薄面？谁不为求得一件圣兵而疯狂？他踏前一步，背后剑匣嗡鸣。但你们要擒拿之人，乃我剑心恩人，他赐我圣剑，恩同再造。
剑心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坚定。此恩，剑心不得不报。哗！全场哗然，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剑心，充满了极致的震撼与不解。恩人赐予圣剑，王天和王腾这两位王家巨擘此刻也愣住了。王腾眼神睥睨中带着一丝错愕。圣剑赐予你？他声音带着浓浓的不幸与嘲弄。那狂徒不过一纨绔，随手赏你点破烂也配称圣剑，也值得你以命相报。王天老祖更是嗤笑出声。小子，莫说圣剑，就算他真拿出圣剑，在我上古王家眼中也不过寻常之物。我王家子弟人人皆可温养圣兵胚胎，族库所藏圣器，岂是你这等散修能想象？他语气带着无上傲然。他莫非也是某个上古世家子弟？报上名来，看看够不够格让我王家给面子。众人闻言心神在震。上古王家底蕴果然恐怖如斯，圣器竟视为寻常，这就是百万年炼器圣族的底气。剑心面对质问毫无惧色，他猛地一拍背后剑匣，枪枪，两声清越龙吟，撕裂长空，紫气东来，龙纹缠绕，星光璀璨，银河倒悬。两柄古朴圣剑裹挟着浩瀚无匹的圣道剑威，骤然出鞘，悬浮于剑心身前。剑柄之上，那九天商会的徽记在圣辉照耀下清晰可见。此剑乃公子所赐。剑心声音斩钉截铁。九天商会出品，货真价实。尔等可还认得？嘶嘶嘶，这一次连吸气声都变得尖锐刺耳。无数道目光死死盯着那两柄圣剑，盯着那徽记。九天商会，真的是九天商会的标志。我的老天，随手赐予两柄九天商会的圣剑，那位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王天和王腾这两位王家巨擘在看到那徽记的刹那，瞳孔骤然收缩，脸上那狂傲之色瞬间凝固。九天商会，横跨诸天万域的庞然大物，神秘强大，富可敌见。其出品的圣器乃是诸天公认的精品，品质远超寻常。纵使是上古王家，底蕴深厚，富甲一方，面对九天商会也需保持足够的敬畏。王天脸上的肌肉狠狠抽搐了一下，眼神剧烈闪烁，显然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强压下震惊，声音依旧带着强硬，却少了几分之前的绝对霸道。哼，九天商会又如何？我王家与其意有生意往来，交好家族众多，就算他是商会中某个核心世家的嫡系，伤我王家麒麟孙也需。他话未说完，剑心眼中寒光爆射，一步踏出，虚空剑痕隐现。认出来就好，少废话。要动公子，先问过我手中双剑，敢踏前一步，休怪我剑下无情。轰！恐怖的圣道剑威如同决堤星河轰然爆发，与王家三圣的炼气圣威狠狠碰撞在一起，虚空扭曲，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真敢动手，一人独对三圣，还有王腾这位有大帝之姿的天骄，疯了，简直疯了。李成风见状，眉头紧锁，他身形一闪，挡在双方之间，气息浩瀚，试图缓和。王族长，那位公子乃是老朽。他深吸一口气，语出惊人，恩师。轰隆，如同万道天雷同时在所有人脑海中炸响。死寂，绝对的死寂。所有人，包括剑心、王天、王腾以及所有仙剑门弟子，围观修士全部石化，大脑空白。李成风，天下第一剑圣，威震东荒万载，竟然称那位公子为恩师。这比九天商会圣剑，比少年剑心追随更加颠覆认知，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李成风，王天声音都变了调，带着极致的惊骇和荒谬。你老糊涂了，拜师，拜一个黄口小儿为师。王腾更是瞳孔地震，第一次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死死盯着李成风，仿佛要将他看穿。李成风神色肃然，目光扫过王天周身环绕的三件圣器虚影，尤其是那尊赤金圣炉。他缓缓开口，王族长，你问老朽能否展开你的万炼圣甲？王天心中一凛，下意识地看向自己最强的防御圣甲虚影。李成风语气平淡，却带着无匹的自信。能。轰！
人群再次哗然。剑圣李成风竟真有把握展开王家镇族圣甲，但是李成风话锋一转，目光扫过王腾头顶那漆黑重齿，以及另一位王家圣人周身宝光。若你身后还有王腾小友的通天圣旨，以及其他圣器相助，老朽他缓缓摇头，不能。王天闻言，心中稍定，脸上刚欲重新浮现傲色，李成风的目光却陡然变得无比锐利，如同开天神剑，直刺王天心神。老朽不能，不代表恩师不能。轰！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狠狠压垮了王天心中最后的侥幸和狂妄。那位公子能展开王家的万炼圣甲，甚至无视其他圣器围攻。王天脸色瞬间煞白，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身后的王腾更是身躯微不可察的一颤，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忌惮和恐惧。能让李成风拜服，能赐予九天商会圣剑，能让少年剑圣以死相报，其身份其力量恐怕远超他们想象。王家这次可能真的踢到铁板了，一块足以让整个王家粉身碎骨的通天铁板。王天心念电转，脸上阴晴不定，骑虎难下。就在这死寂压抑到极点之际，异变再生。王腾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传音入密：老祖用那招以本命通天圣宝为引，强行突破仙剑门大阵，搜寻那人气息，锁定他。我不信他真有通天本事。王天眼神一厉，瞬间有了决断。好！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胸前，双手结印，速度快到极致。万炉融天，圣宝通玄，破！轰隆！他头顶那尊赤金圣炉虚影瞬间膨胀到1000丈大小，炉口喷吐出焚灭万物的恐怖经验，一道凝练到极致，带着他本命精血和神魂烙印的近乎透明的神念之丝，如同最锋利的钻头，无视空间距离，无视仙剑门护山大阵的层层阻隔，带着一股玉石俱焚的决绝，狠狠刺向论剑峰顶那座笼罩在混沌气息中的神秘寝宫。不好！李成风脸色大变，想要阻止已然不及，剑心亦是瞳孔骤缩，那道神念之丝太快太决绝，蕴含了王天这位炼气大宗师毕生修为和一件通天圣宝的本源之力，瞬间就穿透了寝宫外那层看似普通的守护阵法。成了！王腾眼中闪过一丝狰狞的期待，王天脸上也浮现出一抹狠辣。然而就在那道神念之丝触及寝宫核心，那层流淌着古老混沌气息的地纹壁垒的刹那，嗡！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毁天灭地的波动，只有一声仿佛源自灵魂最深处的地质叹息。那道凝聚了王天毕生修为和一件通天圣宝本源的神念之丝，在接触到地纹的瞬间，如同冰雪遇到烈阳，无声无息，寸寸湮灭。与此同时，一股无法形容、无法理解、无法抗拒的至高意志，煌煌地威，如同沉睡的太古神魔睁开了眼眸，顺着那道湮灭的神念之丝，无视一切阻隔，反向轰然降临在王天的识海深处。啊！王天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嚎，七窍瞬间喷出粘稠的金色圣血，整个人如同被亿万座神山砸中，从空中轰然坠落，狠狠砸在论剑锋坚硬的青石地面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他周身环绕的3件圣器虚影如同脆弱的琉璃，咔嚓咔嚓咔嚓同时爆碎，化为漫天光点消散。他头顶那尊1000丈赤金圣炉更是发出一声悲鸣，炉身上瞬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纹，光芒暗淡，摇摇欲坠。老祖王腾目眦欲裂，惊恐尖叫：族长！王家圣人长老骇然欲绝，发生了什么？仅仅一瞬间，炼气大宗师王天竟遭如此重创。深坑之中，王天浑身浴血，如同一条濒死的野狗。他挣扎着抬起头，脸上充满了极致的恐惧、绝望和无与伦比的认知崩塌。他的识海中残留着那道恐怖意志的余威，那古老、苍茫、至高无上，是圣人如蝼蚁，是圣气如尘埃的地之威严。地族！王天嘴唇哆嗦，声音嘶哑，如同砂纸摩擦，充满了无边的恐惧。是地族，活着的地族。轰！这句话
如同9天混沌神雷，狠狠劈在王家圣人心头。地族，活着的地族，就在那寝宫之中。王月浑身巨震，脸上瞬间毫无血色。地族，王家大长老更是如遭雷击，手中圣器都差点拿不稳。地族，他竟是地族王腾，这位有大帝之姿的王家天骄，在听到地族2字的瞬间，脸色煞白如纸，身躯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一股寒意瞬间冻结了他的血液和灵魂。地族，9天之上，真正的主宰，凌驾于一切世家圣地之上，地念所至，圣人俯首，万族跪拜。他王家所谓的大帝之姿，在真正的地族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完了，王家完了！王腾失魂落魄，喃喃自语。深坑中，王天挣扎着爬起，不顾浑身浴血，不顾圣气尽毁，他踉踉跄跄，对着那座混沌寝宫的方向，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额头狠狠磕在坚硬的青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小人王天，有眼无珠，不识真谛临凡，冒犯帝威，罪该万死。他身后，王腾和那位王家圣人也瞬间反应过来，脸色惨白，再无半分傲气，扑通扑通，如同2条丧家之犬，紧随其后，重重跪倒在地，对着寝宫方向疯狂磕头。静，死一般的寂静。仙剑门前，3位威震东荒的王家圣人，如同3条卑微的蛆虫，对着那座混沌寝宫疯狂磕头求饶。这颠覆性的一幕冲击着所有人的视觉和认知。远处，刚刚赶到论剑锋，准备汇报剑圣遗址被毁一无所获的叶晨，此刻如同泥塑木雕般僵在原地，怀中抱着气息奄奄的唐月。他呆呆地看着空中那跪地求饶的3位圣人，看着那爆碎的圣器，看着深坑中狼狈不堪的王天，一股难以言喻的荒谬、恐惧和世界观彻底崩塌的茫然瞬间淹没了他。寝宫之内，苏云慵懒地打了个哈欠，对门外那惊天动地的求饶和自残置若罔闻。他正被红莲的玉臂缠绕，鼻尖萦绕着清莲的发香，紫月那英气的俏脸近在咫尺。吵死了，他含糊地嘟囔一句，系统刚才是不是又响了？叮，检测到天命之子叶晨道心遭受毁灭性打击，世界观崩塌，掠夺气运值加1000000，获得特殊奖励地纪大荒求天旨速成碎片 X1。哦，才100哇！苏云撇撇嘴，看来打击的还不够彻底，算了，睡觉。他翻了个身，将脸埋进一片温香软玉之中，彻底无视了外界那足以让圣人癫狂的惊天巨变。王月之前还十分得意，他站在爷爷王天身后，小脸涨红，眼中闪烁着兴奋和残忍的光芒。爷爷的通天圣宝可是炼化至极致的神物，他心中狂吼，就算仙剑门这乌龟壳大阵再精妙，也抵挡不住爷爷的搜寻。想到那个当众羞辱他，让他颜面尽失的狂徒马上就要被揪出来，在王家的怒火下哀嚎求饶，王月就激动得浑身发抖，那人就要倒霉了。他几乎要笑出声，就像一个即将得到心爱玩具的顽童，充满了恶意的期待，敢对本少爷无礼，仗着有几个半圣护卫。呸！如今我爷爷亲临，还有家父王腾，3圣齐至，看你还怎么嚣张。他越想越解气，上古王家底蕴深厚，9天之上更有莫测关系，我就不信了，今日王家的脸面还找不回来。他仿佛已经看到那狂徒跪地求饶的凄惨模样，仙剑门众人惊惧惶恐的表情，以及无数修士敬畏崇拜的目光。但此时异变陡生，王月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化为了极致的错愕和茫然。他看到了什么？刚刚还气势汹汹操控着千丈赤金圣炉，神念突破大阵的爷爷王天，竟突然收回了所有神通，那焚天逐海的气势瞬间消散，如同被掐灭的烛火。爷爷脸上的狂傲和狠辣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惊、恐惧和难以置信的绝望。爷爷，王月下意识的喃喃，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攥紧了他的心脏。紧接着他看到爷爷王天，这位威震东荒的炼气大宗师，王家至高无上的族长，脸上闪过一丝近乎疯狂的决绝。然后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王天猛地抬起手掌，那只曾炼制无数圣器、掌控焚天之火的手掌
裹挟着令空间扭曲的恐怖胜利，没有丝毫犹豫，狠狠地拍向了王悦，他的亲玄孙。不！王腾目眦欲裂，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想要阻止，却根本来不及。噗嗤！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沉闷的如同西瓜爆裂的声音。王悦脸上那残留的茫然和得意，瞬间被无边的惊恐和不解取代。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整个头颅连同上半身，在那蕴含着圣人全力一击的掌印下，如同脆弱的瓷器，轰然爆碎，血肉横飞，神魂刹那湮灭，死死的不能再死，形神俱灭。轰！整个论剑锋陷入了一片死寂，绝对的死寂。风停了，云凝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冻结。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彻底宕机。杀了！王天老祖亲手拍死了自己的亲玄孙王悦，当着所有人的面，形神俱灭。什么？他竟杀了王悦？王天这是疯了吗？老祖，你为何要杀我儿子？王腾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如同受伤的野兽，发出凄厉到变调的嘶吼，双眼赤红，死死盯着王天，充满了无尽的悲痛、愤怒和无法理解的疯狂。他唯一的儿子，王家的麒麟孙，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爷爷一掌拍死了。王天没有立刻回答，他脸上肌肉剧烈抽搐，眼神深处是无边的痛楚和挣扎，但更多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他猛地抬头，目光穿透虚空，死死锁定那座混沌寝宫，嘴唇哆嗦着，用一种只有圣境才能勉强捕捉的带着极致恐惧和哀求的传音嘶吼道：自斩吧，快自斩修为，毁掉本命圣器，如今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一丝活路，否则王家必灭。轰！这句话如同惊雷，劈在王腾和另一位王家圣人心头。王腾浑身剧震，眼中赤红烧退，被无边的骇然取代。老祖，你说什么？自斩？毁圣器？为什么？你知道他惹的是谁吗？王天声音带着哭腔和绝望。他惹的是地族啊，活生生的地族。地族这两个字如同亿万钧混沌神山，狠狠砸在王腾和那位王家圣人的灵魂深处。地族，货真价实的地族。那位王家圣人长老声音尖利，充满了极致的恐惧。老祖，您没看错，绝不会错。王天声音嘶哑，带着无尽的悔恨和恐惧。老祖，我曾有幸远远观摩过地族炼器，感受过那无上威仪，那寝宫上的道纹，那反噬而来的意志，绝对是地族，而且是血脉纯粹的地族，活着的地族。他看向王腾，眼神充满了绝望和哀求。腾儿，认命吧，自斩，立刻，马上，只有用我们的圣血和修为才能平息地怒，为王家求一条生路，否则地念一动，王家上下鸡犬不留。轰！王腾如遭五雷轰顶，脸色瞬间惨白如金纸，身躯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地族竟然是地族，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大地之姿，在这一刻彻底粉碎，化为齑粉。在真正的地族面前，他王家算个屁！哼！王腾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呵呵声，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认命。他猛地一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和决绝。啊！一声凄厉的咆哮，响彻云霄王腾周身。那浩瀚如海的圣人气息，如同沸腾的岩浆，骤然狂暴，然后轰然向内坍塌、崩毁。噗！他口中七窍狂喷出蕴含圣道精华的金色圣血，气息如同泄气的皮球，疯狂跌落。同时，他头顶那件漆黑如墨、散发着滔天凶威的通天圣旨，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赤身之上，瞬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纹，咔嚓咔嚓，寸寸断裂，化为无数黑色碎片，轰然爆开。蕴含的圣道法则和本源彻底湮灭，自斩圣境修为，自毁本命通天圣器。另一边，那位王家圣人长老同样满脸绝望，发出不甘的怒吼，周身圣光炸裂，一件护体宝轮圣器被他亲手从体内逼出，然后狠狠一掌拍碎，圣器哀鸣，化为光雨，他自身气息也瞬间萎靡，
从圣境直接跌落，重伤濒死。嘶！这一次，所有围观者，无论是仙剑门长老弟子，还是远处赶来的其他修士，包括剑心、李成风，乃至刚刚赶到抱着唐月残躯准备汇报剑圣遗址被毁一无所获的叶晨，全都石化了，傻眼了，彻底疯了。我的眼睛，圣人自斩修为，自毁本命圣器，这怎么可能？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死吗？无数人发出梦一般的惊叫，眼前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冲击着他们的世界观。圣人高高在上，寿元万载，掌控法则，是无数修士毕生追求的目标。可现在3位王家圣人，一位被老祖亲手拍死玄孙，2位竟当着所有人的面自斩圣境道果，自毁视若性命的通天圣器，如同自废武功的蝼蚁。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座寝宫里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能让圣人恐惧到不惜自残求活？疯了，这个世界疯了。李成风这位老剑圣此刻也失神的喃喃自语，饶是他见惯风浪，也被这惊世骇俗的一幕震得道心不稳。他看向那座混沌寝宫，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畏，见地如见天。剑心更是死死握紧手中双剑，指节发白，浑身冰凉。他之前还想着为公子出剑立功，现在只剩下无边的后怕和庆幸。地族，原来是地族，我何其有幸。而刚刚赶到的叶晨，此刻如同被最恐怖的冰水从头浇到脚，彻骨的寒意冻结了他的血液和灵魂。他呆呆地看着王月爆碎的无头尸体，王腾自斩修为后气息萎靡、七窍流血的惨状，那位王家圣人自毁圣器后重伤濒死的模样，以及深坑中如同血人般对着寝宫疯狂磕头，额头都磕得血肉模糊的王天老祖。再联想到自己怀中这废掉的唐月，那被彻底摧毁一无所获的剑圣遗址，他之前所有的谋划，所有的不甘，所有的自以为是，在这一刻显得那么可笑，那么渺小。寝宫之内，苏云慵懒地翻了个身，脸埋在红莲那温软幽香的怀中，含糊地嘟囔：自斩了也好。这韭菜心理承受力真差，算了，饶了你们了，睡觉。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变，更不知道他这随意的睡觉2字，让刚刚自斩修为、重伤垂死的王腾和王家圣人如同听到天籁，如蒙大赦。谢帝尊不杀之恩。王天带着哭腔的嘶吼响起，他重重磕了3个响头，额骨都几乎碎裂，然后挣扎着爬起，一手一个拉起气息奄奄、修为尽废的王腾和那位长老，如同拖着3条死狗，催动最后残存的力量，化作3道狼狈不堪的流光，头也不回，亡命般逃离了仙剑门，逃离了这个让他们永生难忘的梦之地，只留下论剑峰前一片死寂，一地狼藉和无数道呆滞、茫然、世界观彻底崩坏的目光。他们就这么走了，自斩修为，自毁圣器，杀了嫡孙，就为了求一条活路。那寝宫里的到底是？众人喃喃自语，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剑心看着手中双剑，又看看寝宫，这世界疯了，都疯了。天剑阁，此刻苏云斜倚在云纹软榻上，手摇折扇，姿态慵懒，仿佛外界的天塌地陷。王家的圣人自斩，都不过是拂面微风，不值一提。公子，您偏心。红莲娇嗔，玉臂如水蛇般缠上苏云胳膊，红唇微嘟，为何只让青莲和月蝉挽着您的手？奴家也要吗？月蝉也不甘示弱，丰腴娇躯半倚在苏云另一侧，素手轻摇玉扇，媚眼如丝。就是，公子可不能厚此薄彼。青莲、紫月等其余6女，更是莺莺燕燕，或奉茶，或包裹，或轻轻捶腿，将苏云团团簇拥，香气缭绕，软玉温香。苏云一脸无奈，折扇轻点红莲光洁的额头。这有什么办法？你们有9个，我就2双手啊！要不……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轮流来，排好队，一个一个抱。公子，9女齐齐娇嗔，俏脸飞霞，美眸含羞带怯，却更往苏云身边挤了挤，场面香艳无比。天剑阁内，其他前来论剑的长老弟子，此刻无不眼角狂跳，
脸色微妙，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强行装作入定。唉，真是世风日下啊！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老痛心疾首地低声叹息：天剑阁，剑道圣地，天下剑仙论道物剑之所，如今竟成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另一位古板剑修气得胡须乱颤，那9位可是半圣女剑仙，放在外界皆是一方霸主，如今竟如同他们内心憋屈愤懑。他们皆是苦修剑仙，是剑道如生命讲究清心寡欲，断情绝性，方能剑心通明。可现在看着9位半圣境的女剑仙，如同凡俗舞姬般争相侍奉一个慵懒的年轻人，他们感觉心中的剑都在悲鸣。若非忌惮那神秘莫测的背景，若非连老剑圣李成风都对其俯首，他们早就拔剑清场了。哼，定是某个大家族纨绔，甚至是大家族的嫡子，仗着家世背景祸乱我剑道圣地，可恨可悲。一些人暗中传音，咬牙切齿，却只敢在心里怒骂。剑心恭敬的势力在不远处，脸色复杂。他看着被9位绝色环绕的苏云，再看看自己手中那杯以自身剑意温养多年，融入了毕生剑道感悟的悟道灵茶，递出去半天了，却被紫月侍女轻飘飘一句挡了回来。剑心，你个大男人，瞎忙活什么呢？公子有我们9个服侍就够了，你靠边站站，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剑心，堂堂少年剑圣，此刻端着茶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尴尬的脚趾抠地，脸皮发烫。嗨嗨，他干笑2声，默默收回茶杯，心中苦涩。我这是何苦来哉？其他苦修剑修见状，更是怒火中烧，觉得剑圣的脊梁都弯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位背负阔剑的壮汉剑修猛地站起，声如洪钟，满脸悲愤。剑修之人，当有铮铮傲骨，剑心如铁，宁折不弯，岂能屈膝谄媚于他人？他环视四周，眼中燃烧着火焰。此等风气，坏我剑修根本，恕我白言，休与羽儿等为伍。说罢，竟是拂袖而去，大步流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天剑阁。白师兄说的对，我等苦修剑道，梦想剑圣之巅，剑开天门，通达无上大道，岂能受此污浊之气？又有数位心高气傲的剑修愤然起身，紧随白岩而去，留下一地鄙夷和决绝的背影。苏云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赶走了几只苍蝇。他随意地扫了一眼角落处，那个眼神复杂，交织着羡慕、嫉妒、恨意的天命之子叶晨，又看了看身边一脸恭敬甚至有些卑微讨好的剑心和李成风。他心中嗤笑，韭菜开会，一个酸得快冒泡，2个恨不得跪舔。无聊，正觉无趣。脑中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剧情触发，天命之子叶晨将于仙剑门拍卖会中为天命红颜陆羽琪豪掷千金拍下仙木精华，成功将获得陆羽琪好感，并截取清霜剑种气运，建议宿主前往拍卖会截胡。苏云眉头微挑，陆羽琪，大道圣胎后裔，气运非凡，容貌绝世，天资不输自家侍女，有点意思。还有那什么仙木精华截胡，听起来比看这帮人演苦情戏有趣多了，开心。苏云懒洋洋开口打断了李成风酝酿半天的试探。仙剑门风水好，他随意点评，风景如画，气息清新。而且他目光扫过李成风和剑心，嘴角勾起玩味的弧度。剑圣们说话又好听，一老一小，我超喜欢这里的。轰，这句话如同在滚油里泼了瓢冷水，瞬间炸锅。那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的剑修再也忍不住了，狂妄，庶子无礼。一道凌厉的剑意冲天而起，伴随着愤怒的厉喝。只见一位身着锦袍，面容俊朗，眉宇间带着世家子弟傲气的青年剑修凌空踏步而出，周身剑气森然，轮回境巅峰的气息展露无遗，正是来自剑道世家林家的第一天骄凌晨。天剑阁乃剑道圣地，论剑悟道之所，岂容尔等在此亵渎剑道，骄奢淫逸？凌晨剑指苏云，声音冰寒刺骨，我凌晨代表天下苦修剑道之士，今日便要问问你凭什么？凭什么？苏云还没说话，势力一旁的青莲
莲步轻移，挡在苏云身前，素手之中，不知何时已握住一柄古朴无华的长剑，剑身无锋，却流淌着一股苍茫浩荡的剑意。红唇轻启，声音清冷：“凭我家公子在此歇歇，凭你这点微末修为，连让公子抬眼的资格都没有。想论剑？”他剑尖斜指凌晨，先问我手中无锋答不答应。轰！霸道，护主，毫不留情。一个侍女，竟敢如此呵斥林家天骄！你！凌晨气得脸色铁青，区区侍女，也敢口出狂言？待我先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婢子，再找你主子理论。教训我？青莲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冰冷的嘲弄。凭你，也配提剑字？话音未落，他手中那柄看似平平无奇的无锋古剑骤然亮起，没有惊天动地的剑气，没有撕裂苍穹的锋芒，只有一股古朴厚重，仿佛承载了万古山河，蕴藏了无尽星辰的浩渺剑意，如同沉睡的太古神山苏醒，轰然弥漫开来。大道至简，重剑无锋，在这股苍茫浩瀚的剑意笼罩下，凌晨那引以为傲的凌厉轮回剑意，如同狂风中的烛火，瞬间暗淡，摇摇欲坠。什么？这是什么剑意？凌晨瞳孔骤缩，脸上第一次露出骇然。他感觉自己的剑心如同被亿万军山岳镇压，竟生出无法匹敌的渺小感。不可能！我凌家剑道。凌晨强行催动剑诀，周身剑气暴涨，化作一道璀璨匹练，撕裂空气，带着决绝，狠狠刺向青莲。井底之蛙，青莲红唇微动，手中无锋古剑就那么随意的轻轻一划，没有招式，没有技巧，只有一股返璞归真，凝练到极致，仿佛能劈开混沌的力量。当一声沉闷到令人心脏骤停的金铁交鸣，凌晨那足以洞穿山岳的凌厉剑气撞在那古朴无华的剑身之上，如同冰雪撞上烘炉，瞬间消融溃散无形。一股沛然莫遇的恐怖力道顺着剑身狠狠反制而来。噗！凌晨如遭重锤，虎口瞬间崩裂，鲜血狂喷，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狠狠砸在100丈外的青石地面上，将那坚硬的地面都砸出一个深坑。长剑脱手，气息萎靡，败，一触即溃，毫无悬念。嘶嘶嘶，全场死寂，只剩下无数道倒吸冷气的声音。败了！轮回境巅峰的凌家天骄，号称有望冲击剑圣之境的凌晨，竟然被苏云身边一个娇滴滴的侍女一剑拍飞了。这不可能！幻觉，一定是幻觉！青莲仙子竟恐怖如斯，那是什么剑意？从未见过。叶晨更是看得心神俱震，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看着那个持剑而立、清冷如仙的侍女青莲，内心狂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做到的？那股剑意古朴厚重，大道至简，简直闻所未闻。一股难以言喻的羡慕嫉妒，如同毒蛇似咬着他的心。凭什么？凭什么他苏云连侍女都如此恐怖？李成风和剑心这2位剑圣，此刻却是瞳孔收缩，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李成风喃喃自语，身体都在微微颤抖。青莲仙子这一剑蕴含之理，远超老夫毕生所见。这绝非他能悟出。定是公子随手点拨。他看向苏云的眼神狂热如火，剑心更是死死握住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原来如此，公子身边处处皆道，侍女信手一剑便是无上剑理，可笑我还想为公子出剑？我连侍奉公子的资格都未必有。他心中那点傲气彻底粉碎，只剩下无边的敬畏和卑微。凌晨挣扎着从深坑中爬起，披头散发，满身血污，再无半分之前的天骄风采。他失魂落魄地看着跌落尘埃的长剑，看着那持剑而立的青莲，嘴唇哆嗦。我败了！凌家剑道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巨大的打击让他道心都出现裂痕，踉跄着如同行尸走肉般捡起长剑，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天剑阁。苏云全程眼皮都没抬，仿佛只是看了一场无趣的猴戏。他目光随意地扫过叶晨那张写满极度不甘的脸，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韭菜急了，很好，那就等你再养肥点。他慵懒地打了个哈欠，无趣，走了。听说你们仙剑门
有个什么拍卖会？去看看热闹。九女闻言，立刻簇拥着苏云起身，如同众星捧月，飘然离去，只留下天剑阁内一地狼藉河，无数道呆滞、震撼、世界观摇摇欲坠的目光。李成风和剑心连忙跟上，姿态愈发恭敬。叶晨看着苏云离去的背影，死死攥紧了拳头，指甲刺入掌心，鲜血淋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苏云，拍卖会上，我一定要为雨琦拍下仙幕精华，再夺取下一个机缘，证明我叶晨不比你差。他眼中燃烧着疯狂的火焰，道心虽在崩塌边缘，却强行燃起一股偏执的斗志。几日后，千月阁，仙剑门最大拍卖场，此地早已人山人海，仙气缭绕，宝光冲天。四海商会，这个横跨诸天万域的商业巨鳄，正式进驻，带来了足以震动东荒的奇珍异宝。只见拍卖场中央高台，竟有整整10位圣人，身着统一的金纹黑袍，气息如渊如玉，拱卫四方，恐怖的圣威交织，震慑全场。10位圣人护卫，四海商会，好大的手笔！天啊，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圣人，仙剑门这次真是沾光了。台下，来自东荒各大圣地、世家、宗门的人马，密密麻麻，足足数10万修士，气息强弱不一，将整个千月阁挤得水泄不通。无数贪婪、激动、敬畏的目光聚焦在高台。李成风这位地主也只能陪坐在贵宾席一侧，脸上带着感慨：仙剑门能承办此等盛事，实乃荣幸。四海商会底蕴深不可测啊！叶晨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着那高台上如同神奇般的10位圣人护卫，再想想自己怀中那枚装着自己至今夺取机缘而存下的全部积蓄的储物戒，原本充足的信心瞬间蒙上了一层阴影。该死的，四海商会竟如此排场！他内心狂吼，充满了无力感。更让他嫉妒到发狂的是，入口处传来一阵骚动，只见苏云依旧是那副慵懒随意的模样，手摇折扇，在9位绝色侍女的簇拥下，如同逛自家后花园般漫不经心地走了进来。四海商会那位主持拍卖的胖掌柜，原本倨傲的脸上，在看到苏云的瞬间，竟堆满了近乎谄媚的笑容，小跑着迎了上去，腰都快弯成了90度。公子，您大驾光临，真是令千月阁蓬荜生辉，快请上座。天字1号至尊厢房，早已为您备好。那姿态比见了亲爹还亲。轰！整个拍卖场瞬间炸了，无数道目光汇聚在苏云身上，充满了震惊、骇然和难以置信。天字1号，那可是四海商会最高规格，非不朽道统之主不可入。他凭什么？四海商会的掌柜竟如此卑躬屈膝。那9位侍女，个个半圣。叶晨死死盯着被众星捧月般迎入最高包厢的苏云，看着四海商会掌柜那谄媚的笑容，看着那9位仙姿玉色的侍女，看着连李成风都只能屈居其后的画面，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嫉妒和愤怒，如同毒火，焚烧着他的5脏6腑。该死，该死啊！他怎么也来了？他也要竞拍？叶晨心中警铃大作，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了他。与其的仙幕精华，我叶晨一定要得到。他攥紧了储物戒，眼中只剩下疯狂和孤注一掷。四海商会虽不如9天商会，但亦是不可小觑。偌大商会中，甚至有数位不朽家族坐镇，其财力、实力堪称恐怖如斯。此次拍卖更是空前盛大，10位圣人拱卫，数10万修士云集，宝光冲天，圣威交织，场面恢宏震撼。叶晨坐在角落，心情激动又忐忑。他眼光一瞥，呼吸猛地停滞，心脏狂跳，一道绝世倩影映入眼帘。陆羽琪，他来了，身姿曼妙，容颜清冷绝丽，如同月宫仙子坠凡尘，周身萦绕着若有若无的大道气息，正是传闻中的大道圣胎。羽琪，叶晨激动的传音，声音都在发颤。叶公子。陆羽琪微微颔首，清冷的眸子看向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你也来了？此次拍卖会非同寻常。叶晨连忙传音回应，胸膛挺起，带着无比的自信和讨好。放心，羽琪，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目光灼灼，那仙幕精华，
我叶晨必为你拿下。他心中狂吼，这次一定要给陆羽奇一个天大的惊喜，证明自己比那高高在上的苏云更值得依靠。他丝毫不知，最高处的天字1号包厢内，苏云慵懒地靠在软椅上，9位侍女环绕。他目光随意扫过下方，将叶晨那点小心思看得一清二楚。韭菜养得差不多了，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此刻入口处再次传来骚动，一股比之前更加尊贵更加神秘的气息弥漫开来。只见一位身着华贵紫金袍，面容俊朗，眼神睥睨，如同天生王者的青年，在2位气息如渊似海，赫然是2位半圣的护卫下，龙行虎步踏入拍卖场。轰！整个拍卖场瞬间安静了一瞬，无数目光聚焦。这是谁？好大的排场，2位半圣护卫，恐怖如斯，是哪家不朽道统的传人？他也要进包厢？那紫袍青年目光扫过全场，带着天生的优越感，最终落在最高处的天字1号包厢，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似乎对有人占据那里感到一丝不悦。哼！他身旁一位护卫半圣冷哼一声，圣威微微泄露，瞬间让靠近的修士脸色发白。我家公子驾临，速速安排天字包厢，语气霸道，不容置疑。四海商会那位胖掌柜此刻也连忙小跑过来，脸上堆满笑容，但比面对苏云时少了几分谄媚，多了几分公事公办。原来是玉环天公子，失敬失敬，天字2号包厢已为您备好，请随我来。玉环天这个名字一出，场中顿时响起一片道吸冷气声。玉环天，难道是玉山不朽皇朝的太子？玉环天，我的天，真的是他！玉山皇朝可是东方巨擘啊，难怪有2位半圣护卫，排场这么大。玉环天微微颔首，算是回应，目光再次扫过天字1号紧闭的包厢门，眼中闪过一丝探究和淡淡的不爽。天字1号是谁？他声音平淡，却带着无形的压力。胖掌柜笑容一僵，连忙躬身，回公子，天字1号乃是一位贵客，身份恕在下不便透露。哼！玉环天身旁的护卫半圣再次冷哼，圣威更盛，贵客有多贵？难道比我玉山太子还贵？咄咄逼人，气氛瞬间紧张。胖掌柜额头见汗。就在此时，高台之上，一位气息更加深沉，如同星空般浩瀚的老者缓缓现身，正是四海商会坐镇此方大域的负责人，四海圣人环天公子。四海圣人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压下了那护卫半圣的威压。天字1号的贵客身份尊贵无比，其定金之巨，他目光扫过玉环天，意有所指，远超你想象，便是你父皇亲临，也需礼敬3分。轰！如同惊雷炸响，整个拍卖场死寂一片，所有人都傻了。玉环天瞳孔骤缩，脸上那睥睨之色瞬间凝固。什么？定金远超想象，连父皇也要礼敬3分？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玉山太子身份何等尊贵，四海商会竟然说有人比他父皇还尊贵，这怎么可能？他死死盯着天字1号包厢，眼中第一次露出了震惊和忌惮。拍卖开始，四海圣人不再多言，直接宣布第一件拍品天元月破宝珠，起拍价10万上品零食，竞价瞬间开始，11万、12万，价格节节攀升，最终被一位中型宗门宗主以30万拍走。气氛逐渐热烈，一件件奇珍异宝、功法秘录、神兵利器纷纷登场，竞价声此起彼伏。叶晨也出手了几次，拍下一些陆羽奇可能喜欢的灵材，博得家人几许浅笑，让他信心大增。直到第9件拍品九柄寒星秋水剑，圣级剑阵飞剑，合击威力堪比通天圣器，起拍价100万上品零食。轰！场中瞬间沸腾，尤其是一些剑修宗门眼都红了。110万、120万、150万，价格飙升，转眼突破200万。就在此时，天字2号包厢传出玉环天淡漠的声音：300万。直接加价100万，财大气粗，震慑全场。许多竞争者偃旗息鼓。环天公子出价3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
胖掌柜高声询问，目光却下意识瞟向天字1号，仿佛在期待什么。果然，就在锤子即将落下的瞬间，天字1号包厢传出一个慵懒随意的声音，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900万！轰隆，如同9天惊雷，狠狠劈在所有人心头。整个千月阁，死寂，绝对的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包括那10位半圣护卫，包括四海圣人，包括玉环天和他身边的2位圣人，全都石化了，大脑一片空白。900万，直接在玉环天300万的基础上翻了3倍，这是何等恐怖的财力，何等疯狂的加价！叶晨张大了嘴巴，能塞进一个鸡蛋。900万，疯了吗？那可是上品灵石啊，不是石头。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冻僵了。玉环天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脸色铁青，拳头紧握，指甲深深陷入掌心。900万，他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他是谁？查，给我查清楚！他对着护卫低吼。那2位半圣护卫此刻也满脸骇然，看着天字1号包厢，如同看着一个怪物。公子，四海圣人刚才说定金远超想象，恐怕所言非虚。胖掌柜激动的浑身肥肉都在颤抖，声音尖锐。天字1号贵宾，出价9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目光扫过玉环天，玉环天脸色变幻，最终颓然坐下，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900万1次，900万2次，900万3次，成交！恭喜天字1号贵宾！锤音落定，如同砸在每个人心上。9柄寒星秋水剑化作9道流光，飞入天字1号包厢。包厢内，苏云随手接过，看都没看，如同丢垃圾般抛给身后的9位侍女，拿着玩吧，正好1人1把。红莲、青莲、月蝉、9女齐齐愣住，看着手中流淌着圣辉的飞剑，美眸圆睁，红唇微张，俏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震撼与感动。公子，这可是堪比通天圣器的剑阵飞剑啊！您就这样送给我们了？声音都在发颤。小玩意而已。苏云抿了口茶，语气平淡的令人发指。喜欢就拿去，不喜欢扔了也行。轰！这话如同惊雷，再次炸响在9女心头。价值900万上品灵石的圣器级飞剑，小玩意，不喜欢就扔，这就是地族的底蕴吗？9女看向苏云的眼神，充满了无边的崇拜和炽热的倾慕，恨不得立刻献上自己的一切。场外，玉环天听到苏云那随意的小玩意评价，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混账，欺人太甚！他感觉自己的脸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拍卖继续，一件件宝物拍出。天字2号包厢的玉环天也出手了几次，但每次当天字1号那个慵懒的声音响起时，无论他出价多少，对方必定以碾压性的价格瞬间将他秒杀，毫无悬念，如同大人戏耍孩童。玉环天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气息都开始不稳。该死啊！他到底是谁？他心中憋屈愤怒，却无可奈何。叶晨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太恐怖了，这财力简直不是人。他原本充足的自信此刻当然无存，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感。终于轮到压轴之一，仙木精华，蕴含无尽生机，可活死人肉白骨，更能滋养体质，助其蜕变。起拍价50万上品灵石来了。叶晨精神一振，陆雨琪也美眸亮起，带着渴望。60万，叶晨第一时间喊价。70万，80万，价格迅速攀升，转眼突破300万。竞争者众多，都是冲着提升体质去的。500万，玉环天再次出声，试图一扫之前阴霾，价格瞬间拔高，许多竞争者无奈退出。叶晨脸色一白，500万，已经接近他的极限。501万，他咬牙加价，声音都在颤抖。吃！玉环天包厢传来一声不屑的嗤笑。600万！轰！叶晨如遭重击，脸色瞬间惨白。完了！600万！他根本拿不出来。环天公子出价600万！胖掌柜高喊，目光再次瞟向天字1号。
陆羽奇眼中闪过一丝失望。正当所有人以为尘埃落定之时，又是那个慵懒的声音从天字1号包厢轻飘飘传出：6000万！轰隆，如同混沌神雷炸开9天，整个千月阁陷入了比之前更恐怖的死寂。6000万！上品灵石在玉环天600万的基础上翻了整整10倍。噗！叶晨直接喷出一口逆血，眼前发黑，心神崩溃。6000万！疯了吗？丧心病狂啊！他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瘫软在座位上，如同一条濒死的鱼。他所有的积蓄，所有的谋划，在6000万这3个字面前，脆弱的如同笑话。完了，全完了！陆羽奇，这位清冷绝丽的小珠峰圣女，此刻也彻底失态，美眸圆睁，谈口微张，露出难以置信的震撼。6000万，这数字如同天方夜谭，砸得他道心都在摇曳。玉环天，这位玉山不朽皇朝的太子，猛地从座位上弹起，俊朗的面容瞬间扭曲，再无半分之前的睥睨，只剩下极致的骇然和荒谬。6000万！他声音尖利，带着破音。他到底是谁？一股寒气从脊椎骨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冰凉。李成风这位老剑圣此刻也彻底失神，抚着长须的手僵在半空。6000万！他浑浊的老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精芒，心中翻江倒海。小友，不，公子，其家族背景恐怕已经远超老夫想象，甚至超越了不朽皇朝。这财力，这气魄，他看向天字1号包厢，充满了无边的敬畏。莫非真是9天之上？10万修士，此刻只剩下倒吸冷气的声音，汇成一片恐怖的声浪，席卷整个拍卖场。天啊！6000万上品灵石，买一份仙木精华，这是人能出的价？何等的恐怖如斯！整个东荒，不，整个九州，有这等财力的家族屈指可数。难道是传说中的那几家9天之上的大家族？6000万！一次，胖掌柜激动的浑身肥肉乱颤，声音都劈叉了。6000万！两次，6000万！3次，成交！恭喜天字1号贵宾！垂音落定，如同砸碎了所有人的认知。包厢内，侍女青莲恭敬地将盛放着仙木精华的玉盒呈上。苏云随意扫了一眼，那散发着浓郁生机，令圣人都心动的宝物，在他眼中，如同路边的石头。还行。他手指一弹，玉盒化作一道流光，精准地落在下方。跪伏在地，依旧处于极度震撼中的陆羽奇面前。想要，送你了。声音平淡，仿佛送出的只是一颗糖豆。轰！全场再次炸裂。送了！6000万拍下的仙木精华，随手就送人了。我的道心碎了。陆羽奇娇躯巨震，猛地抬头，看着悬浮在眼前的玉盒，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再看看包厢，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感激、震撼和茫然。多谢公子厚赐。他声音颤抖，深深叩首。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小女子陆羽奇，永世不忘公子大恩。哦，苏云懒洋洋的声音传出。苏云，苏家，苏云，苏云，苏家，这2个名字如同烙印，瞬间刻在所有人心头。陆羽奇娇躯再震，默默记下苏公子恩德，救我小竹峰一脉生机。羽奇铭记于心。他知道自己的大道圣胎体质，若有此物滋养，必能更进一步，甚至有望窥探圣境。这份恩情比天还大。角落里的叶晨看到陆羽奇对苏云那发自内心的感激和隐隐的倾慕，再听到苏云2字，如同被万箭穿心。噗！又是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脸色惨白如金纸。苏云，又是你！他心中疯狂咆哮，嫉妒、怨恨、绝望，几乎要将他的灵魂撕裂。为什么总是你？他所有的努力，在苏云随手挥洒的6000万面前，在陆羽奇那深深的叩拜和感激面前，彻底沦为笑话。道心崩裂如蛛网。9位侍女看着自家公子，眼神复杂。红莲撅起红唇，带着一丝醋意。公子，您该不会是看上那陆圣女了吧？她虽是大道圣胎，
可我们姐妹……月蝉也眼波流转，公子若是喜欢，我们姐妹去把他请来便是，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危险。他们9位半圣，想请一个人还真不难。苏云哑然失笑，摆摆手，胡闹，区区仙木精华，府库里多的是，送出去1份罢了。他眼中闪过一丝满意，倒是这次收获不小。叮，恭喜宿主成功截胡天命之子叶辰核心机缘仙木精华，掠夺天命之子叶辰气运值加20000000，严重打击天命之子道心，掠夺额外气运值加10000000，获得特殊奖励众同觉醒碎片终极 X1。系统提示音响起。就在此时，异变陡生，轰！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源自混沌初开，至高无上，洞穿万骨的恐怖气息骤然从苏云体内爆发。嗡！他原本慵懒的双眸骤然爆发出璀璨到极致的混沌神芒，瞳孔深处仿佛有亿万星辰生灭，有古老符文交织，有开天辟地的景象演化，两道仿佛能看穿一切虚妄，直指大道本源的众同神光，如同开天神剑，刺破虚空，一闪而逝。啊！9位侍女同时惊呼，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气息吓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看着苏云眼中那尚未完全敛去的众同异象，一个个美眸圆睁，充满了极致的震撼。众同，红莲声音都在发颤。公子，您觉醒了传说中的众同。众同本是无敌路。青莲喃喃自语，俏脸失色。古籍记载，大地之子，天生至尊，必有半生异象。公子他竟真是……他不敢再说下去，看向苏云的眼神充满了无边的敬畏和狂热。轰！包厢内的地纹自主激发，瞬间隔绝了这股气息外泄，否则整个千月阁数十万人恐怕都会被这至高无上的众同地威震慑得跪伏在地。呼！苏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中的异象敛去，恢复了慵懒，仿佛刚才那惊世骇俗的一幕从未发生。众同，他感受着双眼中蕴含的恐怖力量，仿佛能洞穿时空长河，看破万物本质，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系统出品，果然精品。修为更是在众同觉醒的刹那，水到渠成般轰然突破，踏入半圣一重天，气息浩瀚深邃，远超同阶。返回寝宫的路上，玉环天带着2位半圣护卫，脸色阴沉地拦在了前方。李承风、剑心紧随苏云之后，神色戒备。苏公子留步。玉环天努力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和屈辱，强行挤出一丝笑容，只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在下玉山皇朝玉环天，不知可否向公子讨教一二。他目光灼灼，死死盯着苏云。拍卖会上被碾压的耻辱，让他急需一场胜利来挽回颜面。他不信，论实力，自己这个不朽皇朝太子，见到体术双修的天骄，会输给一个靠家世的纨绔。李承风眉头一皱，正要出声，苏云却懒洋洋地摆了摆手。讨教？他眼皮都没抬一下。没兴趣，我很忙着回去消化奖励呢。你……玉环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玉山太子何曾受过如此轻视？苏公子，他声音冷了下来，在下诚心请教，莫非公子看不起我玉山皇朝？话语中已带上威胁。苏云终于抬眼，那目光平淡无波，却让玉环天心头莫名一寒。哪个家族？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9天之上，本公子也略有耳闻。至于你……他顿了顿，吐出的话如同9天寒冰，还没资格让我看得起。轰！如同平地惊雷，炸得所有人头皮发麻。没资格。他竟敢说不朽皇朝太子没资格。我的老天，他到底什么来头？玉环天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身躯剧烈颤抖。他身边的2位半圣护卫更是勃然大怒，圣威轰然爆发。放肆！敢辱我皇朝太子，找死！公子！青莲、月蝉等9女瞬间上前，气息锁定对方，剑拔弩张。不想理你们。苏云打了个哈欠，聒噪。好。玉环天怒极反笑，眼中满是怨毒，再也顾不得伪装。苏云，你欺人太甚，既然言语不通，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他猛地抽出腰间佩剑，剑身流淌着黄道龙气，
气息霸道绝伦。此地是天剑阁，以剑论道，天经地义。你可敢接我一剑？声震四野，充满了挑衅。叶晨躲在远处人群里，看到这一幕，眼中爆发出狂喜和怨毒。打！快打起来！玉环天，给我狠狠教训他！他心中疯狂呐喊，无比期待看到苏云吃瘪。陆雨琪则是面露忧色，看着苏云，又看看气势汹汹的玉环天，不知如何是好。苏云终于停下了脚步，眉头微蹙。麻烦，他看向一位仙剑门弟子，你上吧。打发苍蝇的语气，那位仙剑门弟子一愣，随即一脸惶恐。哼，凭你也配？玉环天怒火更盛，感觉自己被彻底轻视，对方竟只派一个弟子应付自己，我只要他出手。他剑指苏云，咄咄逼人。算了。苏云忽然叹了口气，仿佛被烦得不行。给你一剑的机会。他缓缓转身，那双慵懒的眼眸再次睁开。嗡，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爆发，但当那双眼睛完全睁开的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灵魂，都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攥住，呼吸停滞，思维冻结。只见苏云的瞳孔不再是普通的漆黑，而是化作了混沌漩涡。左眼瞳孔，一轮煌煌大日沉浮，燃烧着焚尽诸天的惊艳，无尽的光和热内蕴其中，仿佛能融化万古星辰。右眼瞳孔，一湾清冷孤月悬空，流淌着冻结时空的银辉，深邃的寒意弥漫开来，仿佛能冰封时光长河。日月轮转，阴阳共生，演化混沌，洞穿虚妄，一股凌驾于众生之上，俯瞰万古轮回的，虽只泄露一丝，却让在场所有人，包括玉环天，包括那两位半圣护卫，包括李成风，包括剑心，甚至包括远处幸灾乐祸的叶晨，全都大惊失色。重瞳，传说中的至尊意象，大地之姿，无敌之路，此刻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重瞳，玉环天浑身抖如筛糠，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和绝望，嘶声尖叫，如同见了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重瞳，真的是重瞳。李成风老脸骇然失色。星号重瞳本是无敌路，无需再借他人骨。星号古籍记载，天生至尊，大地之姿。星号此子竟有如此逆天体质。星号难怪他是不朽皇朝如无物。老剑圣心神俱震，到心都在动摇。卧槽！剑心内心疯狂咆哮，只有这两个字能表达他的震撼。星号公子他原来如此。星号我竟想为公子出剑。星号我连仰望公子的资格都没有啊！他卑微地伏在地上，再无半分少年剑圣的傲气。叶晨跪在远处，死死盯着苏云那双演化日月混沌的重瞳，双眼布满血丝，嫉妒、怨恨、绝望，如同毒蛇啃噬。星号为什么？星号重瞳，他凭什么有重瞳？星号天道不公啊！他感觉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了。陆羽琪跪伏在地，美眸中异彩连连，充满了无尽的震撼和一丝痴迷。星号原来恩公竟是天生重瞳。星号大地之姿。他想起自己之前还因侍女而自卑，此刻只觉得能得恩公赠宝，已是天大的福缘。就这，苏云看着跪了一地的人，尤其是面如死灰、浑身颤抖的玉环天，眼中重瞳异象缓缓敛去，恢复了慵懒的黑色，仿佛刚才那惊世一幕从未发生。他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还以为多厉害，无趣，转身，在9位侍女敬畏狂热的目光簇拥下，飘然离去，只留下一地跪伏的身影和无数道彻底崩坏的世界观。玉环天跪在原地，失魂落魄，如同被抽走了灵魂，口中反复念叨：重瞳，大地之姿。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追上那个背影了。地宫深处，混沌地冰内部，自成一方小世界，浩瀚无垠，道则流淌，地威弥漫。苏云盘坐于虚空中央身前，一卷非金非玉、非丝非帛，流淌着混沌气息的古老经卷缓缓展开。大地心经。嗡！经卷展开的刹那，仿佛打开了亘古的禁忌之门。无量光、无量道、无量法轰然爆发，1万枚比星辰更璀璨的符文在虚空中沉浮，
演化诸天万界，生灭轮回，每一枚符文都蕴含着一条完整的大道法则，其深邃，其浩瀚，远超圣人毕生所悟。死！苏云倒吸一口凉气，眼中众瞳神芒本能流转，试图洞悉这无上经文。轰！在众瞳视野下，那经卷中流淌的道则，不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化作了一条条奔腾咆哮的混沌长河。每一滴水珠都是一方世界的生灭，每一朵浪花都是一段被埋葬的古史，蕴含着造化万物、重开乾坤的至高伟力。这就是大地。苏云心神俱震，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父亲苏天帝的恐怖。一念造化万千，一念葬灭诸天。难怪女帝姐姐们。他想起那些被派去镇守生命禁区的女帝姐姐们，个个风华绝代，战力惊仙，是苏天帝最锋利的剑，最可靠的臂膀，镇压黑暗动乱，守护诸天安宁。而我，苏云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手中那卷大荒求天旨的传承玉简，这足以让圣人疯狂的地基，在大地心经面前，渺小的如同尘埃。大荒求天旨不过是指尖微末，这心经才是真正的大道根本。女帝姐姐们恐怕早已将心经修至化境了吧。他脑海中浮现几位女帝姐姐的绝世风姿：大姐苏清雪，一剑双寒九重天，镇守藏仙渊；二姐苏红林，焚天神火炼境区，坐镇焚天海；三姐、四姐，每一位都是横压一个时代的无上女帝，是真正的斩仙术执掌者，是父亲最得意的杰作。和姐姐们比，我还差得远啊。苏云自嘲一笑，不过眼中并无气馁，反而燃起熊熊斗志。有韭菜在，有系统在，赶上姐姐们指日可待。他沉下心神，众瞳全力运转，捕捉着大地心经中流转的一缕道痕。嗡！当他的意念与一缕道痕接触的瞬间，轰隆，如同开天辟地，一股远比之前觉醒众瞳时更加浩瀚，更加精纯，更加接近本源的地道伟力，如同决堤的星河，轰然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冲刷着他的经脉，淬炼着他的血肉，升华着他的灵魂。啊！苏云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吼，周身绽放出璀璨的混沌神光，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暴涨，半圣一重天，二重天，三重天，瞬间冲破，直逼半圣中期。更让他惊喜的是，那对众瞳在地道伟力的滋养下，变得更加深邃，更加恐怖。左眼大日，经验中仿佛有金乌啼鸣，焚灭万古；右眼孤月，银辉里似乎有月桂婆娑，冻结时空，日月轮转，混沌演化，仿佛能一眼看穿过去未来。众瞳观经，竟有如此神效。苏云心中震撼无以复加，这大地心经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每一缕道痕都如同地父的亲自点拨，精妙绝伦，浩瀚无边。他完全沉浸其中，贪婪地汲取着这无上地藏，仿佛忘却了时间流逝。与此同时，地宫之外，仙剑门，论剑锋，轰隆隆，天地变色，日月无光，13道如同太古魔山般的身影撕裂虚空，轰然降临，恐怖的圣威交织成一片毁灭性的风暴，笼罩整个仙剑门。为首者身高10丈，头生独角，浑身覆盖着漆黑鳞甲，气息暴戾，赫然是一位巅峰圣人，正是西山13圣之首黑灵圣王李成风。老匹夫！黑灵圣王声如雷霆，震荡九霄，万年血债，今日清算，交出仙剑门祖地，交出万剑种，否则今日踏平你仙剑门，鸡犬不留！轰！仙剑门护山大阵剧烈摇晃，光芒明灭不定，无数弟子面色惨白，被这恐怖的圣威压得喘不过气。西山13圣，他们怎么敢？13位圣人齐至，这是要灭门啊！完了，全完了！护山大阵挡不住啊！恐慌、绝望瞬间蔓延。叶晨站在人群中，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看着那13道魔神般的身影，感受着那毁天灭地的威压，他感觉自己渺小如蝼蚁。圣人，还是13位仙剑门，完了！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甘。我还没崛起，还没向苏云复仇，难道就要死在这里？
黑灵，羞得猖狂！一声苍老的怒喝响起，李成风踏空而上，老剑圣须发接张，剑意冲霄，试图抗衡那滔天圣威。但他一人一剑，面对13位如狼似虎的异族圣人，显得如此单薄。老剑圣、凌风长老等几位仙剑门仅存的半圣长老也咬牙飞起，站在李成风身后，气息相连，却依旧杯水车薪。剑心，李成风目光扫向下方，带着一丝希冀。助我仙剑门。剑心站在不远处，眉头紧锁，看着那13道恐怖的身影，又看了看地宫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挣扎。最终他缓缓摇头，声音带着歉意：老剑圣，抱歉，我只为公子护法，仙剑门与我无关。他身形一闪，直接退到了地宫入口附近，气息牢牢锁定，竟是真的只守护苏云，对仙剑门存亡漠不关心。你……李成风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和苦涩，叶晨更是怒火攻心：剑心，你这个懦夫，枉为剑圣，见死不救！我仙剑门待你不薄。剑心充耳不闻，只是冷冷地瞥了叶晨一眼，如同看一只聒噪的蚂蚁。黑灵圣王发出震天狂笑，充满了嘲讽。李成风，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仙剑门，众叛亲离，今日何该你仙剑门覆灭？他大手一挥，儿郎们，杀，一个不留！轰！13位异族圣人，连同他们身后，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无数异族修士，裹挟着毁天灭地的煞气，如同黑色的洪流，狠狠撞向仙剑门护山大阵。咔嚓，咔嚓，大阵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裂痕遍布，眼看就要破碎。难道天要亡我仙剑门？李成风老眼含泪，充满了悲愤和不甘。老剑圣，一位长老突然想起什么，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急切传音：那位苏公子，他或许能救我们。李成风眼神猛地一亮，随即又暗淡下去。苏公子，他身份尊贵，岂会为我仙剑门？况且对方是13位圣人啊，背后更有整个西周一族。苏公子未必愿惹此麻烦。他心中充满绝望，觉得这希望渺茫如萤火。就在此时，地宫入口，空间泛起涟漪，9道绝美的身影，如同9朵仙莲绽放，飘然而出。正是红莲、青莲等9位侍女。他们看着外面毁天灭地的景象，看着那摇摇欲坠的护山大阵，看着绝望的仙剑门众人，以及那嚣张不可一世的13圣，俏脸上非但没有惧色，反而露出一丝古怪的兴奋。红莲美眸流转，看向那13位异族圣人，如同看着一堆行走的韭菜。他对着地宫深处，用带着一丝雀跃的声音清脆喊道：弟子，弟子，快醒醒，快醒醒，外面来了好多好多的。他故意顿了顿，红唇勾起一抹狡黠的弧度，一字一句道：大韭菜。轰！这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战场。正疯狂攻击大阵的黑灵圣王，动作猛地一滞，脸上暴戾的笑容瞬间凝固。大韭菜，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李成风等仙剑门高层更是集体石化，目瞪口呆。韭菜？什么韭菜？叶晨也是一脸懵逼。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在说什么疯话？唯有剑心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看向那13圣的眼神充满了深深的怜悯。完了，这群蠢货把自己送上门了。哼，原来是几个半圣女娃娃。黑灵圣王猩红的树瞳扫过地宫门口，落在红莲等9位侍女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淫邪与不屑。结，笑声刺耳，姿色倒是不错，正好抓回去暖床。他身后其余12位形态各异的异族圣人也发出阵阵怪笑，气息锁定了9女，带着赤裸裸的恶意。他们身后数万凶神恶煞的异族修士，如同嗜血的蝗虫，疯狂冲击着仙剑门护山大阵。咔嚓咔嚓，裂痕如同蛛网般蔓延，眼看就要彻底崩碎。仙剑门弟子们个个面色惨白，瑟瑟发抖，看着那13尊魔神般的圣影，看着那如潮的异族大军，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每一寸心神。叶晨混在人群中，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拳头紧握，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苏云呐，他的侍女都要被抓走了，他还在里面装死吗？他心中嘶吼，
混合着恐惧，还有一丝扭曲的快意，希望看到苏云也倒霉。就在这时，地宫入口，混沌气息微微荡漾，一道修长、慵懒，仿佛没睡醒的身影缓缓踱步而出，正是苏云。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仿佛刚从小憩中醒来，对眼前毁天灭地的景象视若无睹。公子，9位侍女齐声交呼，如同乳燕归巢，瞬间簇拥到苏云身边。红莲更是轻易地拽了拽苏云的衣袖，指着外面那13座魔山般的身影，语气带着邀功般的兴奋：弟子，您看，酒菜，好多好大的酒菜，都送上门啊！酒菜，又是酒菜！黑灵圣王脸上横肉抽搐，额头青筋暴跳，怒火直冲天灵盖。混账，竟敢3番2次羞辱我等圣人，找死！李承风此刻正被3位异族圣人围攻，剑光纵横，圣血飞溅，他手中的古剑已然布满裂痕，气息也萎靡了不少。看到苏云终于出现，他眼中猛地爆发出强烈的求生光芒，不顾一切的嘶声喊道：苏公子！仙剑门危在旦夕，求公子看在……他想说看在之前拍卖会的香火情上，话未说完，就被一道狂暴的圣力轰得倒飞出去，喷出一口鲜血。苏云这才像是刚注意到外面的混乱，懒洋洋的抬眼，目光随意扫过那13位煞气冲天的异族圣人，扫过那数万狰狞的异族修士，最终落在了狼狈倒飞、嘴角溢血的李承风身上。仙剑门仅存的几位半圣长老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不顾自身伤势，纷纷急切地朝着苏云方向嘶喊：苏公子，求您出手，救我仙剑门传承！苏云却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仿佛没听到那些求救，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李承风，看着他在3位圣人的围攻下，左支右绌，剑法却愈发凌厉。红莲站在苏云身侧，美眸流转，看着焦急万分的仙剑门长老，红唇微起，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他们耳中，带着一丝玩味：想求我家弟子出手，那得看你们仙剑门能拿出何等。他故意顿了顿，加重语气，令弟子侧目的勇气，或者代价，勇气。仙剑门长老们一愣，旋即心头冰凉，绝望更深。他们还有什么能入这位弟子法眼？哼！黑灵圣王彻底被激怒了，他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几个小辈，装神弄鬼，还敢在本王面前讨价还价！李承风，纳命来！他不再理会苏云，狰狞的独角爆发出刺目的黑光，一只覆盖着厚重鳞甲的巨爪撕裂虚空，带着洞穿星辰的恐怖力量，狠狠抓向气息萎靡的李承风，要将其彻底捏碎。这一爪威势惊天动地，圣威滔天，空间层层塌陷，仙剑门众人无不骇然变色。完了，老剑圣完了！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爪，苏云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好整以暇地看着，甚至还轻轻点了点头。这就是圣人之战，声势倒是不小，移山倒海，破灭空间。虽然力量驳杂了点，气势还行。他像是在点评一场表演，语气平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无聊。轰隆！黑灵圣王的巨爪与李承风拼尽最后圣元挥出的璀璨一剑狠狠碰撞在一起。噗！李承风再次狂喷鲜血，手中的古剑咔嚓一声彻底崩碎，化作漫天光点。他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射出去，气息瞬间跌落谷底。结，老东西，不行了吧？黑灵圣王狂笑，得意无比。其余异族圣人也是精神大振，攻势更加狂暴。仙剑门护山大阵在内外夹击下，终于发出最后一声悲鸣，轰然破碎，如同脆弱的琉璃。杀！鸡犬不留。数万异族修士如同决堤的黑色洪流，带着嗜血的咆哮，疯狂涌向毫无防备的仙剑门弟子。不！李承风目眦欲裂，发出绝望的嘶吼。叶晨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我不想死！他尖叫着，疯狂向后退去，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怨毒。苏云，都是你见死不救！就在这千钧一发，仙剑门即将被血色淹没的瞬间，一直尽力的苏云眼中终于掠过一丝极淡的，像是看到什么有趣东西的光芒。只见李承风在手中圣剑彻底崩碎的刹那，眼中非但没有绝望，反而爆发出一种决绝的疯狂。
他放弃了所有防御，以身为剑，将体内残存的所有剑意、所有力量，甚至燃烧了部分生命本源，全部凝聚于断剑间，朝着追击而来的一位异族圣人悍然点出。这一剑不再是纯粹的仙剑门剑道，那断剑间竟隐隐流露出一丝仿佛能囚禁天地、镇压万古的至高道韵。虽然极其微弱、极其模糊，但在苏云的重瞳之下清晰可见。是一道凝聚到极致，带着一丝灰蒙蒙混沌气息的细微剑芒，瞬间洞穿了那位异族圣人的眉心。那圣人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不可！扑他的头颅连同元神如同被戳破的气泡轰然炸开，圣血洒落长空。圣云静，死一般的寂静，战场瞬间凝滞，所有人都惊呆了。无论是异族还是仙剑门，包括正在疯狂逃命的叶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一个重伤濒死、圣气破碎的老剑圣，竟在绝境中一剑秒杀了一位全盛状态的异族圣人。这怎么可能？苏云所教的剑意融入了我毕生的剑道。李成风自己都愣住了，看着自己染血的断剑，感受着那一闪而逝却恐怖绝伦的道韵，心中翻起惊涛骇浪。他刚才在生死一线，脑中电光火石般闪过了当日苏云那轻描淡写却蕴含无上道韵的一剑，他竟在绝境中下意识地模仿了那一丝神韵。虽然只得其形1/1000都不到，但威力竟恐怖如斯。精彩！一个带着明显赞许的声音清晰地响起，打破了死寂。苏云，他竟然在鼓掌，脸上带着一丝满意的笑容，看着气息奄奄却一剑斩胜的李成风，点了点头。非常精彩，这一剑有点意思了。他是真的有点意外，没想到这老剑圣在绝境下竟能从他当初随意施展的大地剑法中悟到了一丝皮毛。虽然粗糙，但这份悟性和决绝值得他一声赞。你黑灵圣王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着自己手下一位圣人被当众秒杀，一股暴力到极致的杀意彻底淹没了理智。李成风，你找死！还有你，小畜生！他狰狞的目光猛地转向正在悠闲看戏的苏云，装神弄鬼，给我死！他再也顾不得什么，舍弃了重伤的李成风，10丈魔躯裹挟着滔天的死亡黑炎，如同灭世陨星，朝着苏云狠狠撞来，巨爪撕裂空间，要将苏云连同那9位侍女一同碾成齑粉。恐怖的圣威让整个论剑峰都在崩塌。圣王怒了，杀了他们。其余11位圣人也反应过来，纷纷怒吼，爆发出最强杀招，一起轰向苏云，要将他彻底抹杀，以儆效尤。李老剑圣做得还不错。苏云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这场戏本公子看得还算尽兴。他指尖随意一弹，一道流光如同划破黑夜的流星，瞬间射向气息奄奄却眼中燃烧着不屈战意的李成风。李成风下意识伸手接住，入手冰凉沉重如山，定睛一看，竟是一柄通体漆黑、造型古朴、剑身流淌着岁月沧桑痕迹的古剑。嗡！就在他手指触碰到剑柄的刹那，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浩瀚、厚重、不朽不灭的恐怖剑意轰然冲入他的识海。啊！李成风浑身巨震，双目瞬间瞪圆，如同2道燃烧的剑芒射穿虚空。他枯槁的身躯如同久旱逢甘霖的枯木，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磅礴生机。原本萎靡到极点的气息如同坐火箭般疯狂飙升，瞬间冲破瓶颈，达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境界边缘，半只脚踏入圣王境。这是他感受着手中古剑传递来的那仿佛能斩断岁月、劈开混沌的至高伟力，心神俱震，骇然欲绝。不朽级的剑意，剑身自带不朽法则，怎么可能？轰！这股突如其来的不朽级的恐怖剑意仅仅是自然散发，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冲击波，横扫四方。首当其冲的便是那正欲再次扑杀李成风的黑灵圣王，以及紧随其后的11位异族圣人。噗！如同被无形的太古神山狠狠撞中，12位气势汹汹的异族圣人同时狂喷鲜血，如同12颗被拍飞的炮弹，
狼狈不堪地倒飞出去，一个个气息紊乱，脸上充满了极致的骇然与难以置信。什么？仅凭剑意就震退了12胜？那柄剑到底是什么来头？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傻了。叶晨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死死盯着李成风手中那柄漆黑的古剑，嫉妒、怨恨如同毒藤般疯狂缠绕他的心脏。凭什么？凭什么又是他？苏云随手丢出的一柄剑，竟然如此恐怖！那可是不朽级的剑意啊！他感觉自己的认知被狠狠踩在地上摩擦，剑心更是看呆了，手中的剑都在微微颤抖。他死死盯着那柄古剑，感受着那股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至高剑意。可怕，太可怕了！我原本以为公子身边的侍女已是极限，没想到公子随手刺下的一柄剑，竟能让濒死的老剑圣瞬间逆转乾坤，剑意直逼圣王，甚至是不朽。他心中最后那点作为少年剑圣的骄傲彻底粉碎，只剩下无边的敬畏和对那柄古剑的无限向往。仙剑门的几位半圣长老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神剑，是神剑啊！天佑我仙剑门，天佑老剑圣，苏公子大恩！他们看向苏云的目光充满了无边的感激，如同看着就是神明。9位侍女美眸流转，看向苏云的眼神充满了无边的崇拜与狂热。红莲眼唇轻笑，公子终于稍稍认真一点了呢，随便丢块骨头就够这些土狗抢破头了。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骄傲和对异族的轻蔑，青莲也微微颔首。老剑圣悟性尚可，能在绝境中领悟公子剑意一丝皮毛，如今得此不朽神剑相助，倒也不算辱没了此剑。他语气清冷，却带着对李成风难得的认可。苏云听着侍女们的低语，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战局，仿佛刺下的并非不朽神剑，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玩具。李成风原本就是剑道巅峰，距离圣王只差临门一脚，他的剑心纯粹，剑意积累已足够深厚，只是受限于此界法则稀薄和自身血脉桎梏，始终无法踏出那一步。他声音平淡，如同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这柄玄冥不过是以不朽材质承载了不朽剑道之力，替他暂时劈开了那道枷锁，引动了他自身积蓄的潜能罢了，算不得什么。他顿了顿，看着下方持剑而立，气势惊天，仿佛年轻了数百岁的李成风，嘴角微扬。况且他的剑道天赋确实远超等，勉强够资格用这柄剑了。这话如同惊雷，炸响在剑心耳边，让他浑身一颤，羞愧的几乎抬不起头。远超我等，公子说的是，在老剑圣面前，我这点剑道才是真正的笑话。他心中再无半分不服。战场中心，李成风手持玄冥古剑，感受着剑身内那浩瀚如星海、不朽不灭的恐怖力量，感受着自己体内奔腾咆哮，仿佛无穷无尽的崭新剑源，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冲天而起。他仰天长啸，笑声震碎云霄。好剑，好一柄不朽神剑，苏公子厚赐，老夫拜谢了。他朝着地宫方向郑重一礼，再抬头时，眼中再无半分颓唐，只剩下睥睨天下的绝代锋芒。他剑指那惊魂未定的12圣，声音如同万载寒冰。尔等土鸡瓦狗，也配踏我仙剑门圣地？今日便以尔等之血，祭我手中神剑，振我无上剑道。轰！话音未落，他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快到超越了时间感知的、纯粹的、漆黑的，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剑芒，一闪而逝。不，首当其冲的一位异族圣人，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只发出一声凄厉到变形的惨叫。整个圣区，连同护体圣器，连同元神，如同被投入烈阳的冰雪，无声无息，瞬间气化、湮灭，连一丝尘埃都未曾留下。真正的形神俱灭，一剑再斩一圣。嘶！倒吸冷气的声音汇成一片恐怖的浪潮。跑！快跑！这老东西疯了！那柄剑太可怕了。剩下的11位异族圣人，包括黑灵圣王在内，此刻彻底胆寒，哪里还有半分战意？他们如同丧家之犬，疯狂燃烧圣血，撕裂虚空，只想逃离这个噩梦之地。想走？问过老夫的剑了吗？李成风冷笑，手中玄冥古剑再次挥动，这一次是横扫千军。一道横亘天地的漆黑剑幕，如同死神的镰刀，瞬间追上，将落在最后的3位异族圣人。
连同他们周围数百名异族精锐，如同割草般拦腰斩断，圣血如瀑，染红苍穹。摧枯拉朽，真正的摧枯拉朽。手持不朽神剑的李成风，如同虎入羊群，杀得那不可一世的12圣抱头鼠窜，溃不成军。远方天际，数道强大的圣威急速靠近，正是闻讯赶来的玉环天，以及几位与他交好或是出于好奇赶来的其他势力圣人，其中也包括了四海商会那位胖掌柜和其护道圣人。他们刚刚赶到，就看到了这颠覆认知的一幕。那是李成风，他手里的是什么剑？一剑斩圣，如同杀机。玉环天英俊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极致的震惊和骇然，他死死盯着李成风手中那柄流淌着不朽气息的玄冥古剑，感受着那股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至高剑意，声音都在发抖。不朽，那绝对是蕴含不朽法则的神兵。仙剑门何时有这等底蕴？他猛地看向地宫方向，那个慵懒的身影，一个让他浑身冰凉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升起。难道是他？四海商会的胖掌柜更是双眼放光，如同看到了绝世珍宝。宝，惊天至宝啊！蕴含不朽法则的完整剑气，这价值根本无法估量。他激动的浑身肥肉都在颤抖。快，立刻传讯总部，这里有超越圣级的至宝现世，疑似与那位苏公子有关。战场中，黑灵圣王看着手下圣人如同麦子般被收割，心都在滴血，恐惧、绝望以及一丝疯狂的怨毒彻底吞噬了他。不可能！他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疯狂。李成风，苏云，这是你们逼我的！他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蕴含本命精元的黑血，双手疯狂结印，口中吟诵起古老而邪恶的咒文。沉睡在西周禁区的伟大存在，您卑微的仆从，愿以生命和灵魂为祭品，祈求您的目光垂落，降临此世，清除这些亵渎者。轰隆！随着他的吟唱，天空骤然变得漆黑如墨，一股远比之前恐怖千百倍，充满了无尽腐朽、死亡与混乱的邪恶气息，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寒风，瞬间笼罩了整个仙剑门。大地开裂，虚空扭曲，仿佛有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即将跨界而来。不好，是禁区召唤！他在召唤禁区沉睡的古邪。玉环天脸色巨变，失声惊呼，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那是源自生命本能的战栗。李成风持剑的手也是一顿，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能感受到那股正在降临的气息已经超越了圣境，达到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恐怖层次。四海商会的圣人护道者更是瞬间撑开最强的圣力护盾，将胖掌柜护在身后，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走，快走，此地不宜久留，有超越圣级的邪物要降临了。叶晨早已吓得瘫软在地，裤裆一片湿热。邪神，完了，都完了！仙剑门上下刚刚升起的希望瞬间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再次淹没。唯有地宫之前，苏云依旧慵懒的斜倚在软椅上，红莲乖巧的将一颗包好的灵果送入他口中。他看着那撕裂苍穹降临的恐怖邪气，看着那如同末日降临的景象，眼中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亮起了一丝饶有兴致的，如同孩童发现了新玩具般的光芒。他轻轻咀嚼着灵果，含糊不清的低语，带着一丝期待，一丝玩味。西周禁区终于来了点像样的韭菜了吗？此刻，天边一道比山岳更加庞大的身影撕开漆黑的天幕，轰然降临。那身影笼罩在刺目欲盲的金光之中，看不清具体形态，唯有那浩瀚腐朽仿佛能压塌万古星河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狠狠砸在每个人心头。扑通扑通，无数仙剑门弟子在这股超越圣境的威压下如同被巨锤击中，瞬间跪倒一片，修为稍弱者更是直接瘫软，七窍流血，连惨叫都发不出。绝望，比之前更深的绝望，如同冰冷的毒液，瞬间冻结了仙剑门上下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黑灵圣王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发出癫狂的嘶吼：老祖，刑天老祖降临了，你们死定了！李成风，仙剑门修士都得死！剩下的几位异族圣人也从濒死的恐惧中回过神，一个个激动的浑身颤抖，如同打了鸡血。老祖无敌，恭迎刑天老祖降临！
李成风手持玄冥古剑，那不朽剑意自发流转，替他抵御了绝大部分威压。但他握剑的手指节已然发白，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能感受到那金光中的存在，其力量层次已经超越了圣王，绝对踏入了真正的不朽领域，一个他目前根本无法企及的境界。李老头，还有那个装神弄鬼的小娃娃。黑灵圣王怨毒地盯着苏云，你们的死期到了，在刑天老祖面前，你们不过是强壮点的蝼蚁罢了。仙剑门残余的弟子们面如死灰，刚刚因为老剑圣持神剑大杀四方而激起的血涌，在这不朽级的绝对威压面前，脆弱的如同风中残烛。完了，连老剑圣也，那可是不朽真人啊，传说中从生命禁区归来的古老存在。我们完了。叶晨趴在地上，感受着那比之前更恐怖的威压，浑身骨头都在呻吟。但听到黑灵圣王的话，他眼中却闪过一丝扭曲的快意。苏云，你嚣张啊，你在嚣张啊！刑天老祖，杀了他，碾死他！他心中疯狂诅咒。玉环天等人此刻早已退到极远的天际，个个面色煞白，眼中充满了惊惧。刑天真人，西山禁区的古老邪修，他竟然真的被召唤出来了！快，再退，不要被波解！四海商会的圣人护道者更是将防御提到了极致，声音都在发颤。不朽之威，不可揣度，不可直视。金光缓缓收敛，露出一尊高达100丈，肌肉虬结如同太古魔山，皮肤呈现暗金色，生有4臂，面容模糊，唯有眉心一只树眼开合间闪烁着毁灭金芒的恐怖身影，正是西山禁区的古老存在刑天真人。他淡漠的金色树眼扫视全场，如同神灵俯瞰蝼蚁蚁穴，最终落在了手持玄冥古剑、气息不凡的李成风身上。一个如同金铁摩擦，带着无尽岁月沧桑感的声音响起，震得虚空嗡嗡作响。仙剑门竟已衰落至此，区区一个半只脚的不朽剑圣，手上竟有一柄蕴含不朽法则的剑气。他的树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贪婪，随即转为更深的淡漠。李成风，声音如同审判，念你修行不易，给你一个机会，放下手中神剑，现出仙剑门祖地，带领残余弟子滚出此地。老夫念你人族圣者修行艰辛，可饶你一命。语气高高在上，仿佛已是天大的恩赐。李成风闻言，非但没有恐惧，反而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悲壮与决绝。饶我一命，刑天老鬼，你算什么东西？老夫一生斩妖除魔，护我人族疆土，岂会向你等邪魔低头？仙剑门弟子何在？在下方，纵使被威压压得直不起腰，纵使身受重伤，所有残存的仙剑门弟子，包括几位半圣长老，此刻都爆发出震天的嘶吼，眼中燃烧着同归于尽的火焰。愿随老祖死战！声音汇聚，竟短暂冲散了部分邪威。李成风剑指刑天，枯瘦的身躯挺得笔直，如同永不屈服的山岳。看到了吗，老鬼？这就是我仙剑门的脊梁。今日，纵使形神俱灭，老夫也要在你身上咬下一块肉来。话音未落，他周身剑元疯狂燃烧，竟是要以生命为柴薪，催动玄冥古剑，发出至强一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气氛凝固到极点之际，那高高在上，如同神奇般淡漠的刑天真人，他那巨大的树眼，在扫过地宫方向，那个慵懒斜倚在软椅上，正被红莲喂着灵果的，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身影时，猛地剧烈收缩。嗡！刑天真人那庞大如山的身躯，竟是肉眼可见地狠狠颤抖了一下，笼罩周身的金光都出现了瞬间的紊乱。他那模糊的面容上，仿佛露出了极致的惊骇。这气息，他死死盯着苏云，或者说，是盯着苏云身后那片被地宫气息笼罩的虚空，一股源自灵魂最深处的，几乎被岁月磨灭的大恐怖，如同潮水般轰然席卷了他的意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心中在疯狂咆哮。那模糊的记忆碎片瞬间清晰。多少万年前，在那个恐怖的生命禁区深处，那道风华绝代、白衣染血的倩影，一人一剑，杀穿禁区，连斩数位不朽古邪，重创一位跌落境界的远古至尊，杀得禁区血流成河，天地同悲。那睥睨诸天的绝世风姿，
那浩瀚无边的地道气息，曾是他永恒不灭的噩梦。而此刻，那道身影的气息，竟与眼前这慵懒青年身后的地宫，有着某种极其相似、同宗同源的本质。地族，一个让他灵魂都冻结的念头，不可抑制的升起。9天之上，苏家，那个出了7位绝世女帝，还有无上大帝坐镇的禁忌地族。刑天真人感觉自己的道心都在崩裂，无尽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海水将他淹没。7位女帝，个个护短，手段通天，更别说那位传说中的苏天帝。若是伤了此族弟子一丝一毫，他刑天连同整个西山禁区，恐怕都会被彻底从时间长河中抹去。老祖您怎么了？快动手啊！杀了他们！黑灵圣王不明所以，看到刑天老祖突然僵住，焦急的催促，语气带着不解和怨毒。闭嘴，蠢货！刑天真人猛地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愤怒。巨大的金色树眼死死瞪着黑灵圣王，恐怖的威压将后者瞬间压得跪倒在地，骨骼爆响。若非他是不朽之躯，这一眼就足以让他形神俱灭。下一秒，在所有目光呆滞的注视下，这位刚刚降临、威势滔天，仿佛要毁灭一切的刑天老祖竟没有丝毫犹豫，庞大的身躯猛地一转，四臂疯狂撕开虚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化作一道撕裂天幕的金色流光，头也不回的朝着西周方向亡命奔逃。那速度比他来时快了何止10倍，仿佛身后有能吞噬诸天的洪荒巨兽在追赶，只留下一串惊恐到极点的残音在虚空回荡。误会，都是误会，死寂，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彻底的死寂。所有人都石化了，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保持着前一秒的动作，脸上写满了极致的茫然、震惊和荒谬。跑了！刑天老祖，他跑了！黑灵圣王和剩余的一族圣人，如同五雷轰顶，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他们最大的依仗，不朽级的恐怖存在，竟然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跑了，甚至连一句场面话都没留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玉环天英俊的脸彻底扭曲，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刑天跑了，被吓跑了。因为他猛地看向地宫前的苏云，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连不朽邪修都吓成这样，四海商会的胖掌柜，肥胖的身子抖得像筛糠。我的娘脸，连刑天真人都被吓跑了。苏公子，他到底是何等身份？他感觉自己之前对苏云的评估简直如同井底之蛙，可笑至极。仙剑门众人更是彻底懵了，从地狱到天堂，这番转来的太快太猛，让他们完全反应不过来。老祖，刑天老祖他跑了，我们得救了！劫后余生的狂喜，混合着极度的茫然，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心头。唯有李成风手持玄冥古剑，看着刑天真人消失的方向，老眼中闪过一丝明悟。他猛地转头，目光无比复杂地看向地宫方向，看向那个慵懒的身影，心中翻江倒海。果然是，也只有9天之上的家族，才能让这等禁区古邪闻风丧胆，不战而逃。他对苏云的敬畏瞬间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在所有人呆滞失神之际，李成风眼中寒芒暴涨。好机会，趁你病，要你命！他岂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手中玄冥古剑爆发出惊天剑鸣，再无半分保留。不朽剑意彻底解放，尔等邪魔，受死！一声暴喝，剑光如龙，带着斩断一切因果、破灭万古邪祟的煌煌正气，瞬间席卷了那几位还在懵逼状态的一族圣人。不，老祖救！扑哧啊！在蕴含着不朽真意的恐怖剑光面前，失去了刑天庇佑的几位一族圣人，如同烈日下的雪人，连像样的抵抗都未能做出。护体魔光、圣气、魔躯、元神，在那纯粹的、至高的剑意面前，如同脆弱的纸片被瞬间撕裂、搅碎、湮灭，连惨叫都只发出一半，便彻底化为飞灰。一剑再斩数圣，摧枯拉朽，势不可挡。黑灵圣王首当其冲，连自爆都来不及，就在无尽的惊恐和怨毒中，被剑光彻底吞没，形神俱灭。看着李成风如同砍瓜切菜般，将剩余的一族圣人尽数斩杀，所有观战者
再次倒吸一口冷气，头皮发麻。无敌！老剑圣手持神剑，堪称无敌了。此战之后，天下第一剑再无争议，仙剑门要重新崛起了。苏云斜移软椅，看着李成风大杀四方，看着他手中玄冥剑光纵横，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没有浪费我那柄剑。这老剑圣确实已摸到了一丝不朽剑道的门槛，更难得的是心性坚韧，懂得把握战机，配得上天下第一剑之名。他难得的多说了几句，话语中带着一丝赞许。红莲等侍女闻言，看向李成风的目光也少了几分之前的审视，多了一丝认可。弟子认可的人，自然有其不凡之处。剑心此刻早已心服口服，看着那道沐浴在剑光中如同剑神临世的身影，他眼中只剩下纯粹的敬畏。老剑圣，当为我师。他心中再无半分比较之意，只剩下高山仰止的敬仰。自己这点成就，在老剑圣面前简直如同萤火与皓月。远处天际，一道清丽的流光急速飞来，正是匆匆赶回的陆羽奇。他俏脸苍白，美眸中充满了担忧，但当他看到战场情景时，瞬间惊呆了。只见老剑圣手持神剑，纵横无敌，横扫残余邪魔。而地宫之前，苏云安然无恙，慵懒依旧。9位侍女侍立，如同9尊守护神祇。他的目光瞬间定格在苏云身上，担忧化作浓浓的惊喜和倾慕。恩人，你没事，太好了。他喃喃自语，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看向苏云的眼神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激和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炽热。羽奇，你怎么来了？叶晨也看到了陆羽奇，看到他平安，先是心中一松，但随即他就看到了陆羽奇那完全粘在苏云身上的目光，那眼神是他从未见过的，充满了崇拜、感激，以及让他心碎的倾慕。轰！如同五雷轰顶，叶晨只感觉眼前一黑，心脏如同被无数根毒针狠狠刺穿，嫉妒、怨恨、不甘，如同毒火般疯狂灼烧着他的灵魂。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眼里只有他？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死死盯着陆羽奇那完美的侧颜，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炽热，再看向苏云那慵懒高贵的身影，一股极致的怨恨和绝望，如同冰冷的毒蛇，狠狠是咬着他最后一丝理智。噗！极怒攻心之下，他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眼前一黑，直接晕死过去。道心濒临崩溃。叮！恭喜宿主成功截胡天命之子叶晨重大机缘仙剑门传承守护者身份，严重打击天命之子叶晨道心，掠夺气运值加50000000，获得额外奖励大地心经第2卷速成领悟碎片 X1， 至尊级兵器胚胎 X1。系统的提示音在苏云脑海中欢快地响起，苏云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他看着下方李成风斩灭最后一位异族圣人，看着仙剑门弟子劫后余生的狂喜，看着陆羽奇那炽热崇拜的目光，最后瞥了一眼昏死在地道心冰碎的叶晨，慵懒地伸了个懒腰。韭菜真是一茬比一茬肥美啊，是时候准备收割下一阶段的大礼包了。仙剑门祖地劫后余生的气氛尚未完全散去，残留着血腥与硝烟，更弥漫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敬畏。李成风，这位刚刚手持玄冥古剑，大发神威，连斩数位异族圣人，硬汉不朽，邪修威压的老剑圣，此刻竟对着地宫方向，对着那个慵懒的身影，深深的弯下了他比挺如剑的脊梁。一切皆是公子恩情。李成风的声音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沙哑，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郑重。仙剑门上下永世难忘。他身后所有残存的仙剑门弟子、长老，无论伤势多重，无论之前多么绝望，此刻全都挣扎着，用尽全身力气，齐刷刷朝着地宫方向跪倒一片，叩首，多谢公子救命大恩。声浪汇聚，震散了最后一丝阴霾，直冲云霄。这种场面震撼人心。堂堂仙剑门，曾经傲视东荒的剑道圣地，如今竟对着一个年轻人行如此大礼，这放在过去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此刻无人觉得不妥，只有发自肺腑的感激与仰望。苏云依旧斜倚在软椅上，姿态慵懒，
仿佛刚才那惊天动地的逃亡与斩杀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是看了一场戏。面对李成风与整个仙剑门的叩谢，他只是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眼神深邃如渊，平静无波，仿佛眼前跪拜的不是一方圣地的残余，而只是路边的草木。这种人，红莲势立一旁，美眸扫过下方感激涕零的人群，阴唇微起，声音带着一丝清冷的不屑：继续跪着吧，能得公子垂怜，已是他们十世修来的福分。青鸾、月蝉，其他几位侍女眼神同样淡漠，地族侍女自有其傲骨，仙剑门在他们眼中不过尘埃罢了。公子随手施为，便已是泼天恩典。李成风保持着躬身，老脸微红，心中却是翻江倒海。公子这把剑，他双手无比郑重地托起那柄刚刚助他大杀四方、斩胜如土狗的玄冥古剑剑身，古朴幽暗，不朽的气息内蕴，仿佛蕴藏着能斩破万古的锋芒。剑圣之剑，李成风的声音带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有不舍，有敬畏，更有一丝明悟。老夫李成风何德何能配执掌此等神物？他抬起头，眼中再无半分贪恋，只有纯粹的感激与一丝释然。此剑当归还公子。轰！此言一出，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在仙剑门弟子中炸开，所有人都懵了，眼睛瞪得滚圆，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什么？老祖要把神剑还回去？这柄剑可是让老祖大杀四方，连斩数位异族圣人的绝世神兵啊！连不朽邪修都被惊退了，如此神物，堪称镇派至宝，不是足以镇压一州气运的底蕴啊！老祖竟然不要了！不可，万万不可啊！老祖！弟子们急了，长老们更是心痛的无法呼吸。这可是仙剑门重新崛起的希望啊！就这么还回去？震惊、不解、不舍，种种情绪如同火山般在每个人心头喷发。他们看着李成风手中那柄古朴长剑，仿佛看到了仙剑门未来的辉煌，又眼睁睁看着他即将飞走。就连一直侍立在苏云身侧，自诩见过世面的剑心，此刻也忍不住呼吸一滞，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玄冥古剑，他死死盯着那柄剑，眼中爆发出难以掩饰的炽热渴望。上一次苏云随手赐下的2柄圣剑就已经让他惊为天人，视若珍宝，而眼前这柄可是蕴含了不朽法则，连老剑圣持之都能硬汉不朽邪修的恐怖存在，比他那2把强了何止100倍1000倍。若是我能得到，剑心脑海中这个念头疯狂滋生，让他口干舌燥，浑身血液都在沸腾。不行，不能想。他猛地惊醒，强行压下贪婪，额头渗出冷汗，在公子面前失态，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令所有人包括李成风在内都感到无比震惊的是，苏云面对李成风奉还的神剑，面对整个仙剑门不舍的目光，面对剑心那几乎要燃烧起来的渴望，他只是随意的抬了抬眼皮，目光轻飘飘地扫过那柄足以引发腥风血雨的不朽神兵，仿佛那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玩具。不必了，3个字，轻描淡写，如同拂去一粒微尘，从苏云口中吐出，清晰的传入每一个人耳中。轰隆，仿佛一道九霄神雷，狠狠劈在所有人脑海，将他们震得魂飞天外，思维彻底停滞。剑圣之剑道，苏云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慵懒与理所当然。本公子见了，尚可。此剑，他顿了顿，目光在李成风那枯瘦却挺直的脊梁上停留一瞬，便赠与剑圣吧。赠了，就这么轻飘飘的送出去了。价值无法估量的不朽神兵，足以作为一方不朽道统镇教底蕴的存在，就这么随手送人了，如同送出一根糖葫芦。死寂，比刑天老祖逃跑时更甚的死寂，落针可闻，连呼吸声都消失了。所有人，仙剑门弟子、长老，包括李成风自己，全都石化了，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脸上写满了极致的茫然、震惊、荒谬，以及无法理解。我是不是听错了？公子说赠与老祖，不是借用，
不是暂存，是赠予。天哪，这疯了，一定是疯了，那可是不朽神兵啊，不是大白菜，就这么送了。弟子们感觉自己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世界观在崩塌，重组在崩塌。李成风，这位见惯风浪的老剑圣，托剑的手第一次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老脸涨红，嘴唇哆嗦。公子，他声音发颤，这太贵重了。老夫，他一声磊落，从不贪图他人之物，但这柄剑意义太过重大，他既惶恐又激动得难以自持。本公子说赠你。苏云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便是你的，无需多言。他微微闭目，仿佛送出这把剑耗尽了所有耐心。箭射你这仙剑门，莫要辱没了他。箭射仙剑门，李成风浑身巨震，如同醍醐灌顶。公子赠剑，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仙剑门未来的期许，或者说随手布下的一枚棋子。但无论如何，这份恩情比山重，比海深。公子大恩。李成风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再次深深拜下。这一次比之前更加恭敬，更加虔诚。李成风定不负公子所望，仙剑门定为公子手中之剑。铿锵誓言，掷地有声。他身后所有仙剑门弟子、长老，此刻再无半分不舍，只有无与伦比的激动与狂热的崇拜。谢公子赐剑，仙剑门定为公子手中之剑。声浪如潮，震撼天地。一柄神剑彻底收复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剑道圣地之心。剑心站在苏云身侧，看着下方那狂热的一幕，看着李成风手中那柄光华内蕴的不朽神兵，心中的渴望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瞬间熄灭，只剩下浓浓的苦涩与自嘲。赠了如此神物，公子竟随手赠给了老剑圣。而我，他想起自己之前对那两柄圣剑的珍视，想起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贪念，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如同被狠狠抽了几耳光。萤火之光，岂敢与皓月争辉？我这点心思，在公子眼中，恐怕可笑至极吧。他低下头，心中那点属于最年轻剑圣的骄傲彻底粉碎，只剩下对苏云深不可测的敬畏。红莲、青鸾、月蝉等几位侍女，将下方众人的震惊尽收眼底，绝美的容颜上却是一片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理所当然的淡然笑意。大惊小怪，红莲撇了撇嘴，红唇微起，声音带着一丝娇憨的不屑，区区一柄蕴含不朽法则的剑胚罢了，公子宝库里多的是，上次我还见公子拿它当。他话未说完，便被青鸾一个眼神制止，但透露出的信息已足以让竖着耳朵的剑心再次如遭雷击，头皮发麻。当什么？剑心不敢想，只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在公子面前贫瘠的可怜。能跟在弟子身边，月蝉美眸流转，扫过下方，声音清冷，带着地族侍女特有的傲然。这点小场面又算得了什么？地族底蕴岂是凡俗可以揣度？他的话语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每一个听闻之人的心上。地族又是地族，刑天老祖的亡命奔头，此刻公子随手赠出不朽神兵。地族这两个字如同万古神山，沉甸甸地压在所有人灵魂深处，令人窒息，令人仰望，令人彻底生不出反抗之心。苏云对下方的狂热与敬畏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缓缓起身，伸了个懒腰，姿态慵懒，却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从容。走吧。淡淡两个字决定了行程。陆羽琪，这位清丽绝伦的仙子，一直默默侍立在人群边缘，美眸始终未曾离开过苏云的身影，担忧早已化为浓浓的倾慕与感激。此刻见苏云要走，他心中一急，莲步轻移，上前一步，盈盈拜倒。恩公，声音清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羽琪斗胆，不知他抬起头，绝美的脸上带着希冀与忐忑，是否有机会报答恩公的大恩大德？羽琪愿。他的话没说完，但那双会说话的眼眸已诉说了千言万语。愿追随左右，愿为奴为婢，愿
付出一切。苏云脚步微顿，目光落在陆羽奇身上，带着一丝审视，一丝玩味，仙目精华。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陆羽奇娇躯猛地一颤。何等珍贵！苏云嘴角的笑意似乎深了一分。你也能送？轰！陆羽奇如遭雷击，俏脸瞬间煞白，娇躯摇摇欲坠。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仙目精华，那是他为了救治恩师，甘冒其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也要得到的救命之物。公子他竟然知道，而且他是在提醒自己，还是考验？小竹峰，苏云的目光似乎穿透了虚空，落在了遥远的天际。还等着你去救。他收回目光，落在陆羽奇惨白的脸上。你的恩师，那位圣人，时间不多了吧？平淡的话语如同最锋利的剑，狠狠刺穿了陆羽奇的心房。他娇躯巨震，美眸之中瞬间蓄满了泪水，是震惊，是恐惧，更是一种被完全看透的无力感。公子，他竟然什么都知道。去吧。苏云不再看他，转身朝着地宫走去。做好你该做的事，便是最好的报答。话音落下，身影已消失在地宫门内，9位侍女紧随其后，如同众星捧月，只留下失魂落魄、心绪翻江倒海的陆羽奇呆立在原地，泪流满面。恩师，小竹峰。他猛地惊醒，深深看了一眼地宫方向，眼中感激、敬畏，以及一丝更加坚定的决心。公子大恩，羽奇铭记于心。他不再犹豫，转身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小竹峰方向疾驰而去。地宫深处，竟是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苏云盘膝而坐，周身道运流转，空间都仿佛在微微扭曲。系统，他心念微动，使用大地心经第2卷速成领悟碎片。嗡！一股玄奥莫测、蕴含着无尽地威的磅礴信息流，如同开闸的洪流，瞬间冲入他的识海。大地心经第2卷，那繁复深奥、蕴含着天地之理的经文，如同烙印般直接刻入他的灵魂深处。理解、贯通、掌握，水到渠成，升级。苏云心念再动，体内那早已达到临界点的修为壁垒，在这股浩瀚地经的推动下，如同摧枯拉朽般轰然破碎。半圣后期，半圣巅峰，轰！一股远超寻常半圣，甚至隐隐触摸到圣境门槛的恐怖气息从苏云体内轰然爆发，席卷整个境室。若非有地宫禁制隔绝，这股气息足以惊动万里山河。第2卷，苏云缓缓睁开眼，眸中仿佛有宇宙生灭，星河倒转的恐怖景象一闪而逝，瞬息间变成。果然，系统出品，必属精品。他嘴角勾起，感受着体内奔腾如海的磅礴力量，以及那远超之前数十倍的灵气吸纳速度，如同一个无形的黑洞，疯狂吞噬着地宫汇聚而来的浓郁灵气。这吸收速度，一般圣人拍马难及。而且，他心念微动，一丝精纯无比的地道真元在指尖流转，看似微弱，却蕴含着能轻易洞穿虚空、湮灭法则的恐怖威能。在这地宫驱动下，威力更是恐怖如斯。如今便是他眼中金光爆射，寻常圣人初期亦可翻手镇压。自信源于绝对的实力。就在这时，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隙，一道曼妙的身影带着一缕淡淡的幽香，如同月下精灵般悄然走入。正是侍女华心。她今日似乎有些不同。华心，这位曾经宗门内万众瞩目的圣女，资质绝顶，容颜倾城，被地族选中成为侍女，本以为是天大机缘，但此刻她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自从上次他鼓起勇气想向弟子展示自己新练的剑舞，却被红莲轻描淡写的告知公子罚了后，那种无形的竞争压力就愈发沉重了。公子身边9位侍女，哪一个不是角色？哪一个不是天资卓绝？竞争早已白热化，尤其是亲眼见证了今日发生的一切。刑天老祖的亡命奔逃，老剑圣的惊天剑威，公子随手赠出不朽神兵的惊天手笔，还有那
让整个仙剑门都为之狂热叩拜的地族威严。这一切都深深刺激着华歆。他看着盘坐于蒲团上的苏云，此刻苏云周身那刚刚突破的气息尚未完全内敛，一股浩瀚深邃，仿佛蕴含着宇宙至理的道语，如同实质般在他体表流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华歆美眸瞬间睁大，倒吸一口凉气，娇躯忍不住微微颤抖。这是公子又突破了，而且这气息，他感受着那股远超寻常半圣，甚至让他这位同样是半圣修为的侍女都感到窒息般的压迫感，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怎么可能？公子最近才突破到半圣，这才多久，竟然又突破了？这速度简直闻所未闻。华歆彻底惊呆了。原本的师门，他是千年难遇的天才，被寄予厚望，被誉为最有可能踏入圣境的存在。可如今，在公子这恐怖的突破速度面前，他那点引以为傲的资质，简直如同米粒之珠，暗淡无光。震惊过后，是无以复加的崇拜与一丝更加炽热的决心。这便是弟子，这便是大地之子，这便是九天之上苏家的底蕴吗？华歆心中喃喃，看向苏云的目光充满了敬畏与一种近乎虔诚的狂热。能追随在公子身边，纵使为弊，亦是无上荣耀。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莲步轻移，朝着苏云走去。随着他的靠近，一股如兰四射的幽香更加清晰地弥漫开来。他今日似乎特意打扮过，一袭轻纱宫装，裁剪得恰到好处，将他那玲珑浮凸，堪称造物主杰作的完美身材勾勒得惊心动魄。更要命的是，他行走间身姿摇曳，胸前那对饱满傲人的峰峦随着步伐划出一道道惊心动魄的弧度，如同熟透的水蜜桃，沉甸甸，颤巍巍，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几乎要将那轻薄的纱衣撑破。那对大雷此刻就在苏云眼前，不足3尺，轻轻摇曳，晃得人眼花缭乱，心神摇曳。公子，华歆的声音带着一丝刻意的酥软，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双勾魂夺魄的美眸，水光盈盈，媚意天成，大胆的迎上苏云深邃的目光。苏云饶是定力非凡，此刻也被眼前这活色生香的一幕晃得心神微微一荡，目光不由自主的在那惊心动魄的弧度上停留了一瞬。华歆，他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你这是意欲何为？华歆俏脸微红，如同染上了最美的晚霞。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又向前迈了一小步，那对大雷几乎要触碰到苏云的膝盖，幽香更加浓郁。弟子，他微微俯身，这个动作让那深邃的沟壑更加清晰地呈现在苏云眼前，声音带着一种献祭般的决绝与一丝羞怯的期待。华歆，不知您是否需要？他咬了咬红唇，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双修功法，可是地族长老便对我们进行过最顶级的教导。可是他抬起水汪汪的眼眸，带着一丝幽怨，一丝期盼。弟子您从未对我们使用过，华歆愿为您献出元婴、精血乃至道基。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却越来越坚定。您尽管把我当成炉鼎吧。华歆甘之如饴。轰！如此直白，如此大胆的现身之言，如同惊雷，炸响在静室之中，气氛瞬间变得暧昧危险。苏云目光陡然一凝，深邃的眼底仿佛有风暴在酝酿。他凝视着华歆，这位绝色侍女此刻俏脸绯红，眼神迷离，带着一种献祭般的虔诚与诱惑。那对大雷随着他急促的呼吸剧烈起伏，晃动着勾魂夺魄的波浪。炉鼎，苏云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磁性。他缓缓抬手，修长的手指并未触碰那诱人的峰峦，而是轻轻抚上了华歆光洁如玉的下巴。指尖传来的细腻触感让华歆娇躯猛地一颤，发出一声压抑的轻哼。你！苏云微微用力抬起他的下巴，迫使他那双迷离的眸子直视自己。真是，他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
诱人，可口，话语如同羽毛，撩拨着华歆紧绷的神经，让他心跳如鼓，几乎要窒息。只是苏云画风陡然一转，眼底的风暴瞬间平息，只剩下一丝戏谑的玩味。这双修功法，恐怕……他松开手，身体微微后仰，重新恢复了那种掌控一切的慵懒。如今双修起来，恐怕你会有些承受不住啊。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笃定。华歆瞬间僵住，脸上的红晕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难以置信的苍白。他看着苏云，那双深邃的眸子仿佛能洞穿他的一切。我还不够吗？声音带着一丝委屈，一丝不甘。华歆也是顶级资质啊，他对自己的天赋与原因向来有着绝对的自信。苏云轻轻颔首，并未否认他的优秀。顶级资质，半圣修为，元阴充沛，炉鼎之姿确实上佳。他话锋一转，带着一种俯瞰众生的淡漠。但我最近突破的有点多。他收回目光，仿佛刚才那片刻的暧昧从未发生。体内地缘过于霸道，阴阳失衡，此刻若强行双修……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华歆那绝美的胴体，带着一丝怜悯。你那点道基，恐怕瞬息间便会化为灰烬，连神魂都难以保全。平淡的话语如同最残酷的判决，让华歆如坠冰窟，娇躯冰冷，俏脸煞白如纸。灰烬。他踉跄后退一步，美眸中充满了惊骇与后怕。原来不是公子看不上他，而是他根本承受不起公子体内那恐怖的地缘，竟已霸道如斯，连他这样的顶级儒鼎都不够资格。巨大的失落混合着劫后余生的恐惧，瞬间淹没了他。华歆明白了，他慌忙低下头，声音带着哭腔。是华歆不自量力，谢公子手下留情。他再不敢有任何旖旎念头，只剩下满满的敬畏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挫败感。原来在公子面前，他引以为傲的一切都如此不堪一击。先下去吧。苏云挥挥手，语气恢复平淡。好好修炼完整的大地剑典，待修炼有成再说，莫要想太多。是，公子。华歆如蒙大赦，慌忙行礼，几乎是逃也似的退出了净室。那摇曳生姿的背影，此刻却显得有些狼狈与仓皇。净室门关上，苏云轻轻呼出一口气，眼中那丝邪魅与玩味彻底消失，只剩下绝对的清明与掌控。他其实收回了自己身边那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丝撩动心神的弟妹气息。若非如此，以华歆的定力，又怎会如此失态？地族血脉本身就是这世间最顶级的魅惑之源。只是他微微摇头，炉鼎暂时还不需要，这绝世好菜得养肥点再收。他嘴角勾起一抹高深莫测的笑意。另一边，仙剑门后山僻静角落，叶晨如同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野狗，蜷缩在一棵枯死的老树下，脸色惨白，眼神涣散，嘴角还残留着未干的血迹。道心濒临崩溃的反噬让他虚弱到了极点，更让他痛苦的是那如同毒蛇般噬咬灵魂的嫉妒与屈辱。又一个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响起，剑心不知何时出现在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嘲弄。这不是我们的30年河东叶天才吗？怎么躺在这里装死狗？很受伤。剑心此刻心情其实也不怎么好，在苏云那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此刻看到比自己更惨的叶晨，一种扭曲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啧，瞧瞧你这副样子，拯救仙剑门的不是你，救陆羽奇的也不是你，连讨好陆羽奇你都做不到。甚至剑心蹲下身，用剑鞘不轻不重地戳了戳叶晨的脸，连你那好兄弟唐月都废了，彻底成了废人。叶晨啊叶晨，剑心摇着头，语气充满了怜悯，你这主角光环是不是有点暗淡啊？你闭嘴。叶晨猛地抬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剑心，如同受伤的野兽，发出嘶哑的咆哮。
剑心，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在那个公子身边，点头哈腰，像条哈巴狗，捞到什么好处了？啊，那柄不朽神兵，公子给了你吗？没有，他给了老剑圣。你呢？你得到了什么？他正眼瞧过你吗？他那几个侍女，哪个不是把你呼来喝去？叶晨的话如同淬毒的匕首，狠狠扎在剑心最痛的伤口上。你，剑心脸色瞬间铁青，握着剑鞘的手指节发白，眼神阴鸷的吓人。叶晨的话戳中了他最深的痛处，在公子那里，他确实颜面扫地，尊严尽失，仿佛成了笑柄。哼！剑心强压下怒火，冷哼一声，至少老子还有机会跟在公子身边，迟早能得见大道，不像你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陆雨琪，他故意拉长语调，啧啧，那眼神可是完全粘在公子身上了哦。你没戏了！轰！陆雨琪三个字如同点燃火药桶的火星，瞬间引爆了叶晨心中积压的所有负面情绪。哈哈！他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双眼赤红。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眼里只有他？我为了他付出那么多，甚至不惜，可他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极度的毒火，怨恨的毒液，不甘的毒刺，疯狂灼烧着他的理智，让他机遇疯狂。苏云，都是因为你！他心中疯狂嘶吼，那个高高在上、慵懒淡漠的身影，成了他一切痛苦的根源。够了！剑心看着叶晨这副癫狂的模样，皱了皱眉，心中那点扭曲的快意也消散了不少，反而升起一丝同病相怜的烦躁。叶晨，他忽然压低声音，语气变得凝重。还记得我们上次约好的事吗？飞仙大地古墓那处上古遗迹。叶晨赤红的眼睛猛地一凝，癫狂之色稍退。飞仙古墓，他喃喃自语，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你还想去？他猛地看向剑心，你不是跟在那公子身边吗？怎么没从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反倒想起这个了？语气依旧带着浓浓的怨毒和讽刺。剑心脸色更加难看。哼，少废话，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他沉声道，眼中闪过一丝忧虑。现在恐怕不止我们，许多大势力，甚至……他深吸一口气，一些隐世的老怪物，不朽强者，都可能闻风而动。就凭你我。他自嘲地笑了笑。哼，去了也是送死，连炮灰都算不上。你还敢去吗？叶晨沉默了，眼神剧烈闪烁，恐惧、退缩，但随即又被更深的疯狂与不甘取代。不敢去。他猛地抬起头，眼中血丝密布，带着一种赌徒般的决绝。有何不敢？留在这里，像条死狗一样等死，看着陆雨琪投入他人怀抱，看着仙剑门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不！他低吼，我要赌上我的一切，赌我叶晨命不该绝，赌那飞仙古墓有我叶晨的今天机缘。否则，他死死盯着剑心，以我这微末修为，不仅仙剑门中无人瞧得起，甚至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陆雨琪也永远不会把心放在我身上，那古墓是我唯一的翻身机会。剑心看着叶晨眼中的疯狂，沉默了片刻，他眼中也闪过一丝决断。好，叶老弟。剑心猛地一拍叶晨肩膀，说得好，富贵险中求。我剑心最近也是诸事不顺，修炼陷入瓶颈，老剑圣那老顽固，非要我正式加入仙剑门才肯传我真传。哼！他眼中闪过一丝戾气，老子还不稀罕了，不妨先去那飞仙古墓闯一闯，说不定真能撞到大机缘，得到飞仙大帝的一丝传承。届时他眼中爆发出强烈的野心。什么仙剑门，什么公子侍女，哼！果真。叶晨眼中爆发出希望的光芒。剑心大哥，你愿意同去？哈哈，好，叶老弟，有你这句话，此行不亏。剑心大笑，只是那笑意并未达眼底。走，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动身，趁着消息还未完全传开，先下手为强。两人如同黑暗中觅食的野狼，眼神交汇，达成共识，身影悄悄引入后山密林，鬼鬼祟祟，
朝着山门之外前去，妄图避开所有人的耳目，去搏那虚无缥缈的一线生机。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地宫深处盘膝而坐的苏云，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洞悉一切的冰冷弧度。韭菜终于开始自己往坑里跳了，飞仙古木，呵，这份大礼包本公子笑纳了。他缓缓闭目，周身地运流转，如同蛰伏的洪荒巨兽，静待收割之时。天光微熹，晨曦尚未彻底驱散仙剑门祖地的薄雾。地宫外围的演武场上，一道曼妙的身影，以手持长剑，偏若惊鸿，脚若游龙，剑光霍霍，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嘶鸣。每一剑都倾尽全力，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专注。汗水早已浸透了那身轻薄的纱衣，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顺着白皙如玉的脖颈滑落，滴在冰冷的青石板上。正是华歆。死！华歆姐姐，这是怎么了？天还没亮透就开始练，这劲头也太吓人了吧！一位刚起的侍女揉着惺忪睡眼，看着场中那道近乎疯狂练剑的身影，惊得小嘴微张。华歆的异常很快吸引了其他侍女的注意，红莲、青鸾、月蝉乃至其他几位纷纷被那凌厉的剑锋惊动，聚集在演武场边缘，个个美眸圆睁，脸上写满了惊愕与不解。华歆，红莲性子最急，忍不住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惊疑：你这般拼命练剑，莫非……他美眸流转，带着审视，莫非你找到了突破的关窍？还是……他顿了顿，语气陡然变得促狭，还是昨夜得到了弟子公子的特殊指点？话音刚落，几道目光瞬间如同探照灯，聚焦在华歆身上。嗡！正在练剑的华歆娇躯猛地一颤，手中长剑差点脱手，动作骤然停顿，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腾起两朵绚丽的红霞。他慌忙低下头，眼神躲闪，不敢与姐妹们对视，贝齿轻咬着红唇，那腹心虚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羞怯的模样，简直此地无银300两。哇！华歆姐姐脸红了，真有情况，快说快说！侍女们瞬间炸开了锅，如同嗅到花蜜的彩蝶，呼啦一下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八卦之火熊熊燃烧。华歆，你躲什么啊？跟姐妹们坦白交代，是不是？青鸾也忍不住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意，是不是你和弟子公子双修过了？轰！双修二字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在所有侍女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华歆的脸彻底红成了熟透的虾子，几乎要滴出血来。他慌乱的摆手，没有，你们别瞎猜。声音细若蚊呐，带着一丝哭腔，我就是自己想练剑。然而他那副羞愤欲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模样，落在众女眼中，分明就是默认了。天哪，华歆，你竟然抢先了！红莲第一个跳起来，美眸瞪得溜圆，指着华歆，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浓浓的不甘。双修之道乃是阴阳和合，进军无上大道的通天捷径，更是……他俏脸也飞起红霞，声音却斩钉截铁，更是与弟子公子灵肉交融，缔结最深羁绊的无上法门。谁若成为公子最契合的双修道侣，未来成就简直不可限量。他越说越急，仿佛最心爱的珍宝被人抢走。华歆姐姐，你好狡猾，竟然偷跑！呜呜，公子偏心，我们也要和公子双修。其他侍女也瞬间反应过来，一个个围住华歆，又是羡慕，又是委屈，甚至带着一丝幽怨的控诉，仿佛华歆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几双小手更是忍不住，在华歆那因练剑而微微起伏的傲人峰峦和纤细腰肢上，轻轻掐捏打闹起来，娇嗔嬉闹声不绝于耳。呀，别闹，真的没有。华歆被姐妹们围攻，羞得无地自容，娇躯扭动，试图挣扎，却哪里是众女的对手，场面一时香艳混乱。咳，一声轻咳，如同带着某种奇异的力量，瞬间让喧闹的演武场安静下来。苏云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不远处，一身素白长袍，身姿挺拔，慵懒中透着尊贵。他嘴角噙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看着这群打闹嬉戏
春色无边的侍女们眼神深邃，带着几分玩味。公子，弟子。侍女们如同受惊的鸟儿，瞬间分开，齐齐转身，朝着苏云盈盈下拜，个个俏脸绯红，眼神闪烁，带着做坏事被抓包的慌乱。华歆更是羞得几乎要把头埋进胸膛。苏云踱步上前，目光扫过众女，在华歆那几乎要燃烧起来的俏脸上略作停留。收拾好吧。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准备启程，我们去。他顿了顿，嘴角的笑意似乎深了一分。飞仙古墓，飞仙古墓。红莲第一个反应过来，失声惊呼，美眸中瞬间爆发出极致的震惊与难以置信。公子，您说的难道是那个传说中的飞仙大帝？轰！如同平地惊雷，炸响在所有侍女心头。青鸾、月蝉，包括华歆在内，全都猛地抬起头，俏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骇然。上古飞仙大帝，那位传说中剑道通神，以剑正道横扫9天10地，最终踏破虚空而去的无上存在，他的陨落之地古墓。侍女们都懵了，这个消息太过震撼，太过惊悚。飞仙大帝，那可是比他们侍奉的弟子公子的父辈可能还要古老的存在，其名号即使在9天之上的地族典籍中也带着浓墨重彩的传说色彩。他的古墓绝对是震动诸天万界的惊天秘藏。公子，青鸾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一步上前，美眸灼灼，带着炽热的光芒，大胆地迎上苏云的目光，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期盼。青鸾近日修炼大地剑典，自觉略有进境，不知他微微挺起饱满的胸膛，曲线傲人，弟子可否亲自检验一番？青鸾愿静心侍奉。公子，还有我。公子，月蝉近日也颇有感悟，我也要公子检验。其他侍女瞬间反应过来，机会来了，这可是在公子面前表现，争取那双修机会的绝佳时机，谁肯落后？纷纷上前，美眸含春，眼波流转，带着毫不掩饰的倾慕与渴求，争相向苏云展现自己的境界。那灼热的目光仿佛要将苏云融化。苏云看着眼前这群为了双修名额几乎要打起来的绝色侍女，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嘴角却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你们啊。他轻轻摇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看来本公子得多准备一些顶级的圣丹，好好喂养喂养你们了。他刻意加重了喂养二字，目光扫过众女玲珑浮凸的娇躯，带着一丝意味深长。啊！侍女们先是一愣，随即瞬间明白了公子的意思。顶级的圣丹喂养。轰！刚刚还争奇斗艳的侍女们俏脸瞬间再次通红一片，如同染上了最美的朝霞，比刚才更加娇艳欲滴。公子，红莲跺了跺脚，娇嗔不一。您又取笑我们？我们是想要您亲自指点吗？声音酥媚入骨，青鸾等人也是霞飞双颊，美眸中水光盈盈，羞涩中带着一丝幽怨。公子这是又把皮球踢回来了，还说什么喂养，羞死人了。哼！苏云看着他们羞恼的模样，心情似乎更好了，轻笑一声，指点双修。他目光扫过众女，带着一种俯瞰般的审视。就你们现在这点体质，想承受本公子的地缘还差得远呢。语气平淡，却如同一盆冷水，瞬间浇熄了众女心头的火焰，让他们娇躯一颤，想起了之前华歆试图现身时公子那句瞬息化为灰烬的可怕论断，巨大的失落感蔓延开来。体质还不够，原来公子一直是这样认为我们的，看来修为还是太弱了。侍女们心中五味杂陈，既有不甘，更有一种紧迫感，必须变强，变得更强，才有资格真正靠近公子。不过失落只是一瞬，很快精明的侍女们就重新燃起了斗志，美眸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跟在弟子公子身边，拥有地族最高的修炼资源，想突破修为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只要公子愿意赐下资源，何愁不能快速提升？到时候体质达标，双修岂不是水到渠成？一念及此，众女看向苏云的目光再次变得热切起来，如同盯着一座移动的宝藏，心中已然打起了各种小心思，想着如何撒娇卖萌，讨得公子欢心，获取更多的修炼资源。就在这时，
嗡，一股浩瀚、磅礴，带着无上剑道意志的威压，由远及近，瞬间笼罩了整个演武场。剑圣李成风手持玄冥古剑，周身散发着半步行列，甚至隐隐触及不朽门槛的恐怖气息，如同人形神剑破空而来。他身后密密麻麻无数仙剑门弟子、长老整齐列队，如同钢铁洪流，一眼望不到边，人数赫然不下10万之众，人人神情肃穆，眼神狂热。唰，10万修士动作整齐划一，在李成风落地的刹那，对着苏云所在的方向轰然单膝跪地，膝盖撞击地面的声音汇成一片沉闷的惊雷，震得大地都在微微颤抖。拜见公子。声浪滔天，直冲九霄，汇聚成一股磅礴无比的信仰洪流，席卷天地，震撼无以复加的震撼。10万修士齐刷刷跪拜一人，这场面足以让任何观者心神俱震。李成风站在最前方，对着苏云深深地弯下了他那刚刚挺直不久，象征着仙剑门不屈脊梁的腰。公子欲离仙剑门，老夫无能。仙剑门上下只此一拜，谢公子再造之恩。声音铿锵，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激。苏云负手而立，面对这惊天动地的跪拜，神情依旧平淡，仿佛只是接受了一阵微风的吹拂。不必如此，他随意的摆摆手，如同拂去一粒尘埃，语气平淡的令人发指。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如同投入平静海洋的核弹，瞬间引爆了所有人心中的惊涛骇浪。飞仙大帝之幕即将开启。苏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目光落在李成风身上，带着一丝玩味。怎么，剑圣大人不想去碰碰运气，一探究竟？轰隆，飞仙大帝之幕即将开启。死寂，比刚才10万跪拜更加恐怖的死寂。李成风这位老剑圣身躯猛地一僵，如同被九霄神雷劈中，握着玄冥古剑的手第一次因为震惊而剧烈颤抖起来。他猛地抬起头，一双老眼瞪得滚圆，瞳孔收缩到极致，死死盯着苏云，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骇然与难以置信。飞仙大帝，那位上古剑道至尊，传说踏破虚空而去的无上存在，他的陨落之幕竟要开启了。公子竟将如此惊天秘闻告知老夫。李成风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无边的震惊。公子竟连这等足以震动诸天万界的绝密情报都如此轻描淡写的告知于他，这是何等的信任？他李成风，他仙剑门到底结交了一位何等恐怖如斯的存在？倒吸冷气的声音汇成一片恐怖的潮汐。后方那10万仙剑门修士、长老、弟子此刻全都如同石化一般呆立当场，一个个眼珠子瞪得几乎要掉出来，嘴巴张得能塞进鹅蛋。飞仙大帝古墓开启，天哪，这可是足以让不朽巨头都疯狂搏命的逆天机缘。公子他竟然就这么随意地说出来了，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无数人心中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心脏狂跳，血液沸腾。一些心思活络的长老更是下意识的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储物法宝，里面用于传递紧急讯息的玉符差点就要被下意识捏碎，将这个绝世大情报传回自己的家族或密友。但最终对公子那深不可测的恐惧压倒了贪婪，无人敢动。苏云却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目光平静，扫过下方震惊到失语的众人，嘴角那丝笑意带着一种俯瞰众生的淡漠。飞仙大帝古墓对他而言不过是系统安排的一个稍微有趣点的韭菜园子罢了，里面所谓的机缘早已被他视为囊中之物，提前告知不过是放这些小鱼小虾进去搅局，给那所谓的天命之子叶辰添点堵，顺便再割一茬肥美的韭菜，何乐而不为？既如此，李成风强行压下翻江倒海的思绪，深吸一口气，对着苏云再次深深一拜，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与激动。老夫待仙剑门上下叩谢公子厚赐机缘之恩，地陨之地凶险莫测，然此乃亘古未有之机。他眼中爆发出如同实质的剑芒，仙剑门定追随公子脚步，纵使刀山火海
万劫不复。异要一探究竟。朕我见到，朕我见到。10万仙剑门修士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瞬间爆发出震天的咆哮，声浪滚滚，杀气冲霄，眼中充满了狂热与决绝飞仙大帝。见到至尊，他的古墓对任何剑修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终极诱惑。群情激愤，无数隐藏在暗处的探子，各怀心思的家族代表，都被这冲天的战役和那个惊天的名字刺激的头皮发麻。消息如同长了翅膀，疯狂向四面八方扩散，一场席卷东荒，甚至可能波及更广地域的夺宝风暴已然成型。数日后，飞仙古墓所在之地藏仙渊，深渊边缘，黑雾缭绕，死气沉沉，唯有一道横亘天地，仿佛连接着九幽的扭曲光门，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古老与不祥气息。矗立在深渊最深处，那便是古墓入口。此刻深渊外围早已人山人海，旌旗招展，灵兽嘶鸣，恐怖的威压交织碰撞，将虚空都搅得一片混乱。无数势力或明或暗汇聚于此，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滚开！此地方圆百里，归我玄冥宗了。放屁！我天刀门仙道的。哼！区区二流宗门也敢在此犬吠，宝物有得者居之，没实力的趁早滚蛋！争吵、怒骂、杀气在空气中弥漫。为了争夺更靠近入口的位置，为了提前清除竞争对手，大小冲突不断爆发，鲜血已然染红了深渊边缘的土地，甚至有数股隐晦却浩瀚如渊，让圣人都感到窒息的恐怖气息盘踞在几处绝佳的方位，如同蛰伏的太古凶兽。那是不朽级的老怪物亲自降临了。他们闭目养神，对下方的纷争不屑一顾，却无人敢靠近其周身万丈。就在这片混乱与压抑达到顶点之际，嗡！一股比山岳更沉重，比星河更浩瀚，带着斩破一切、诛灭万邪的无上剑意轰然降临，如同无形的巨手，瞬间抚平了所有躁动的威压与纷争，让整个喧嚣的藏仙渊外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无论是不甘的争吵者，还是闭目的不朽老怪，此刻都不由自主的将惊骇的目光投向剑意来源的方向。只见一支队伍如同出鞘的利剑，撕裂人潮，破开威压，畅通无阻的朝着古墓入口方向笔直挺进。为首一人，白衣胜雪，慵懒的斜靠在一架由9头纯血蛟龙拉拽的奢华地辇之上，双眸微闭，仿佛在假寐，姿态闲适的如同在自家后花园散步。正是苏云。在他地辇旁，剑圣李成风手持玄冥古剑，如同最忠诚的守护神，周身散发着半步行列，甚至隐隐触及不朽门槛的恐怖剑道气息。那斩圣如土狗的凶威，让无数人为之色变，头皮发麻。刚才那镇压全场的无上剑意，正是来源于他。更后方是整齐肃杀、剑气冲霄的仙剑门精锐，如同一股钢铁洪流，所过之处，人群如同潮水般自动分开，无人敢挡其锋芒。是仙剑门，还有那位李老剑圣。天他手上那柄剑，好恐怖的气息。那位就是传闻中随手刺下不朽神兵，吓得刑天老祖狼狈逃窜的神秘弟子。快让开，不要挡路！想死吗？仙剑门，他们竟然也来了，而且是那位弟子亲自带队。惊呼、骇然、敬畏，种种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原本挡在正前方，试图阻拦的几个不开眼的家族队伍，此刻看清来人，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向两边退去，生怕慢了一步就被那无情的剑光搅成齑粉。不朽家族的老祖也只是睁开眼，深深地看了一眼地辇上那慵懒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忌惮，并未出声阻拦。苏云甚至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地辇在无数道震撼、敬畏、贪婪、嫉妒的目光注视下，如同君王巡视，轻松写意地驶向那最靠近入口的核心区域。然而在这片敬畏退避的人潮角落，一个灰头土脸如同乞丐般的身影正被一股强横的不朽威压死死地按在地上，啃了一嘴的泥。他拼命挣扎，却如同蚍蜉撼树，只能发出屈辱而不甘的嘶吼。正是叶辰。该死，该死啊！
叶晨目眦欲裂，死死盯着那畅通无阻、即将进入核心区域的仙剑门队伍，盯着地撵上那道慵懒的身影，心中的嫉妒和怨恨如同毒火般疯狂燃烧。凭什么他们就能直接进去，而我叶晨，天命之子，却连靠近入口的资格都没有。他之前想偷偷跟着剑心混进去，结果剑心那王八蛋狡猾无比，趁着守卫换班的刹那，燃烧秘法化作一道剑光，抢先溜进了古墓，把他一个人丢在了外面。现在他想硬闯，却被这不朽家族外围的守卫像拍苍蝇一样一巴掌拍翻在地，鞋都掉了一只，狼狈到了极点。剑心，你这卑鄙小人，坑死老子了！叶晨看着那缓缓闭合、即将彻底隔绝内外气息的扭曲光门，发出了绝望而愤怒的咆哮。苏云，都是因为你等着，等我叶晨在古墓里得到逆天机缘，出来第一个宰了你！他心中疯狂诅咒。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周围人群看垃圾般的鄙夷目光，以及那越来越近将他死死禁锢在地上的如山岳般沉重的不朽威压。他像一条真正的土狗，被彻底遗忘在了这场盛宴的尘埃里。地撵在无数敬畏目光的注视下，如同巡游9天的神王座驾，无视周遭的混乱与威压，径直驶向那道扭曲光门。然而就在即将踏入核心区域的刹那，哼！一声冰冷的哼声如同九幽寒风骤然响起，带着一股浩瀚如渊的不朽威压，瞬间锁定了地撵。前方空间微微扭曲，3道身影无声无息地浮现，如同3座亘古矗立的神山拦住了去路。为首一人身着麻衣，面容枯槁，手持一柄拂尘，气息飘渺，仿佛与虚空融为一体，正是那闭目养神的不朽老祖之一无声道人。其左侧是一位浑身笼罩在赤红火焰中的魁梧身影，岩浪翻滚，灼烧的空间噼啪作响，岩域老祖。右侧则是一位周身环绕着金色符文，宝相庄严，脑后隐隐有功德经纶虚影的老者黄天真人。3大不朽联袂现身，威压如同实质的海啸，瞬间席卷全场。仙剑门无声道人眼皮微抬，枯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声音如同金石摩擦，冰冷刺骨。此地已由我等3人定下规矩。他目光扫过地撵旁手持玄冥古剑的李成风，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漠然。你们竟敢无视规矩，直接闯入，是觉得有了一把不朽神兵就不把我等放在眼里了吗？最后一句带着沛然墨玉的不朽威压狠狠压向李成风。轰！整个藏仙渊外围瞬间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惊恐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对峙。不朽对峙，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死是3大老祖，他们竟然亲自出面阻拦了。完了，仙剑门这次踢到铁板了。就算李成风有不朽神兵，可他终究不是真正的不朽啊！无数修士心中骇然，为仙剑门捏了一把冷汗。李成风在那恐怖的不朽威压锁定下，身躯猛地一沉，脚下坚硬的岩石咔嚓一声蛛网般碎裂，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握着玄冥古剑的手青筋暴起，剑身嗡鸣，绽放出幽暗光华，竭力抗衡着那如同天倾般的压力。前辈，李成风强行提气，声音带着一丝艰涩，却不失剑圣风骨。仙剑门并无冒犯之意，只是此墓关乎飞仙大帝传承，天下修士皆可入内寻求机缘。3位前辈如此霸道地圈地划界，阻我等前行，未免有失身份。他硬顶着压力，不卑不亢，玄冥古剑的不朽气息被他催动到极致，在3大不朽的威压下，如同一叶孤舟，顽强支撑。呵！那浑身火焰的岩域老祖发出一声嗤笑，声如雷霆。身份区半步行列，也配在本座面前谈身份。李成风，你运气不错，得了一把好剑，但他眼中火焰跳动，带着赤裸裸的贪婪与杀意。若以为凭借外物就能与我等平起平坐，那便是取死之道。话音未落，他周身火焰暴涨，一只完全由焚天之炎凝聚的巨掌，带着焚灭万物的恐怖高温，当头便朝着李成风狠狠拍下，竟是直接出手，毫不留情。老祖，小心！
仙剑门弟子牙眦欲裂，失声惊呼。李成风瞳孔骤缩，汗毛倒数，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他狂吼一声，玄冥古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幽暗光芒，一道仿佛能斩断时空的恐怖剑罡逆天而上，迎向那火焰巨掌。轰隆，剑罡与火焰巨掌猛烈碰撞，毁天灭地的能量风暴瞬间炸开，气浪如同海啸般层层叠叠席卷四方。靠得近的无数修士如同被飓风扫过的稻草，惨叫着倒飞出去，修为弱者更是直接爆成血雾。噔噔噔，李成风连退7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地面上踩出深坑，嘴角溢出一缕鲜血，脸色煞白如纸。而那火焰巨掌也被剑罡斩裂，化作漫天流火消散。高下立判，李成风虽仗神兵之力勉强挡住，但显然吃了大亏。哼，螳臂当车。黄天真人冷哼一声，周身金色符文流转，一股更加厚重磅礴，仿佛承载着天道意志的威压，轰然压向李成风。交出神剑，自断一臂，可饶尔等，滚出此地。3大不朽如同3座无法逾越的神山，彻底堵死了前路，威压交织，牢牢锁定地辇和李成风。杀机凛然，地辇之上，苏云依旧闭目假寐，仿佛外界今天的对峙，狂暴的能量，致命的杀机，都与他无关，姿态慵懒到了极点。公子，红莲势立地辇旁，看着李成风嘴角的血迹，看着那3道如同神魔般的身影，俏脸上满是焦急与怒意，美眸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忍不住低声急道：这些老家伙太可恶了，竟敢如此对待老剑圣。公子，我们……他看向苏云，眼中带着询问。只要公子一声令下，他相信无论是不朽老祖还是什么，在地族威严面前都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然而苏云只是眼皮都没抬一下，嘴角甚至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不必，2个字轻飘飘地从他口中吐出，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红莲一愣，随即恍然大悟，是了，公子他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他在等人。红莲脑海中瞬间闪过公子偶尔提及的那位女帝姐姐，那位9天之上风华绝代，让公子都念念不忘的存在。难道公子在等他？一念及此，红莲心中的焦急压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与激动。能让公子等待的存在，究竟是何等风采？李成风听到了苏云的话，心中顿时了然。他虽然受伤，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公子不想暴露，那他李成风就是公子最锋利的剑，哪怕面对不朽，亦要向前。神剑乃公子所赐。李成风抹去嘴角血迹，挺直脊梁，玄冥古剑遥指3大不朽，声音斩钉截铁：老夫虽修为浅薄，但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想要先踏过老夫的尸体，剑意冲霄，带着一股惨烈决绝之气，竟是半步不退，冥顽不灵。无声道人眼中杀机迸射，浮尘轻扬，一股无形的空间禁锢之力悄然弥漫，封锁四方。那就成全你。3大不朽气势在涨，眼看就要发动雷霆一击，彻底抹杀李成风，夺剑立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隆隆，异变陡生，藏仙渊深处，那连接着九幽的扭曲光门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一股难以言喻，仿佛来自万古之前，充满了腐朽、死寂、疯狂与不祥的恐怖气息，如同沉睡的洪荒凶兽苏醒，轰然爆发。吼！嗷！结！无数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吼怪笑从光门内汹涌而出，紧接着一道道形态各异却都散发着滔天凶戾之气的身影，如同决堤的黑色洪流，猛地从光门中冲了出来。他们有的浑身布满骨刺，有的如同腐烂的巨兽，有的是纯粹的阴影凝聚，共同点是气息都强横的可怕，圣境比比皆是，更有数道身影的气息让在场所有圣人，包括李成风在内，都感到窒息般的绝望。黑暗禁区生物，天哪，是那些传说中的禁区怪物，他们怎么从古墓里冲出来了？快跑啊！整个藏仙渊外围瞬间炸开了锅，百万修士如同被浇了滚油的蚁群，彻底陷入恐慌和混乱，无数人惊骇欲绝，仓皇逃窜。什么？禁区生物？
原本气焰滔天的三大不朽老祖，此刻脸色也是巨变。无声道人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之色。不可能，飞仙古墓怎会与黑暗禁区相连？快，拦住他们！什么圈地化剑，什么抢夺神剑，此刻全都顾不上了。三大不朽瞬间达成共识，磅礴的不朽之力爆发，联手构筑起一道巨大的能量屏障，试图阻挡那如同潮水般涌出的禁区怪物。然而，他们低估了这股洪流的力量，也低估了其中那些顶尖存在的恐怖。轰轰轰！数道散发着远超圣人、隐隐触及不朽门槛的恐怖身影，悍然撞上了三大不朽联手布下的屏障。其中3道赫然是浑身覆盖着漆黑鳞甲，头生独角，散发着滔天凶厉煞气的龙形生物；另外4道则如同扭曲的阴影聚合体，气息诡谲莫测。7大不朽级禁区怪物联手一击，威力何等恐怖！咔嚓，只僵持了不到一息，那由3位不朽老祖联手布下的强大屏障，如同脆弱的琉璃，轰然破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噗！3大老祖同时闷哼一声，身形巨震，嘴角皆溢出了金色的血液，气息瞬间萎靡了不少，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吼！7大怪物带着身后无穷无尽的禁区洪流，冲破阻碍，发出震天咆哮。猩红的目光瞬间锁定了距离光门最近的仙剑门队伍和苏云的地面，如同嗅到了血腥的恶狼，疯狂扑杀而来。那恐怖的气势，足以让任何圣人为之胆寒。不好，保护公子！李成风目眦欲裂，顾不得自身伤势，狂吼一声，玄冥古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就要不顾一切地迎上去。仙剑门弟子更是瞬间结阵，剑光冲霄。但面对那7大不朽级怪物带领的洪流，如同螳臂当车，充满了绝望。一直闭目养神的苏云，此刻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深邃的眸中没有惊慌，没有恐惧，反而闪过一丝淡淡的终于来了的意味。就在那7大不朽级怪物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凶威，即将淹没仙剑门队伍的刹那，嗡！一道清越空灵，仿佛来自9天之外，又似响彻灵魂深处的剑鸣，毫无征兆的响彻在整个藏仙渊上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那冲在最前方的7大不朽级怪物如同感受到了灭顶之灾，疯狂嗜血的猩红眼眸中瞬间被无边的恐惧所取代，硬生生止住了前冲之势，发出惊恐欲绝的嘶吼。紧接着，在所有生灵呆滞的目光中，一道纯粹到极致、明亮到无法形容，仿佛能净化世间一切污秽与黑暗的洁白剑光，自9天之上无声无息的垂落。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没有毁天灭地的威压，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落下，如同月光洒落大地。然而剑光所过之处，空间如同被无形之手抚平，那滔天的凶厉死气，疯狂咆哮的禁区怪物洪流，如同烈阳下的冰雪，悄无声息的消融。7大不朽级怪物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庞大的身躯连同那狰狞扭曲的面容，就在那洁白纯净的剑光中寸寸湮灭，化为最微小的尘埃，彻底消失。一剑，7大堪比不朽的不朽禁区怪物灰飞烟灭，死寂，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彻底的死寂。百万修士，3大不朽老祖，李成风、红莲等所有侍女，全都如同被施了定身咒，呆立当场，嘴巴张得能塞进拳头，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这怎么可能？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带着无与伦比的敬畏与震撼，循着剑光垂落的方向望去，只见9天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他身着一袭素白宫装，不染纤尘，青丝如瀑，仅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挽起，露出线条完美，宛如天鹅般的雪白脖颈，一张容颜精致的如同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无法用言语形容其万一。眉如远山寒带，眸似秋水横波，琼鼻挺翘，唇若点樱，肌肤胜雪，莹映生辉，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清冷孤高，仿佛9天明月，不食人间烟火的绝代风华。更要命的是，那袭看似素雅的宫装，却将他那惊心动魄的身材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胸前那对饱满傲人的峰峦，在素衣包裹下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沉甸甸，颤巍巍，
仿佛蕴藏着足以倾覆天下的伟力。随着他凌空而立的姿态，微微起伏，晃动着足以令日月失色，让天地为之暗淡的金世波澜。此刻，他素手轻抬，一柄古朴长剑，剑身流淌着月华般的光泽，遥遥指向下方。那被一剑清空，只剩下残余怪物瑟瑟发抖的深渊入口。姿态从容优雅，仿佛刚才那惊天动地的一剑对他而言不过是随手拂去了衣袖上的尘埃。嘶，倒吸冷气的声音汇成一片恐怖的声浪，所有人都被这绝世的风姿，这惊世的伟力彻底震慑，灵魂都在颤抖。大雷！地碾上，刚刚还焦急万分的红莲，此刻小嘴微张，美眸瞪得溜圆，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9天之上那道身影，那惊世骇俗的轮廓。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自惭形秽涌上心头，俏脸通红。青鸾、月蝉、华心等所有侍女，此刻的表情如出一辙，震撼、敬畏，还有一丝无法抑制的羡慕与黯然。原来，这才是公子等待的人，这般风采，这般伟力，这般惊世骇俗的身姿，难怪公子看不上我们。李成风更是大脑一片空白，握着玄冥古剑的手都在颤抖。刚才那一剑，那如同月光般纯净，却又湮灭万物的剑意，让他感觉自己苦修千年的剑道，简直如同孩童玩泥巴般可笑。扑通，扑通，扑通，不知是谁带头，那原本高高在上，视众生如蝼蚁的3大不朽老祖无声道人、颜玉老祖、黄天真人，此刻竟如同见到了真正的神明，浑身颤抖着，对着9天之上那道绝世身影轰然跪倒在地，额头死死抵住冰冷的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再无半分之前的嚣张霸道，只剩下无边的恐惧与敬畏。紧接着，如同连锁反应，百万修士，无论之前属于哪个势力，无论修为高低，此刻全都如同风吹麦浪，齐刷刷跪倒一片，头颅深埋，不敢直视。整个藏仙渊，唯有苏云的地辇和李成风等仙剑门众人还站立着，死寂。只有深渊入口残余怪物的恐惧呜咽，以及无数心脏疯狂雷动的声音。9天之上，那风华绝代的身影，清冷的目光如同月华般扫过下方跪拜的众生，最终落在了那架没有丝毫地位逸散，却依旧显得格格不入的地辇之上，落在了那个慵懒斜倚，嘴角噙着一丝淡淡笑意，正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胸前惊世波澜的白衣青年身上。四目相对，时空仿佛凝固，百万修士大吃一惊，这女子竟一人一剑便斩灭7大不朽及禁区怪物，恐怖如斯。距离稍近些的修士被他剑气余波扫过，竟当场化作飞灰。卧槽尼玛！有修士失声爆出粗口，这副身子，这他娘的是何方女帝啊？定是某个影视大势力的女帝吧？实在恐怖如斯吧，实在恐怖如斯。众人吃惊无比，眼珠子瞪得溜圆。此刻珠子瞪得溜圆，此刻3大不朽老祖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如同烂泥般跪在原地，抖若筛糠。那恐怖的威压，那惊世的一剑，彻底碾碎了他们所有的高傲。他们本以为自己3人联手，足以稳吃着飞仙大帝之墓的机缘，将此地视为囊中之物，视百万囊中之物，视百万修士如蝼蚁，随意拿捏，甚至觊觎李成风的不朽神兵。但如今，在这位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帝面前，他们感觉自己渺小的连尘埃都不如。无数修士惊颤无比，心神俱裂。这女子带来的震撼实在太过恐怖，恐怖如斯。她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们所能想象的极限。纵使她容颜绝世，仙姿玉骨，那精姿玉骨，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尤其是那傲然耸立，随着傲然耸立，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仿佛蕴藏着毁天灭地伟力的丰硕峰峦，足以令任何男子血脉奔张，令任何女子自惭形秽，远超在场所有女修。但此刻无人敢生出一丝亵渎之心，只有无边的恐惧和敬畏。百万修士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这绝色女帝一个不悦，一剑斩落，那便是真正的天地倾覆，生死道消。这女子便是他们心中那至高无上，只可仰望不可亵渎的白月光女帝啊！震惊！
无与伦比的震惊，笼罩着整个彼的震惊，笼罩着整个藏仙渊。但更令无数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发生了。那凌厉9天，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帝，绝世容颜上冰雪初融，竟浮现出一抹足以令日月失色的温柔笑意，清冷空灵的嗓音如同仙乐，响彻在死寂的渊底。云帝，他目光所向，正是那架看似古朴无华，却承载着苏云的地辇。云帝，轰！如同亿万道惊雷，在百万修士脑海中同时炸开，所有人瞬间石化，思维彻底停滞。那3位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几乎要吓尿的3大至尊老祖，更是浑身巨震，如同听到了世间最恐怖的名讳，猛地抬头，布满惊恐的双眼死死盯向地辇，眼珠子都快瞪得爆裂开来。云帝，他竟称呼那马车中的存在为云帝，那他们的关系岂不是？众人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几乎要窒息。姐弟，我的天！那马车里的白衣青年，竟是这位恐怖女帝的弟弟。女帝的弟弟，无数修士心中狂吼，羡慕、嫉妒、敬畏，种种情绪如同毒蛇般是咬着他们的心脏。尤其是那些曾对女帝惊世容颜和傲人身姿心生妄念的男修，此刻更是心如刀绞。这就是弟子的女帝姐姐吗？这份容颜，这份容颜，这份实力，这份绝世天赋，简直令人绝望啊！我等在他面前，连蝼蚁尘埃都算不上。凭什么那弟子？有人心中酸涩无比，几乎要发狂，却不敢表露分毫。地辇之上，苏云斜倚的身姿未变，嘴角那抹玩味的笑意更深。他深邃如星海的重瞳，毫不掩饰的落在9天之上，那绝世身影胸前，那随着呼吸微微颤动，划出惊心动魄弧度的傲人饱满之上，那沉甸甸的分量，即使隔着素雅宫装，依旧能感受到其惊心动魄的伟岸。卧槽！饶是苏云见惯风月，此刻心中也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这就是我的女帝姐姐苏瑶，这规模，这弹性，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恐怖如斯。就算红莲他们9个加在一起，再翻个倍，也他娘的比不过啊！帝女之姿，真心实意的。卧槽尼玛！震惊！苏云感觉鼻腔有些发热，这视觉冲击力实在太过霸道，美帝过分，强得可怕。那对堪称人间凶器的大雷，随着苏瑶凌空虚立的姿态，微微起伏颤动着，仿佛在无声诉说着造物主的极致偏爱。这便是他的6姐苏瑶，恐怖如斯的绝顶女帝天才，真正的9天之主。苏云却是嘿嘿笑了起来，带着一丝懒散，一丝得意。姐，我知道你在追杀九幽禁区的余孽，感应到此处有诡异的不祥气息爆发，断定你会寻迹而来，所以提前等在这里，给你个惊喜。9天之上，苏瑶闻言，柳眉微挑，那对秋水般的眸子瞬间落在苏云脸上。当他的目光触及苏云那双深邃如渊、瞳孔深处，竟隐隐浮现出一重套着一重的奇异纹路，重套着一重的奇异纹路，仿佛蕴藏着开天辟地、造化生灭的无上伟力时，他娇躯猛地一颤，绝世容颜上首次露出了比刚才一剑灭杀7大禁区不朽还要浓烈千百倍的震惊之色。什么？苏瑶的红唇微张，失声轻呼，胸前那对傲人的峰峦因为情绪的剧烈波动，猛地向上一颤，划出惊心动魄的汹涌波涛。弟弟，你这双眼睛，重瞳，你觉醒了重瞳。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这传说中唯有我苏家地族血脉最深处才可能觉醒的亘古重瞳，没想到云帝你竟然真的觉醒了。他美眸圆睁，死死盯着苏云眼中那神秘的重叠纹路，仿佛要将那无上道则烙印在灵魂深处。重瞳本是无敌路啊，传说中这可是能横推诸天、压塌万古的至高天赋。我族古卷曾有零星记载，但早已断绝传承，视为虚妄。你竟然！震惊过后是无尽的狂喜和激动，如同炽热的熔岩在他胸腔内奔涌。而且你的修为，苏瑶神念下意识地扫过苏云，再次倒吸一口冷气。
郊区又是一震，那对大雷随之荡漾出惊心动魄的涟漪。半圣境，这怎么可能？上次见你，你明明还……他的声音充满了极致的震撼，我记得清清楚楚。震撼，半年前我离开地族祖地时，你还只是个毫无修为的贝兰小子，整日就知道逗弄你那几个侍女，躺在地撵上晒太阳，气得大姐都想揪你耳朵。这才多久？半年，仅仅半年。你竟然从毫无根基直接跨入了半圣之境，还觉醒了亘古重瞳，这修炼速度恐怖如斯，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苏瑶感觉自己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了。地撵旁，红莲等9位侍女此刻也是娇躯巨震，美眸中异彩连连，却又带着更深的黯然。公子竟然半年，从无半年，从无到有，直达半圣，还觉醒了传说中的重瞳，这天赋简直逆天了。难怪女帝姐姐如此震惊。嘿嘿，苏云脸上得意之色更浓，享受着姐姐那震惊无比的目光。她耸耸肩，姿态依旧慵懒。对啊，我不过最近才开始修炼了6个月而已，随便练练就这样了。她语气轻松，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神？什么？苏瑶彻底失态了，那清冷孤高的女帝气质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姐姐对弟弟逆天资质的无限震惊与狂喜。你才开始修炼6个月，就觉醒重瞳，直达半圣重瞳，他在他的认知中，自己的弟弟一向是地族之中出了名的贝懒，对修炼毫无兴趣，任凭他们7个姐姐如何威逼利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大姐亲自上手教导，他都懒得动弹，宁愿躺着绝不坐着。就算身负最纯正的地族血脉，也从未见他主动吸纳过一丝灵气。她们7个姐姐私下里都曾叹息，认为弟弟空有绝世血脉，却白白浪费了。谁能想到他一朝开始修炼，便是石破天惊，6月光阴抵过别人万载苦修，直达半圣，觉醒重瞳。难不成？苏瑶美眸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果然骇人的金光，果然我弟弟的天资才是苏家地族，不是诸天万界真正的至高之巅，无人能及。他心中狂吼，看向苏云的目光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骄傲和宠溺，这份宠溺瞬间化作了行动。真好，真好，没想到，真好，没想到你云帝姐姐就知道你的天资绝对在姐姐之上。苏瑶绝美的脸上绽放出能让天地失色的灿烂笑容，再无半分女帝的威严，只剩下纯粹的属于姐姐的炽热如火的疼爱。她做了一个让100万修士乃至3大不朽老祖以及红莲9位侍女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的动作。只见她这位风华绝代，一剑灭杀7大不朽及禁区生灵的恐怖女帝，竟无视了下方100万道呆滞的目光，无视了天地间凝固的气氛，莲步轻移，素白宫装的裙裾飘飞，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腰臀曲线。下一瞬，香风扑面，那具散发着清冷幽香，蕴含着惊世伟力的娇躯已然落在了地面之上，站在了苏云面前。紧接着，在苏云都微微愣神的刹那，苏瑶伸出那双曾执掌无上仙剑，斩灭万古的玉臂，带着不容抗拒的温柔和霸道，一把将苏云揽入了怀中，将他的头紧紧地按在了自己那高耸饱满、柔软而充满惊人弹性的峰峦之间。苏云只感觉自己的脸瞬间陷入了一片难以言喻的温香软玉之中，那惊人的弹性，那沉甸甸的分量，那几乎令他窒息的柔软触感，混合着姐姐身上传来的清冷又带着一丝暖意的幽香，如同世上最烈的药，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卧槽，尼玛！苏云心中只剩下这2个词在疯狂刷屏。这刺激，这浮力，这规模，这触感，实在他娘的太顶了，恐怖如斯，鼻血真的要控制不住了。轰！下方100万修士集体石化，思维彻底荡修士集体石化，思维彻底宕机，眼珠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心脏仿佛被100万头太古蛮牛碾，被100万头太古蛮牛碾过，碎成了渣渣。
卧槽！我看到了什么？女帝，绝世女帝，竟然把弟弟抱在怀里，还按在了那里。我的女神啊！不，无数男修在心中发出凄厉绝望的哀嚎，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心碎成了粉末。叶晨更是脸色煞白如金纸，身体剧烈摇晃，一口逆血差点喷出，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为什么？为什么？陆雨琪，红莲，现在又是这尊绝世女帝，所有我叶晨视为女神的存在，都他妈的跟苏云有关，都对她如此。他看着地撵上那深埋在女帝傲人胸怀中的身影，极度的几乎要发狂。该死的苏云，你何德何能？剑心也是呆若木鸡，看着那足以让任何剑都失色的惊世大雷，看着苏云深陷其中的待遇，再想想自己苦修剑道，至今连那红莲侍女都难以企及，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和渺小感涌遍全身。我在他面前，在他那足以倾覆天下的一对凶器面前，真的不过蝼蚁尘埃罢了。他心中充满了无力的震撼。傻弟弟！苏瑶却毫不在意下方那些蝼蚁的目光，他玉手轻轻抚摸着苏云的后脑，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带着浓浓的追忆和宠溺。你小时候，姐姐们就是这样抱着你的，最喜欢赖在我们怀里撒娇。没想到，一转眼，你已经这么大了。他微微低头，绝美的下巴轻轻蹭了蹭苏云的头发，胸前那对饱满，因这动作又微微挤压变形，荡起诱人涟漪，看得下方无数修士鼻血狂喷，却又心如刀绞。许久之后，苏瑶才松开了手臂，苏云得以重见天日。他深深吸了口气，平复着躁动的气血，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意犹未尽，以及被那惊人规模闷得微红的痕迹。红莲、青鸾等9位侍女站在地撵旁，看着这一幕，美眸中充满了复杂、震撼、敬畏，但更多的是无法抑制的羡慕，甚至一丝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嫉妒。公子对我们虽然也算温和，但总是一副云淡风轻、高深莫测的样子，何曾露出过这般近乎撒娇的神态。他们看着苏云脸上那抹残留的红晕，看着女帝姐姐眼中化不开的宠溺，心中酸涩无比，同时也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在这位风华绝代、实力恐怖、身材更是惊世骇俗的女帝姐姐面前，他们这些引以为傲的容颜身段，简直如同萤火之于皓月，黯然失色。公子还会需要他们吗？苏瑶松开苏云后，绝美的容颜瞬间恢复了清冷，如同万年不化的寒冰。那温柔似水的目光再转向下方，尤其是那3个依旧跪伏在地、抖得像秋风落叶的3大不朽老祖时，骤然变得冰寒刺骨，充满了无上威严和凛冽杀机。云帝，他的声音如同九幽寒风刮过，让整个藏仙渊的温度骤降。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苏瑶的目光如同2柄无形的仙剑，锁定在无声道人、颜玉老祖、黄天真人的身上。饶命啊！仙子饶命啊！公子饶命！3大不朽老祖此刻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嚣张气焰，简直如同3条被打断了脊梁的老狗，感受到那如同实质的杀意，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磕头如捣蒜，额头重重砸在坚硬的岩石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瞬间血肉模糊。我等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是仙子驾临，冒犯了仙子一族天威，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无声道人声音凄厉，带着哭腔。颜玉老祖周身的火焰早已熄灭，露出焦黑狼狈的真容。黄天真人脑后的功德经轮更是暗淡无光。3人此刻是真的被吓尿了，裤裆一片如是腥臊，哪里还有半分不朽老祖的威严？哼！苏瑶冷哼一声，声音不大，却如同惊雷，炸响在所有人耳边。有眼不识泰山，冒犯我爹。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到极致的弧度，那惊心动魄的容颜此刻却散发着令天地冻结的寒意。你们可知在苏家冒犯我爹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他的目光如同看死人一般，缓缓扫过3人，那目光中蕴含的威压几乎要将3人的神魂都碾碎。下方一些老怪物
此刻更是浑身剧颤，面无血色。九侍女忽然想起地族中的传说，昔年曾有一方大世界的圣人王，自恃修为通天，胆敢对年幼的弟弟出言不逊，心存歹念，结果那位弟子的长姐苏家7位女帝之首。苏瑶心里，这小子半年前还是个毫无修为的懒虫，半年不仅觉醒众瞳直达半圣，竟还能窥破万古地目的核心心秘，这推演天机、洞察本源的能力简直逆天。难道这才是他亘古众瞳真正恐怖的地方，远超我等认知？苏云感受着姐姐那灼热而震惊的目光，心中嘿嘿一笑。叮，宿主成功惊骇女帝姐姐苏瑶，掠夺叶辰天命值500点。天命之子叶辰气运持续流失中，宿主成功引爆100万修士贪婪，进一步削弱叶辰命格根基。提示：放任其成长，叶辰将掠夺宿主重要亲友机缘，宿主务必持续打压。系统的提示因冰冷而清晰。苏云嘴角的弧度愈发深邃，机缘，叶辰的绝世大机缘。呵，老子抢定了，一件都不能留，尤其是敢动我姐姐的念头。做梦！他迎着苏瑶探究的目光，神色慵懒随意地摆了摆手，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这有何难？自然是看出来的。他并未点破众瞳奥秘，却巧妙地将一切归咎于这双神秘莫测的眼眸。苏瑶闻言，众瞳深处异彩连连，仿佛有开天辟地的符文在流转生灭。他凝视苏云那双深邃如渊、众瞳隐现的眼眸，仿佛要洞穿其最深层的奥秘。片刻，他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与更深的震撼，随即化作无边的骄傲与宠溺。好一个看出来的！苏瑶忽地展颜一笑，刹那间如冰河解冻，百花盛放，天地都为之失色。更让百万修士心脏骤停的是，这位风华绝代，刚刚还冷酷无情，令3位不朽老祖生不如死的恐怖女帝，竟毫无征兆地伸出那只曾斩灭万古的芊芊玉手，在无数道呆滞、难以置信、极度到发狂的目光聚焦下，那只完美无瑕的手轻盈而自然地握住了苏云的手，温润柔软，却又蕴含着令人心悸的浩瀚伟力。卧槽，牵手了，女神的手啊！杀了我，就现在！苏云，我与你不共戴天！无数男修在心中发出凄厉绝望的哀嚎，双眼赤红，感觉神魂都在极度的火焰中燃烧殆尽，心碎声仿佛汇成了实质的音浪，在渊底回荡。叶辰更是如遭万箭穿心，噗地又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灰败如死人，道心裂痕瞬间扩大。骆雨琪的忽视，红莲的冷眼，此刻都不及这女帝主动牵手带来的亿万倍暴击。苏瑶却浑然不在意下方的滔天波澜与100万道几乎要将苏云凌迟的目光。她握着苏云的手，绝美的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姐姐对弟弟的欣喜，甚至带着一丝找到宝藏般的雀跃，像极了当年牵着小苏云逛集市的模样。走，云帝！苏瑶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欢快。姐姐带你进去，有姐姐在管他什么大地静止。万古杀阵统统展开，便是区区几道地冰残骸。既然云帝喜欢姐姐，定为你娶来。他拉着苏云，竟是迫不及待的就要往那散发着苍茫古老气息，仿佛能吞噬一切的地幕入口飞去。那对大雷随着他兴奋的动作，欢快的轻轻晃动着，蹭过苏云的手臂，带来一阵惊心动魄的柔软触感。苏云被拉着往前2步，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惊人弹性与压迫，鼻尖萦绕着姐姐身上那清冷又醉人的幽香，心神也不由得一荡。苏云心里，这福利蹭得有点顶不住啊，规模恐怖如斯，红莲他们9个翻倍都够不着边。旋即他稳住心神，脸上露出一个懒洋洋却又带着坏坏意味的笑容，手腕稍稍用力，反而拉住了兴冲冲的苏瑶。姐，别急嘛依。苏云的声音拖长了调子，带着一丝戏谑。苏瑶停下脚步，绝美脸庞上带着一丝疑惑，微微侧头看向他。苏云的目光毫不掩饰地极具侵略性的扫过他那因停下而依旧傲然耸立、弧度完美精致的丰硕大雷，然后慢悠悠地抬手指了指那幽深恐怖的地幕入口。消息是我提供的，位置是我点破的，里头那件残破的极道地冰也算是我给你指明的机缘吧。他嘴角的笑意加深，带着点赖皮孩子的狡黠。苏云心里，系统啊系统，这功劳你得占大头。不过嘛，嘿嘿，敲姐姐竹杠的机会千载难逢。苏瑶柳眉微挑，瞬间明白了这小混蛋打的什么主意。他预言之上非但没有半分被冒犯的不悦，反而那双众瞳之中宠溺的光芒几乎要满溢出来。他好整以暇的双手环抱在胸前，这一个看似随意的动作，
却让那对大雷受到了微微的挤压。那沉甸甸的饱满弧度瞬间变得更加惊心动魄，工装布料被撑起惊人的轮廓，仿佛下一刻就要裂帛而出，致命的诱惑力混合着无上女帝的威严，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反差魅惑。哦，苏瑶红唇轻启，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丝玩味。这么说，我家云帝是想要点奖励？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莲步轻移，主动朝着苏云靠近了一步。瞬间，一股混合着清冷幽香与致命压迫感的香风扑面而来。那对堪称人间凶器的傲人大雷，距离苏云的胸膛仅仅只有不到2寸的距离，微微晃动的峰峦顶端几乎要蹭到他胸前的衣襟。恐怖的压迫感，惊心动魄的尺寸，近在咫尺的绝世诱惑。下方百万修士，无数人当场鼻孔飙血，眼珠通红凸起，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极度的彻底癫狂，更有甚至直接到心崩溃，两眼翻白昏死过去。叶晨死死捂住胸口，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捏碎了，痛得无法呼吸，眼前阵阵发黑。凭什么他能如此？怨毒的低语如同毒蛇吐信。红莲、青鸾等9位侍女看着那近在咫尺，足以让任何女子自卑绝望的傲人尺寸，再低头看看自己，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瞬间攫住了他们。红莲心里，太大了，女帝姐姐的，我们姐妹9人加起来恐怕也不及她1半的分量。公子还会需要我们吗？青鸾心里，完了，仅有的优势在这等神迹面前荡然无存。不行，必须另辟蹊径。弟子血脉孕育子嗣，唯有此法借地族血脉之力逆天改命，否则永无出头之日。姐妹们眼神交流间已然达成共识。在这窒息般的无数道目光聚焦的充满了狂热、嫉妒与无边震撼的氛围中，苏云迎着姐姐那近在咫尺带着促狭与宠溺的目光，感受着前方传来的惊人压迫感与温热。她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眼神炽热而大胆，声音清晰地穿透了死寂。当然要奖励。她抬手指了指自己线条分明的侧脸，语气带着理所当然的赖皮亲我一口，狠狠的。六姐，我这情报值这个价吧？轰！如同亿万座太古神山同时崩碎，如同无尽星海瞬间蒸发整个藏仙渊，陷入了彻底、绝对、死寂的真空。时间、空间、思维、呼吸、心跳，全部凝固了。百万修士如同被混沌神雷劈中天灵盖，集体石化，脸上的表情彻底僵住，眼珠子凝固在眼眶里，仿佛下一瞬就要爆裂开来。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苏云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在疯狂回荡。亲一口，让这位一剑斩不朽、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帝亲她。疯了，这苏云弟子绝对是疯了，他怎么敢？这是亵渎，这是对9天10地所有生灵梦想的践踏。叶晨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双目空洞无神，口中溢出混杂着内脏碎块的血沫，道心裂纹疯狂蔓延，天命气运加速流失。完了，所有幻想彻底粉碎，连剑心和李成风这等超然物外的剑圣此刻也彻底失态，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鹅蛋，脸上写满了我是谁，我在哪，我听到了什么。震撼与茫然。地撵旁红莲9女更是娇躯巨震，集体失声。他们听到了什么？公子竟敢如此直白地向女帝索吻。9女心里，公子太大胆了，那可是威严无上的女帝姐姐，虽然她宠公子，但这要求也……等等，女帝姐姐会如何反应？震怒。然而让所有人再次惊爆眼球的一幕发生了。9天之上，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帝苏瑶，在听到苏云那近乎大逆不道的要求时，竟没有如众人预想般勃然变色，帝微震怒。她只是微微一怔，随即那双足已让日月失色的秋水明眸中清晰地闪过一丝极其罕见的属于女子的羞赧。那抹绯红如同世间最纯净的胭脂，从她天鹅般优雅的景象肌肤下悄然升起，迅速蔓延过精致的锁骨，然后染红了那完美如玉、晶莹剔透的耳垂，如同2粒熟透的红玉髓，美得惊心动魄，艳得颠倒众生。那股属于女帝的威严与清冷，在这一刻被这抹惊心动魄的羞涩悄然冲淡，展现出一种从未有人得见，足以令诸天仙佛都为之疯狂的惊世妩媚。
他胸前那对傲视寰宇的傲人大雷，似乎也因主人这瞬间的心绪波动，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了一下，划出更加诱人心魄的汹涌弧度。这刹那的风情，让整个藏仙渊彻底失声，无数人忘记了呼吸，忘记了嫉妒，忘记了生死，眼中只剩下那抹举世无双的羞红。下一刻，苏瑶眼中的羞赧如同潮水般退去，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那属于绝代女帝的霸气与宠溺重新占据主导，甚至更添一抹肆意的张扬。她非但没有斥责，反而红唇勾勒起一个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美弧度，带着无比的纵容与一丝霸道的宠溺，清冷空灵却又清晰无比的响彻诸天。好，羡慕，绝对的羡慕，如同岩浆般在百万修士心头奔涌沸腾。纵使是圣人之尊，此刻也只剩下仰望与自惭形秽。眼前这一幕早已超越了世俗想象的极限。只见那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帝苏瑶，竟真为了弟弟的一句戏言，应下了那石破天惊的奖励。她非但没有震怒，反而带着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美笑意，主动靠近了地辇上的苏云。纵使是传说中的乘龙快婿、仙子垂青，又如何？根本比不上眼前这姐弟情深的万分之一震撼。那可是能一剑斩灭7大禁区不朽的恐怖女帝啊！此刻竟对着弟弟露出如此近乎宠溺的姿态。咕咚，无数吞咽口水的声音在死寂的渊底响起，所有人都死死盯着那两道身影，眼珠子都舍不得眨一下。5个圣人境巅峰的老怪物互相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苦涩。他们原本还存着一丝侥幸，想跟在女帝身后沾点地幕的光，混口汤喝，但此刻看着女帝那旁若无人的亲昵，看着那近在咫尺足以倾覆天下的傲人大雷，还有弟子那懒散却深不可测的目光，5人齐齐打了个寒战，彻底息了心思。罢了，这浑水不是他们能烫的。叶晨死死咬着后槽牙，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的骨头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他却浑然不觉。哼，我叶晨绝不认输。他在心中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这飞仙大帝之墓真正的机缘，我的底牌，我还有机会。他疯狂地给自己打气，但那绝望的窒息感却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淹没。他原本早就得了飞仙大帝古墓的一部分核心地图，想借机潜入核心，夺取那件传说中的机缘，但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剑心则是愣在原地，如同一尊被风化的石雕。他沧桑的眼眸中倒映着地辇旁那对绝世身影，更映着女帝苏瑶那惊世一剑残留的无上剑意。莫非追随公子才有可能探寻到真正的大道？那才是剑的极致。女帝那一剑，那斩灭7大不朽如浮尘的剑意，实在让他这位自诩的绝世年轻剑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与无语，根本比不上，连仰望都显得艰难。此刻剑心才懵懵懂懂地想起一个让他灵魂都在颤抖的念头。看来我这剑道之徒若是能跟在公子身边，定是绝境之中的唯一捷径。通天道图，那女帝她已经远超剑圣的范畴，达到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境界。纵使在仙剑门，他之前还以老剑圣李成风为毕生榜样，视为要超越的对手，可如今见识过女帝那轻描淡写的一剑，李成风在他心中的高度瞬间黯淡无光，被女帝那如同神明般的姿态彻底覆盖。这一剑，这的莫非是传说中的大地剑道之徒？剑心被自己的想法彻底震撼了，浑身血液仿佛瞬间燃烧起来。大地剑道，大地之徒，那才是真正的至高无上啊！若能追随在公子身边，甚至有幸侍奉在女帝身边，得见一缕大地剑意真容，那剑心感觉自己的剑魂都在嗡鸣，一股前所未有的热血与渴望在他沉寂已久的胸膛里轰然炸开。震惊，无与伦比的震惊蔓延在所有人心头。百万修士如同被无形的屏障定在原地，无人敢入飞仙古墓。里头禁区怪物虽被女帝一剑清空，但那苍茫古老的气息，那震慑万古的大地静止，依旧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那是真正的大恐怖，足以瞬间碾碎圣人。所有人只能望洋兴叹，乖乖的如同最虔诚的信徒，在原地等待，眼巴巴地看着那2位绝世人物，等待着他们的动作，等待他们能否从这绝地中再次创造神迹。甚至连那9位天姿国色的女剑仙侍女也一同跟了进去。那份从容，那份底气，
让人极度的发狂。李剑神，南海四圣中的老大，硬着头皮，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凑近到如同泥塑般敬礼，眼眸紧闭，似乎在感悟着什么的李成风身边，姿态放得极低。您乃是当世剑道魁首。如今那三位，他偷偷瞥了一眼远处，那三滩如同腐朽烂泥般瘫在地上苟延残喘的前不朽老祖，嘴角抽搐了一下，已然颜面扫地。此刻此地，唯有您才能领袖群伦，带领我等寻一丝机缘啊！南海四圣此刻也打着如意算盘，谁不贪婪飞仙古墓中可能存在的绝世机缘？大地之墓，谁不知其中蕴含着成圣作祖，甚至触及不朽的惊天造化？纵使危险重重，也足以让人疯狂。可是如今，看着那幽深恐怖、气息苍茫的入口，却无人敢当那开道先锋。那开道之路，恐怕只能寄希望于这位手握不朽神兵的老剑圣了。李成风，这位仙剑门的老祖，此刻双眸紧闭，全身气息却如同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凶剑，锋锐内敛，似有若无的剑气在他周身缓缓流淌。他并非在关注外界纷扰，全部心神都沉浸在方才女帝苏瑶那惊世一剑的余韵之中。那一剑如同烙印，深深镌刻在他的剑魂深处。这一剑中到底蕴含了多少至高无上的剑道智理？除了拥有重瞳，能洞察万物本源的苏云公子，恐怕就只有他这位毕生经营剑道的老剑圣，最能感受到其中那毁天灭地又纯净如月华的恐怖道则。对于南海圣尊的恳求，李成风只是眼皮都未抬，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淡漠。飞仙古墓于我而言并无太大吸引力。他缓缓睁眼，那双历经沧桑的眸子此刻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灼灼如烈日。倒是刚才女帝展出的那一剑，才是老夫一生所求，穷尽毕生心力也未必能窥其万一的真正大道。他目光扫过满脸愕然与失望的南海四圣，语气斩钉截铁：尔等若想自行进入，悉听尊便，不必来请求老夫什么。说罢，他再次闭目，周身那股玄奥的剑意再次弥漫开来。李剑神，您……南海圣尊老大脸色涨红，还想再说，却被同伴死死拉住。四圣脸色都极其难看，他们好歹也是一方巨擘，圣人巅峰，何时受过这等冷遇？但碍于那恐怖的实力差距，他们又不敢发作。老剑圣李成风，那可是曾一人一剑斩却西山13异族圣人的超强存在，如今更有不朽神兵玄冥古剑在手，若真惹恼了他，一剑斩来，他们四人捆在一起，恐怕也挡不住。想硬闯，恐怕南海四圣只能心中暗恨，目光闪烁，似乎在寻求其他老祖的帮助。但环顾四周，谁还敢当出头鸟？罢了，看来只能等那两位出来再做打算了。四圣心中憋屈无比，李成风却是不管不顾，他心神完全沉浸在识海之中，疯狂地推演模拟着女帝那一剑的道语。妙啊！他枯槁的脸上竟泛起一丝激动难耐的红晕，这才是真正的机缘。无上剑道，若能学得些皮毛的话，老夫也有望窥见不朽之上的通天大道。李成风此刻异常激动，他心神沉入剑道识海，一遍遍不厌其烦的推演分解重构着那如同月光般纯净却又蕴含着湮灭万物伟力的剑意。在他的意念中，无数道虚幻的剑罡生灭，试图捕捉那惊鸿一瞥的无上真谛。仙剑门弟子大气不敢出，敬畏地看着自家老祖。只见李成风静止的身躯周围空间竟隐隐扭曲，一道道肉眼可见细若游丝，却散发着切割万物气息的透明剑意，如同活物般自发地在他周身流转跳跃，发出细微的铮铮剑鸣，剑道凝形。老祖居然！有核心弟子失声惊呼，眼珠子瞪得溜圆。这可是剑道修为踏入化境，触摸到法则边缘的恐怖标志。剑心此刻才惊骇地发现，自己之前还是远远低估了这位老剑圣。李成风的底蕴以及那可怕的悟性居然如此之强，就凭女帝那惊鸿一现的一剑，他居然就能抓住那一丝缥缈的道语，当场参悟，甚至引动了近乎法则的剑意共鸣。这才是真正的剑道妖孽。这边是老牌巅峰圣人的恐怖积累吗？剑心心中涌起强烈的挫败感，随即
便是更加狂热的念头。他不再犹豫，也连忙盘膝坐下，闭上双眼，竭尽全力去捕捉空气中残留的那一丝几乎微不可察的见到真意，哪怕只能领悟1/1000，也足以让他受用终身。叶晨则是一脸懵逼，看着周围，看着那些踌躇不前的各大家族老祖，看着百万修士那望洋兴叹、既贪婪又恐惧的复杂眼神，想进这飞仙古墓捞好处，却又贪生怕死，畏首畏尾。我还有机会吗？叶晨内心挣扎，如同被架在火上烤。他想趁乱偷偷溜进去，凭借那份残缺的地图的指引，或许还能搏一搏。但看着那幽深如同巨兽之口的地幕入口，感受着那即便隔了很远，依旧让他灵魂颤抖的苍茫地威，他犹豫了。恐惧像冰冷的毒蛇缠绕住他的心脏。再等等，等他们先进去，搅动风云。此刻地辇之上，苏瑶却全然不在意下方的暗流涌动与百万目光。他亲昵的紧紧拉着苏云的手，那双足已倾覆天下的傲人大雷，因他身体前倾的姿态，几乎要贴上苏云的手臂。惊心动魄的弧度散发着致命的诱惑。云帝，苏瑶的声音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欢快与满足，如同得到了世上最珍贵宝藏的小女孩。你知道姐姐现在有多开心吗？她重瞳之中倒映着苏云懒散的身影，充满了纯粹的喜悦。苏云斜倚着，她那双重瞳却毫不掩饰地肆意扫视着近在咫尺的六姐，那堪称造物主杰作的绝世身姿，目光尤其在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浑圆饱满、惊世骇俗的傲人大雷上停留了最多时间，心中啧啧赞叹：这规模，这弹性，这完美的弧度，简直是绝世，无法用言语形容其万一。就算他至今为止见过的所有被冠以仙子之名的角色，红莲也好，洛雨琪也罢，都特么的根本比不了女帝姐姐一丝一毫。特别是那份独属于帝女的无上魅力，就一个字：绝。苏云感觉鼻腔又有点发热。六姐，苏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目光依旧流连忘返。有什么吩咐？苏瑶却微微摇头，绝美的脸庞上那份宠溺的笑意稍稍收敛，重瞳之中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云帝，他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丝郑重。真的，你若能认真修炼，不再被懒，姐姐不仅愿意亲你。他顿了顿，那对大雷因这略显羞赧的停顿，轻轻颤动了一下，划出诱人心魄的涟漪。天天亲你都行。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苏云耳中。什么？此刻苏云是真有点懵了，饶是他心智坚韧，也被六姐这大胆到近乎离谱的许诺给震了一下。天天亲，这还是那个清冷孤高、一剑斩不朽的绝世女帝吗？她身后侍立着的红莲九女更是娇躯巨震，美眸圆睁，差点集体惊呼出声。女帝她对弟子竟然纵容宠溺到如此地步，简直颠覆了他们对女帝威严的所有认知。震惊，无与伦比的震惊。此刻苏瑶似乎察觉到了自己的话有些过于直白，那晶莹如玉的耳垂再次泛起一丝淡淡的红晕，但随即她重瞳中忧虑之色更浓，主动岔开了话题，声音带着一丝沉重。父亲总说黑暗动乱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爆发，而如今各地黑暗禁区的异动越来越频繁。我们姐妹7人虽然联手镇压了好几处源头，但是那些沉眠的远古大地级的存在所遗留的真正的黑暗动乱根源亦未能彻底铲除。他看向那幽深的地幕入口，目光仿佛穿透了静止，看到了更深处，还是惊动了此地。今日若非这些禁区怪物冲出，被我斩灭，那件残存的地冰一旦被黑暗动乱中的存在感应到，前来抢夺长生的物质，若是被那些东西得到，到时便是一场席卷诸天的大劫。苏瑶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苏云闻言心中一动，他此刻才真正明白为何六姐会对一件残破地冰如此在意，甚至不惜许下天天亲这种如此重诺。原来他并非单纯为自己夺取机缘，更是为了阻止这件蕴含大地本源的器物落入黑暗动乱之手，成为滋养那些恐怖存在的养料，从而引发更大的灾难。他是在担心未来的浩劫，担心苏家，担心他苏云的安危。这份深沉的忧虑藏在那绝世容颜和惊人大雷之下，
若非此刻道出，他竟未能完全察觉。不愧是六姐，苏云心中涌起一丝暖意。那傲人的浑圆，似乎也因此刻主人心情的沉重而微微内敛，不再如之前那般活泼。苏瑶看着苏云，那双深邃重瞳中的忧虑化作了浓浓的期盼。他轻轻抬手，那纤细如玉的手指近乎小心翼翼的想触碰苏云那隐现着重叠道纹的眼眸，却又有些迟疑，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如今你身上的资质实在是令姐姐惊喜到难以置信。他深吸一口气，胸前那对傲然大雷随之起伏。索雅，云帝，他的声音带着无比的认真与郑重。六姐求你务必认真起来，你有大地之姿，这双重瞳便是通天地路的无上凭证。若是真的成长起来，那便是……苏瑶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光芒。人族之幸，苏家之幸，更是镇压未来那场席卷诸天万界的终极黑暗动乱的希望之光。向往一方，苏云心中默念，他感受到了六姐话语中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期待。至今为止，都没有人能比得上父亲那样的高度。苏天帝，人族第一帝，横压万古的至高存在。原来如此，难怪7位女帝姐姐对父亲苏天帝如此崇拜，那是他们毕生仰望追赶的目标。原来如此，苏云缓缓点头，目光也变得深邃起来。他看向前方，那扭曲变幻、散发着苍茫地威的飞仙大地幕入口静止，重瞳之中符文流转，试图解析其中脉络。地幕入口的静止，苏瑶也随着他的目光看去，柳眉微蹙。他尝试以自身重瞳秘术推演，玉指轻点，一道细微却蕴含着恐怖切割之力的剑芒射出。赤，剑芒落在流转的符文静止上，却只激起一片涟漪，发出一声闷响，便被那古老浩瀚的力量无声湮灭。好强的静止，苏瑶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与惊叹。不愧是大地手笔，纵然历经万古岁月消磨，依旧如此坚不可摧。只靠蛮力硬闯，他估算了一下，恐怕要耗费姐姐大量时间，甚至会惊动地幕深处那件残存地兵的本能反抗。苏瑶此刻也轻轻叹息，带着一丝无奈。没想到这飞仙古墓仅仅是入口禁制，都如此棘手，让她这位新晋女帝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放心，苏云的声音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笃定，懒洋洋的响起，打断了苏瑶的思绪。六姐，她嘴角勾起，那抹标志性的慵懒笑意再现，眼神却亮得惊人。我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语气轻松，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知道？苏瑶猛地转头，那双重瞳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璀璨神光，死死锁定苏云。胸前的傲然大雷因这剧烈的情绪波动，再次剧烈的起伏颤动起来，划出惊心动魄的汹涌波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嗡！几乎同时，势力在地碾后的9位女剑仙集体娇躯巨震，美眸圆睁，如同听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神话。弟子，他说什么？他知道如何进入这万古无人能破的大地禁制，这怎么可能？他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在苏云身上，充满了极致的震撼，还有一丝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狂热崇拜。弟子的重瞳，难道真能窥破万古大地部下的核心禁制？这简直逆天了！苏瑶感受到身后侍女们的震动，那傲人的浑圆也因主人内心的滔天巨浪而控制不住的剧烈起伏，颤动着惊世的弧度。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那几乎要跳出胸腔的心脏，重瞳死死盯着苏云那双同样深邃神秘的眼眸，声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云帝，你真的知道？圣人之下皆为蝼蚁，这是诸天万界亘古不变的铁律。圣人之物蕴含着其大道法则，纵使是半圣巅峰，若无逆天血脉，无上才情，也休想撼动其分毫，更遑论伤及圣人本身。而大地之下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天堑，纵使是将大道磨灭的至尊，在真正的大地面前也不过是稍大些的蝼蚁。大地手段早已超脱规则，近乎道之本身，其威能恐怖如斯。而如今眼前这飞仙大地部下的禁制，纵然历经万古岁月冲刷，早已不复全盛，但其本质依旧是大地手笔，蕴含着无法想象的至高法则，根本没有躯壳可言。纵使是苏瑶这位新晋的绝世女帝，手握无上大地剑道，也不敢说自己有10成把握。
能无损破开这核心禁制。而此刻，苏云这个半年前还是废柴的弟子，却轻描淡写、无比笃定地说出：“我知道该怎么进去。”这是何等狂妄，又是何等惊世骇俗！嗡！几乎在苏云话音落下的瞬间，势力在后的9位女剑仙，娇躯猛地巨震，美眸瞬间瞪到极致，瞳孔深处爆发出难以言喻的极致震撼。弟子他红莲心神轰鸣，破开大地禁制。他竟真敢说！青鸾感觉到心都在颤抖。若是真的，弟子之能岂非通天，甚至在女帝之上？青衣脑中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莫非弟子从天帝陛下手中学到了我等无法想象的无上秘法？9女心神俱荡，望向苏云的背影，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骇与一丝狂热。苏瑶，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帝，此刻也彻底动容，美眸之中神光爆闪，死死锁定苏云那依旧带着慵懒笑意的侧脸。云帝他何时又学到了这等本事？他心中掀起滔天巨浪，破开大地禁制，这是何等玄奥，何等复杂，牵扯到何等伟岸的地道之力。就算他苏之力，就算他苏瑶，天赋冠绝古今，站在所有天骄之顶，花费了无尽心血，也不过是从父亲遗留的地道禁制研究中学到了一丝皮毛。就这一丝皮毛，已让他在同阶之中近乎无敌，甚至敢越阶挑战不朽巨头。而苏云呢？他何曾见他正儿八经跟父亲学过什么？父亲苏天帝曾将自身毕生心血凝聚的天地心经郑重交予他，结果呢，这小子连翻都懒得翻一下，随手就丢到了犄角旮旯。可如今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能破大地禁制。但此刻苏云内心却一片淡定，甚至有点想笑。嘿嘿，谁叫个有系统呢？截胡的就是你叶晨的天命剧本。他看着脑海中那份从叶晨身上掠夺来的剧本，那上面清晰地记载着叶晨是如何在机缘巧合下，依靠着无上运气，甚至一丝冥冥中的命定之力，找到了这地幕禁制中一处连大地都未曾设防的生门，从而得以潜入核心。哼，破开大地禁制，对别人来说是痴人说梦，但谁让你叶晨是天命之子呢？天道连飞仙大帝当年的布置都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既然天道之力都把这钥匙塞给叶晨了，那我苏云就不客气的笑纳了。他眼底闪过一丝冷冽，谁叫我是反派弟子？谁叫你叶晨修为有成后，第一个就要拿我苏家开刀，夺我苏家基业，抢我女帝姐姐，还想踩着我当垫脚石？做梦！你的机缘老子抢定了，一件不留。6姐，苏云迎着苏瑶那震惊、探究、难以置信的目光，嘴角那抹慵懒的笑意加深，显得无比自信，甚至带着一丝坏坏的意味。看好了，在苏瑶，在9位侍女，在下方百万修士若有若无的感知中，只见苏云并未施展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神通，他只是随意的抬手，指尖流淌着一缕极其微弱却又玄奥到令人心悸的道则，奥到令人心悸的道则波动，并非功法，而是契合。他朝着前方那片看似浑然一体、散发着苍茫地威的扭曲静止，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轻轻一点，嗡！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法则崩碎的异象，那片坚固到让女帝都感到棘手的地道静止，竟如同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一颗石子，荡漾开一圈圈柔和，却蕴含着开天辟地般伟丽的光纹涟漪。紧接着，在所有人，包括苏瑶那双美眸都骤然收缩的注视下，那涟漪中心竟然缓缓裂开了一道门户，一道通往地幕核心深处的稳定门户。这怎么可能？苏瑶失声惊呼，那傲人的浑圆因着极致的震撼，失去了控制般剧烈的起伏颤动，划出惊心动魄的汹涌波涛，那沉甸甸的分量仿佛要将他素雅的宫装彻底撑裂。此地竟有一处异度空间节点，是镇眼之星，飞仙大帝竟还留了这样一处后手。他感觉自己的认知都被颠覆了，但更让他心神俱震，几乎要道心失守的是苏云方才指尖流淌的那一缕道则，他绝不会认错。云帝，苏瑶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颤抖，美眸死死盯着苏云，仿佛要将他看穿。你使出的竟是天地心经第2层才有的道元归真。轰隆，这句话如同混沌神雷劈在苏瑶自己心头，
也披在9位侍女的心间。天地心经，苏天地镇压诸天的无上传承。第2层道元归真，她苏瑶身为苏天地最杰出的女儿之一，天资绝艳，修炼了不知多少岁月，耗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历经无数次生死磨砺，才刚刚摸到第2层的门槛，尚未完全掌握。可是苏云呢？她才修炼多久？满打满算，从她觉醒到现在才短短6个月。6个月啊！她竟然……苏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那傲人的魂源剧烈起伏，完全无法抑制内心的惊涛骇浪。苏云的资质已经恐怖到超越了他们7位女帝姐姐，甚至超越了常理。莫非真的？难道云帝她才是苏家真正的下一个大帝？这个念头如同魔咒，瞬间占据了苏瑶全部心神。她看着苏云那张与父亲苏天地有7、8分相似的俊朗脸庞，此刻那懒散自信的笑容，在他眼中竟与记忆中父亲那镇压万古的伟岸身影隐隐重合，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依赖的可靠感油然而生。这就是弟子吗？苏瑶喃喃低语，美眸之中除了震撼，更涌起一股浓烈到化不开的宠溺与自豪，甚至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异样情愫。云帝如此天资，必成大帝。苏家血脉传承，开枝散叶，延续辉煌的重任，非他莫属。苏瑶心中念头急转，目光下意识的扫向了身后那9位容颜绝世、身姿曼妙，此刻同样处于极度震惊中的侍女。父亲当年为我们姐妹寻觅道侣，诸天俊杰皆不入眼，除了父亲，世间再无男子能让我等心生波澜。可如今看着云帝，竟他思绪微乱，随即强行压下，开枝散叶，乃苏家头等大事，必须提上日程。这9个丫头资质、容貌、血脉皆是上上之选，或许开了，真的开了。大地静止，被弟子一指破开了。下方死寂的藏仙渊瞬间被点燃，百万修士如同炸开了锅，发出震耳欲聋的倒吸冷气声和不敢置信的惊呼。所有的目光如同亿万道火炬，灼热地聚焦在地碾上，那道慵懒的身影上。破开大地禁制，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壮举！弟子苏云，其能耐若是传出去，恐怕整个9天10地都要为之疯狂沸腾，为之彻底震动，恐怖如斯。弟子当真是神人也。无数人喃喃自语，道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角落，叶晨发出一声如同濒死野兽般的凄厉嘶吼，他捂着胸口，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大手狠狠捏碎，痛彻骨髓。我的机缘之门被他打开了。凭什么？他双目赤红，怨毒地盯着苏云，指甲深深掐入掌心，鲜血淋漓，却浑然不觉。他清晰地感觉到，冥冥之中，那原本属于他的天大机缘，那能让他一飞冲天的气运，正在以恐怖的速度离他远去，流向那个慵懒的身影。噗！急怒攻心，又是一口心头精血狂喷而出，气息瞬间萎靡，天命值疯狂流失。妙啊！剑心则是激动的浑身颤抖，看着苏云那轻描淡写破开地境的姿态，如同朝圣，追随公子，果然是通天大道。我的选择没有错。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彻底烟消云散，只剩下无边的狂热与坚定地碾旁。苏瑶已然压下心中惊涛，他看着那稳定开启的门户，美眸之中寒光一闪。云帝，他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与强势，一步上前，那惊世骇俗的傲人大雷几乎要贴到苏云手臂，带来惊人的柔软压迫感，里头凶险难测，你务必跟在姐姐身边。放心啦，六姐。苏云感受着手臂传来的惊人触感，心神微荡，脸上却笑得越发灿烂。小弟我啊，一定紧紧跟着你，寸步不离。幸福，这就是被绝世女帝姐姐贴身保护的幸福吗？正如剧本所载，当他们穿过那道门户，踏入地幕核心，想象中的凶险杀阵、恐怖的守护凶灵并未出现，反而是一片奇异的宁静祥和。沿途那些散发着古老强大气息的守护石像，感应到苏云身上那正确的气息，竟纷纷垂下头颅，流露出臣服之意，毫无阻拦，一路畅通无阻。这是苏瑶再次震惊，
9位侍女更是目瞪口呆，这些守护怎么不攻击？很简单啊。苏云耸耸肩，一脸理所当然，我们是通过了飞仙大帝考验的有缘人，自然一路绿灯。他心中暗笑，当然畅通无阻。叶晨剧本里写的明明白白，这后门就是给天命之子开的 VIP 通道。现在吗？ VIP 换人了。很快，核心之地呈现在众人眼前，并非想象中的阴森墓室，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星辰流转，大道轮音回荡，在星穹中央悬浮着一柄剑，一柄通体暗金，剑身却布满蛛网般裂痕的长剑。虽然光滑暗淡，但其上散发出的那股斩断万骨、破灭诸天的恐怖地威，却让苏瑶都感到心悸。帝兵，苏瑶美眸爆发出璀璨神采，还是蕴含杀伐之道的帝剑。他瞬间想到父亲苏天帝偶尔泄露的一丝帝兵之威，竟与此剑隐隐相似，但更显残破。就在此时，嗡，一股无法言喻，仿佛来自万古之前的浩瀚威严，却又带着一丝疲惫的意志，骤然降临，充斥了整个核心空间。一道模糊却依旧散发着无上威严的身影，缓缓凝聚在地剑上空，正是飞仙大帝的残念。甚好，甚好！那残念发出古老沧桑的意念波动，带着一丝欣慰。终于等到有缘人破开禁制。突然那残念波动一滞，似乎极为诧异。不对，吾以无上推演之术算定，破开生门者应是一个身负乾隆命格、气运勃发的毛头小子才对，怎会是飞仙大帝的残念？目光扫过苏瑶那风华绝代、散发着恐怖女帝威压的身影，以及她身边那个看似慵懒，身上却缠绕着连他都看不透的玄奥气息，甚至还隐隐带着一丝让他都感到心悸的天地血脉之力的青年。你们是？晚辈苏瑶。苏瑶上前一步，不卑不亢，美眸之中神光湛然。家父苏天帝，苏家第7女帝，邪帝苏云，前来拜谒前辈苏家。苏天帝，那个镇压了上一个黑暗动乱纪元的飞仙大帝的残念，明显剧烈波动了一下，充满了震惊。竟然是他后人？不对，不对啊！他残存的意志充满了困惑，无知推算天命诡计，不该如此。他看着苏云，那懒散外表下似乎隐藏着能扭曲命运长河的恐怖力量。沉默片刻，那残念终究发出一声释然的叹息。罢了，天命亦非恒长，尔等既已破开禁制，便是此剑命定之主。此剑名破剑，虽已残破，然地威犹存，便赐予尔等吧。那道残念缓缓抬手，指向那柄暗金地剑，剑身嗡鸣，似乎在回应。苏瑶闻言，心中激动万分。一剑残存地兵，其价值足以让不朽巨头疯狂，甚至引发圣地大战。若能得此剑认主，他的战力将再次暴涨。多谢前辈。苏瑶郑重行礼。而此刻苏云却是嘿嘿一笑，成了，叶晨的最大机缘到手，送给我最爱的女帝姐姐。这下那天天亲的奖励，嘿嘿嘿嘿，他仿佛已经看到无数顶级美人在向他招手，却浑然不知他那位六姐此刻看着他的眼神，除了宠溺和激动，更在盘算着如何让他为苏家血脉的繁荣昌盛做出更伟大的贡献。那目光扫过他，又扫过身后那9位，看着苏云如同看着绝世珍宝，眼中燃烧着延续血脉决心的侍女，意味深长。此刻藏仙渊底彻底沸腾了，如同被投入滚油的冷水。百万修士眼睁睁看着苏云一指破开大地禁制，带着女帝和9位侍女如同闲庭信步般踏入地幕核心。那扇通往无尽机缘的门户在他们眼前缓缓闭合，只留下那苍茫浩瀚的地威在无声地嘲讽着他们的无能。开了，他们进去了。大地传承，极道地兵啊，凭什么他们能进，我们不行？冲！趁门户刚闭，禁制不稳，冲进去。对，富贵险中求，大地之目并非他苏家独享，机缘有得者居之。冲啊！贪婪如同燎原之火，瞬间吞噬了无数修士的理智。恐惧被抛诸脑后，只剩下对泼天造化的疯狂渴望。嗡！数道身影率先按捺不住，爆发出璀璨神光，如同扑火的飞蛾，
悍不畏死地冲向那刚刚弥合的地幕入口。赫然是5位半圣巅峰的老怪，来自不同大域，平时隐世不出，此刻被贪婪彻底点燃。哼，不知死活。地辇虽已消失，但苏瑶那清冷孤高的声音，如同9天神域，带着无上的威严与一丝不屑，清晰地回荡在渊底，清晰地回荡在渊底，仿佛在宣判。就在那5位半圣即将触碰到入口处扭曲光幕的刹那，轰隆！地幕入口两侧，那2尊原本如同死物的巨大守护石像，双目之中骤然爆发出刺破寰宇的猩红血光，如同沉睡万古的凶兽骤然苏醒。吼！一声震碎虚空的咆哮，带着纯粹的毁灭意志猛地炸开，肉眼可见的恐怖音波混合着实质般的地道杀机，如同怒海狂涛，瞬间席卷而出。不，饶命！那冲在最前面的5位半圣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完整的音节，身躯如同被亿万钧神山碾过的瓷器，噗的一声瞬间爆裂开来，化作5团猩红刺目的血雾，连带着神魂都被那恐怖的音波彻底震散，形神俱灭，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恐怖的死寂瞬间笼罩全场，所有被贪婪冲昏头脑的修士如同被一盆万载玄冰水从头浇下，透心凉，血液都仿佛冻结了。但这仅仅是开始，后方更多被煽动起来的修士如同失控的洪流，根本刹不住脚步，前赴刹不住脚步，前赴后继地撞向那片死亡禁区。啊！救我！不！惨叫声如同地狱的哀歌，瞬间响成一片。守护石像并未移动分毫，仅仅是那猩红的目光扫过，仅仅是那溢散的地道杀意，就如同无形的死亡镰刀，疯狂收割着生命。半圣如同蝼蚁般成片湮灭。一位来自古老世家的圣人，自是修为，祭出一件残缺的圣王兵，爆发出璀璨神光，妄图硬抗，给老夫开！他须发接掌，全力催动圣兵。然而那石像只是极其轻微的抬了抬一根手指般粗粝的食指，轰！一股无法形容的巨力如同天塌地陷瞬间降临。那件残缺的圣王兵哀鸣一声，当场炸成漫天碎片。那位圣人半边身子如同被无形的磨盘碾过，瞬间化为肉泥，血雨喷洒。他发出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嚎，剩下半边残躯燃烧精血，化作一道血红，疯狂暴退，才侥幸捡回半条命，但道基已毁，修为暴跌。此生再难寸进。倒吸冷气的声音汇成一片冰寒风暴，百万修士如同被施了定身咒，僵在原地，面色惨白如金纸，浑身抖若筛糠，再无一人敢向前半步。南海四圣脸色铁青，眼神之中充满了惊惧与不甘。为何？南海圣尊老大声音嘶哑，为何这地幕竟拒绝我等？为何他们能进，我等不能？为何？他心中在滴血，在怒吼，痛恨这地幕的不公，痛恨苏家的特权。可看着那如同死神般矗立的守护石像，看着那满地刺目的猩红和残肢断臂，他们心中那点不甘和怒火瞬间被无边的恐惧取代。里头那些守护力量实在太强了，非人力可抗，非天命不可入。四圣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无力与绝望，彻底熄了心思，一丝胆量也无。角落，叶晨早已吓傻了，裤裆一片冰凉湿如，腥臊之气弥漫，他竟吓尿了。不可能，他瘫软在地，牙齿咯咯打颤。这地幕竟如此凶险。他看着外围那如同屠宰场般惨烈的景象，看着一位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半圣人如同猪狗般被轻易碾死，再想想自己刚才竟还妄想偷偷溜进去，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将他吞噬。地幕核心虽隔绝了外界，但以苏瑶的修为，外界发生的一切如同掌上观文。他绝美的容颜上浮现出毫不掩饰的冰冷与不屑，红唇微起，吐出清冷如冰珠的字眼。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也配觊觎地幕，也配与我苏家相提并论。在他心中，这些所谓的天骄老祖不过是路边杂草，根本不值一审。那份源自血脉，源自实力的绝对高傲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外人面前
苏瑶永远是那尊高高在上，俯瞰众生，清冷孤绝的冰山女帝，威名震慑9天10地。可当她眸光一转，落在身旁懒洋洋的苏云身上时，那份冰冷瞬间冰雪消融，化作足以溺死人的温柔与宠溺，仿佛换了个人。走吧，云帝。他声音轻柔，自然地牵起苏云的手，河心已开，帝兵在前，姐姐带你取宝。嘿嘿。苏云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润柔软，咧嘴一笑，目光却贼兮兮地在苏瑶那因走动而微微晃动的金饰大雷上狠狠刮了几眼。六姐。他舔了舔嘴唇，现在帝兵也快到手了，你看之前说好的那个奖励是不是该兑现了？他满脸期待，那眼神仿佛饿狼看到了绝世美味，已经按捺不住。地幕之外，死寂如同瘟疫般蔓延，百万修士如同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绝望地看着那如同天堑般的入口。进不了，根本进不了这古墓，没有不了这古墓，没有天命，没有钥匙，强闯，圣人一死，无人能进，这该如何是好？无数人心中哀嚎，却无一人敢再发一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排众而出，正是仙剑门老祖李成风。他并未看那血腥的入口，也未曾理会绝望的众人，而是对着地幕方向，对着苏云最后消失的位置，无比郑重，无比肃穆的弯下了他那从未向任何人低下的脊梁，深深一躬。公子破镜之恩，受到之德，老夫李成风永世铭记于心，但有差遣，万死不辞。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感激语，陈肺腑的感激语，臣服。他知道，若非苏云破开禁制，让他得以窥见女帝那惊世一见的余韵，他此生恐怕都难以触摸到那更高境界的门槛。这份恩情比天还大，他想要报恩，唯有在未来的地路争锋中为公子护道，助其登临绝巅。这是他这位老剑圣此刻唯一的信念。地幕深处，仙家洞府般的核心空间，苏瑶并未立刻去收取那悬浮的地剑破解，他莲步轻移，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走到了正在忙碌着为苏云布置临时休憩之所的9位女剑仙面前。9女正小心翼翼以无上灵域铺设软榻，以先全灵果点缀暗基，只为让弟子片刻小憩。见女帝款款来，一袭白衣胜雪，风华绝代，那等气质，纵使他们9位被誉为剑仙的角色，此刻也感到了自惭形秽。9女连忙停下手中动作，齐齐躬身，姿态恭谨到极致，参见女帝陛下。苏瑶玉手虚抬，一股柔和却无法抗拒的力量将他们托起。年里，他声音清冷依旧，目光如同最精准的尺，带着审视，缓缓扫过9女。红莲的英气，青鸾的温婉，青衣的清冷，你们9位乃是弟子身边进士，更是……他顿了顿，重瞳之中闪过一丝深意。父亲当年亲自为云帝挑选的道侣人选。轰！如同惊雷在9女脑海中炸开。道侣人选，天帝陛下亲自挑选。9女娇躯巨震，美眸瞬间瞪圆，心脏狂跳，几乎要蹦出胸腔。巨大的惊喜与难以置信瞬间淹没了他们。原来他们被选中，并非仅仅是做侍女。这泼天的机缘，女帝陛下，红莲激动的声音都在发颤。我等，定当竭尽全力，侍奉好弟子殿下，万死不辞。苏瑶绝美的脸上并无太多波澜，只是那惊世的大雷随着他审视的目光微微起伏。他淡淡颔首，资质尚可，容颜也算绝色，血脉天赋皆是上乘。他似乎在做着某种评估，随即他目光变得无比锐利，带着女帝的威严，直刺9女心底。我苏家血脉需要传承，弟子身负亘古重瞳，有大帝之资，乃我苏家未来希望。延续血脉，开枝散叶，乃当前第一要务。如今他红唇轻启，吐出石破天惊的话语，机会就在眼前，尔等可愿为苏家，为弟子殿下承担此延续血脉之重任？静！死一般的寂静。9位女剑仙如同被9天玄雷劈中，彻底僵在原地，呼吸停滞，大脑一片空白。女帝陛下竟然如此直白，如此恩典。
为弟子殿下延续血脉。这岂非意味着愿意？小女愿意。几乎是瞬间，九女从极致的震惊中回过神，激动的浑身颤抖，激动的浑身颤抖，俏脸绯红如霞，如同最虔诚的信徒，向着苏瑶，向着那代表了无上恩典的方向，深深拜服下去。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与狂喜。小女红莲、青鸾、青衣，愿为弟子殿下，为苏家延续血脉，万死不悔。这一刻，他们眼中燃烧起前所未有的决心与火焰。什么剑道，什么修为，都比不上为弟子殿下诞下血脉子嗣来的重要，来的荣耀。这是他们此生最大的造化。苏瑶看着激动跪服的九女，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云帝天资震古烁今，必成大帝，一门双帝，苏家将彻底鼎盛，独占9天10地鳌头，成为真正的无上神朝。想到那辉煌的未来，饶是苏瑶的心境，胸前的傲然大雷也不由自主的因为激动而轻轻颤动，划出诱人的涟漪。为了苏家，为了下一个大帝，他目光坚定。就算目光坚定，就算要我放下脸面，亲自为云帝寻觅诸天最顶尖的绝世道侣，亦在所不惜。这个念头闪过，他脑海中竟不由自主浮现出自己另外6位同样风华绝代，对世间男子不屑一顾的姐妹身影。不行，不能瞎想。苏瑶猛地摇头，强行压下那丝荒谬的念头。绝美的脸上罕见的飞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一切都是为了苏家。他在心中反复告诫自己。洞府另一边，苏云正毫无形象的瘫在那张由9女精心布置的软玉榻上，翘着2郎腿，嘴里叼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鲜果，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滴溜溜的追随着不远处苏瑶那款款走动时摇曳生姿的惊心动魄背影。尤其是那随着步伐有节奏的轻轻晃动，几乎要裂衣而出的傲人浑圆。这规模，这弹性，晃得小爷眼晕，他心中暗爽，鼻腔又有点发热。臭小鬼！苏瑶似有所感，蓦然转身，那双重瞳带着一丝嗔怪，精准地锁定了苏云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又在打什么歪主意？他莲步轻移，瞬间来到软榻前，那惊人的大雷几乎要对到苏云脸上，带来窒息的压迫感与醉人的幽香。嘿嘿，苏云一个鲤鱼打挺，瞬间坐起，脸上堆满谄媚的笑，搓着手凑近苏瑶。六姐，你看，地兵你也拿到手了，核心也逛完了，这承诺好的奖励。他舔着脸指了指自己线条分明的侧脸，是不是该结一下账了？他急不可耐，像极了讨糖吃的孩子。苏瑶看着他那副赖皮模样，绝美的脸上满是无奈，却又带着化不开的宠溺。你呀，他伸出纤纤玉指，没好气地点了一下苏云的额头，脑子里就装不下点正事。修炼呢？父亲的心经参悟的如何了？姐姐答应你的，自然不会赖账，只要你好好修炼，姐姐自会。他顿了顿，那晶莹的耳垂又染上一抹红晕。多给你一些奖励，声音带着一丝诱哄。不如现在就给。苏云哪里不如现在就给？苏云哪里还等得了？先收点利息。他怪叫一声，如同饿虎扑食，张开双臂就朝着近在咫尺的苏瑶狠狠扑了过去，目标直指那诱人的香艳红唇。呀！苏瑶显然没料到这小子如此大胆，如此直接，娇呼一声，下意识想躲，但看着苏云那炽热如火的眼眸，看着他与父亲无比相似，此刻却充满少年气的俊朗脸庞，他的动作竟鬼使神差的慢了半拍。不，一声清晰无比的轻响，在寂静的洞府中格外清晰。苏云竟然真的结结实实的亲在了苏瑶那如同玫瑰花瓣般娇艳欲滴的红唇之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卧槽！苏云脑海瞬间一片空白，只剩下这一个念头在疯狂刷屏。嘴对嘴，居然真的是嘴对嘴。他原本以为最多是亲亲脸颊，没想到六姐居然没躲，这也太他娘的刺激了。帝女之吻，9天10地，多少至尊，多少神子，多少盖世天骄，梦寐以求却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此刻就这样被他苏云轻而易举的得到了。这红唇的触感柔软温润，带着一丝冰凉，
还有那股属于女帝姐姐的清雅幽香，如同最烈的仙酿，瞬间冲垮了苏云的理智，让她灵魂都在战栗，幸福的快要晕过去。苏瑶也彻底懵了，美眸圆睁，重瞳之中清晰地倒映着苏云近在咫尺的脸，那温热的触感，那霸道的气息，如同电流，瞬间传遍全身，让她这位能一剑斩灭不朽的绝世女帝，大脑也陷入了短暂的宕机。绝美的脸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起2朵惊心动魄的红云，一直蔓延到那精致的锁骨。那对傲视寰宇的大雷更是因为主人剧烈的心跳而无法控制地剧烈起伏，颤动着惊心动魄的汹涌波涛，仿佛下一刻就要挣脱束缚。许久之后，苏云才如同偷心成功的猫，意犹未尽地恋恋不舍地松开了那让他魂牵梦绕的柔软。苏瑶猛地后退一步，玉手下意识地捂住自己微微红肿的唇，那双足以让日月失色的美眸，此刻却蒙上了一层水润的雾气，带着羞恼，带着嗔怪，更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悸动。你个小混蛋！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前所未有的羞赧，竟敢如此放肆！嘿嘿。苏云舔了舔嘴唇，回味着那绝妙的滋味，脸上却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笑容。六姐，你也没说不让亲嘴啊！再说了，奖励嘛，当然要一步到位才够劲。你……苏瑶被他噎得说不出话，那惊世的大雷剧烈起伏，好半晌，他才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绝美的脸上红晕未消，却努力换上严肃的神情。他深吸一口气，胸前那傲人的饱满随之高高挺起，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臭小子！他伸出手，带着一丝颤抖，轻轻抚摸上苏云的脸颊，那眼神无比复杂，宠溺中带着担忧，喜悦中带着沉重。姐姐真正关心的是你啊！若你能为苏家留下血脉，延续这无上重瞳，才是苏家真正的千秋基业。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苏家如今虽盛，却并非永恒不衰。父亲早已洞察天机，黑暗大劫终将重临，唯有新的地血方是苏家延续辉煌的唯一希望。他的目光变得无比深邃，重瞳之中仿佛倒映着诸天沉沦，万界崩灭的恐怖景象。云帝，你身负亘古重瞳，乃是我苏家万古未有的大地之资。这重瞳，他指尖近乎虔诚的轻轻拂过苏云那深邃眼眸的边缘，便是希望的火种卧槽。苏云正沉浸在刚才那一吻的余韵中，听到这话，顿时一个机灵，看着苏瑶那绝美脸庞上前所未有的郑重，以及那目光深处毫不掩饰的传宗接代的灼热期盼。再看看他身后不远处，那9位跪伏在地，此刻却偷偷抬起头，用无比炽热，如同看待绝世珍宝，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般的眼神死死盯着他的女剑仙。苏云突然感觉后背有点发凉，六姐这该不会是想让我当种马？他看着眼前苏瑶那因为激动和某种伟大计划而微微晃动的惊世傲然大雷，突然觉得这幸福来得好像有点太汹涌了。叮，冰冷而宏大的系统提示音如同9天惊雷，毫无征兆的在苏云脑海最深处轰然炸响。恭喜宿主成功抢夺天命之子叶辰核心大机缘飞仙地目传承，掠夺叶辰气运值1000万点。叮，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全身至尊骨完美觉醒。叮，恭喜宿主获得额外奖励大地精血1滴。卧槽！苏云心神俱震，差点从软玉榻上蹦起来。这奖励也太他娘的逆天了吧！至尊骨还是全身觉醒，外加1滴大地精血。系统爸爸，你是真给力啊！他甚至来不及多想，一股无法形容的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浩瀚苍茫霸道到极致的恐怖力量，如同决堤的星河，瞬间从他四肢百骸每一寸骨骼最深处轰然爆发。嗡！刹那间，苏云整个躯体爆发出亿万道璀璨夺目的金色神光，那光芒神圣威严至高无上，穿透了他身上那件看似普通的锦袍，如同亿万颗微型太阳在他体内点燃，将整个地幕核心空间映照的一片金黄，纤毫毕现。咔咔咔，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
如同炒豆子般密集响起。苏云盘坐的身躯不由自主地悬浮而起，周身毛孔舒张，喷薄出蕴含无上道泽的金色霞光，每一块骨骼都在那霸道的金光中重塑、蜕变、升华。铭刻上繁复玄奥的至尊符文，散发出镇压诸天的恐怖气息。原本正准备给苏云讲解地剑破界玄妙的苏瑶，猛地倒吸一口冷气，那双足以让日月失色的美眸瞬间瞪到了极致，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骇然与震惊。他胸前那对傲视9天10地的金氏大雷，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怖金光威压下，更是失去了控制般剧烈起伏，疯狂颤动，划出惊心动魄的汹涌波涛。宫装布料被撑起惊人的紧绷弧度，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崩裂。云帝，这是……苏瑶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颤抖，充满了难以置信。公子，天啊！9位势力一旁的女剑仙，此刻更是集体失声惊呼，娇躯巨震，美眸圆睁，死死盯着那被亿万金光包裹，如同太古神王将士般的苏云。红莲手中的玉壶啪嗒掉落在地，琼浆玉液洒了一地。青鸾捧着的灵果盘子脱手飞出，仙果滚落，青衣紧握的剑鞘微微嗡鸣，他们全都被这惊天变故震撼的思维空白。峰峦那傲人的起伏，在这极致神圣的金光映照下，更显得惊心动魄。乳白色的光晕与金色神辉交织，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神圣魅惑。等等，这气息，这金光，苏瑶毕竟是女帝，见识非凡，美眸之中符文疯狂流转，试图解析那恐怖金光的本源。骨骼重塑，金光透体，神威自生。他猛地想到了一个只在最古老地经中记载的传说中的无上体质至尊骨，而且是全身至尊骨彻底觉醒。这个念头如同混沌神雷劈落，让他这位绝世女帝都感到一阵眩晕。什么？至尊骨觉醒？又是一个逆天血脉？红莲失声尖叫，俏脸煞白。弟子他居然……青鸾美眸中充满了极致的崇拜与狂热。他才刚刚觉醒，亘古重瞳啊！现在又重瞳本是无敌路，何须再借他人骨？青衣喃喃自语，声音带着梦一般的恍惚，想起了某位远古大帝留下的箴言：若得其一，便可称尊做祖，有望帝路。如今弟子他两者兼具，这巨大的震撼，让9位见惯了风浪的女剑仙集体失语，大脑彻底宕机。弟子他到底有多逆天？云帝，苏瑶强压下几乎要蹦出胸腔的心脏，声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嘶哑，死死盯着金光中那道身影。你觉醒了至尊骨？金光渐渐内敛，露出其中苏云的身影。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重瞳隐现，深处更有丝丝缕缕霸道的金色符文流转，气息比之前强大了何止10倍，如同蛰伏的太古凶兽苏醒。嘿嘿，苏云咧嘴一笑，感受着体内那爆炸性的力量和坚不可摧的骨骼，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苏瑶那因极度震惊而剧烈起伏，在金光余韵下更显惊心动魄的傲人大雷。是啊，六姐，他语气轻松，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没想到，我这血脉深处居然还藏着这么个玩意儿，而且还是全身都觉醒了。这感觉，他握了握拳，空间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爽，震惊，无与伦比的震惊，再次席卷了苏瑶和9女。全身至尊骨觉醒，这算什么逆天资质？这等逆天血脉，就算他父亲苏天帝，那位镇压万古的绝世大帝，当年也未曾拥有啊。云帝他，苏瑶看着苏云那张在金光映衬下更显神武非凡的脸，心中一个更加恐怖的念头如同野草般疯狂滋生。重瞳本是无敌路，何况他身负至尊骨，两者叠加，这已经超出了帝姿的范畴。他美眸之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莫非云帝有先帝之姿？先帝，这个只存在于最古老传说，凌驾于大地之上，真正超脱万界，长生不朽的无上境界。一想到先帝，苏瑶内心就激动得无法自抑，那傲人的浑圆再次因为主人心潮的剧烈澎湃而疯狂颤动，划出汹涌的波涛。难不成这是真的？先帝之姿，若是云帝真能走到那一步，那我苏家起飞，他简直不敢想象那等辉煌。不说独霸9天10地，恐怕整个无尽寰宇都将匍匐在苏家脚下。恐怖如斯，实在恐怖如斯。此刻
苏瑶恨不得立刻将这震古烁今的天大好消息传讯给父亲苏天地，传给其他6位姐妹。苏云的天资竟然逆天到了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根本不是什么大帝之资，这是先帝之种啊！叮，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检测到宿主气运鼎盛，肉身蜕变，大地精血自动融合，开始突破圣境屏障。苏云还没从至尊骨觉醒的舒爽中回过神，就感觉体内那滴如同暗金色太阳般的大地精血轰然炸开，化作亿万道比太阳真火还要炽热狂暴1000万倍的能量洪流，蛮横无比地冲向他那早已被至尊骨强化到极致的轮回境巅峰瓶颈。轰隆隆，外界原本因地幕隔绝而显得沉寂的渊底天穹骤然风起云涌，无尽的漆黑结云仿佛凭空出现，以超越光速的恐怖姿态疯狂汇聚，笼罩亿万里。厚重的云层之中，混沌神雷翻滚，灭世天火咆哮，九幽罡风嘶吼，蕴含着天道意志的恐怖威压，如同亿万座太古神山轰然降临，压得百万修士几乎喘不过气。圣劫，何人破上，竟引动如此恐怖天象？是地幕方向？难道是那位弟子藏仙渊底？刚刚平息不久的百万修士再次彻底沸腾，如同炸开了锅，无数道惊骇欲绝的目光齐刷刷射向地幕入口方向。西山圣地，一位闭关1000年的老圣人猛地睁开双眼，洞穿虚空，目光投向藏仙渊方向，充满了惊疑。这圣劫威压堪比老夫当年冲击圣王之境。是谁？天眼阁，号称能洞悉9天奥秘的镇阁神境，此刻镜面疯狂闪烁，无数符文炸裂。噗！数位负责推演的长老齐齐喷出一口精血，面露骇然。快推演，是何方神圣引动如此圣劫？天机混沌，反噬太大，推演不出。地幕核心，苏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天象惊动，他猛地抬头，美眸穿透地幕静止，看到了外界那灭世般的劫云，再感应到苏云体内那如同火山般即将喷发的狂暴能量，绝美的脸上瞬间血色尽退。云帝，他失声惊呼：你竟要在此刻突破圣境，还是在地幕之内？这简直是疯了！圣劫本就恐怖，何况苏云身负亘古重瞳和至尊骨，引动的天劫绝对远超想象。更可怕的是，此地乃大地之幕，自成空间，天道规则本就排斥，在此渡劫简直是自寻死路，十死无生啊！快停下！苏瑶急的声音都变了调，那对惊世大雷因极度的担忧和恐惧剧烈起伏，几乎要从宫装中挣脱出来。他下意识就想出手压制苏云突破，然而晚了。轰！一股无法形容的霸道、蛮横，仿佛要撕碎万古苍穹的恐怖气息猛地从苏云体内彻底爆发开来。那气息并非纯粹的法力，而是融合了亘古重瞳的无上洞察，至尊骨的绝对防御与力量，以及一丝超脱此界的地泄神威。嗡！几乎在苏云气息彻底爆发的瞬间，那笼罩亿万里酝酿着毁天灭地之威的恐怖圣劫劫云，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比天道意志还要恐怖亿万倍的巨手狠狠攥住。然后在百万修士，在各方巨头，在苏瑶和9位侍女那彻底呆滞如同见鬼般的目光注视下，那让圣王都为之色变的灭世劫云连一道雷都没来得及劈下，就如同脆弱的肥皂泡，噗的一声彻底烟消云散，消散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天地间一片死寂，阳光重新洒落藏仙渊，温暖的令人毛骨悚然。这天劫没了，被弟子一声吼震散了。卧槽！下方百万修士集体石化，如同被亿万道混沌神雷劈中天灵盖，思维彻底宕机，世界观轰然崩塌。破圣还能这样破的？苏瑶倒吸一口冷气，那傲然大雷剧烈起伏，美眸之中只剩下纯粹的如同仰望神明般的震撼。嘴巴微张，足以塞进一颗鹅蛋。仙路尽头谁为峰？他喃喃自语，随即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一见苏云，道成空啊！父亲，您看到了吗？这才是
真正的亿万年难遇，不是诸天寰宇，万古纪元都未曾有过的逆天之姿。他看着金光彻底内敛，气息稳稳屹立在圣境，如同少年神王般睥睨的苏云，心中那份自豪与悸动几乎要冲破胸膛。好好好，这就是我弟，我苏瑶的弟弟。他激动得难以自抑，目光下意识的扫过那9位同样处于极致震撼与崇拜中的侍女。苏瑶美眸深处竟罕见地掠过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醋意。哼，能做我弟的道侣，他们还真是天大的幸运啊！这念头一闪而过，连他自己都觉得荒谬，连忙压下，但心中那份异样却挥之不去。是啊，谁不想拥有这样举世无双的绝世道侣呢？此刻地幕入口远处，叶晨正和剑心脸色阴沉的赶来。剑心前辈，叶晨看着那骤然出现又诡秘消失的恐怖天象，心有余悸。前面那破圣的天象究竟是谁？谁会如此变态？剑心眼皮狂跳，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悸动让他灵魂都在颤抖。这气息霸道至高，甚至带着一丝超脱的气息。他猛地抬头看向地幕方向，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我感觉很熟悉，莫非是那位贵人破圣了？什么？叶晨如遭雷击，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不敢置信的尖叫。不可能，那苏云，我明明感知他之前不过轮回巅峰，这才多久？怎么可能？他状若癫狂，嫉妒、怨恨、恐惧如同毒蛇噬咬着他的心脏。该死的，又是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荣耀。他恨得几乎要吐血，自己辛辛苦苦谋划，甚至不惜与虎谋皮才弄到的地幕地图，结果机缘被夺。如今连破个圣境都能引发如此骇人听闻的异响，将他这所谓的天骄彻底碾入尘埃。更让他绝望的是，陆羽琪，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仙子，其身上的大机缘似乎也隐隐指向了苏云。苏云，叶晨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鲜血淋漓，双目赤红，如同陷入绝境的野兽。你不该和我抢陆羽琪，更不该夺走我的一切。我叶晨发誓，此生必要你！轰！一股恐怖的反噬之力毫无征兆的猛地轰击在他道心那道早已布满裂纹的伤痕之上。天命反噬！噗！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漆黑污血狂喷出。叶晨眼前一黑，如同破麻袋般直挺挺地向后栽倒，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致。天命值清零，弟子已成圣。这消息如同9天罡风，瞬间席卷了整个藏仙渊，百万修士集体失声，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不仅仅成圣，更修成了天地心经第2层，手握大地法则雏形。此等成就，震古烁今。手可摘日月，翻掌震山河，这是真正大地气象的雏形啊！有老圣人浑身颤抖，望着地幕方向，眼中尽是骇然与敬畏。弟子苏云，苏家这一代的麒麟儿。此刻，苏瑶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帝，胸前的傲然大雷因心绪剧烈起伏而微微晃动，昭示着她内心的滔天巨浪。苏家帝族传承万古，天骄辈出，可从未有过如此年轻、如此快速、如此轻易登临圣境的存在。纵使他父亲苏天帝，那位横压万古的绝世大帝，当年从轮回踏入圣境，也耗费了整整30载光阴，历经9死1生的恐怖圣劫，方才攻城。而苏云呢，在地幕之中轻描淡写，甚至一生震散天劫。这已经不是打破戒律，这是将万古以来的修行铁则踩在脚下狠狠摩擦。轰！就在此时，飞仙大帝那缕即将消散的残念猛地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惊骇与激动。吾未曾想后世地血竟能诞生如此逆天资质。那沧桑的意念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纵观无尘绵万古，踏遍诸天寰宇，亦未见此等怪物。残念目光死死锁定苏云，如同看着一件颠覆认知的绝世瑰宝。莫非汝乃有史以来最强大帝之种？这来自万古大帝的终极惊叹，如同最后的惊雷，狠狠劈在苏瑶和9位侍女的心头。苏瑶娇躯巨震，那对惊世大雷随之剧烈起伏，波涛汹涌，几乎要裂衣而出。最强大帝之种，连飞仙大帝都如此评价，
云帝，她9位绝色女剑仙，此刻更是集体失态，红莲紧握的玉手微微颤抖，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青鸾美眸圆睁，其中倒映着苏云如同神奇般的身影，充满了极致的崇拜与一丝卑微的惶恐。青衣傲人的峰峦微微起伏，呼吸急促，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疯狂盘旋：弟子已不需要我等保护了，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一股巨大的失落与危机感瞬间攫住了他们。论修为，弟子已然成圣，远超他们；论护道，刚才那一声震散天劫的恐怖威能，谁护谁的道？莫非只剩下唯一一条路了？九女心中不约而同地升起同一个炽热决绝的念头：为弟子延续血脉，诞下拥有无上资质的子嗣。这或许才是他们存在于弟子身边最大的价值，最荣耀的使命。红莲猛地咬牙，美眸之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决绝火焰，死死盯着苏云，仿佛要将他烙印进灵魂深处。必须尽快得到弟子恩宠，诞下血脉，否则我等将彻底失去留在弟子身边的资格。他心中在呐喊。苏瑶将九女的神色尽收眼底，那绝美的脸上闪过一丝满意，胸前傲然大雷随着颔首的动作轻轻晃动。云帝，他莲步轻移，带着醉人的香风，瞬间来到苏云身边，那惊心动魄的弧度几乎要贴上苏云手臂，带来惊人的柔软触感。你如今有此实力，姐姐也就放心了。声音轻柔，带着前所未有的释然与欣慰。六姐，苏云感受着手臂传来的温热与惊人的弹性，心中微动，没想到这位冰山女帝姐姐对自己如此关心，这份亲情让她这穿越而来的灵魂也感到一丝暖意。然而苏瑶下一句话却让苏云微微一怔，只是六姐也要去镇压其他几处生命禁区了。她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恐怕暂时不能在云帝身边了。生命禁区，苏云立刻想起剧本中提及的未来黑暗动乱源头，苏天帝及其妻女常年镇守各处，功绩彪炳。自己这个懒散弟弟以前确实对这些打打杀杀毫无兴趣，只会躺平享受。不过现在吗？他看着眼前苏瑶那绝世的容颜，那近在咫尺，因转身而微微晃动的金氏魂元，嗅着那独属于女帝姐姐的清冷幽香，心中已然打定主意：韭菜要割，天命要抢。等我再薅秃几个天命之子，把实力提上去，什么生命禁区，什么黑暗动乱，统统踏平。到时候，嘿嘿，他脑海中已经浮现出自己脚踩大地，怀抱女帝姐姐的美好画面。圣人之境只是个开始，圣人之下皆蝼蚁，大地之下皆尘埃。苏云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弧度：待我登临绝巅，大地亦为蝼蚁。快看，他们出来了！外界死寂的渊底瞬间被点燃，无数道目光如同聚光灯，死死聚焦在地幕入口。只见华光一闪，九龙地辇再现，苏瑶一袭白衣，风华绝代，立于年首。苏云则慵懒地斜倚其后，红莲九女势力两旁，气势恢宏。那是仙术，苏天帝的独门秘法，咫尺天涯。有人眼尖看到地辇周围空间扭曲，无数玄奥的银色符文流转跳跃，散发着超脱此界法则的波动，赫然是苏天帝威震诸天的10大仙术之一。我的天，女帝竟将此术用于赶路，无数人倒吸冷气，嫉妒的眼珠子发红。这等无上仙术，常人得其一便可纵横一方，女帝竟如此奢侈。云帝，地辇穿梭虚空，瞬息亿万里，前方已是浩瀚无垠的中州神山地界。苏瑶转身，那对大雷随着动作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美眸凝视苏云，带着一丝不舍。姐姐要深入中州蛮荒之地深处，调查一处异常古老的黑暗源头。他玉手一翻，那柄暗金地剑破界悬浮掌心，虽残破，却散发着斩灭万物的恐怖地威。这地兵已被姐姐初步炼化，更有其本源烙印认可。他美眸看向苏云，眼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有他在，纵欲不朽巨头亦可斩之，只要将其彻底炼化。姐姐的实力，苏瑶心中激动，面上也难掩一丝欣喜。有此残破地兵相助，他镇压禁区把握更大。苏云看着悬浮眼前的地剑，又看看苏瑶那因激动而微微起伏的大雷，在眼前晃出诱人波涛，差点脱口而出：如果姐姐贴身保护会更安全。
不过还是忍住了。他也明白，此刻自己虽入圣境，但比起坐镇一方、手握重权的女帝姐姐，还是弱小了些。嘿嘿，那就恭喜六姐了。他感受着姐姐身上蕴含的恐怖力量，心中暗爽。叶晨啊，叶晨，你的机缘真香。父亲恐怕也想不到。苏瑶看着苏云的被揽模样，莞尔一笑，刹那间如冰河解冻，百花盛放，晃得苏云一阵眼晕。你我姐弟竟能在这九州之地夺得如此逆天机缘吧？他胸前那傲人的饱满随之轻轻颤动，散发出惊心动魄的魅力。苏云心中暗笑，老爷子能不能算到我不知道，但抢你宝贝儿子机缘的是你亲儿子我啊。不过这话他当然不会说，反正女帝姐姐是自己的，苏家基业是自己的，所有机缘都是自己的，绝不允许任何天命之子染指，更绝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的踏脚石。他要做，就做那踩碎所有天命、登临无上的终极反派。就在这时，嗡，一股极其隐晦却蕴含着苍茫古老意志的波动猛地穿透虚空，传入苏瑶识海。苏瑶绝美的脸色瞬间一变。天地玄黄令。他猛地抬头望向神山深处某个方位，美眸之中寒光一闪。六姐，怎么了？苏云敏锐感觉到姐姐手臂传来的紧绷，还有那骤然凌厉的气息是天地玄黄。苏瑶声音低沉凝重。苏家镇守四方寰宇的四大巡界使，他们收到了姐姐的消息，来了。天地玄黄。苏云脑海中瞬间闪过剧本信息，这四位可是苏天地麾下真正的肱骨战将，常年巡视诸天万界，镇压不降，寻找黑暗源头，实力深不可测，据说皆已触及半部至尊领域。四人合力足以匹敌寻常至尊，他们为苏家巡界征战万载，功勋卓著。如今苏瑶语气带着一丝沉重，又发现一处恐怖禁区。他目光转向苏云，带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担忧、决绝，甚至一丝托付的意味。云帝，姐姐此去凶险难测。这四人他玉指凌空一点，四道交织着混沌气息的玄奥符文瞬间没入苏云眉心，便暂时交由你节制，让他们护卫你左右。有这四位半部至尊在，姐姐也能安心一些。轰！苏云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前方虚空如同脆弱的幕布般无声无息裂开四道万丈裂缝，四道散发着镇压诸天令万道哀鸣的恐怖身影一步踏出，单膝跪于虚空，向着地辇方向恭敬垂首。天地玄黄，参见帝女，参见弟子。声音如同洪钟大吕，震得下方山河都在颤抖。赫然是四位身着古朴战甲，气息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恐怖存在。天，身形魁梧如山，背负玄黄巨斧，肌肉虬结，双眸开合间似有开天辟地之景。地，面容冷峻如岩，手持暗金长戈，周身雾土之气厚重如石质，仿佛承载万界。玄，青袍猎猎，身形飘渺，手持一卷神秘图录，气息与虚空融为一体，深不可测。黄，赤发如火，背负一柄燃烧着九幽烈焰的巨剑，狂暴的庚金杀气几乎要撕裂苍穹。四大半部至尊此刻却如同最忠诚的卫士，跪伏于苏云面前。弟子当天抬起头，看到苏云身上那尚未完全内敛的圣境气息，以及那隐隐让他都感到心悸的至尊骨威压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半部至尊瞳孔骤然收缩，脸上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惊骇。您已成圣。他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这位弟子不是号称万年轮回吗？不是最讨厌修炼吗？这才多久，竟然成圣了？天老慎言。一旁的玄老立刻沉声提醒，眼中同样震撼难平。弟子天纵神武，盖世无双，破境成圣，岂非弹指小事？虽在打圆场，但他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这弟子隐藏得太深了，这份资质简直骇人听闻。苏云看着眼前四位气息恐怖，足以震动诸天的半部至尊，随意的摆摆手，收起手中折扇。姐姐的好意，我心领了。他目光扫过四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慵懒威严。你们四个就远远跟着吧，记住。他语气陡然转冷，没有我的命令，就算是天塌了也不许出手，更不许显摆，否则他眸中重瞳隐现，
一丝融合了至尊骨与地血的气息，如同沉睡的太古凶龙，悄然释放，瞬间让天地玄黄四人如同被无形大手扼住喉咙，灵魂都在战栗。是，谨遵弟子法旨。四人额头瞬间渗出冷汗，齐声应诺，姿态恭谨到极致，心中再无半分轻视，只有无边的敬畏。这位弟子绝非表面那般懒散无害，其隐藏的恐怖远超他们想象。苏瑶看着苏云轻易设伏四位桀骜不驯的半步至尊，美眸之中异彩连连，那惊世的大雷音心绪激荡，再次微微起伏。有他们在暗中，姐姐便放心了。他看着苏云，那绝美的脸庞上，离别的愁绪中竟夹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依赖与不舍。这种将弟弟安危托付出去，却又因他展露锋芒而喜悦的感觉，是他漫长地路上从未有过的奇妙体验。云帝，他轻轻上前，伸出纤纤玉手，有些不舍地为苏云理了理微皱的衣襟，动作温柔的不像一位女帝，更像一个即将远行的姐姐。照顾好自己，姐姐为你去做此次离别之前最后一餐。他声音轻柔，带着化不开的温情。苏云感受着指尖划过胸膛的温软触感，嗅着近在咫尺的醉人幽香，看着眼前那张足以倾覆天下的绝美容颜，以及那因俯身而越发动魄惊心的傲人弧线，心中不由感慨，这反派当的值了。女帝姐姐是自己的，顶级侍女是自己的，半步至尊护卫是自己的，天命之子的机缘也是自己的，谁敢来抢，踩死他。若是让外人看到堂堂苏家第6女帝竟亲自下厨，恐怕诸天万界都要震3震。更遑论他动用的乃是苏天帝亲传的地族秘传食谱，所用食材皆是诸天难寻的旷世奇珍，随便流出一株都足以让不朽巨头打破头。滋啦，地碾空间内临时开辟的膳房，热气蒸腾，异香弥漫。苏瑶一袭素雅白裙，腰间系着淡蓝围裙，那对惊世骇俗的傲人大雷随着他专注翻炒的动作，在衣料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汹涌弧线，微微晃动，乳白色的光晕在热气中若隐若现。势力门外的红莲忍不住偷偷咽了下口水，目光却死死粘在苏瑶那堪称造物主杰作的身姿上，尤其是那对随着颠勺动作沉甸甸颤动的惊世峰峦。女帝陛下亲自下厨，这待遇纵是诸天无上存在，又有几个能想？他心中震撼到麻木，更涌起无边的羡慕。若是弟子能尝一口我做的羹汤，念头刚起，红莲俏脸瞬间绯红，下意识夹紧了修长双腿，那对包裹在紧身剑装下的傲人浑圆也因心绪激荡而微微起伏。必须尽快为弟子延续血脉。他美眸炽热地望向膳房外，慵懒倚在软榻上的苏云仿佛要将那身影融化。此刻苏云看似闭目养神，实则眼皮微掀，贼兮兮的目光正透过门缝精准地落在膳房内苏瑶那忙碌的惊世背影上，尤其锁定那因俯身查看火候而绷紧到极致的浑圆弧线。这规模，这弹性，颠个勺都能晃出波涛汹涌，要命！他感觉鼻腔又有点发热，正想装作不经意溜进去帮忙。站住！苏瑶头也不回，清冷中带着一丝嗔怪的声音传来：一个大男人进来添什么乱？他玉手轻挥，一股柔韧却不容抗拒的力量瞬间将苏云弹回软榻，毛手毛脚，还总爱动手动脚。苏瑶绝美的侧颜在蒸汽中若隐若现，耳根却悄然染上一抹红晕，显然想起了之前那嘴对嘴的奖励。还是你的侍女们乖巧。他瞥了眼侍立门边恭敬中带着渴望的九女，红莲、青鸾，进来搭把手。是，女帝陛下。九女如同听到圣旨，瞬间涌入膳房，动作麻利，姿态柔顺，只是那一道道目光总有意无意掠过苏云，带着毫不掩饰的炽热。公子。红莲端着一盘晶莹剔透的龙肝凤髓经过苏云身边，微微俯身，那对紧裹在剑装下的傲人峰峦几乎要蹭到苏云手臂，带来惊人的弹性触感。您稍等片刻。他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诱惑。苏云，卧槽，这妮子胆子越来越大了。他强行压下心猿意马。淡定，淡定，女帝姐姐还在里面呢，不能丢了分，让姐姐笑话我定力差。他努力摆出弟子威严，目光却不由自主追随着红莲那因走动而摇曳生姿的背影，尤其那惊心动魄的挺翘弧度，这谁顶得住啊？很快，一张由万年温玉雕琢的案几
被九女合力抬出，其上珍馐罗列，仙气缭绕，九转还魂参顿，混沌麒麟蹄，星辰精粹，汇北冥坤蓬卵，太初元液，浊酒幽玄冥草，一道道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地族珍瑶，散发着令人灵魂战栗的异香。仅仅是吸一口香气，都感觉修为隐隐躁动。咕咚，九位女剑仙此刻也忍不住齐齐吞咽口水，美眸瞪圆。这哪是饭菜？这分明是大道精华的具现化，随便一口都足以让半圣打破头。恐怕也只有苏天地嫡系血脉才有资格有资源享受此等逆天盛宴。云帝，苏瑶解下围裙，那素雅白裙下，金氏的大雷随着动作微微一颤，划出完美的弧度。他亲自舀起一勺流淌着七彩霞光的羹汤，递到苏云唇边，动作自然，带着不容拒绝的宠溺。你刚破圣境，根基虽稳，但身子骨还需大补。他美眸凝视苏云，这些都是姐姐特意为你准备的，快尝尝。苏云看着近在咫尺的玉勺，又看看苏瑶那因期待而微微起伏的傲人峰峦，幸福的快要晕过去。吸溜，他毫不犹豫一口吞下，刹那间一股浩瀚精纯到无法想象的能量洪流，如同星河倒灌，轰然涌入四肢百骸，滋养着每一寸被至尊骨重塑的躯体。爽！他忍不住发出爽！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嘿嘿。六姐手艺，天下无双，好吃。苏云毫不吝啬赞美，目光却粘在苏瑶因笑意而更显惊心动魄的胸前。你们9个！苏瑶心情大好，玉手一挥，也别站着了，一起。谢女帝陛下，谢弟子殿下。九女激动的声音发颤，连忙跪谢。能同桌共10地族珍瑶，这是何等的荣耀与恩赐！红莲更是激动的娇躯微颤，胸前那对傲人魂元剧烈起伏。他小心翼翼地挨着苏云坐下，仿佛不经意间，那充满弹性的饱满轻轻蹭过苏云手臂，带来一阵销魂触感。苏云，这饭还让不让人好好吃了？他强作镇定，内心却暗爽无比。反派人生，快哉快哉！一顿饭吃得苏云心猿意马，通体舒泰。女帝姐姐的绝世容颜和惊世身材在眼前晃，9位绝色侍女暗送秋波，波涛汹涌，还有这堪比神丹的地族珍馐。哥，苏云满足地拍了拍肚子，目光投向地辇外，那巍峨耸立、云雾缭绕的中州神山，该干正事了。下一步天命之子的韭菜就在这山里。他眼底闪过一丝金光，系统面板上关于叶辰在此地关联机缘的提示正微微闪烁。神山自古便是九州最神秘之地，蕴藏无数上古遗迹，大地秘藏，更是四海商会九州总舵所在。虽不如九天商会那般横跨诸天，但在九州地界也是手眼通天的庞然大物。传闻神山深处曾是远古某位大帝作化之地，孕育了无数恐怖异兽和逆天机缘。嘿嘿，苏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叶辰啊叶辰，你的四海商会机缘，还有那件关乎陆羽奇的大道圣胎秘宝，我就笑纳了。就在这时，苏公子，一道清冷中带着难以抑制激动与惊喜的女声，如同玉磬敲响，陡然从地辇外传来。紧接着数道倩影穿透地辇外围静止，如同乳燕归巢，瞬间出现在膳厅之外。为首一人，白衣胜雪，身姿窈窕，容颜清丽绝伦，气质如空谷幽兰，赫然是陆羽奇。苏云眉梢一挑，他身后紧跟着一位身着月白道袍，气质雍容，气息渊深如海的中年美妇，正是他的师尊小竹峰峰主素月圣人。更让苏云意外的是，陆羽奇竟无视地辇威严，无视势力两旁气息恐怖的天地玄黄，无视那9位目光陡然锐利的女剑仙，甚至无视了风华绝代的女帝苏瑶。她那双清澈如秋水的美眸，此刻只倒映着苏云一人，带着无比的激动、感激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情愫。扑通，陆羽奇竟直接跪倒在地，声音带着哽咽：“苏公子，多谢您救命大恩，更救我小竹峰一脉于水火。”他身后，素月圣人同样深深一礼。这位名震九州的圣人，此刻脸上也充满了后怕与感激。弟子殿下，若非您之前赐下那缕地气，羽奇的大道圣胎恐怕已遭奸人毒手，我小竹峰亦难逃覆灭之劫。他目光敬畏地扫过苏瑶，最后落在苏云身上。此恩，素月与小竹峰永世不忘。轰！
善厅内一片死寂，红莲等九女美眸圆睁，看着跪伏在地的陆羽琪，又看看一脸懵逼的苏云，心中警铃大作，又来一个，还是身负大道圣胎的绝世仙子。弟子何时与他？九道目光如同利剑，瞬间聚焦在陆羽琪身上，充满了审视与敌意。苏瑶放下玉柱，那双足以让日月失色的美眸，带着一丝玩味，在跪地的陆羽琪和自家那个看似无辜的弟弟身上缓缓扫过，红唇微起，似笑非笑。哦，云弟，何时又英雄救美了？他胸前那对金氏大雷，随着玩味的语气微微起伏，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苏云，卧槽，陆羽琪怎么直接找上门了？他看着陆羽琪那清丽绝伦的俏脸，和那跪拜时不经意展露的曼妙曲线，尤其那纤细腰之下骤然隆起的惊人挺翘，心中哀嚎，这饭是彻底吃不消停了。原来是陆姑娘。苏云手摇折扇，故作惊讶，实则心中暗爽，剧本外的惊喜。看来劫胡叶辰机缘的连锁反应开始了。他目光扫过跪地的陆羽琪，那清冷绝伦的俏脸，纤细腰之下骤然隆起的惊人挺翘弧度，在白衣包裹下更显诱惑。当初之事不过顺手而为，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他语气云淡风轻，仿佛真的只是一时兴起所作。陆羽琪此刻内心却翻江倒海，眼前这位苏公子，气息比初见时强大了何止百倍，那隐隐散发的圣威，让他灵魂都在战栗。更让他心神俱震的是，那位立于苏云身侧的白衣女子，容颜绝世，风华无双，仅仅是随意站在那里，散发出的无形地威，就如同万古神山压顶，让他这位身负大道圣胎的圣女，都感到窒息般的渺小与卑微。这位究竟是竟能与苏公子如此亲密？莫非是苏家传说中的女帝？他不敢深想，只觉得在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美眸注视下，自己的一切秘密都无所遁形。苏公子大恩。陆羽琪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琴手垂得更低，露出天鹅般优美的雪白脖颈。羽琪与小竹峰无以为报。他语气真挚，带着豁出一切的决绝。苏瑶轻哼一声，那金氏的大雷随着动作微微一颤，散发出更具压迫感的地威。他美眸如同最精准的尺，带着审视，缓缓扫过陆羽琪，从他清丽的容颜到那包裹在白衣下玲珑有致的曲线，尤其那纤细腰肢与骤然挺翘的饱满弧度形成的惊人对比。大道圣胎，天资确实尚可。他微微颔首，语气听不出喜怒。比云帝的几个侍女倒是强上一线，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红莲九女，瞬间让九位女剑仙俏脸煞白，娇躯紧绷，胸前的傲然大雷都因紧张而微微起伏。轰！无形的地威如同实质的重锤，狠狠压在素月圣人心头，让他这位名震九州的圣人都差点喘不过气。女帝陛下息怒。素月连忙躬身，姿态谦卑到极致，冷汗瞬间浸透后背。弟子殿下救我性命，救我小竹峰，如同再造，此等恩德，纵使我小竹峰倾尽所有，世代为奴为婢，也难以报答万一啊。他声音带着惶恐与真挚。苏云见气氛不对，连忙打圆场。六姐，素月前辈言重了。他话未说完，哦，苏瑶红唇微起，打断了苏云那双足已让日月失色的美眸，带着一种洞悉人心的玩味，定格在陆羽琪身上。金氏的大雷随着他微微前倾的动作，在素雅白裙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大恩难报。既如此，他声音清冷，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帝王威严。本帝便给你们小竹峰一个机会。陆羽琪，你身负大道圣胎，天资尚可，模样也还过得去。目光如同实质，扫过陆羽琪那因紧张而微微起伏的傲人峰峦。若你心甘情愿入我苏家门墙，成为我弟苏云道侣之一，这份恩情便算两清，如何？轰！如同混沌神雷炸响，善厅内外一片死寂。陆羽琪娇躯巨震，猛地抬头，清澈的美眸中充满难以置信的震惊，一抹惊人的红霞瞬间从他精致的耳根蔓延至雪白的脖颈。道侣，成为苏公子的道侣。巨大的冲击让他大脑一片空白，素月圣人更是目瞪口呆，随即一股狂喜如同火山般喷发。道侣，不是侍妾，是道侣，而且是苏家女帝亲口允诺，
这是小竹峰万载未有的泼天造化啊！他激动得浑身颤抖，差点当场失态。红莲等9位侍女，此刻却是俏脸煞白，美眸死死盯着陆羽奇，充满了震惊、不甘与浓浓的敌意。道侣，竟与我们同等地位，凭什么？9对大雷因愤怒和嫉妒剧烈起伏，气氛瞬间降至冰点。苏云也愣住了，卧槽，六姐，你这助攻也太猛了吧！他心中狂喜，看着陆羽奇那清丽绝伦又羞怯动人的模样，尤其那因震惊而微微张开的红唇，和胸前因急促呼吸而起伏的惊人弧度，一股邪火差点窜上来。叶晨啊叶晨，你的女神归我了！他连忙轻咳一声，努力摆出弟子的矜持与淡然，手中折扇摇得更快。可六姐，此事是否？他一副为难模样，仿佛被逼无奈。苏瑶美眸扫过他，眼底闪过一丝促狭。臭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他岂能看不出自家弟弟那点小心思？玉手轻抬，不容置疑，本帝金口已开。陆羽奇，你可愿？陆羽奇娇躯轻颤，他看着眼前慵懒俊朗的苏云，又看看风华绝代却威严无上的女帝，想起那日苏云如同天神降临，赠予自己仙目精华，救下自己和小竹峰的画面，最后目光落在师尊素月那充满期盼与恳求的眼神上，一股决然涌上心头。他深吸一口气，那对傲人的大雷随之挺起惊人的饱满弧度。羽奇，愿意。声音虽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愿为公子道侣，侍奉左右，万死不悔。说罢，对着苏瑶和苏云深深叩首，白皙的额头触在冰冷的玉砖上，如同献祭的羔羊。好，苏瑶满意颔首。惊世的大雷微微起伏，从今日起，你便是我苏家云帝道侣。素月、小竹峰并入苏家外封，资源供奉翻10倍。谢女帝陛下，谢弟子殿下。素月激动的声音哽咽，几乎要喜极而泣。然而就在这皆大欢喜之时，不，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嘶吼，如同濒死野兽的哀嚎，猛地从地辇外传来。只见叶晨不知何时竟尾随而至，此刻正双目赤红，状若癫狂地扒在地辇边缘的光幕上，死死盯着扇厅内叩首的陆羽奇，整张脸因极致的嫉妒、愤怒和绝望而扭曲变形。羽奇，你不能！他口不择言，如同疯魔。我叶晨对你一片真心，你为何选他？轰！一股恐怖的反噬之力猛地从冥冥中降临，狠狠轰击在他本就布满裂纹的道心上。噗！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狂喷而出，点点腥臊的液体顺着他裤管滴落，竟是被刺激的直接吓尿加急怒攻心，当场失禁。叶晨，你疯了！剑心和李成风大惊失色，连忙想上前拉住他。蝼蚁聒噪！苏瑶黛眉微蹙，眸中寒光一闪，甚至不屑动手，只是那惊世的大雷随着不悦的气息微微一荡，一股无形的地威如同浮尘轻轻扫过。砰！叶晨如同被亿万钧巨锤砸中，惨嚎一声，整个人如同破麻袋般倒飞出去，狠狠撞在远处的山壁之上，砸出一个深坑，生死不知。裤裆处一片刺目的湿痕。叮！冰冷宏大的系统提示在苏云脑海炸响，检测到天命之子叶晨遭受终极心灵暴击，目睹女神现身加失禁社死，天命崩塌，气运倒扣，掠夺气运值1000万点。叶晨当前气运值负1000万，气运黑洞状态。叮！恭喜宿主获得终极暴击奖励，大地级神通大荒求天指强化版。效果无视境界，锁定因果，一指定乾坤，威力比肩大地。限制每日仅限1指，慎用。轰！一股浩瀚到无法想象的恐怖地道奥义瞬间涌入苏云识海，在他指尖凝聚，仿佛只要心念一动便能囚禁诸天，碾碎万道。苏云感受着指尖那足以让大地都站立的毁灭之力，看着远处山壁上如同死狗般的叶晨，再瞥向身边娇羞动人的新晋道侣陆羽奇，以及那几位目光灼灼的侍女，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狂狷的弧度。反派人生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啊！公子息怒，剑心扑通跪地，额头渗出冷汗。叶晨他有罪，酒后失德，冲撞公子。他声音带着惶恐，
我等本只是前来拜谢公子，更想后言求个机缘，看能否有幸追随公子继位，瞻仰帝族风采。可叶晨这孽障，竟如此失心疯，胆大妄为。剑心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眼远处山壁，叶晨如同一滩烂泥嵌在碎石中，裤裆那滩刺目尸痕在阳光下格外扎眼。还望公子念在他年少无知，饶他一命。哦。苏云慵懒地靠在玉榻上，手中折扇随意敲击掌心，似笑非笑。一只蝼蚁也配让本弟子动怒？他目光掠过剑心和李成风，如同看路边的尘埃。倒是你们跟着那废物图什么？轰！无形的威压让剑心浑身一颤，他猛地想起苏云那一声震散圣洁的恐怖，还有女帝拂袖间镇压叶晨的地威，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公子明鉴。李成风连忙躬身，老脸红白交加。老朽确实存了私心。神山秘境将起，老朽想跟在公子车驾之后减些残羹，更想再赌地族见到真意。他羞愧低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算计都显得可笑。哼！苏瑶一声轻哼，那惊世的大雷随声微荡，地威如渊。圣人。他美眸扫过下方，带着俯视蝼蚁的漠然，也配求见本地见到。声音不大，却如同9天寒冰，冻得剑心和李成风灵魂战栗，冷汗如瀑。不过他话锋一转，目光落在苏云身上时，瞬间冰雪消融。云帝倒是会收买人心，连仙剑门的剑圣都甘为驱策，语气带着一丝宠溺的调侃。那傲人峰峦随着轻笑微微起伏，划出动人弧线。李成风如蒙大赦，连忙叩首：老朽不敢，只求公子日后但有差遣，万死不辞。他心中狂喜，这已是天大的恩典。行了。苏瑶玉手轻摆，那惊心动魄的弧度在素白衣裙下若隐若现。此间事了，本地该走了。他望向神山深处，美眸中闪过一丝凝重。生命禁区，那才是他真正的战场。云帝。他转身，玉指轻轻拂过苏云衣襟，动作温柔，带着不舍。身边既有10位佳人，当好好惜福。目光扫过势力的红莲九女和新晋道侣陆羽琪，尤其在陆羽琪那清丽绝伦的容颜和傲人曲线上一顿。尤其是羽琪，大道盛开，莫要辜负。他语带深意，胸前那对金氏浑圆随着颔首轻颤，看得苏云心头一热。六姐放心。苏云咧嘴一笑，顺势握住苏瑶温软的玉手，指腹在那滑腻的手背上轻轻摩挲。小弟定当日夜操劳，开枝散叶，为苏家血脉大业鞠躬尽瘁。他目光贼兮兮扫过苏瑶那因薄怒而起伏更剧的傲人峰峦，油嘴滑舌。苏瑶俏脸微红，没好气的抽回手，指尖不经意划过苏云掌心，带来一阵酥麻。走了。他压下心中那丝异样，白衣飘动，金氏身影化作一道撕裂苍穹的剑光，冲向神山最深处那片翻腾的不祥黑雾。只于一缕清冷余音回荡：臭小子，别死了。苏云望着剑光消失的方向，感受着掌心残留的温软触感和鼻尖萦绕的幽香，心中盘算：双修大法，注解突破，这路子得抓紧研究。黑暗动乱，圣人如草芥，大地亦难逃。他眼底寒光一闪：有我在，苏家的天塌不了。天命之子拯救世界，呸！这救世主，他苏云当定了。公子。一声娇媚入骨的轻唤打断苏云思绪，红莲如同水蛇般贴了上来，那对紧裹在剑装下的金氏大雷毫不避讳地挤压着苏云手臂，带来惊人弹性。您方才说要日夜操劳，他吐气如兰，媚眼如丝。红莲愿为首当其冲，声音带着赤裸裸的勾引。还有我们青鸾、青衣等8女也围了上来，9对大雷形成令人窒息的波涛，将苏云团团包围。公子选我。奴婢更懂伺候人。陆羽琪俏脸通红，看着这群狼环伺的一幕，手足无措。那清冷的气质下，包裹在白衣中的玲珑曲线微微起伏，尤其那纤细腰之下骤然挺翘的惊人弧度，在9女争艳中更显独特。这就是弟子的日常。他心跳如鼓。苏云感受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惊人触感和幽香，心中暗爽，反派福利真顶啊。他正想勉为其难挑个暖床的，轰隆！宫殿外围，天际陡然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如同万古巨兽苏醒，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四野。数道散发着腐朽与强悍气息的身影
撕裂虚空，悍然降临。为首一名青年，金袍玉带，面容倨傲，周身缠绕着古老的不朽神光，脚踏一头狰狞的虚空兽，气息赫然已达圣王巅峰。其身后3位麻衣老者，如同枯木，眼皮低垂，但那不经意间泄露的一丝气机，竟压得下方山河扭曲，空间哀鸣。不朽巨头，古山神子。李成风失声惊呼，脸色瞬间惨白。9天之一，古神山的传人，剑心更是骇然，手按剑柄，微微颤抖。金袍青年目光如电，瞬间锁定地碾，不知地幕之中可有长生物质。长生物质这4字如同万古魔咒，震颤着诸天万域所有老怪的心神。纵使大地垂暮，亦会为之癫狂。此刻地碾暖阁之内，苏云慵懒斜倚云榻，红莲那对惊世骇俗的傲人大雷沉甸甸压在他臂膀之上，随着呼吸起伏，在薄如蝉翼的剑桩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浑圆弧线，乳白色的光晕在氤氲热气中若隐若现。公子，尝尝这颗。红莲媚眼如丝，拈起一枚流淌紫霞的鲜玉葡萄，指尖带着诱人甜香，轻轻抵在苏云唇边。那饱满惊人的峰峦随着动作，在苏云手臂上蹭出惊心动魄的弹性波浪。苏云薄唇微起，舌尖一卷，故意吮过红莲仙指。红莲娇躯巨颤，喉间溢出媚骨呻吟，胸前波涛汹涌，几乎裂衣而出。外头犬吠，吵着本公子品葡萄了。他声音不高，却穿透地碾静止，如同惊雷炸响在每个人神魂深处。地碾之外，古山神子金袍猎猎，脚踏狰狞虚空兽，面色阴沉地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车前9头吞吐混沌气的圣王级古兽。9圣兽拉车，诸天有这等手笔的屈指可数。心中惊涛骇浪，身后3位麻衣老者浑浊老眼开合，枯槁面容首次凝重。神子，左侧老者传音，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9圣为驾，非无上禁忌道统不可为。甚啊！古山神子拳头捏得骨节爆响，他乃古神山嫡脉，横行9天10地，何曾被如此无视？阁下，他强压焚天怒火，声如9天神雷。本神子只问一句，飞仙地幕中的长生物质可在你手中？声浪碾过，山河崩裂，万灵哀嚎。地碾之内，唯有红莲一声石骨交银悠悠飘出。公子，葡萄汁水溅到衣襟里了。紧接着是布料摩擦与吮吸之声。苏云慵懒带笑的嗓音响起，长生物质岂能比得上本公子的葡萄甜？轰！古山神子额头青筋炸裂，金袍神光冲天而起。不识抬举，真当我古神山？轰隆隆！话音未落，一股更加恐怖、更加腐朽，如同万古尸山血海降临的气息，撕裂苍穹，悍然降临。结！灰袍老者脚踏一条覆灭万道的幽冥血河，枯槁脸上挂着残忍笑意。古山小崽子，求人可不是这般求法。半只脚踏入至尊领域的浩瀚威压，让古山神子脸色瞬间惨白。无天老魔，他声音带着惊骇，你这老鬼竟还苟活于世！无天半尊，凶名震慑诸天数万载的巨擘，死！无天半尊怪笑，枯爪如幽冥鬼爪，直指地碾，浑浊老眼闪烁着贪婪绿光。车里的小辈听着，老夫无天，给我3分薄面，交出长生物质，否则他猛地踏前一步，脚下幽冥血河轰然咆哮，化作遮天蔽日，缠绕亿万哀嚎怨魂的狰狞巨爪，裹挟着覆灭万界的死亡气息，狠狠抓向地碾光幕。老夫便抽魂炼魄，鸡犬不留，血爪未至，覆灭气息已让剑心等人神魂欲裂，口喷倒泻倒飞。地碾暖阁，陆羽琪俏脸煞白，素手紧握剑柄，美眸中充满惊惧。半尊全力一击，青鸾却媚笑着缠上苏云另一侧，那对裹在轻纱下的金氏峰鸾几乎贴上苏云面颊。公子，好臭的腐尸味呢！他玉指划过苏云胸膛，带来阵阵战栗。苏云眼皮未抬，搂着怀中娇喘吁吁、衣襟半开的红莲，随意摆手，扰人清静。玄黄扫了4道如同太古魔神般的身影，无声凝现地碾之前。天地玄黄，骨甲斑驳，气息渊深如玉。面对那遮蔽星河的幽冥血爪，黄自卫护卫眼皮微抬，枯指随意一弹，聒噪，一缕玄黄气射出，初始如发丝，
刹那化作开天辟地的鸿蒙巨柱，缠绕着初始与终结的无上道则，轰然撞上幽冥巨爪，滋滋滋，刺耳湮灭声炸裂虚空，如同赤阳消融坚冰。那蕴含半尊之威、覆灭法则的幽冥血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寸寸崩解、气化，归于虚无。扑哧，无天半尊如遭混沌神锤轰击，枯爪巨颤，3根漆黑如墨的干枯手指，齐根断裂，粘稠腥臭的黑血喷涌如泉。玄黄母气，无天半尊发出凄厉变调的尖嚎，老眼瞪如铜铃，布满骇然与恐惧。你们是苏？话音未落，天地玄豁然抬眸，4双深渊般的混沌之瞳锁定无天，斩！轻描淡写一字，如9天地狱。轰卡，宇宙胎膜被悍然撕裂，4道纠缠着混沌雷霆的灭世剑芒自时光源头斩来，裹挟着磨灭万道中烟纪元的无上伟力。无视时空，无视因果，刹那降临。不，老夫不甘！无天半尊发出绝望哀嚎，护体血和纸片般破碎，半边腐朽磨躯，连同脚下万丈幽冥泄河，如同烈阳下的雪人，瞬间气化、蒸发、消散无形。仅存的残破躯干化作一道凄惨黑红，撞穿亿万层空间壁垒。轰轰轰，连续崩碎49座太古神山，最终嵌在一颗死寂大星核心。生死不知，余波肆虐，古山神子金袍炸成飞灰。祭王兵，3位不朽巨头目眦欲裂，燃烧本源。3口流淌不朽神光的王兵冲天起，化作3重星玉屏障。咔嚓咔嚓，轰！半个呼吸，3重不朽屏障连同3口王兵齐齐炸成齑粉扑啊！3大巨头泻洒星河，如同陨石般砸穿无尽虚空，气息奄奄，天地死寂，万物失声。虚空褶皱深处，窥伺的骊山老母亡魂皆冒，老脸惨白如金纸。弹指拜半尊，一言虽不朽。天地玄黄，地族寻界始，塌下的肝胆剧烈，瞬间撕开维度夹缝，狼狈遁逃。地碾珠帘微掀，苏云搂着酥软如泥、媚眼如丝的红莲慵懒现身。他目光扫过狼藉战场，落在山体中如同死狗的古山神子身上。那金缕裤裆处，赫然又是一片刺目尸痕，带着那老狗的断指。滚！声音平淡，却如9天寒冰，狠狠刺入古山神子残魂深处。滔天耻辱，无尽恐惧，怨毒恨意，几乎将他撕碎。他死死盯着苏云，苏家，却连半个字都不敢吐出，用尽最后力气，撕裂虚空，亡命遁逃。碾内暖阁，红莲整个人瘫在苏云怀中，那对金氏大雷紧贴胸膛，起伏如浪。公子神威吓得奴婢仙儿快跳出来了呢。他抓起苏云手掌，猛地按进自己滑腻衣襟深处。您感受下，是不是烫得吓人？苏云邪笑低头，狠狠啃上那雪白修长的玉颈，留下绯色印记。还有更烫的。他忽然看向手足无措的陆雨琪，少女清冷俏脸早已红透，白衣下那纤细腰肢与骤然饱满隆起的惊人曲线，在珠光下散发着致命诱惑。雨琪，怕了。陆雨琪娇躯巨颤，美眸水雾氤氲，贝齿几乎咬破红唇。雨琪，愿是公子生若闻啊，休不可议。苏云大笑，掌心翻转，一枚龙凤交缠，流淌混沌道则的地丹悬浮，丹气弥漫，让红莲等女瞬间窒息。阴阳混沌地丹，9双美眸瞬间燃起赤焰。公子偏心。青鸾大胆挤开红莲，那对毫不逊色的金氏峰鸾压上苏云脸庞。奴婢也要助公子修行。苏云左拥右抱，感受掌心惊心动魄的滑腻软弹，目光却穿透虚空，落向神山最深处那片翻腾的黑雾。六姐，待我参透那卷大地心经中的乾坤刹女经，定要助你踏破地关。他指尖微不可察一弹，一缕无形无质的因果烙印遁入虚空，精准烙入古山神子崩裂的道心深处。韭菜须得连根割才有趣。嘴角勾起冰冷弧度。玄黄，去神山藏地岭。9头古兽咆哮，拉碾撞入无尽深渊。珠帘垂落刹那，衣帛撕裂。神山，此名号响彻诸天，非为虚妄。绵延无尽的山脉扎根于一片古老的难以追溯的藏地之地，传闻中曾有真正的太古大帝于此喋血，地躯崩碎，染红了万里山河，浇灌了这片土地。
其内自成乾坤，大道法则浓郁的化不开，喷薄的混沌气滋养万物。在此地修炼1日，足以抵得上外界3年苦修。不知多少天纵奇才挤破头颅，也想拜入其门墙。然而神山之傲，神山之严苛，亦是诸天闻名。非盖世天资者，不收；非半尊之境者，莫入山门。纵你9天地狱，远古道统少主，亦须通过神山问心古碑检测。此乃神山铁律。由那位坐镇神山核心，曾亲眼见证过大地陨落，气息早已腐朽沉眠不知多少纪元的神山老祖穆清风所定。万古以来，无人敢破。神山之底气，便源于脚下这片被地血浸透、被大地道泽碎片滋养的恐怖藏土。纵使当世苏天地灵诸天，神山亦能昂首挺立，自有3分傲骨。此刻立，自有3分傲骨。此刻，神山外围万丈白玉山门巍峨耸立，散发着亘古苍茫的气息。门柱之上流淌着暗金色的地陨之血烙印下的古老神纹。山门前，数名负责巡守的神山内门弟子身着月白道袍，气息沉凝，竟赫然都是踏入了轮回境的一方巨擘。他们目光如炬，带着神山弟子特有的矜持与审视，扫视着前方混沌翻滚的虚空。嗡！虚空猛然被一股沛然莫遇的恐怖力量撕裂，混沌气如同决堤的洪流汹涌而出。9头形态狰狞，鳞甲森然，每一片鳞上都闪烁着开天符文，气息赫然已达圣王绝巅的太古凶兽，拉着一架通体由混沌神域雕琢而成，铭刻着万界星辰轨迹的宏大地辇，碾碎层层空间壁垒，悍然出现在山门之前。沉重的兽蹄踏在神山外围坚固如神经的地面上，发出擂鼓般的轰鸣，震得那万丈白玉山门嗡嗡作响，其上神纹明灭不定。嘶！守门弟子倒吸一口冷气，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九龙拉车，不是9头圣王级混沌古兽。何人如此排场？有人声音发颤，飞仙地目，长生物质。另一人猛地想起近日震动诸天的传闻，脸色瞬间煞白。莫非那引得无天半尊、古山神子铩羽而归的恐怖存在就是他？他竟敢直闯我神山，麻烦大了！长生物质现世，诸天腥风血雨。此人若在神山，弟子们心中警兆狂鸣，忐忑不安，如同狂潮席卷神魂。地辇珠帘低垂，隐约可见其内奢华无边，仙气氤氲。当帘角被一只素白如玉的皓腕轻轻挑起一丝缝隙，露出半张惊世绝艳、颠倒众生的侧颜，正是陆羽奇。他黛眉微蹙，带着一丝被外界惊扰的清冷薄嗔。那一刹那泄露的风情，如同9天皓月坠入凡尘，清冷孤高，却又带着致命的吸引力。守门弟子终修为稍弱者，竟是心神失守，呆立当场，只觉口干舌燥，神魂颠倒。好美的仙子，有弟子失神喃喃。更令他们骇然的是，神山深处那几块沉寂了不知多少万年的问心古碑，此刻竟嗡嗡震动起来。其中一块最为古老、铭刻着残缺地纹的古碑，骤然投射出一道混沌神光，瞬间穿透地辇静止，落在陆羽奇身上。古碑神光流转，几个蕴含大道威压的古篆大字虚空显化：大道圣胎，先天道体，契合度9星绝巅。9星绝巅问心古碑最高评价。这怎么可能？自神山立宗以来，从未有过9星。守门弟子们骇然欲绝，如同见了鬼魅。这女子的天资竟恐怖如斯，足以碾压神山历代所有圣子圣女。然而神山的规矩刻在骨子里，为首那位气息已达轮回巅峰的守山师兄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深吸一口气，一步踏前，朗声道，声音带着神山弟子固有的矜持与不容置疑：神山重地，地陨之所，非请勿入。车中诸位，请显真身。无论尔等是何方神圣，何等地位，何等背景，未达半尊之境者，需通过山门古碑检测，方能踏入神山一步。此乃神山铁律，万古不移。他身后的弟子们也纷纷挺直腰杆，神山之傲让他们强压下恐惧，目中流露出坚持。轰！地辇之内，一股炽热如同火山爆发的怒意骤然席卷而出，赤红如火的剑袍一闪，华歆以俏脸含煞地出现在车辕之上。他柳眉倒竖，胸前那对惊世大雷因怒火而剧烈起伏，几乎要挣脱锦束的剑装，划出惊心动魄的浑圆弧度。放肆！瞎了你们的狗眼！区神山也配检测我家公子？我家公子之尊之强，碾死你们所谓的神山老祖，如同碾死蝼蚁。尔等也配拦路？速速滚开，否则休怪本姑娘剑下无情。他素手已按上腰间那柄吞吐着赤炎法则的神剑剑柄，剑气冲天，搅动风云。守山师兄面色一白，被华歆那狂暴的圣王巅峰剑意冲得气血翻腾，却依旧梗着脖子不退。神山铁律，
便是天地亲临，未达半尊，亦须按规矩行事。非半尊者，必须检测。华歆姐姐，陆雨琪轻柔略带焦急的声音从帘内传出，她探出半个身子，清丽绝伦的容颜带着无奈，不必与他们争执。她白衣下的玲珑曲线在混沌光晕中，如同最完美的神玉雕琢，纤细腰肢不堪一握，下方骤然饱满挺翘的桃臀曲线绷紧，惊心动魄，引得弟子们又是一阵口干舌炫。哼，冥顽不灵。华歆气的胸前的傲人峰峦又是一阵惊涛骇浪般的起伏，剑锋嗡鸣更盛。呵，一声慵懒到骨髓里的轻笑，如同9天之上的神旗垂落云端，瞬间压下了所有剑拔弩张的喧嚣。珠帘被2根修长如玉的手指缓缓拨开，苏云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玄黑龙袍，身姿伟岸，容颜完美的令人窒息，双眸深邃，如同吞噬万古星空的深渊。他随意地斜倚着车辕，姿态闲适，如同在自家花园散步。一只手甚至还揽着陆羽琪纤细柔软的腰肢，指尖在那隔着白衣也能感受到惊人弹性的桃臀弧线上轻轻摩挲，引来少女一阵羞涩的轻颤。他的目光轻飘飘地扫过下方如临大敌的神山弟子，如同看几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神山铁律。他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带着凌驾诸天、俯瞰万古的漠然语，一丝玩味规矩是束缚弱者的枷锁。本公子想去的地方，话音陡然转冷，如同北极玄冰砸落，冻结灵魂。便是禁区绝地，也得乖乖让出一条通天大道。至于半尊，检测。他嗤笑一声，那笑声中的不屑与睥睨，让所有神山弟子心头如同被万钧巨锤砸中，道心摇摇欲坠。就在此时，嗡！神山深处，一轮皎洁无瑕、清辉照耀万古的明月骤然升起。月华所至，汹涌的混沌气流瞬间平息，狂暴的圣王凶兽也下意识地收敛了凶威。一股凌驾于圣王之上，无限接近至尊领域的浩瀚威压，如同月海浪潮般席卷而来，带着清冷、高贵、不容亵渎的绝世地威。明月之中，一道风华绝代的女子身影踏月而来。她身披月华织就的地袍，身姿高挑曼妙到了极致。地袍之下，那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勾勒出一道傲视苍生的完美曲线，腰肢纤细的不盈一握，下方骤然隆起，浑圆挺翘到惊世骇俗的巨大弧度，在月华地袍的包裹下，随着莲步轻移而摇曳生姿，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天地韵律的节点上，散发出令万物臣服的绝代风华。容颜更是清绝万古，雪肤冰肌，眸光清冷如月下寒潭，却带着俯视诸天的威严。参见邀月女帝。所有神山弟子，包括那名轮回巅峰的守山师兄，瞬间如同找到了主心骨，齐刷刷的跪伏在地，声音狂热而敬畏。恭迎女帝法驾。邀月女帝，月神宫之主，神山最尊贵的客卿太上，距离真正的帝境至尊只差临门一脚，是足以令9天10地为之战力的绝世巨擘。邀月女帝并未看那些叩拜的弟子，她那清冷绝世，仿佛能冻结时光的目光穿透空间，死死地牢牢地锁定在地辇之上，那个慵懒揽着佳人玄黑龙袍身影之上。当看清苏云面容的刹那，邀月女帝那万载冰封足以倾覆星河的绝世容颜上，所有的清冷、威严、俯视苍生的淡漠，如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恐怖撞击，瞬间寸寸崩裂。轰！他那浩瀚磅礴足以镇压一方星域的无上神念，如同决堤的星河，刹那间彻底失控。美眸之中爆发出足以湮灭万颗太阳的极致震惊、难以置信，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近乎灵魂战栗的悸动。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苏云也微微一怔，就在邀月女帝出现的瞬间，她识海深处那沉寂的天命反派系统骤然轰鸣。叮！检测到绝世天命红颜 SSS 加级。身份：邀月女帝。修为：半部至尊9重天巅峰。身份关联：宿主生母苏黄，9天玄黄女帝，知结义姐妹。宿主小姨。3维属性扫描，重点部位加成开启。颜值99，9与9天玄月同辉。身材100，金世大雷 SSS 加，绝世桃臀 SSS 加，黄金比例 SSS 加。限定词：月神之躯，完美无瑕。潜力：身负太阴月破本源，若得机缘，地路可期。当前关系：极度震惊，血脉悸动，强烈疑惑，未知天命牵绊，深红极。建议宿主主动相认，触发建议宿主主动相认，触发小姨的偏爱特殊羁绊。奖励：天命值加50000，太阴地经残卷。卧槽！苏云万年不变的慵懒面具差点裂开。小姨，这绝代女帝是我妈的干妹妹。我的小姨，这系统连小姨都扫描3维，
还他妈 SSS 加，重点部位加成嘟出来了。就在苏云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之际，山门前，邀月女帝在经历了那足以颠覆她万载道心的极致震撼后，终于动了。在无数神山弟子如同石化、大脑彻底宕机的目光注视下，这位高高在上、清冷绝世、神山都要奉为座上宾的无敌女帝，竟缓缓地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微颤，面对着地辇的方向，轻轻撩起月华地袍的裙裾，然后在死一般寂静、连风都凝固的恐怖氛围中，在苏云略带玩味又带着一丝莫名期待的目光里，风华绝代的邀月女帝对着地辇之上玄黑龙袍的年轻身影微微屈膝，一个简简单单却足以让整个神山乃至诸天万域为之崩塌的礼节。清冷如九天玄月的声音带着一丝机不可察的颤抖，却清晰地响彻在每一个神魂冻结的生灵耳畔。苏氏邀月参见。他略一停顿，美眸中复杂光芒剧烈闪烁，最终化为一道穿越亘古的温柔与无法言喻的悸动，轻轻吐出那令天地失声的2个字：弟子。参见弟子。那4个字如同4柄开天辟地的混沌神锤，狠狠砸碎了他们根植于骨髓的神山傲骨。邀月女帝，月神宫之主，神山最尊贵的客卿太上，距离那真正的至尊只差临门一脚的无上存在，他竟对着那地辇之上的玄黑龙袍青年屈膝行礼，这简直比神山崩塌、藏地之地干涸还要荒谬亿万倍。无数道目光死死定在那道风华绝代却又微微屈膝的身影上，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灵魂深处被碾碎成齑粉的轰鸣。这怎么可能？守山师兄的眼珠几乎要瞪裂眼眶，轮回境的道心此刻脆弱得如同薄冰，布满裂纹。他之前还在厉声强调神山铁律，甚至搬出天地清灵亦须遵守的规矩，可转眼间，神山最强大的倚仗之一，竟对着他们试图阻拦的目标俯首称臣。弟子。有弟子失魂落魄的低喃，声音干涩的像是砂纸摩擦。他究竟是谁？何方神圣？9天地朝后裔？不，地朝后裔何德何能令邀月女帝如此？另一个弟子神魂震荡，几乎要道心崩溃。莫非是某位远古大帝之后可气息？分明年轻无比。无边的恐惧和荒谬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所有神山弟子的神魂。他们之前还带着审视与矜持，甚至强压恐惧，坚持规矩，此刻回想，每一句呵斥，每一个阻拦的眼神，都成了刺向自己的无形利刃，将他们钉在无知与狂妄的耻辱柱上。冷汗浸透了月白道袍，却无人敢擦拭分毫。10位绝色侍女曼妙的身姿无声地向地辇中心那道玄黑龙袍的身影靠近，如同众星拱月，又似花瓣簇拥着唯一的花蕊。陆羽其微微侧身，清冷的月华仿佛在他身上流转，自然地倚向苏云一侧，画心收敛了所有锋芒。月白剑袍下的金饰曲线紧贴地辇边缘，距离苏云仅半步之遥。红莲、紫菱等人或垂手，或轻靠车辕，姿态各异，却无不流露出绝对的臣服与归属，将苏云拱卫在绝对的核心。10道绝世风姿，此刻接成了那道玄黑身影最完美的注脚与点缀。他们看向那些依旧跪伏在地、神魂几乎碎裂的神山弟子，眼神中仅存的情绪是彻底碾碎尘埃般的漠然与不屑，仿佛在无声的宣告：看清楚了吗？这才是你们妄图仰望都望不到的存在。邀月女帝缓缓直起身，那清冷绝世足以冻结时光的容颜上，冰封早已彻底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震惊、难以置信，一丝仿佛跨越了亘古岁月的温柔，还有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如同少女般的悸动，在他那双映照着诸天星河的眸子深处交织翻涌。他的目光如同实质的月华，穿透了凝固的空气，牢牢锁定在苏云脸上。那熟悉的轮廓，云脸上那熟悉的轮廓，那眉宇间不经意流露出的睥睨，与记忆深处那道烙印在诸天万域，让他仰望了一生的伟岸身影，何其相似，太像了。邀月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声音在识海中回荡，不是容貌的酷似，而是那种凌驾于规则之上，视万古如尘埃的神髓，简直就是苏天帝年轻时再现，不，甚至青出于蓝。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感到一阵眩晕般的惊悸。他清晰地记得，当年在9天苏家那辉煌如永恒神阳的地宫深处，自己第一次见到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是9天玄皇女帝苏皇之子，是苏天帝唯一的血脉。那时的苏云，粉雕玉琢，
却总是一副懒洋洋提不起精神的样子，对修炼更是兴致缺缺，让无数期待的目光化为叹息。他曾暗自忧心，如此绝世血脉，若被这辈懒性子所误，岂非暴殄天物？可如今眼前之人，玄黑龙袍加身，身姿伟岸如山岳，众瞳开合间仿佛有混沌开辟，星辰生灭那内敛的锋芒，那举手投足间令圣王凶兽晋升，让神山铁律崩碎的威仪，与记忆中的懒散少年判若云泥。震惊之后，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与失落悄然弥漫心头。他看到了那10位绝色女子，每一个都拥有令诸天骄子疯狂的容颜与天姿，或清冷如月，或炽烈如火，或空灵如仙。他们环绕着他，姿态亲昵而自然，仿佛早已习惯。他们看向他的眼神，是绝对的倾慕、臣服，甚至狂热。大道圣胎的陆羽奇，赤炎剑骨已成的华星，还有那几位，气息同样深不可测。邀月的星象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泛起一丝从未有过的名为嫉妒的情绪。他身边竟已汇聚了如此多的绝世天骄，皆对他俯首贴耳。他想起了自己，月神宫之主，半步至尊九重天巅峰，半步至尊九重天巅峰，风华绝代，追求者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一方雄主，古老道统的继承人。可他的心早在无数纪元前就被那道伟岸的身影所占据。苏天帝，九天之主，一个眼神便能令星河倒卷的存在。他倾慕他，仰望他，如同仰望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可他眼中只有那位九天玄皇女帝苏黄，她的结义姐姐，这份深埋心底从未敢宣之于口的倾慕，早已随着岁月沉淀为一种近乎信仰的执念。而此刻看着眼前酷似苏天帝，资质甚至隐隐青出于蓝的苏云，看着他身边那些绝色环绕的景象，那份沉寂了无数年的悸动竟如同死灰复燃，带着一种禁忌般的灼热，猛烈地冲击着他的道心。这便是大地血脉的真正魅力吗？邀月心神摇曳，连呼吸都变得有些紊乱。月华地袍下那傲视苍生的完美曲线，也因心绪的剧烈波动而微微起伏。竟连我都不知小姨为何来此神山。苏云慵懒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也打断了邀月纷乱的思绪。他斜倚车辕，众瞳深邃如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指尖还在无意识地摩挲着陆羽其腰之下方那惊心动魄的桃臀弧线，引来少女一阵微不可察的轻颤。邀月瞬间回神，强行压下心头的波澜，清冷的容颜恢复了几分属于月神宫之主的威仪，只是眼底深处那份复杂依旧挥之不去。云儿，弟子。他顿了顿，似乎在选择称呼，最终还是选择了尊称，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神山号称地蕴之地，底蕴深厚，自成乾坤，大道法则浓郁。修炼1日抵外界3年。他目光扫过那巍峨山门，语气平淡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但于我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过是此地可能存在的某些古老痕迹，或与那传说中的长生物质相关。他看向苏云，美眸中带着探寻。近日诸天震动，皆言飞仙地目有长生物质现世，引得无天半尊、古山神子等巨擘铩羽而归，最终落入一位神秘存在之手，震动9天10地。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肯定。如今看来，那横扫地目夺得长生物质之人，便是弟子你。不错，苏云坦然承认，姿态随意，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飞仙地目一行倒也有趣，些许跳梁小丑，不足挂齿。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绝对自信。陆羽其、华星等10女眼中异彩连连。公子，弟子得风采，无论何时都令人心折。邀月却是心头巨震，虽然早有猜测，但得到苏云亲口证实，那份冲击依旧巨大无比。他深吸一口气，月华地袍下的饱满弧度随之起伏，追问道：那长生物质当真？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连自己都未察觉的急切与期待。长生物质，炼制不死仙药的核心神物，纵是地境存在也趋之若鹜。若能为苏家带回此物，那将是何等功绩，或许能稍稍弥补他心中那份对苏天地的遗憾。然而苏云却缓缓摇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地目之中却有长生痕迹，但长生物质。他嗤笑一声，
重瞳中掠过一丝洞察一切的冷芒，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织，预置我于诸天风口浪尖的拙劣陷阱罢了。什么？妖月失声惊呼，万载冰封的绝世容颜瞬间布满错愕与惊怒。陷阱？这怎么可能？诸天皆传，各方巨擘亲眼所见争夺。苏云目光悠远，仿佛穿透了层层空间，看到了那幕后搅动风云的黑手。有人想借诸天万域之手，将我逼入绝境，或至少让我永无宁日。他语气淡漠，却蕴含着令虚空都为之凝固的含义。至于那人是谁，识海中沉寂的天命反派系统面板悄然浮现，锁定在某个名字上，叶晨。气运值后面跟着一串令人啧舌的零，命运轨迹纠缠如深渊。有点意思，苏云心中冷笑，这韭菜倒是长势喜人，手段也够阴，可惜眼界太窄，他根本不屑于立刻捏死这只跳蚤，养肥了再割。看着对方在自以为是的棋局中挣扎沉沦，最终在绝望中献上一切，那才是反派应有的格调。长生物质，不死仙药，这等神物他苏家地库中并非没有，何须去争那虚无缥缈的谣言？叶晨这点小聪明，在他眼中不过是给漫长纪元增添一点微不足道的乐趣罢了。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苏云收回目光，看向妖月，语气带着一种俯瞰蝼蚁般的漠然。长生物质，非他们所能及。至于那幕后之人，呵，跳梁之辈，待他蹦跶的足够高时，再一脚踩下，岂不更有趣？妖月怔怔地看着苏云，眼前青年的神态，那掌控一切，视诸天风云如棋局的漠然，那谈笑间将一场席卷诸天的风暴轻描淡写定为有趣的气度，让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苏天地之手镇压万古动乱的绝世风采，甚至更显霸道与肆意。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再次猛烈地冲击着他的心扉，他强行压下，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再次落在苏云身上，带着前所未有的审视与探究。这一次他看得更细更深入，那玄黑龙袍下的身躯，气血如混沌烘炉，内蕴神光，奔腾咆哮间隐隐有开天之音，一股磅礴浩瀚至神至圣的威压，如同沉睡的太古巨龙蛰伏于其体内，虽隐而不发，却足以令他这半部至尊九重天的存在都感到一丝源自生命层次的压迫感。圣境？不，这绝非寻常圣境。妖月心头掀起惊涛骇浪，美眸中爆发出璀璨的月华神光，试图看得更真切。这气息至刚至阳，内蕴无上道则，竟隐隐有苏天帝当年万劫不灭体大成时的影子。不，似乎更为纯粹。这怎么可能？他才多大？当年在苏家时，他清晰地记得，不久前的苏云虽血脉尊贵，但修为境界在诸多地族之人中只能算最弱，远未显露出如此逆天的底蕴。这短短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脱胎换骨？不，这简直是重塑真我。弟子，你的修为？妖月的声音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那份属于女帝的从容几乎维持不住。你的血脉似乎已超越过往，有了质的蜕变。这简直是帝姿？不，是先帝之姿。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失声而出。机缘巧合，略有寸进罢了。苏云淡然一笑，似乎对妖月的震惊并不意外。他心念微动，识海深处沉寂的系统面板上，属于妖月女帝的信息再次清晰浮现。姓名：妖月，苏氏，身份：月神宫之主，神山客卿太上，宿主生母苏黄，九天玄黄女帝，结义姐妹，宿主小姨，修为：半部至尊九重天，巅峰，体质：太阴月破本源体 ，SSS 加级，天命红颜等级 ，SSS 加当前好感度88，震惊，强烈好奇，难以言喻的悸动，潜藏极深的倾慕，特殊状态。深红级天命牵绊，血脉悸动，攻略建议赠予太阴地精，触发小姨的偏爱羁绊，好感度可突破临界点，解锁终极如鼎之秘，88点好感度。深红级牵绊，苏云心中念头电转，重瞳深处掠过一丝掌控一切的幽芒。时机已至，他目光转向妖月，那深邃的重瞳仿佛能洞穿一切虚妄，直指本源。小姨，他的声音低沉了几分，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你如今卡在这半部至尊九重天巅峰之境，怕是也有不少岁月了吧？此言一出，如同惊雷炸响，
妖月娇躯猛地一颤，那清冷绝世的容颜上瞬间褪尽了所有血色，只余下无比的惊愕与一丝被彻底看穿的羞窘。他的瓶颈，他万载苦修却始终无法叩开至尊大门的困境，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秘密与执念。此刻竟被苏云如此轻描淡写的点破。弟子，你……妖月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月华地袍无风自动，显示出他内心的剧烈震荡。他看着苏云那双仿佛蕴含着诸天奥秘的重瞳，一种无处遁形的感觉瞬间攫住了他。他是如何看穿的？仅仅凭感知？仅仅凭感知？这洞察力简直骇人听闻。苏云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小姨体质特殊，乃太阴月魄本源之体，万古罕见，欲突破此境，寻常地经法门不过是隔靴搔痒。他语气笃定，仿佛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妖月心神俱震，太阴月魄本源体，这是他最大的秘密。纵是神山老祖穆清风，也仅知他身负强大太阴之力，却绝不知其本源真谛。苏云竟一语道破。他看着苏云那双重瞳，仿佛看到了混沌初开、大道衍生的景象，一股寒意混合着难以言喻的激动从心底升起。所缺者，不过是一部真正契合本源，能引动太阴本源之海，助你化茧成蝶的无上帝经。苏云的声音如同带着魔力，每一个字都敲打在妖月最脆弱的心弦上。他缓缓抬起右手，只见一点混沌神芒骤然亮起。嗡！刹那间，天地失色，万籁俱寂，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古老、浩瀚、冰冷、孤高的道韵瞬间弥漫开来，仿佛有一轮沉寂了亿万载的太阴古星在苏云指间古星，在苏云指间苏醒。月华不再是清辉，而是化作了实质的流淌着亿万道则符文的液态神光。无数古老的神魔虚影在月华神光中沉浮膜拜，吟诵着开天辟地的太阴真言。神山深处，那几块沉寂的问心古碑再次疯狂震动，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万丈白玉山门上的地陨神纹明灭不定，仿佛随时会崩碎。那9头圣王凶兽更是呜咽着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所有神山弟子，包括那轮回巅峰的师兄，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神魂，噗地喷出鲜血，五体投地，连一丝抬头的勇气都彻底丧失。无边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紧了他们的心脏。陆雨琪、华星等10位绝色侍女同样脸色煞白，在这股源自太阴本源的至高地威下，他们感觉自己渺小如尘埃，体内的灵力、道则都几乎要被冻结。他们死死地盯着苏云指尖那一点璀璨到极致，也危险到极致的混沌神芒，美眸中充满了极致的震撼与敬畏。这是地经本源。陆雨琪失声，清冷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公子，弟子，他竟然……华星俏脸苍白，赤炎剑骨都在嗡鸣哀鸣。妖月女帝，这位距离至尊仅一步之遥的绝世存在，此刻更是如同被9天劫雷劈中，她的娇躯剧烈的颤抖着，比任何人都要强烈1万倍。她体内的太阴月魄本源之力，在感受到那一点神芒的瞬间，就彻底沸腾、燃烧，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近乎哭泣般的欢呼与渴望。那感觉，如同迷途亿万年的游子，终于看到了归家的灯塔，如同干涸亿万载的河床，迎来了源头的活水。太阴，妖月的声音破碎不堪，带着气音般的激动与难以置信。地经，完整的太阴地经本源烙印。苏云指尖那一点神芒，正是系统奖励的太阴地经残卷所画的本源烙印。虽非完整，但其蕴含的太阴大道真意，对于妖月而言，无异于黑暗中照亮永恒的唯一曙光。此物与小姨突破，或有些许裨益。苏云声音平静，指尖轻弹，那一点凝聚着至高太阴道则的混沌神芒，化作一道流淌着亿万月华符文的光带，无视一切空间阻隔，轻柔却又无比坚定的没入了妖月光洁的眉心。轰隆，无法形容的轰鸣在妖月识海炸开，沉寂了亿万年的太阴本源之海被彻底引动，浩瀚无边的月华神能从他体内不受控制的喷薄而出，在他身后凝聚成一尊顶天立地、模糊不清却又散发着无上威严的太阴神奇虚影。整个神山藏地之地的混沌气流为之倒卷，天空瞬间化为一片深邃无垠的月华之海。妖月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
混合着极致痛苦与无边欢愉的呻吟，整个身躯都被纯粹的月华神能包裹。那风华绝代的容颜在神光中若隐若现，充满了神圣与痛苦交织的奇异美感。许久，那撼天动地的异象才缓缓平息。月华收敛，太阴神气虚影融入妖月体内，他的气息比之前更加深邃，更加浩瀚，仿佛体内打开了一道通往至尊之路的缝隙。虽然瓶颈仍在，但那层坚不可摧的壁垒已然松动。他缓缓睁开双眸，那双原本清冷如寒潭的眸子，此刻蕴满了足以的眸子，此刻蕴满了足以融化万载玄冰的极其复杂的光芒，无边的感激，刻骨的震撼，一种被彻底征服的悸动，以及某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弟子。妖月的声音带着一丝经历洗礼后的沙哑与坚定。他向前一步，月华地袍无风自动，勾勒出那惊心动魄的完美曲线。这一次他不再犹豫，目光直视苏云那双深邃重瞳，一字一句清晰无比。苏家于妖月，恩同再造。9天玄黄姐姐待我如亲妹，苏天帝更是妖月此生仰望之星辰。此恩此情，纵是万死亦难报万一。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殉道般的虔诚。小姨，苏云看着妖月眼中那决绝到近乎献祭的光芒，心头微动。妖月深吸一口气，那足以令诸天失色的绝世容颜上，竟缓缓浮现出一抹惊心动魄的带着极致羞怯与决然的红晕，如同月下初绽的彼岸花，妖异而圣洁。他接下来的话语如同9天神雷，将在场所有人的神魂彻底劈得外焦里嫩。妖月至今仍是处子之身。轰！这句话的威力比之前的太阴地境现世更加恐怖100倍。时间、空间、思维，一切的一切彻底凝固了。神？什么？陆羽其失声惊呼，清冷如仙的容颜第一次失去了所有从容，小嘴微张，足以塞进一枚灵果。他看着妖月那羞红却又决绝的脸，大脑一片空白。处子之身，一个活了不知多少纪元，修为通天彻地的半步至尊巅峰女帝，化心更是如遭雷击。那双燃烧着赤炎的美眸瞪得溜圆，红唇微张，却发不出半点声音。他胸前的金石大雷都仿佛忘记了起伏，彻底僵住。处子，这比神山是纸糊的还要荒谬10000倍。红莲、紫菱等其余8位侍女表情瞬间石化。她们身为苏云身边最亲近的剑士，自身亦是绝世炉鼎体质，深知一个半步至尊巅峰，身负太阴月破本源体的处子女帝意味着什么。那简直是诸天万域古往今来最逆天的造化，最完美的炉鼎。这怎么可能？红莲失神的喃喃，声音都在发颤，连苏云那万年不变的慵懒面具也在这一刻出现了清晰的裂痕。众瞳之中第一次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巨大的错愕。他料到了好感度提升，料到了羁绊加深，甚至隐隐猜到了妖月体质特殊，但万没想到他竟会如此直白，如此决绝地道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小姨，你苏云看着妖月那双蕴满了复杂情愫，有羞耻，有决绝，有倾慕，甚至有一丝豁出去后的解脱的眸子，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识海中系统的提示音疯狂刷屏，警告，目标妖月女帝好感度突破临界值，当前好感度95，甘愿献祭。小姨的偏爱终极羁绊已触发，深红级天命牵绊完全激活，目标自愿开放本源炉鼎权限，宿主是否接受太阴月破本源体终极献祭？接受后，目标修为将化为最精纯本源，助宿主冲击地境。目标存在将不弟子。妖月仿佛看穿了苏云重瞳深处那一瞬间的错愕，以为他有所顾虑或震惊过度。他猛地踏前一步，月华地袍翻飞，语气急促而坚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献祭意志。非是妖月不知廉耻，而是我的体质，这太阴月破本源体，唯有在处子元婴最圆满，本源之力积蓄到极致，且心甘情愿之时，才能作为最完美的太阴神影。他的脸颊红得滴血，眼神却亮得吓人，如同燃烧的星辰。若弟子不弃，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前所未有的颤抖与羞怯，却又无比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如同最后的审判。妖月愿以此身、此魂、此毕生修为本源，化作弟子登临绝巅的
第一块踏脚石，助弟子点燃地火，铸就无上地基。死寂，绝对的死寂，连那9头混沌凶兽的呼吸都彻底停止了。苏云重瞳深处，那抹错愕终于被一种难以言喻的、足以吞噬诸天的幽深狂喜所取代。他缓缓勾起嘴角，那笑容带着一种掌控诸天、收割一切的无上意志。识海中，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如同天籁。叮，检测到 SSS 加级炉鼎自愿献祭，是否绑定太阴月破本源炉鼎？绑定后，宿主冲击地境成功率提升300%，根基潜力提升至极。苏云喉间溢出一声低沉而愉悦的轻笑，在凝固的时空中清晰地回荡开来。小姨要当我的炉鼎，助我成大殿。苏云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惊愕，那双深邃如渊的重瞳微微睁大，仿佛听到了什么颠覆认知的荒谬言论。他揽着陆雨琪纤细腰肢的手甚至无意识地松了松，引得少女疑惑地抬眼看他。此刻苏云内心早已笑开了花，若非万载养成的城府，他几乎要仰天长啸。卧槽，成了！天命反派系统诚不我欺。小姨，亲小姨。 SSS 加级的绝世天命红颜太阴月破本源体，还是处子元婴圆满的完美炉鼎。老爹啊，老爹，您老人家当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仅凭魅力就让这等绝世女帝心甘情愿苦等亿万载，守身如玉。如今这泼天的富贵，这逆天的造化，竟然便宜了我这做儿子的，哈哈哈！诸天万域，还有谁？他内心的狂笑如同混沌海啸，在识海中掀起滔天巨浪。系统面板上那太阴月破本源炉鼎 SSS 加级自愿献祭绑定中的提示散发着诱人的暗金光芒。小姨，苏云的声音适时地带上了一丝无奈与心疼，他微微摇头，那份慵懒中透出不容置疑的强势。不要这么生分，你我之间何须如此？还是叫我云儿吧，你以前不就是这样叫我的吗？他的目光灼灼，带着一种穿透岁月的温柔，直视邀月那双蕴藏了万载复杂情愫的美眸。如今我长大了，莫非小姨就与我生分了？不这样叫我，我可是会伤心的。这声云儿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在邀月早已波澜万丈的心湖中荡开了一圈圈更深的涟漪。邀月绝美的容颜上，那抹因献祭宣言而升腾的极致羞红尚未褪去，此刻又因这声久违的带着亲昵的称呼而晕染开一种惊心动魄的足以令诸天失色的倾城笑意。那笑容里有释然，有追忆，有跨越亘古的温柔，更有一丝破釜沉舟后的决绝。云儿，他红唇轻启，声音带着一丝机不可闻的颤抖，却无比清晰地烙印在每一个凝固的神魂之上。怎么，你不愿意接受小姨吗？他的目光带着探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更带着献祭者独有的近乎虔诚的等待。苏云迎着他的目光，那双重瞳深处掠过一丝掌控一切的不易察觉的暗金光芒。他缓缓的极其郑重地点了点头。小姨心意，鱼儿铭记于心。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如同古老的誓言，此等厚恩非言语可表。鱼儿定不负所托，绑定，立刻绑定。这 SSS 加级的炉鼎，傻子才不要。冲击地境成功率提升300%，根基潜力无限。老爹当年没享受到的，儿子我笑纳了。苏云内心在咆哮，意念疯狂确认着系统的绑定指令。嗡！就在苏云点头应允的刹那，一股无形的源自灵魂本源的契约之力骤然在苏云与邀月之间缔结。这并非普通的炉鼎契约，而是以邀月自愿献祭毕生修为本源，太阴元婴为引，以苏云的无上血脉和潜力为基构筑的无上道契。旁人虽无法直接感知契约内容，但那瞬间弥漫开来的至高无上的命运羁绊气息，却让在场所有人，尤其是那10位绝色侍女神魂俱震。陆羽琪清冷如月的眸子第一次失去了所有的从容与平静。他看着邀月那因苏云应允而绽放的足以倾覆万古的绝美笑靥，看着苏云那深邃重瞳中倒映出的邀月身影，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如同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紧了他的心脏。邀月女帝，小姨，半步至尊巅峰，太阴月破本源体，自愿献祭。陆羽琪的识海中，这些词汇如同惊雷炸响。他竟能做到如此地步，连身份、地位、亿万载的修为皆可抛弃，只为助公子登顶。此等决心，此等情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大道圣胎，先天道体，九星绝巅，这些往日足以自傲的资本，在邀月那 SSS 加级的炉鼎体质和决绝献祭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股酸涩与不甘混合着强烈的紧迫感，在他心底疯狂滋生。不行，绝对不行！公子身边的位置，岂能尽被小姨占据？我陆羽琪亦能为他付出一切，延续血脉，传承道统，
以报公子再造之恩。我必须更努力，更主动。他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紧了衣袖，将那价值连城的鲜蚕丝料都扯出了褶皱。另一边，华歆更是如遭雷击，他那火爆的性子几乎要压制不住，赤红如火的剑袍下，那对惊世大雷剧烈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浑圆轮廓，连带着腰间神剑都在鞘中发出嗡嗡的哀鸣剑啸。赤炎法则不受控制的溢出，将脚下一小块神经地面都融成了赤红的岩浆。气死本姑娘了！华歆内心在咆哮，俏脸含煞。小姨，弟子的小姨，这简直是犯规！他怎么能这样？仗着身份就捷足先登，弟子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公子啊！要是让他提前，那还有我们姐妹什么事？他脑海中甚至不受控制地浮现出邀月与苏云的画面，那风华绝代的身影依偎在公子怀中，这想象让他眼前发黑，胸中玉气几乎要炸开。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和被插队的委屈，让他那双燃烧着赤炎的美眸都蒙上了一层水汽。哼！他忍不住低哼出声，声音不大，却带着浓浓的醋意和不忿。红莲、紫菱、青鸾等其余8位侍女，此刻的表情也精彩纷呈。红莲性子最为娇憨直接，她看着邀月那完美到令人窒息的曲线，尤其是月华地袍下那浑圆挺翘到惊世骇俗的桃臀弧度，再低头看看自己虽然同样傲人，但似乎稍逊一筹的身材，小嘴撅得能挂油瓶。完了，公子以后眼里是不是只有小姨了？红莲内心哀嚎，红莲也好想帮公子，好想给公子延续血脉啊！这么多姐妹，什么时候才能轮到红莲？不行，今晚我就去找公子。穿那件最薄的纱衣，紫菱心思缜密，眼神复杂地扫过邀月和苏云，又看了看身边醋意翻涌的姐妹们，心中暗叹：邀月女帝此举看似献计，实则是将自己与弟子彻底绑死，不分彼此了。此等羁绊远超我等，弟子身边格局怕是要大变了我等，需更加尽心竭力才是。青鸾则更多是敬畏与一丝羡慕。太阴月破本源体献祭，弟子得此助力，地路将再无阻碍。能追随如此主上，是我等之幸。只是所有侍女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在苏云身上，那眼神中除了固有的倾慕、臣服，此刻更添了浓浓的化不开的醋意、紧迫感和一丝同仇敌忾，仿佛面对一个突然闯入、抢占了他们心中最重要位置的大敌。苏云自然将众女的心思尽收眼底，内心那份掌控全局的愉悦感更盛。他享受着这份因他而起的暗流汹涌，这修罗场般的氛围正是反派生活的绝佳调味剂。小姨，他收敛心神，目光再次变得深邃而温和，看向邀月。这太阴地精，他故意用了个略带暧昧的别称，对你稳固本源、冲击那最后一步至关重要。他指尖再次一点，并非之前那般惊天动地的本源烙印，而是一道凝练至极、蕴含着太阴地精核心奥义的混沌神念，轻柔地没入邀月光洁的眉心。为了苏云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为了将来一切顺利，小姨还需好生体悟，将状态调整至最圆满。邀月娇躯微颤，接收着那浩瀚精妙的太阴奥义，识海中仿佛有无数月华精灵在欢舞。他瞬间明白了苏云的用意，让他在献祭之前将自身太阴本源锤炼至真正的巅峰圆满，如此方能最大化献祭的效果，助他铸就那万古无一的至强地基。鱼儿放心，邀月此刻的心绪已彻底沉静下来，带着一种殉道者的安宁与坚定。他嫣然一笑：倾国倾城，小姨定不负所望，将最完美的一切交予你。最后几个字轻若蚊呐，带着极致的修意，却清晰地传入苏云耳中，撩拨心弦。定，恭喜宿主完成小姨的偏爱终极羁绊。定 ，SSS 加级炉鼎邀月女帝，太阴月破本源体绑定成功。定，宿主获得绑定奖励，天命值加1000万点。定，恭喜宿主获得破镜升华大礼包。一连串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苏云识海炸响。1000万天命值，破镜升华大礼包。苏云内心再次掀起狂澜，系统这次真是下血本了。绑定个炉鼎，奖励丰厚如斯。他强压下立刻查看礼包的冲动，表面上依旧云淡风轻，对邀月温言道：小姨刚刚接收地精，需静心参悟，神山环境尚可，便在此闭关吧。云儿为你护法。邀月深深看了他一眼，万般情愫尽在不言中，微微颔首，月华地袍轻舞，身影化作一道清冷的流光，瞬间没入神山深处，显然是去寻找最佳的闭关洞府了。苏云目光扫过下方依旧跪伏在地，神魂几乎被接二连三的冲击碾碎的神山弟子，以及身边一群醋意未消、眼巴巴望着他的绝色侍女，淡淡道：都散了吧。华歆、雨琦，随我来书房。红莲，你也来。被点名的红莲先是一愣，随即俏脸上瞬间绽放出狂喜的光芒，
那对金氏大雷都激动得微微发颤，连忙应道：“是，公子。”他挑衅般的偷偷瞄了华歆和陆羽奇一眼，小跑着跟上。华歆气得跺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鼓着腮帮子，气呼呼地跟在后面。陆羽奇则恢复了清冷，只是眼底深处那份紧迫感更重了。神山深处，一间被苏云临时征用、部下重重禁制的禁室内，全当书房。苏云盘膝而坐，立刻沉入识海。系统开启破镜升华大礼包。定，破镜升华大礼包开启中，恭喜宿主获得：1. 镜花仙骨碎片 x1， 2. 修为灌顶卡圣王镜 x1， 3. 混沌元气 x1 缕， 4. 神魂本源强化至尊级 x1， 镜花仙骨碎片。苏云瞳孔骤然收缩，传说中窥视先帝之境的无上根基，融合此骨，圣骨化仙机，寿元暴涨，潜力无限，直指仙道。系统你真是我亲爹啊！他毫不犹豫，立刻融合镜花仙骨碎片，使用修为灌顶卡，吸收混沌元气，强化神魂本源。轰隆！这一次的动静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恐怖。禁室之内，时空仿佛瞬间扭曲凝固。苏云盘坐的身躯猛地一震，首先是一股源自生命本源的浩瀚无边的古老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仿佛有一尊沉睡在时光尽头的仙灵于此刻苏醒。他的骨骼发出密集如炒豆，又似大道天音的噼啪爆鸣，每一块骨头都在绽放出迷蒙的如同水月镜花般的鲜辉。圣境修士那璀璨的圣骨此刻正在发生着本质的蜕变，丝丝缕缕的混沌符文在骨头上滋生蔓延，最终凝聚成一枚枚虚幻不定，仿佛能倒映诸天万界的奇异古文仙骨道纹。这便是镜花仙骨，虽只是碎片融合，却已让它的根基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凡俗圣骨向着传说中先帝的仙机迈进。它的寿元在仙骨凝聚的刹那疯狂暴涨，原本圣王境悠长的寿命此刻仿佛打破了某种桎梏，增长了不知多少万年，如同汪洋般深不可测。更关键的是，它的潜力上限被彻底打开，未来的道路直指那虚无缥缈的先帝之境。圣骨化仙机，寿元无尽，直指先帝。卧槽！卧槽！卧槽！苏云内心被狂喜和震撼彻底淹没，饶是他心智坚定如万古神铁，此刻也忍不住在识海中爆了粗口。这奖励太逆天了！紧接着，修为灌顶卡生效。轰！磅礴到无法想象的精纯能量，如同9天银河决堤，无视一切瓶颈阻碍，疯狂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冲刷着他刚刚凝聚仙骨的躯体。圣王境1重天、2重天、3重天、4重天、5重天，他的境界如同坐上了混沌天舟，一路势如破竹，直接冲破5重天的壁垒，达到了圣王境5重天巅峰。而且这能量无比精纯圆融，毫无根基虚浮之感，仿佛是他苦修亿万载得来。同时，那一缕混沌元气融入丹田，这是比混沌气更本源的宇宙创生之力。它如同种子，扎根在苏云浩瀚如星海的丹田之中，缓缓旋转，散发出滋养万物、开辟世界的原始道韵，不断淬炼、提纯，壮大着他的法力，使其带上了一丝混沌创生的至高属性。最后，神魂本源强化，至尊级降临。嗡！苏云感觉自己的神魂仿佛被投入了混沌母炉之中，经历着千锤百炼。识海空间疯狂扩张，原本璀璨如星河的精神力，此刻变得凝练如实质的暗金神经，散发着不朽不灭、俯瞰诸天的至尊威压。他的神念强度、推演能力、悟性瞬间提升了数个层级，仿佛一念之间便可洞察诸天奥妙。这一切变化看似漫长，实则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境室之外，华歆、陆羽奇、红莲三女守候着。突然，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吸力从境室内传来，轰隆隆，整个神山上空浩瀚无边的混沌气流、天地灵气、星辰精华，甚至弥漫在藏地之地中的丝丝地道法则碎片，都如同百川归海，疯狂地朝着境室方向汇聚，形成一个直径万里的巨大无比的灵气漩涡。漩涡中心正是苏云所在，那吞噬灵气的速度比之前苏云修炼时快了何止100倍，简直如同饕餮吞天，鲸吞寰宇。华歆倒吸一口冷气，美眸瞪圆，看着那恐怖的灵气漩涡，感受着境室内节节攀升，如同太古神山拔地而起的磅礴气息，声音都在发颤。公子他这是在突破，这动静也太恐怖了吧！吸收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快了100倍不止。陆羽奇清冷的容颜上也布满震撼，他的大道圣胎对能量流动最为敏感，不只是突破，公子的生命本源发生了质变，仿佛脱胎换骨。这气息浩瀚古老，带着仙韵。
他不确定的低语，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红莲更是激动得浑身发抖，那对惊世大雷随着他的呼吸剧烈起伏。我就知道，公子是最厉害的。什么瓶颈，在公子面前都是纸糊的。他看向进士们的眼神充满了崇拜和更加炽热的渴望。红莲夜袭，修罗暗涌，进室内异象渐渐平息。苏云缓缓睁开双眼，众瞳开合间，仿佛有混沌初开，星辰幻灭，仙宫沉浮的恐怖景象一闪而逝。他整个人的气质变得更加深邃内敛，却又带着一种凌驾诸天、俯瞰万古的漠然。仙韵圣王五重天巅峰的修为稳固如山，镜花仙骨碎片带来的蜕变更是让他感觉脱胎换骨，拥有了无限可能。镜花仙骨，先帝之基，真是意外之喜。他嘴角勾起满意的弧度。就在这时，进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隙，一道火红的身影如同灵巧的猫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随即迅速关上门，激活了静止。正是红莲。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半分白日里的娇憨，一身装扮清凉的近乎大胆，薄如蝉翼的赤红纱裙根本遮掩不住那惊心动魄的傲人曲线。惊世大雷在纱衣下呼之欲出，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下方骤然饱满挺翘的桃臀勾勒出诱人的弧度。雪白的肌肤在昏暗的静室内仿佛自带柔光，俏脸上带着羞涩的红晕，却又大胆地直视着苏云，美眸中水光潋滟，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倾慕与渴望。公子。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娇媚的颤音，缓缓走近，一股少女特有的馨香弥漫开来。您修炼完了？苏云看着眼前这活色生香的一幕，饶是他心智坚定，重瞳深处也不由得掠过一丝火焰。这丫头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不过这份主动和炽热倒也别有一番风味。红莲，他故意拉长了语调，带着一丝玩味。你这是？红莲被他看得俏脸更红，却鼓起勇气又靠近一步，几乎要贴到苏云身上。他仰起头，吐气如兰，带着一丝委屈和撒娇。公子，您今日是不是以后眼里就只有小姨了？苏云失笑，伸手捏了捏他滑腻的脸蛋。胡思乱想。那红莲呢？红莲趁机抓住苏云的手，按在自己那剧烈起伏、惊心动魄的惊世大雷上，隔着薄纱，能清晰感受到那惊人的弹跳力和炽热的温度。红莲也想帮公子，红莲也想为公子传承血脉，延续道统，报答公子大恩。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一种豁出去的魅意。这么多姐妹，红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公子，求您疼疼红莲吧，红莲什么都愿意。说着，她娇躯一软，就要倒入苏云怀中。苏云感受着手掌传来的惊人触感和热度，看着怀中少女那任君采撷的诱人模样，体内刚刚融合仙骨修为暴涨而带来的磅礴气血和某种躁动瞬间被点燃。他低笑一声，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磁性。哦，什么都愿意。那本公子便看看你这小妖精有多少诚意。他手臂用力，将那火热柔软的娇躯紧紧揽入怀中。红莲嘤咛一声，媚眼如丝，主动献上了红唇。静室内温度急剧攀升，春光旖旎，静止隔绝了所有声音和气息，却隔绝不了那无声燃烧的炽热情焰。神山广场，惊世之吻。翌日清晨，神山核心区域一片被混沌气笼罩，铭刻着古老阵纹的宏伟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轮回道子萧炎。这位被誉为神山年轻一代第一天骄，拥有轮回神体的绝世奇才，此刻正站在广场最前方，身边簇拥着众多追随者和神山核心弟子。他面容俊朗，气质超然，眉宇间带着神山天骄特有的矜持与自信，目光灼灼地盯着广场中央那座被混沌光柱笼罩的古老祭坛。那里是邀月女帝闭关冲击至尊之境的地方。女帝闭关已近100日，这混沌光柱愈发炽盛，大到天音不绝于耳。看来女帝此次破关十拿9稳了。萧炎身边一位长老抚须赞叹，眼中充满敬畏。是啊，邀月女帝乃我神山客卿太上，她若成就至尊，我神山威势将更上一层楼，足以比肩那些隐世帝族。另一位核心弟子激动道。萧炎没有说话，但眼神中的狂热与倾慕却毫不掩饰。邀月女帝风华绝代，修为通天，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女神，能亲眼见证女神登临至尊，是他莫大的荣幸和修行动力。就在这时，轰！祭坛上方的混沌光柱骤然膨胀了数倍，一股凌驾于众生之上，仿佛能令星河倒卷的浩瀚威压，如同沉睡的远古巨兽苏醒，轰然席卷整个广场。要成了！至尊威压，这是至尊威压的雏形。有人失声惊呼，所有人心神俱震，屏住呼吸，目光死死锁定光柱中心。光芒渐渐收敛，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缓缓浮现，正是邀月女帝。她依旧身披月华帝袍，但整个人的气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清冷依旧，却多了一种统御诸天、执掌万道的无上威严。肌肤更加晶莹，仿佛由最纯净的月华神玉雕琢而成，周身流淌着大道法则凝聚的光带。他的气息如同无垠的星空，深邃浩瀚，已然稳稳踏入了半步至尊的极致，距离那真正的至尊递进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显然，闭关1日，他已将状态调整至前所未有的巅峰圆满，随时可引动至尊缔结。恭贺女帝，道行大进！神山山主的声音带着激动，率先躬身行礼。恭贺女帝，道行大进！广场上数万神山弟子、长老齐刷刷躬身，声浪如潮，充满狂热与敬畏。萧炎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看着那道如同9天明月般的身影，眼神充满了无尽的崇拜。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整个广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让萧炎如遭五雷轰顶，让所有神山修士的大脑彻底宕机。只见光华流转，大道环绕的邀月女帝并未理会山主和众人的恭贺，她那足以令诸天星辰失色的清冷美眸穿透层层空间，精准地落在了广场边缘。一个刚刚带着几位侍女悠然出现的身影之上，玄黑龙袍，身姿伟岸，正是苏云。在亿万道目光的注视下，在萧炎那骤然凝固的狂热眼神中，邀月女帝这位刚刚出关、气息震慑寰宇的绝世女帝，莲步轻移，无视了所有神山高层，无视了数万弟子，无视了天地间的一切，她径直走向苏云。然后在距离苏云3步之遥时，她停了下来。在死寂的连风都凝固的恐怖氛围中，在苏云略带玩味又带着一丝温柔的目光里，邀月女帝微微踮起脚尖，倾国倾城的容颜上带着一丝动人心魄的羞红和决然，在苏云那完美的令人窒息的侧脸上印下了轻轻一吻。时间、空间、思维彻底凝固。卧槽！不知是谁失魂落魄地用尽了全身力气，从喉咙深处挤出了这石破天惊的2个字，如同点燃了火药桶。轰！整个神山广场彻底炸了。我看到了什么？邀月女帝亲了那个苏云。幻觉，一定是幻觉。女帝她怎么会？不，我的女神！萧炎发出一声撕心裂肺，如同心魂被生生撕裂的惨嚎。他俊朗的脸庞瞬间扭曲，眼神从狂热崇拜瞬间化为无尽的震惊、茫然、痛苦、绝望。他感觉自己的道心在亲眼目睹女神吻上另一个男人脸颊的瞬间，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清晰的崩碎声。一口逆血猛地喷出，身形摇摇欲坠。噗！广场上不知多少将邀月女帝视为梦中情人的弟子、长老，在这一刻心神遭受重创，纷纷喷血，脸色惨白如纸，道心不稳。神山山主和一众长老更是如同被9天劫雷劈中，呆立当场，大脑一片空白。他们看着邀月女帝那带着羞意却无比自然的举动，看着苏云那坦然接受甚至还带着一丝宠溺的眼神，一个荒谬绝伦却让他们遍体生寒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他们脑海。莫非长生物质根本不在飞仙地目，而是一直在他身上？他用长生物质交换了邀月女帝的。这苏云究竟是何方神圣？连邀月女帝都甘愿如此。神山要变天了。整个广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到极致的由亿万震惊、崩溃、嫉妒、茫然、恐惧组成的狂潮之中。那轻轻一吻的余波如同毁灭风暴，瞬间席卷了整个神山，并将以更快的速度震撼整个诸天万域。好家伙，没想到啊，死寂到令人窒息的神山广场上，不知是哪个角落，终于有人失魂落魄地挤出一句梦一般的惊叹，尾音颤抖着在凝固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他娘的，真亲了！邀月女帝亲了那个玄袍公子。另一个声音嘶哑地响起，带着浓重的难以置信和世界观崩塌的茫然。噗！仿佛点燃了某个开关，萧炎身体猛地一弓，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背脊，一大口心头精血狂喷而出，溅在身下冰冷的神经地面上，发出嗤嗤的灼烧声，晕开一片刺目的猩红。他踉跄一步，俊朗的面容因极致的痛苦和绝望而彻底扭曲，那双曾盛满轮回神光、睥睨同辈的眼眸，此刻空洞碎裂，倒映着广场中央那对身影。那女神般的绝世女帝正带着她从未见过的娇羞依偎在另一个男人身侧。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她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声音破碎不堪。你居然让我输的这么彻底！哈哈哈哈哈！癫狂的笑声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如同厉鬼哀嚎，充满了到心崩碎的绝望和疯狂。笑声未落，他眼前一黑，浑身神光骤然熄灭，带着满脸的血污和崩溃，直挺挺地向后栽倒。萧师兄！他身边的追随者们这才从石化中惊醒，发出惊恐的尖叫，手忙脚乱地扑上去搀扶。
整个广场彻底沸腾了，不再是敬畏的恭贺，而是海啸般的哗然，崩溃的嘶吼和无数道心遭受重击的闷哼喷血声此起彼伏。不，我的女神，我的道啊！幻觉，这一定是至尊威压引发的幻觉。女帝她怎么可能屈尊降贵去亲一个？噗！长生物质，他一定是用长生物质交换了女帝的屈就。无耻 ，baby 啊！天道不公，天道不公啊！凭什么是他？人群中，红莲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薄纱裙，那薄如蝉翼的布料根本包裹不住她胸前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随着她紧张的呼吸，那对沉甸甸的丰盈剧烈起伏着，勾勒出几乎要裂衣而出的惊人轮廓，与纤细的不可思议的腰肢形成极致诱惑的对比，惹得远处不少心神激荡的神山天骄气血翻腾，鼻血狂飙。可他此刻完全顾不上那些惊艳或淫邪的目光，一双娇俏的大眼睛死死盯着被苏云揽在怀中的邀月女帝，小手无意识地带着一丝忐忑轻轻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昨夜公子那般激烈，会不会怀上公子的血脉？他心里七上八下地想着，眼神复杂至极，既有对昨夜缠绵的回味与甜蜜，更有此刻汹涌难抑的羡慕与酸涩。小姨，邀月女帝，她怎么能这样呢？身份高就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抢走公子所有的关注吗？他看向邀月的目光夹杂着敬畏、不甘和一丝委屈的嫉妒。昨夜他豁出去了，可今早公子就被更高贵的小姨亲了，这份落差让他心里堵得难受。陆雨琪依旧清冷如月，站在苏云身后不远处，冰蓝的眸子扫过全场崩溃的众生相，又落在前方相依的两人身上。纤长的手指在宽大的袖袍中悄然收紧，指甲几乎嵌入掌心。他的大道圣胎清晰地感知到，苏云与邀月之间那无形的源自灵魂本源的奇妙契合与羁绊，那是一种远超昨夜红莲所能达到的深刻连接 SSS 加级的炉鼎契约。至尊初期的修为献祭，公子与小姨之间已是命运共生，一股前所未有的窒息感攫住了他的心脏，清冷的容颜上掠过一丝极淡却真实存在的黯然。我得到胎圣体，终究是逊色一筹吗？不行，延续血脉，侍奉公子左右，是我陆羽琪的宿命与所求，必须更快更强。华歆站在陆羽琪身侧，火爆的性子让他气得浑身发抖，赤红色的剑袍无风自动，猎猎作响，腰间的神剑发出阵阵压抑不住的悲鸣剑啸。他瞪着广场中央，仿佛要用目光把那个霸占了弟子怀抱的小姨烧穿。气死我了！凭什么？凭他是小姨就可以插队？弟子是我们的公子啊！明明是我先来的，昨夜就该是我。他感觉胸腔都要炸开了。昨晚红莲那个小浪蹄子捷足先登就够让他郁闷了，今天又来一个更狠的。看着邀月那风华绝代，此刻却小鸟依人般靠在公子怀里的身影，华歆恨不得冲上去取而代之。就在这全场混乱、嫉妒、震惊、崩溃交织如沸油般炸锅的当口，轰隆，三道沛然墨玉带着截然不同却同样霸道绝伦气息的神光骤然撕裂神山上空的混沌气流，如同三颗燃烧的陨星悍然砸落在广场边缘。恐怖的气息如同实质的海啸席卷开来，瞬间将广场上嘈杂的声浪硬生生压了下去。修为稍弱者直接被这股威压震得瘫软在地，瑟瑟发抖。光芒散去，现出三道宛如神奇凌晨的身影。左侧一人身披星辰道袍，周身仿佛有亿万星河虚影环绕沉浮，举手投足牵引星辰法则，气息深邃浩瀚，正是凌天神子。他目光如电，带着高高在上的审视，瞬间锁定苏云。右侧一人赤发如火，眉心一道燃烧的古老神纹，整个人如同一座行走的太古火山，散发着焚天煮海的狂暴热浪，赫然是焚天神朝的焚天神子。他眼神炽热而贪婪，死死盯着苏云。居中一人最为神秘，身着一袭朴素麻衣，面容普通，但一双眸子却空洞漠然，仿佛倒映着轮回生灭、万物枯荣的无上意境。藏天神宗的藏天神子，他只是静静站在那里，却仿佛是整个天地的中心，虚空都因其存在而微微扭曲。三大神子代表着诸天万域年轻一代最巅峰的战力与背景，此刻竟联袂而至。神山山主和一众长老脸色巨变，慌忙上前行礼，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不知三位神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敢问凌天神子根本未看山主一眼，他一步踏出，脚下神经地面无声皲裂，冰冷的目光如同两柄神剑，直刺被美人依偎，仿佛置身事外的苏云，声音如同九幽寒冰，响彻全场。这位仁兄，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每一个字都敲在众人心头。本神子凌天，敢问一句，那飞仙地目之中传闻能延寿万载、避过不祥的长生物质，可是被你所得？他的话语如同惊雷，
瞬间让原本因女帝一吻而混乱的广场陷入了另一种更加紧绷的死寂。无数双眼睛带着贪婪、惊惧、期待，死死聚焦在苏云身上。长生物质，这才是引动诸天风云，让三大神朝神子亲临的真正目标。焚天神子踏前一步，赤发狂舞，灼热的气息让空气都发出噼啪爆响。他声音隆隆，如同岩浆翻涌。交出长生物质，此乃天地奇珍，不是你一人可以独吞，否则今日这神山怕是要换个主人了。赤裸裸的威胁，毫不掩饰。藏天神子依旧沉默，但那空洞漠然的眼神落在苏云身上，却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压迫感，仿佛在无声地宣告着一个冰冷的结局。三大神子联袂威压，如同三座太古神山轰然压下。即便是神山山主这等人物，也感到呼吸凝滞，心神摇曳。广场上所有人，包括刚刚悠悠醒转、脸色惨白的萧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苏云的反应。邀月依偎在苏云怀中，感受着他坚实胸膛传来的沉稳心跳，胸前那对傲人的饱满被挤压得更加突出，在月华地袍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深陷弧度。他脸上那因当众亲吻而残留的羞红尚未完全褪去，却已悄然附上了一层冰冷的寒霜。他微微侧过脸，清冷如9天明月的眸子瞥向那3位气势滔天的神子，眼底深处一缕足以冻结星河的杀意无声弥漫。SSS 加级炉鼎绑定，他与苏云已是命运一体，荣辱与共。敢威逼他的云儿？就在这剑拔弩张，空气都凝固得如同铁板一般的时刻，一直慵懒拥着邀月，仿佛对周遭一切崩坏、挑衅都浑不在意的苏云，终于缓缓抬起了眼皮。那双深邃如渊的重瞳，平静地扫过3位声势煊赫、威压盖世的神子，没有愤怒，没有忌惮，甚至没有一丝波澜，有的只是一种俯瞰蝼蚁般的漠然。他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是嘲讽，又像是觉得极其无趣。然后在亿万道目光死死聚焦之下，在3大神子凌厉气势锁定之中，在神山高层惊骇欲绝的注视下，苏云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思维彻底宕机的事情。他搂在邀月纤细腰肢上的手臂微微用力，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穿过邀月光洁如玉的腿弯，在全场死寂的抽泣声中，毫不费力地、无比霸道地将这个刚刚出关震慑寰宇的至尊初期女帝打横抱了起来。呀！邀月一声短促的娇呼，带着几分真实的猝不及防和羞赧，双臂下意识地环住了苏云的脖颈。那完美无瑕的身姿，胸前沉甸甸的饱满果实因这突然的动作而微微弹颤，诱人的曲线在月华地袍下显露无遗，此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苏云强健的臂弯里。月华地袍的裙摆在空中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她微微挣扎一下，那胸前的丰腴也随之晃动，真手却轻轻靠在了苏云肩头，脸颊紧贴着她脖颈处的肌肤，感受着那蓬勃有力的脉动和熟悉又陌生的男子气息，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心感和巨大的幸福瞬间淹没了他。云儿，他抱我了。邀月内心欣喜若狂，同时又羞涩的无以复加。他终于主动抱我了，多么坚实的臂膀，像极了当年那个顶天立地的身影，不，甚至更强，更完美。他终于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仰望背影的少年，而是能让我依靠，让我甘愿奉上一切的男人。他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如同蝶一般微微颤动，绝美的容颜上红晕更深，哪里还有半分女帝的威严？此刻的她分明就是一个陷入热恋、被心上人当众抱起而羞涩无限的小女人。什么3大神子，什么长生物质，在她此刻的心湖里，连一丝涟漪都荡不起来。她的世界只有紧抱着她的这个男人。苏天帝的第2世，那个她梦寐以求、等待了亿万年、近乎完美复刻甚至更加强大的身影，终于被她真正拥入怀中，触手可及。苏云抱着怀中温香软玉，娇羞无限，胸前饱满紧贴着她胸膛的绝世女帝，无视了凌天神子骤然铁青的脸色，无视了焚天神子眼中爆燃的怒火，无视了藏天神子那愈发冰冷的漠然，更无视了周围无数道几乎要瞪出眼眶、下巴砸地的目光。他抱着邀月转身便走，步伐沉稳，姿态慵懒，仿佛怀中抱着的不是一尊至尊初期女帝，而是一件稀松平常却又无比诱人的珍宝。只有那冰冷的如同九幽寒风，带着绝对掌控与漠视生死的声音，淡淡的回荡在死寂凝固的广场上空，清晰无比的传入每一个神魂站立的修士耳中。挡路者，死！话音落下的瞬间，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同沉睡的混沌巨神骤然睁眼，又如同亿万颗太古星辰坍塌聚合所释放的终极毁灭气息，轰然从苏云那看似慵懒的身躯中爆发而出。这股威压并非针对肉身，而是直接碾压神魂本源，霸道、狂暴、凌驾诸天，视万灵为草芥。首当其冲的凌天、焚天、藏天3位神子脸色狂变，他们感觉自己引以为傲、足以碾压同辈的神魂，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那无形的意志碾压而来，
带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审判意味，要将他们的道心、意志、骄傲统统碾碎成齑粉。灵天神子闷哼一声，护身的星河虚影剧烈震荡，明灭不定。焚天神子周身熊熊燃烧，足以焚灭星辰的神火猛地一暗，如同风中残烛。藏天神子那空洞漠然的眼眸中，终于闪过一丝无法掩饰的骇然与波动，他脚下坚不可摧的神经地面无声无息化为粉末。三人竟齐齐被这神魂威压冲击的后退了半步，仅仅是半步，却如同天堑。整个广场瞬间落针可闻，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和心脏狂跳的肋骨声。抱着邀月的苏云身影已经消失在广场边缘通往神山深处的通道口，只留下一个伟岸如神墨般的背影。被他抱在怀里的邀月女帝甚至微微侧头，胸前那对傲人的丰硕因这动作而愈发凸显。清冷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和不耐，淡淡的飘了过来。诸位神子，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盖过了一切杂音。既然鱼儿说了，你们还是退下吧。话音落下的刹那，一股比之前他出关时更加深邃、更加凝练，带着一丝若有若无至尊气息的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潮汐瞬间扫过全场。否则，邀月的声音陡然转冷，如同万古寒冰，休怪本帝不客气。无形的压力如同亿万钧神山轰然砸落，无数修士膝盖一软，扑通跪倒在地。神山山主和一众长老亦是神魂俱震，脸色煞白。三位神子更是感觉周身一沉，仿佛陷入了大道泥潭，体内的神力运转都为之凝滞。至尊威压，真正的至尊气息雏形，他随时可引动地劫。三位神子心头同时掀起滔天巨浪，之前的轻视和傲慢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无比的凝重和一丝忌惮。一个苏云神魂威压就恐怖如斯，再加一个随时可能踏出那一步的邀月女帝，局面瞬间逆转。可恶！焚天神子看着那空空如也的通道口和广场上无数敬畏的目光，赤红头发几乎根根倒竖，周身神火轰然暴涨，将脚下地面融成一片沸腾的岩浆。欺人太甚，真当我三大神朝是泥捏的不成？他性格最为暴烈，此刻被当众碾压打脸，几乎要不顾一切出手。焚天，冷静！灵天神子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和屈辱感，声音冰冷无比。那玄袍公子有古怪，绝非表面那么简单。邀月女帝更是随时可能踏出那一步，此时硬拼非明智之举。藏天神子沉默不语，那双空洞的眸子望着苏云消失的方向，如同两口吞噬一切的深渊。半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如同两块锈铁摩擦。长生物质气息在他身上清晰，他似乎在感应着什么。不急，等。神山深处，一间被重重混沌禁制包裹，隔绝一切窥探的净室之内，光华流转。苏云抱着怀中娇躯柔软滚烫，胸前那对沉甸甸的饱满果实紧贴着他，紧闭双眼，面若桃花的邀月女帝身影显现。刚踏入净室，隔绝了外界所有目光与喧嚣的刹那，苏云脸上那副慵懒漠然的面具瞬间卸去。众瞳深处，炽热汹涌的火焰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轰然爆发。怀中的邀月紧闭着双眸，长长的睫毛不断颤动，绝美的容颜上布满了动人心魄的酡红，一直蔓延到那雪白修长的脖颈之下。月华地袍勾勒出的惊心动魄曲线，尤其是胸前那对怒耸的峰峦，此刻毫无保留地挤压在他坚实的胸膛上，隔着薄薄的衣衫，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惊人的弹跳力、丰盈的柔软和炽热的温度。馥郁如月下幽兰的馨香，混合着女子独有的体香，疯狂地钻入苏云的鼻息，点燃了他体内因修为暴涨、炼化仙骨而本就汹涌澎湃的气血洪流。怀中抱着的是诸天万域无数巨擘，弟子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绝世女帝，是心甘情愿为他献祭一切，守身如玉亿万载的完美如鼎，更是他名义上的小姨，禁忌的身份带来无法言喻的刺激。云儿，邀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魅意，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抱着自己的臂膀瞬间收紧的力量，以及那透过衣衫传来的如同太古凶兽复苏般的滚烫体温和惊人的悸动。胸前的敏感被挤压摩擦，带来阵阵让他心间发颤的酥麻。他羞涩无限，却又带着献祭者独有的虔诚期待，微微睁开迷离的美眸，水光潋滟地望着那张近在咫尺、俊美如神奇，与他记忆中那个男人近乎重合的脸庞。清点这三个字如同点燃了最后的隐性。卧槽，忍不了了！苏云低吼一声，声音沙哑的如同沙粒摩擦。什么谋划，什么反派风度，什么系统奖励，在这一刻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遵从最原始的本能，如同狂龙出渊，猛地低下头，狠狠地擒住了邀月那娇艳欲滴，如同世间最诱人仙果的红唇。邀月娇躯巨颤，脑海中仿佛有亿万朵烟花同时炸开。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苏云霸道而炽烈的气息瞬间侵占了他所有的感官。那熟悉的属于苏天地血脉深处的味道，混合着一种更加强势、更加年轻、更加让他灵魂都为之悸动的雄性气息，如同燎原烈火席卷了他。他下意识地想要回应，声色却又无比热情地迎合着。亿万载的等待，亿万载的思念，亿万载的孤独，在这一刻尽数化为汹涌的情潮，将他彻底淹没。什么女帝威仪，什么至尊初期，此刻的她只是一个终于得偿所愿，甘愿献祭一切的小女人。终于属于她了。邀月内心被巨大的幸福和满足填满。从今往后，我的一切修为、本源、生命都是云儿的，为她成就大地，付出所有，我心甘情愿。他紧闭上双眼，修长如玉的手臂用力环住了苏云的脖颈，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上。胸前那对饱满的浑圆在紧密的拥抱中挤压变形。进室内气温急剧飙升，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血脉奔张的炽热气息。两道身影紧紧相拥，如同热恋中抵死缠绵的凡人，又仿佛两轮即将融为一体，照亮混沌的骄阳。衣物在灼热的气息与情动中开始变得累赘。就在这忘情纠缠即将突破最后樊笼的刹那，一道冰冷毫无感情却如同混沌初开第一缕光般清晰无比的金属提示音，如同9天惊雷骤然在苏云接近沸腾的识海中炸响。叮！检测到天命之子萧炎道心彻底崩碎，道基摧毁，光环湮灭，轮回神体本源遭受不可逆重创，丧失主角资格。恭喜宿主成功收割 SS 级天命之子萧炎全部气运。定！掠夺天命值2000万点。定！恭喜宿主获得特殊绑定奖励 BOSS 仙药 X100。物品说明：每一份 BOSS 仙药皆从陨落的太古凶兽禁忌存在本源精粹中萃取凝聚而成，蕴含磅礴无匹的大地级气血本源。每一份皆是淬炼体魄、滋养神魂、冲击境界的无上宝药，其能量之浩瀚，足以让圣境修士脱胎换骨，根基暴涨，亦可作为绝顶炉鼎滋补圣品，效果逆天。警告：药力过于狂暴磅礴，非根基绝世者慎用，恐爆体而亡。轰！如同9天混沌神雷直接劈在苏云的神魂之上，他所有炽热的动作瞬间停滞，拥着邀月滚烫娇躯，感受着他胸前那惊人弹软的双臂都僵硬了一瞬。脑海中那冰冷提示音带来的信息，如同灭世海啸般冲刷着他每一寸意识。卧槽！饶是他万载城府，重瞳也骤然收缩到了极点，内心掀起的狂澜几乎要冲破识海。收割萧炎2000万天命值，这货果然是 SS 级天命之子。这波血赚，更让他心脏几乎停跳的是 BOSS 仙药100份，大地气血，每一份都蕴含堪比大地的气血。意念瞬息扫过系统空间，只见一片混沌氤氲之中，整整100枚拳头大小，形态各异，却都散发着滔天凶煞之气与磅礴生命精元的晶体悬浮着。有的形如咆哮的麒麟，有的如同盘踞的玄武，有的如同浴火的凤凰。每一枚晶体内部都仿佛封印着一片沸腾的由纯粹大地及气血组成的血色星海。那股浩瀚、古老、霸道的气息，隔着系统空间都让他浑身血肉发出极度渴望的嗡鸣。尤其是那些晶体形态，隐隐勾勒出某些太古凶兽雄伟壮硕的轮廓，其中不乏令人联想到某种原始力量感的充满压迫性的饱满曲线。系统，你是我亲爹！苏云内心在疯狂咆哮，这何止是滋补炉鼎，这简直是为老子冲击大地尽量身定做的超级火箭燃料啊！一份就足以让圣王根基暴涨，100份，还有老子刚融合的镜花仙骨碎片打底，这要全吞了。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凭借这份逆天资源一路高歌猛进，以最霸道、最无敌的姿态踏上帝座，脚踩诸天天骄，拳打万古帝族的景象。怀中的邀月女帝轻轻扭动了一下，胸前那对沉甸甸的丰盈在她胸口摩擦着，似乎不满于她的突然停顿。她睁开迷离的双眼，水光盈盈地望着他，带着一丝疑惑和化不开的春情。云儿，怎么了？她的声音酥软入骨，如同最致命的诱惑。苏云猛地低下头，看着怀中这具完美无瑕，胸前那对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正随着他略显急促的呼吸而起伏，足以让诸天沉沦的尤物在感受着储物戒里那100份足以引发诸天血战的逆天仙药。重瞳深处，那刚刚被系统奖励强行压下的火焰，瞬间以更加狂暴、更加肆无忌惮的姿态轰然炸裂开来。他嘴角咧开一个近乎凶狠的弧度，声音如同从喉咙深处滚出的岩浆，带着无边的霸道和掌控一切的欲望。没什么，小姨。他猛地收紧手臂，将怀中绝代女帝那惊人饱满的浑圆弧度挤压出一道更加深邃、更加诱人的深陷，那触感沉甸甸、软弹弹，无比真实。只是想到了一些让你我都更开心的事情。
话音未落，他如同盯上猎物的太古凶龙，带着他刚刚获得的海量天命值与逆天仙药的惊喜与狂放，以及怀中绝世炉鼎献祭的诱惑，向着那具完美无瑕、曲线惊心动魄的娇躯，再次化身狂龙，狠狠扑下。静室内，混沌静止光芒流转，隔绝了所有声音，却隔绝不了那骤然升腾，仿佛要焚尽诸天的炽热洪流。真的好羡慕啊！神山深处，弟子宫殿外的白玉回廊上，华歆穿着一身赤红如火的剑袍，单手托腮，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晃动着指尖那个玲珑剔透的琉璃酒杯，里面琥珀色的仙酿荡漾着，却引不起他丝毫品尝的欲望。他那双明媚娇俏的大眼睛，此刻写满了哀愁与失落，直勾勾地望着远处那被混沌气流与璀璨霞光笼罩，大道符文如瀑布般垂落的闭关之地。那里是苏云与小医妖月女帝双双修炼的秘所。哼，可不是嘛！旁边一个穿着水蓝色广袖流仙裙的少女嘟着嘴，气鼓鼓的附和：“这都多少天了，公子眼里就只有女帝陛下，把我们姐妹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说着，狠狠咬了一口手中的灵果，仿佛在啃咬某个霸占了弟子的坏人。其他几位势力或倚靠在廊下的侍女虽未开口，但那一张张或清冷、或妖娆、或温婉的俏脸上，无不流露出或多或少的羡慕、嫉妒以及一丝难以掩饰的幽怨。她们9人皆是万中无一的天之娇女，被精挑细选而来侍奉弟子，无论容貌、资质、身段，皆是上上之选，放在外界足以引得无数天骄竞折腰。可如今却只能在此独守空闺，看着自家弟子与那位风华绝代的小姨日夜不休的修炼，心中那份酸涩与渴望几乎要满溢出来。嘿嘿，我的小华歆，这就才几天没被弟子宠幸，就这般魂不守舍了。一个带着几分慵懒和戏谑的嗓音响起。只见月蝉不知何时已靠了过来，她身着一袭月白色纱裙，身姿婀娜，曲线惊人，尤其那对呼之欲出的饱满弧度，几乎要将单薄的衣料撑裂，此刻正软绵绵地压在华歆的手臂上。她一边说着，一边伸出纤纤玉手，极其不老实地在华歆那同样规模不俗的挺翘圆润上轻轻一捏。呀！华歆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跳开一步，俏脸瞬间绯红，又羞又恼地瞪着月蝉：“月蝉，你怎么取笑我？你不也是天天夜里念叨着弟子，盼着他能灵性你吗？现在弟子被小姨抢走了，我就不信你心里不着急。”被华歆猝不及防地戳中心事，月蝉那张妩媚动人的脸蛋上也瞬间染上了一层红晕，她娇嗔地跺了跺脚：“哎呀，不许你乱说！”说着便扑上去，伸手去挠华歆的痒处，看我不撕烂你这张胡说八道的小嘴！哈哈，月蝉不要，好痒，我错了。华歆被挠得花枝乱颤，娇笑连连，两人顿时在回廊上嬉闹成一团。那波涛汹涌、曲线曼妙的景象，若是让外人瞧见，只怕鼻血都要流成河。够了！一个略显清冷、带着威严的声音响起。只见红莲款步走来，她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贴身长裙，将那前凸后翘、魔鬼般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对堪称恐怖的雄伟丰峦，随着她的步伐轻轻颤动，仿佛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作为9侍女之首，她的修为最深，已真至半圣巅峰，距离真正的圣境只差一次关键的顿悟，或是一颗合适的圣丹，平日里也最为稳重。此刻，华歆和月蝉都停下了打闹，有些讪讪地整理着略显凌乱的衣裙，只是看向红莲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和不服。哼！华歆撇撇嘴，小声嘟囔：“红莲姐，你当然稳得住了。要不是上次你故意支开我们，独自跑到弟子宫殿，那晚进了弟子房里的人，说不定就是我了。”此言一出，红莲那冷艳的俏脸上瞬间布满了红霞，一直蔓延到耳根，连那雪白修长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粉色。她凤眸含煞，瞪向华歆：“华歆，你可别胡言乱语。那晚是弟子召见我，有事相商。”“哦，有事相商。”月蝉也来了劲，阴阳怪气的帮腔，商量到深更半夜，商量到第二天红莲姐你出来的时候，路都走不稳了，脸色还那么红润。你们！红莲气的胸前那对饱满剧烈起伏，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几乎要裂衣而出。她有心辩解，但那晚的旖旎风光与极致欢愉，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她浑身发软，话语堵在喉咙里，竟一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只能羞恼地别过脸去。看着9位侍女中最为活跃的几人这般互相打闹、争风吃醋的模样，站在稍远处，一直安静如雪莲的陆雨琪微微摇了摇头。她冰蓝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无奈，但深处却也藏着一丝与他们相同的危机感和羡慕。弟子身边的侍女真是天真烂漫，他心中轻叹，但那双清冷的眸子却不由自主地望向那混沌霞光缭绕的修炼之地。可是弟子的小姨真好，能拥有弟子这么长时间。他下意识地用那覆盖着冰蚕丝手套的纤长手指轻轻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弟子拥有重瞳、至尊骨、先帝之姿，
血脉之力霸绝天地。若是能为他诞下子嗣，陆羽琪的呼吸不由得微微急促了一丝，清丽绝伦的容颜上飞起一抹极淡的红霞。必须要找准时机才行。他暗暗握紧了袖中的玉手，冰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坚定，绝对不能落后于人，尤其是红莲。又过了数日，那被混沌与霞光笼罩的修炼秘境内，令人心悸的大道波动终于缓缓平息。妖月女帝慵懒地依偎在苏云怀中，绝美的容颜上带着前所未有的满足与醉人的酡红。那双原本清冷如9天明月的眸子，此刻水光潋滟，眼波流转间尽是化不开的浓情与魅意。她身上那件月华地袍略显凌乱，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尤其是胸前那对傲人的丰硕，即便在宽松的地袍下，依旧能看出其沉甸甸的轮廓与饱胀的弧度。此刻正紧紧贴着苏云坚实的胸膛。云儿，不愧是我选中的男人。他轻声呢喃，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与苏媚，指尖在苏云的胸膛上无意识地画着圈。此刻的他终于真真切切地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被彻底填满、征服乃至灵魂都在站立的极致欢愉。这与记忆中那个苏天帝带给他的震撼何其相似，甚至眼前这个更加年轻、更具活力的身体，那重瞳与至尊骨交织出的无敌气韵，以及那份霸道炽烈的索取，让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窒息的体质、威猛、霸道、地位、实力，这一切都让他深深沉醉，无法自拔。这才是他邀月等待了万古，心甘情愿献祭一切所要追随的男人。苏云搂着怀中这具温香软玉、曲线惊人的娇躯，重瞳之中也带着一丝贴足后的慵懒。小姨邀月，无论是身份、容貌、身材，还是那至尊初期的修为与如鼎体质，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享受与裨益。这几日的修炼，让他刚刚融合镜花仙骨碎片暴涨的修为彻底稳固，甚至隐隐又有所精进。嘿嘿，小姨一时让本弟子流连忘返。苏云低笑一声，大手在那挺翘圆润、弹性惊人的臀瓣上不轻不重地捏了一把，引得邀月发出一声娇嗔的嘤咛。两人温存片刻，苏云心念一动，揽着邀月，一步踏出修炼秘境。光华一闪，两人已出现在弟子宫殿的主殿之中。早已感应到动静的9位侍女与陆羽琪立刻整理仪容，压下心中的万千思绪，齐齐躬身行礼：“恭迎弟子，恭迎女帝陛下。”声音清脆悦耳，如同珠落玉盘。苏云目光扫过殿下这10位风格各异，却无一不是人间绝色，且身材一个比一个火爆诱人的女子。华歆的娇俏活泼，月蝉的妩媚妖娆，红莲的冷艳丰腴，陆羽琪的清冷绝俗。尤其是他们躬身时，那一片白腻黄眼的沟壑与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心惊摇曳。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拥着风情万种、俏脸微红的邀月，缓步走到那象征着无上权柄的弟子宝座上坐下，这才慵懒开口：“尔等近日守护有功，侍奉亦算尽心。”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清晰地传入每一位侍女和陆羽琪的耳中。本弟子赏罚分明，既有功，自当赏赐。众女闻言，心中皆是一动，但并未多想，只以为是寻常的灵丹、法宝之类。毕竟弟子出手向来阔绰，他们早已习惯。然而，苏云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如同9天惊雷，猛然在他们脑海中炸响，让他们瞬间僵立在原地，美眸圆睁，充满了极致的震惊与难以置信。你们9人以及羽琪，苏云目光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是一直渴望提升修为，早日突破圣境，更好地为本弟子效力吗？他顿了顿，在10双充满惊愕与期待的眸子注视下，缓缓说道：“今日本弟子便赐予你们不死仙药。”什么？不死仙药？弟子您说真的？刹那间，整个大殿死寂一片，落针可闻。华歆手中的琉璃酒杯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却浑然不觉。月蝉张大了红润的小嘴，足以塞进一个鸡蛋。红莲那冷艳的脸上满是骇然，胸前那对堪称恐怖的丰硕剧烈起伏，显示出他内心的滔天巨浪。就连一向清冷自持的陆羽琪，此刻也是娇躯猛颤，冰蓝色的美眸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死死地盯着苏云。邀月女帝依偎在苏云怀中，此刻也是娇躯一僵，猛地抬起头，美眸中充满了震惊与激动之色。不死仙药，云儿她身上竟然真的携带了不死仙药，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作为曾经触摸到至尊领域的存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死仙药意味着什么。那是连大地都要心动，足以让无数禁区生灵、万古老怪打破头争夺的天地奇珍，蕴含着一丝不死不灭的法则碎片与浩瀚如海的生命本源。一份不死仙药足以让垂死的大地续命，让圣境修士脱胎换骨，逆天改命。而苏云竟然说要赐予，而且一次就是10份。9位侍女加陆羽琪，这是何等的手笔，何等的恩情，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弟子
您说的是真的？那不死仙药，红莲作为众女之首，强压下几乎要蹦出胸膛的心脏，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颤抖，问道。苏云看着殿下众女那震惊、狂喜、难以置信的表情，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恩威并施才是御下之道，赐予他们无法拒绝的造化，才能让他们更加死心塌地。本弟子一言九鼎。苏云淡然道，随即袖袍一挥，刹那间，整个大殿被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生命精气所充斥，霞光万道，瑞彩千条。10团如同小太阳般璀璨的光球悬浮在半空之中，每一团光球内部都隐约可见一株形态各异、散发着亘古苍茫气息的仙药在沉浮，有的如真龙盘旋，有的如凤凰涅槃，有的如麒麟吐瑞，无穷无尽的生命法则与大道符文在其中交织，轰鸣那磅礴的药力，让整个大殿的虚空都在扭曲，灵气瞬间液化成雨滴落下。仅仅只是呼吸一口溢散出的药气，众女就感觉浑身毛孔舒张，修为壁垒隐隐松动。这就是不死仙药。天啊，我感觉我的瓶颈在松动。弟子恩情如同再造，奴婢万死难报。9位侍女和陆羽琪此刻再无半分怀疑，巨大的幸福和震撼冲击着他们的心灵。他们齐齐跪伏在地，声音哽咽，充满了无尽的感激与虔诚。就连邀月看着那10团璀璨的光球，美眸中也异彩连连，紧紧抱住了苏云的手臂，胸前那惊人的柔软深陷下去。不愧是我选中的男人，随手赐予的便是外界大地都难求的仙针。邀月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激动，这便是苏天地之子的气魄与底蕴吗？苏云感受着怀中女帝那激动的心绪和殿下降女那近乎狂热的崇拜，重瞳之中掠过一丝掌控一切的淡然。他之所以如此大方，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从系统那里得到了100份不死仙药。这不死仙药虽好，但对他如今而言，效果已非必须，用来培养身边的绝对心腹，正是物尽其用。你们9人根基不俗，天赋绝佳，得此仙药，好生炼化，晋升圣境，指日可待。苏云目光扫过华歆、月蝉、红莲等9位侍女，日后你们便是我苏云座下10大女剑圣。谨遵弟子法旨，奴婢定不负弟子厚望。9位侍女激动的娇躯颤抖，齐声应诺，声音斩钉截铁。她们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服下仙药，突破圣境，成为威震一方的女剑圣，伴随弟子征战诸天的景象。苏云又看向陆羽琪，羽琪，你身具大道圣胎，潜力无穷，此药于你，好生感悟其中生命法则，对你胎体有大裨益，未来地路之上，当有你一席之地。陆羽琪娇躯一震，抬起那张清丽绝伦的俏脸，冰蓝色的眸子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有感动，有坚定，更有一种被认可的喜悦。他深深叩首，羽琪，谢弟子恩赐，定不负弟子栽培，弟子恩情重于神山。我陆羽琪此生定为弟子延续最强血脉，纵死无悔。他在心中立下誓言。就在大殿中弥漫着激动、感恩与浩瀚药力之时，苏云的识海中那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检测到天命之子萧炎被打击，其背后护道者轮回神殿震怒，派出轮回尊者调查此事，并已怀疑到宿主身上。叮！发布临时任务，截胡机缘。任务说明：据系统探测，气运受损的炎帝萧炎近期将在四海商会举办的上位拍卖会中，意外拍得一件看似普通的远古无上地宝残片。该残片实为焚天熔炉核心部件之一，蕴含一丝混沌火源，对萧炎恢复气运、重燃地路至关重要，请宿主即刻前往截胡此物。任务奖励：根据截胡完成度，奖励天命值500万至1000万点，特殊物品万寿神火残。苏云的众瞳之中瞬间掠过一丝冰冷彻骨的寒芒。萧炎，四海商会地宝残片，有意思。刚收拾完一个，又来一个，还带着混沌火源。本弟子的东西也是你能觊觎的。他嘴角勾起一抹残酷而霸道的弧度，看来这平静的日子又要起波澜了。不过正合他意，掠夺天命，踏天骄，尸骨而上，本就是他的道。神山之上，死寂无声，那是一种连呼吸都仿佛被冻结的凝滞。万道霞光撕裂了亘古的混沌天幕，如同10柄开天神剑，将苍穹捅出10个巨大的燃烧着法则火焰的窟窿。磅礴到无法想象的圣道洪流，无法想象的圣道洪流，混合着斩断一切的凛冽剑意，化作10道贯通天地的光柱，自宫殿深处轰然爆发。轰！隆隆隆！整个神山在哀鸣，大地在颤抖，虚空像脆弱的琉璃，被狂暴的圣威碾出亿万道蛛网般的裂痕。灵气瞬间沸腾，化作实质的暴雨倾盆而下，每一滴都蕴含着令真神战力的锋锐气息。无数修士的道心在这一刻遭受了灭顶之灾般的冲击，他们脸色惨白如纸，
神魂震荡，如同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连站稳都成了奢望。修为稍弱者更是扑通扑通跪倒一片，浑身骨骼都在那无孔不入的圣威下咯咯作响。一门十胜，有人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声音，每一个音节都带着灵魂的战栗。这怎么可能？神山开天辟地以来，何曾有过此等景象？10位女剑圣同时破境，天啊！我的眼睛没花吧？另一人死死掐着自己的大腿，试图用剧痛证明这不是噩梦。可那毁天灭地的圣道光柱，那10道如神如魔，渐渐在光柱核心凝聚的角色身影，却比噩梦更恐怖100倍。非绝世天骄，不，这分明是逆天改命！逆天改命，是造圣啊！何等手段，何等底蕴！一位须发皆白、气息沉凝的老修士，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浑浊的老眼瞪得几乎要裂开，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与荒谬感。他修行万载，见过天骄如过江之鲫，却从未想过有人能如此批量地、粗暴地制造圣境。一门十胜，这4个字如同太古神山，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目睹者的心头，碾碎了他们所有的认知和骄傲。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喃喃的惊骇生汇成一片压抑的海洋，在死寂中翻涌。神山边缘，隐秘角落，萧炎的指腹正无意识地带着一种病态的炙热，反复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古朴的黑色戒指。戒指表面，一道极其细微的火焰纹路悄然亮起，又熄灭老师。萧炎的心念在咆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10道光柱，10位剑圣，难道真是他？戒指深处，一道苍老而略显虚幻的灵魂波动，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传出。莫慌，言儿，心智不可乱。那小儿不过是仗着祖辈余音，以逆天宝物堆砌出的伪圣罢了，如何比得上你一步一个脚印，以战火淬炼出的炎帝根基？老者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狂热的蛊惑。你且记住，这次四海商会总舵移师神山，压轴拍卖的那件远古无上地宝残片，乃是老夫耗尽魂力冒奇险才推演出的天机。它关乎焚天熔炉，是你重燃地路、登临绝巅的关键。内蕴混沌火源，足以焚尽万道，铸就真正的不朽地基。焚天熔炉、混沌火源，这几个字如同魔咒，瞬间点燃了萧炎眼底的贪婪和野心，将那10胜齐出的震撼强行压下。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狂跳的心脏，脸上重新浮现出属于炎帝的桀骜与冰冷。老师放心，此物必属我萧炎。待我融合混沌火源，铸成焚天熔炉，莫说区10个伪圣侍女，便是那妖月女帝。他脑海中闪过妖月依偎在苏云怀中的画面，一股扭曲的嫉恨和绿意瞬间冲上头顶，让他英俊的面孔都微微扭曲。他迟早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戒指中的声音带着一丝满意。不错，这才是我要尊者的徒儿。记住，真龙岂会在意泥潭里的虫豸？你的目光当在9天之上。那小儿不过是你地路上的一块踏脚石，终将被你的焚天之炎烧成灰烬。奢华玉台之上，咔嚓咔嚓咔嚓，3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几乎同时响起。灵天神子、焚天神子、藏天神子3人手中以万年温玉雕琢，足以承载圣王威压的玉杯，竟在同一瞬间炸裂开来。琼浆混合着碎片，溅湿了他们华贵的神袍。灵天神子面沉似水，星辰道袍上璀璨的星图剧烈明灭，如同他此刻翻江倒海的心绪。他死死盯着那10道通天剑柱，一字一顿，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的寒冰。10胜，10胜，好一个苏云，好一个，竟将我等视若无物。他感到一种被彻底侵蚀的暴怒。焚天神子周身燃烧的赤金色神火猛地一滞，随即爆发出更加狂躁炽烈的光芒，将他赤红的长发卷得狂舞不休。他盯着那10道建筑的目光充满了赤裸裸的贪婪和一丝难以置信的忌惮。造圣之物，他竟真有此物，而且不止一份。此辽身上的秘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惊人。他想到的是苏云手中可能掌握的资源，足以让神朝都为之疯狂。藏天神子那万年不变，如同枯井般空洞漠然的瞳孔，此刻也剧烈地收缩了一瞬。虽然瞬间恢复死寂，但那细微的变化已足以说明他内心的滔天巨浪。他放在扶手上的指骨因过度用力而微微泛白。耻辱，前所未有的耻辱。3大神朝未来的主宰，象征着无上神权的神子，竟被对方一个侍女随手展现的实力，以及这颠覆认知的造圣手段，惊得心神失守，连杯子都拿捏不住。这份无形的羞辱远比任何言语的挑衅更刻骨铭心。他们对视一眼，皆看到了对方眼中那几乎凝成实质的杀意。此子断不可留，那造圣之秘必须夺到手中。广场边缘，人群阴影里，
叶晨的脸孔在光暗交错中扭曲得如同恶鬼，他的指甲深深掐入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每一次跳动都带来撕裂般的剧痛。陆雨琪，她魂牵梦萦、视若烬鸾的冰皇仙子，此刻正站在宫殿露台之上，周身缭绕着刚刚突破的圣道清辉。那清冷绝世的容颜在圣光映照下，美得惊心动魄，却也遥远得如同9天寒月。她微微侧手，目光恭劲儿，带着一丝隐秘情愫的望向殿内那被混沌气息笼罩的身影。苏云，贱人！叶晨在心中发出无声的野兽般的咆哮，枉我叶晨待你一片真心，你却甘为他人玩物。他想起自己曾经散播的谣言，本想借刀杀人，让苏云身败名裂，被女帝厌弃，可结果呢？苏云不仅安然无恙，甚至更加风光无限，连陆羽琪这等冰山都主动投怀送抱。更让他妒火中烧的是那10个侍女，个个风姿绝世，身段妖娆，如今更是一跃成为高高在上的女剑圣。随便一个放在外界都是能让天骄打破头争抢的尤物，如今却像温顺的猫般簇拥在苏云脚下。那红莲，那画心，那行走间摇曳生姿的浑圆蜜桃，那薄纱下呼之欲出的惊人大雷，本该是属于他叶晨的，是他叶晨的机缘，是他叶晨的女人。苏云，叶晨死死咬着牙，血腥味弥漫口腔，无尽的怨恨如同毒蛇啃噬着他的灵魂。你抢我机缘，夺我红颜，断我前程，此仇不共戴天。我叶晨对天发誓，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将你拥有的一切统统踩在脚下。他死死压抑着冲出去拼命的冲动，身体因极致的愤怒和恐惧而微微颤抖。那10道圣威如同10座大山压在他头顶，让他连喘息都觉得困难。他只能像阴沟里的毒蛇，蜷缩在阴影中，等待着那微乎其微的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刻骨的恨意。宫殿前万丈白玉广场，10道通天建筑缓缓收敛，狂暴的圣威渐渐平息，但空气中弥漫的锋锐剑意和磅礴生命精气依旧让所有修士心胆俱寒。光华散尽，10位风姿绰约、气质各异的绝色身影，如同10柄刚刚淬火开封的绝世神剑，静静矗立。红莲当先一步踏出，她一身火红长裙紧裹着惊心动魄的曲线，饱满的前襟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行走间，那圆润挺翘的蜜桃摇曳出致命诱惑。然而此刻，她周身散发的却是足以撕裂虚空的半圣巅峰剑意。她身后画心娇艳如火，月蝉妩媚天成，紫菱清纯可人，陆羽琪清冷如冰莲。10位新晋女剑圣齐齐朝着宫殿深处那端坐于混沌气息中的身影深深拜服。谢公子再造之恩，奴婢等肝脑涂地，永世追随。声音清脆如剑鸣，汇聚成一股无形的洪流，带着绝对的虔诚与狂热，响彻云霄。若非贵人赐予那逆天机缘，他们纵然天资卓绝，想要破入圣境，也需百年苦修。准！一个低沉、慵懒却蕴含着无上威严的声音，如同天线自混沌中传出。仅仅一个字，却让广场上所有修士神魂一凛，仿佛有亿万道无形剑气悬于头顶。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猛地从人群中冲出，快如闪电，正是背负阔剑的剑心。他双目赤红，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激动与狂热，几步便冲到广场中央，距离宫殿前的台阶尚有10丈之遥，便扑通一声，双膝重重砸在坚硬的白玉石板上。贵人，前辈！剑心嘶声高喊，头颅深深扣下，额前瞬间一片青紫。晚辈剑心叩见贵人前辈，谢前辈昔日秘境点拨之恩。若无前辈赐下斩轮回真意，剑心早已迷失道途，焉能有今日？此恩，剑心万死难报。他猛地抬头，眼中燃烧着对无上剑道的极致渴望。晚辈斗胆，愿以毕生所学，请前辈指点迷津。观我此剑，悟到了哪一步？话音未落，他已反手拔出背后那柄古朴沉重的阔刃巨剑，枪！剑鸣裂空，声震九霄。一股比之前更加惨烈、更加决绝的剑意，如同沉寂亿万年的火山，自剑心体内轰然爆发。他一头黑发狂舞，整个人仿佛化身为一柄欲要斩断时间长河、破灭6道轮回的开天之刃。斩轮回！厉啸声中，剑心双手握剑，倾尽所有精气神，对着前方虚无的空间毫无保留的一斩劈下。没有繁复的剑招，没有炫目的光华，只有一股纯粹到极致的意志洪流，斩断过去虚妄，斩灭未来迷雾，斩碎一切法则枷锁。吃了！前方的空间如同脆弱的布帛，被一道长达100丈、边缘光滑如镜的恐怖黑色裂痕生生撕裂。裂痕周围细密的空间裂缝疯狂蔓延，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一股终结万物、寂灭轮回的恐怖剑意，如同地狱寒风般席卷开来。
属于新晋剑圣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好！远处的老剑圣李成风激动得胡须乱颤，拍案而起。希而此一剑已触摸规则边缘，锋芒之盛，足以伤及普通圣王本源。好，好啊！周围修士亦是看得头皮发麻，这一剑之威远超寻常圣人，足以让在场绝大多数人绝望。然而，就在那百丈黑色裂痕疯狂肆虐，剑心气势攀升至最巅峰的刹那，一道极其细微却又无比清晰，如同丝绸被撕裂的哧啦声，突兀的在剑心身侧数丈外的虚空响起。不是来自剑心的方向，只见台阶之上，侍立在苏云身侧的红莲秀眉微不可察的一蹙，他甚至没有回头看那道声势骇人的剑痕，仿佛只是觉得那寂灭的剑意余波侵扰了清静。随即他抬起一只七双赛雪的玉手，动作随意的如同拂去肩头落叶，对着那弥漫扩散而来的斩轮回剑意余波屈指轻轻一划，动作轻描淡写，不带丝毫烟火气。但就在他那根葱白玉指划过的瞬间，嗡，那片被剑心剑意引动，空间涟漪尚未平复的虚无地带猛地向内疯狂塌陷扭曲，紧接着一道更加幽暗、更加深邃、更加狭长、边缘光滑稳定的令人心悸的漆黑空间裂缝，如同被一柄无形的开天巨斧劈开，骤然成型。这道裂缝散发着吞噬一切的虚无死寂气息，它出现得如此突兀，又如此精准，如同早已等候在那里。那道狂暴的足以撕裂圣王护体神光的斩轮回剑意，如同泥牛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瞬间就被这道新生的恐怖空间裂缝吞没湮灭，连带着剑心展出的那道百丈黑色裂痕也被从中截断吞噬。快，太快了！整个过程静谧无声，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红莲甚至未曾动用腰间那柄赤红如血的神剑，他依旧是那副冷艳绝伦的姿态，缓缓收回了手指，仿佛只是弹飞了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饱满的大雷在呼吸间微微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却无一人敢有丝毫亵渎之念。死寂，比之前十圣突破时更加彻底的死寂笼罩了整个神山广场，落针可闻。所有修士，包括激动站起的李成风，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眼珠瞪得几乎要脱眶而出，嘴巴无意识地张开，足以塞进一个拳头。他们死死盯着红莲那根收回的白皙纤柔的手指，又看看那道无声无息出现吞噬了剑圣全力一剑的恐怖空间裂缝，大脑一片空白，神魂仿佛都被冻结。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从牙缝里挤出一口冰冷彻骨的凉气。他做了什么？红莲姑娘，他只是随手一划，虚空就这么被撕裂了，那道斩轮回被抹掉了。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刚刚才突破圣境吗？这是什么实力？惊骇欲绝的尖叫终于爆发出来，无数道目光充满了无法理解的恐惧，死死定在那个一身红衣、身姿火辣到惊心动魄的侍女身上。剑心更是如遭万军雷击，整个人僵立当场，握剑的手臂剧烈的颤抖着，扩剑哐当一声脱手砸落在地方，才那一瞬间的感觉，他永生难忘。自己全力以赴、引以为傲、触及规则边缘的绝杀一剑，在那位红莲姑娘面前，竟如同孩童挥舞的木剑般幼稚可笑，被对方用一根手指如同拂去尘埃般轻描淡写地抹去了。那种力量层次上的绝对差距，如同天堑鸿沟，让他的道心瞬间布满裂痕，几乎要当场崩塌。方向，苏云慵懒淡漠的声音如同冰水浇头，瞬间打破了广场上令人窒息的死寂。他依旧隐于混沌气息之后，重瞳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空间，落在脸色惨白、失魂落魄的剑心身上。刚摸到规则的边，剑气飒而不聚，意志杂乱无章。苏云的声音平淡无波，却字字如九天惊雷，狠狠劈在剑心和李成风的心头，更让广场上所有修士浑身冰凉，如坠冰窟。轮回之道，浩瀚如渊，岂是区区一个斩字就能尽数？他的话语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你这点微末道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微末道行，杂乱无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如此恐怖，让老剑圣李成风都击节赞叹的一剑，在苏云眼中竟是如此不堪。那他身边那位随手撕裂空间、湮灭剑意的红衣侍女又算什么？无数道敬畏、恐惧、难以置信的目光再次不由自主地带着无法言喻的惊骇投向红莲以及他身后那9位同样千娇百媚、身姿曼妙却深不可测的女剑圣同伴。这些女子到底都是些什么怪物？此人身边连一个刚刚突破的侍女都拥有如此碾压剑圣的实力，苏云本人又该是何等存在？噗噗！远处玉台，凌天神子、焚天神子、藏天神子3人刚刚换上的新玉杯，竟在苏云话音落下，红莲撕裂空间的双重冲击下，毫无征兆的再次同时炸裂。
琼浆玉液溅了他们一身。灵天神子脸色由青转黑，星辰道袍上的星图剧烈明灭，几乎要燃烧起来。焚天神子周身神火狂暴升腾，赤发狂舞如烈焰魔蛇。藏天神子那漠然的瞳孔深处，第一次清晰地闪过一抹凝重到极致的忌惮。耻辱感如同毒藤，瞬间缠绕住他们的心脏，勒得几乎窒息。这已不是轻视，而是赤裸裸的无视与碾压。剑心扑通一声，再次重重跪倒在地，额头冷汗如瀑，将身下的白玉石都打湿一片。他对着宫殿的方向深深叩首，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卑微与祈求，再无半分年轻天骄的傲气。晚辈，晚辈愚钝，前辈教训的是。晚辈这点萤火之光，竟敢在前辈面前班门弄斧，恳请前辈慈悲，再指一条明路。晚辈愿付出一切代价。他此刻只剩下对无上剑道的极致渴望，甘愿为奴为仆。明路。混沌气息中，苏云似乎轻笑了一声。他搂着怀中邀月女帝纤细腰肢的手微微紧了紧，目光随意地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卑微叩首的剑心以及远处脸色铁青的三大神子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慵懒却冰冷刺骨的弧度。入我9天商会，做一名执剑供奉。苏云的声音不高，却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寒风，清晰地刮过每一个人的神魂。你的剑道或许能在这诸天万界掀起些微不足道的风浪，不致彻底埋没。9天商会。剑心猛地抬头，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李承风更是失声惊呼：9天商会！那横跨诸天、富可敌胄、背景深不可测的庞然大物，此人竟是此等存在。剑心眼中的挣扎只持续了一瞬。自由，在绝对的力量和至高的剑道面前，何足挂齿？他再无犹豫，以头枪地，声音因激动而嘶哑：晚辈剑心，叩谢前辈垂怜，愿入9天商会，为前辈执剑，万死不辞！轰隆隆！就在剑心话音落下的瞬间，神山之外，浩瀚无垠的混沌虚空骤然传来沉闷如亿万雷霆炸响的轰鸣，无尽混沌气被一股蛮横到极点的力量粗暴排开，一艘庞大到无法想象，仿佛由整块神经铸就的黄金巨舰，通体缭绕着古老沧桑的岁月气息，以及浓郁到化为实质霞光的宝气瑞霭，如同横渡星海的太古神山，缓缓挤破虚空，降临神山。剑手一杆绣着四海2个古老篆字的血色大旗，在狂暴的混沌气流中列坐香。四海商会总舵巨舰降临神山，一股混合着无数强大气息，其中数道隐晦深邃，赫然达到了圣王巅峰，带着赤裸裸贪婪和冰冷审视意味的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太古神乐轰然砸落，瞬间将整个神山广场笼罩。压抑，肃杀，风暴欲来。三大神子眼中金光爆射，凌冽的杀意和贪婪再无丝毫掩饰，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此世拍卖的无上之宝。无数修士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真正的风暴终于来了。面对着遮天蔽日、携带着恐怖威压降临的庞然大物，混沌气息中的苏云却只是轻轻挑了挑眉梢，仿佛看到的只是一只聒噪飞进的蚊蝇。他懒洋洋地捏了捏邀月女帝那不堪一握、充满惊人弹软的纤腰。苏云重瞳的目光掠过那艘遮蔽天日的黄金巨舰，最终落在脸色巨变的三大神子身上，嘴角那抹慵懒的笑意陡然变得锋利无匹，如同开天辟地的绝世天刀出鞘。四海商会来得正好。他顿了顿，声音不高，却蕴含着冻结灵魂的含义，清晰地烙印在每一个生灵的神魂深处。也该换个主人了。宫内御仙池，氤氲的灵雾蒸腾，浓郁如牛奶，带着沁人心脾的仙葩异香，将整个白玉砌成的巨大浴池笼罩得朦胧胧胧。温润的灵泉自池壁上的神兽口中汩汩涌出，水波荡漾间折射出迷离的光晕哗啦，水声轻响，打破了池边的静谧。苏云慵懒地靠在光滑温润的池壁上，众瞳微合，享受着灵泉涤荡身心的舒畅。混沌气息已然敛去，但那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的尊贵与威仪，比任何神光都要夺目。就在这时，三道曼妙玲珑的身影，如同月下翩跹的仙子，又似勾魂摄魄的妖媚，踏着迷蒙的水雾，袅袅挪挪地走进池边。正是华心、月蝉、紫菱三女。她们刚刚经历圣境洗礼，肌肤莹润如玉，在灵雾中散发着淡淡的圣洁光晕。然而此刻，那三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上却布满了异样的潮红，眼神水汪汪的，媚眼如丝，流转着毫不掩饰的渴望与大胆。公子，华心声音娇柔甜腻的能滴出蜜来，他胆子最大，率先跪坐在池边光滑的白玉上，纤纤玉手试探着探入温热的水中，轻轻撩拨。您今日指点剑心，震慑宵小，神威盖世，想必也乏了吧？氤氲蒸腾的玉仙池内，浓郁如浆的灵雾突然被无形之力搅动，缓缓散去，
露出白玉池壁边一片惊心动魄的狼藉。华歆、月蝉、紫菱3位新晋的圣境女剑仙，此刻全然没了半分方才剑意冲霄的凛然仙姿。她们瘫软在温润的池水边缘，如同离水的玉汁凝露，连指尖都透着一股耗尽气力的虚脱。公子。华歆媚眼迷离，水光潋滟的眸子里盛满惊悸与艳足，饱满丰盈的大雷随着急促喘息剧烈起伏，每一次颤动都牵扯着肩颈处醒目的青紫印记。奴婢实在承受不住了。苏云慵懒地靠在池壁上，重瞳中混沌气息流转，他健硕的胸膛半露在水面，水流顺着壁垒分明的肌理滑落，每一寸线条都蕴藏着爆炸性的力量。才3个时辰就喊累，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伸手捏住华歆精致的下巴。方才不是信誓旦旦说要助本弟子稳固境界吗？月蝉侧蜷着身子，浑圆挺翘的蜜桃曲线绷紧，腰肢塌陷处一道深红指痕如同烙印。他紧咬下唇，妩媚天成的俏脸酡红未退。公子血脉太霸道了，奴婢的圣道本源都快被抽干了。最不堪的是紫菱，清纯小脸埋在臂弯里，只露出染着红晕的耳尖，她纤细的身子还在微微发颤，肩胛骨下方赫然印着几个清晰的指印。池边玉阶上，红莲与青莲并肩而立，两双美眸死死盯着池中景象。圣境之躯，万劫不磨。青莲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竟承受不住弟子血脉的恩泽。红莲红衣似火，此刻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他看着华歆肩颈那道深紫淤痕，饱满的大雷剧烈起伏了一下，下意识并紧修长双腿。弟子他喉咙发干，血脉之力恐怖如斯。池水中，苏云忽然起身，水流顺着他精悍的躯体滑落，他重瞳开合间深邃的仿佛能吞噬星海。这就受不了了。他俯身凑近3女，声音低沉磁性，本弟子才用了3成力。华歆娇躯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惧意，但随即又被狂热取代。公子若尽兴，奴婢万死不辞。呵。苏云轻笑，指尖划过他锁骨处的淤痕，一缕混沌气息渡入，那触目惊心的青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下次叫上红莲和青莲一起。池边2女闻言，娇躯同时一僵。就在这时，一阵清雅莲香穿透灵雾，邀月女帝身着一袭月白宫裙，裙袂边缘流淌着淡淡银辉，如同将9天月华披身。她绝美的容颜平静无波，目光扫过池中狼藉，眼底闪过一丝复杂。鱼儿，她声音清越，将流光溢彩的石盒放在玉案上。我命人备了些固本培元的参汤。邀月目光掠过3女淤痕，月白宫裙下的胸脯微微起伏。你乃苏家弟子，为苏家开枝散叶，是大帝最大的期盼。他声音放得很轻，却字字清晰。这句话像是说给苏云，又像是说给自己。苏云睁开眼，重瞳开合间，深邃的仿佛能吞噬星海。他嘴角勾起一抹懒洋洋的笑意，带着一丝刚刚尽兴后的艳足。小姨有心了。看着他那浑不在意的模样，邀月心头那丝酸意再次泛起。昔日大地府中多少神女天骄，只为能入你眼缘，延续一丝苏家神血，精挑细选，历经万难，方有今日这9位剑仙随侍。邀月的目光扫过红莲、青莲，又落回池中3女身上，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感慨与不易察觉的羡慕。小姨不拦你，指望你心中有数，莫要辜负了他们的天资，也莫负了大地苦心。这苦心2字，他说的极轻，却仿佛用尽了力气。身为苏家名义上的外人，却也是唯一被苏云称一声小姨的存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苏天帝为苏云血脉延续所耗费的心血。9天之上，苏家无上荣光之下，是血脉延续的隐忧。若能诞下拥有苏云血脉的子嗣，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邀月绝美的脸庞上飞快掠过一丝极淡的红晕，随即又被强行压下。他微微侧过身，看向远处神山之外依旧有些动荡的虚空，转移了话题。四海商会的拍卖，当真要去？以9天商会之能，寻常之物，怕是难入你眼。苏云慵懒地伸展了一下身体，水面下精壮的身躯线条流畅，充满了力量的美感。他目光落在邀月身上，重瞳深处掠过一丝玩味。月白宫裙勾勒出她高挑曼妙的身姿，成熟的风韵如同熟透的鲜果，散发着岁月沉淀后的醇香，与华歆他们的青春娇艳截然不同，却别有一种惊心动魄的
足以让9天仙神都为之倾倒的绝代风华。去看看也无妨。苏云声音带着一丝随性，视线却并未离开邀月。四海商会敢把总舵移至此地，总该有点压箱底的东西。况且他嘴角那抹笑意加深，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笃定。小姨难得兴致，陪本弟子走一趟，岂不正好？话音未落，神山之外，那本就未曾完全平复的混沌虚空，骤然爆发出撕裂乾坤的巨响，轰隆，如同亿万星辰同时炸裂，又似混沌魔神愤怒的咆哮。整片天幕被一股蛮横到极点的力量硬生生撕开，一道横贯亿万里的巨大裂口，一艘庞大到无法形容的黄金巨舰，通体闪烁着比太阳核心还要刺目的神经光辉，流淌着古老沧桑的岁月气息。舰体表面无数古老符文明灭，散发出镇压诸天的磅礴威压。它如同从洪荒时代穿越而来的战争堡垒，携带着碾碎星河的恐怖气势，缓缓从那巨大的空间裂口中降临。剑手，一面血色大旗迎风狂舞，烈烈作响。旗面上四海2个古老篆字，猩红刺目，仿佛以神魔之血书写而成，散发着冰冷、贪婪、唯利是图的滔天气息。四海商会总舵巨舰，正是驾临神山。一股混合着无数强大气息，带着赤裸裸审视与贪婪的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灭世磨盘，轰然碾过整个神山。神山外围的防御光幕剧烈闪烁，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无数修士刚刚平复的道心再次遭受重击，脸色煞白，神魂欲裂。风暴的中心，玉仙池畔却诡异地安静。苏云嘴角那抹慵懒的笑意，在巨剑出现的刹那，骤然变得锋利如刀。众瞳之中，混沌翻涌，仿佛倒映着那遮天蔽日的黄金剑影。来的正好。他缓缓站起身，池水流淌过精悍的躯体，无需言语。红莲、青莲瞬间收敛所有情绪，目光锐利如剑，一步踏出，圣境威压含而不发，如同2柄蓄势待发的绝世神锋，牢牢拱卫在苏云身后。池水中，华星、月禅、紫菱强撑着几近散架的身躯，以惊人的意志力挣扎起身。水珠从他们布满淤痕的圣体上滚落，更添几分惊心动魄的柔弱与坚韧。陆雨琪等其余几位女剑圣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池边，目光坚定。10位新晋女剑圣，圣辉流转，剑气隐而不发，如同10柄刚刚出鞘半寸便已令天地失色的绝世凶剑。苏云随手一招，一件玄色暗金龙纹长袍凭空出现，罩住他挺拔的身躯。他看也未看那遮天蔽日的巨剑，目光转向邀月，嘴角噙着那抹冰冷而笃定的笑意，自然地伸出手臂，揽向邀月那不堪一握却又蕴含着惊人弹软的纤腰。走吧，小姨。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去看看这四海商会究竟藏了什么好东西，值得本弟子亲自跑一趟。四海商会巨舰内部，拍卖场入口，以虚空神经铺就的通道光滑流转，映照出守卫统领那张惨白如纸、冷汗涔涔的脸。他身上的制式战甲流光溢彩显然品阶不凡，此刻却随着他身体的剧烈颤抖而发出细微的如同筛糠般的摩擦声。通道尽头，光晕流转，一行人踏出，为首之人玄袍暗金纹路，身姿挺拔如撑天神月。他面容俊美无愁，重瞳幽深似能吞纳万剑，正是苏云。他身侧邀月女帝月白宫群叶帝，清冷绝世的容颜与成熟风韵交织，如同9天皎月坠落凡尘。然而让这位见惯了大人物的圣境守卫统领浑身血液都几乎冻结的，是紧随其后的10道身影。红莲、华星、月禅、紫菱、青莲、陆羽琪，10位绝色女子，风姿各异，或冷艳，或妩媚，或清纯，或神秘，无一不是倾世之姿。更恐怖的是，她们周身缭绕的气息，那并非刻意的释放，而是刚刚破境后尚未能完美收敛的源自生命本质的升华。圣道威压交织成一片无形的立场，如同10座喷薄着毁灭剑意的太古神山轰然降临。10位剑圣，整整10位新晋的气息如此凌厉纯粹的女剑圣。嗡！守卫统领只觉得脑袋里像是被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中，眼前阵阵发黑，神魂在哀鸣，膝盖不受控制的发软，一股强烈到无法抑制的尿意猛然冲向下腹。若非圣境修为强行锁住金冠，此刻他恐怕已经当场失禁。十圣随行。他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
如同被捏住脖子的公鸭般嘶哑的声音，每一个音节都带着濒死的恐惧与荒谬感。神山之上，十圣破境的传说早已席卷，但耳闻与亲眼目睹这10柄绝世凶剑拱卫一人身侧所带来的冲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苏云脚步未停，甚至连眼角的余光都未曾扫向这几乎瘫软的守卫，只是随意的开口，声音平淡无波：“本公子可入否？”“当然，贵宾您请。”“请。”守卫统领几乎是连滚爬带的侧身让开通道，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腰弯的几乎要折断，额头上的汗水滚滚而下，砸在神经地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9天之上，哪一家隐士地族倾巢而出了？这根本不是他能想象的存在。拍卖场最顶层的至尊包厢外，视野绝佳的悬空回廊上，萧炎隐藏在阴影中，指腹死地带着一种病态的灼热，反复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古朴的黑色戒指。戒指表面，一道极其细微的火焰纹路因为主人剧烈波动的情绪而明灭不定。下方主通道入口处那无声的骚动，如同冰冷的毒蛇钻入他的眼底。苏云，那个该死的夺走他一切荣耀与机缘的身影，此刻正被绝色无双的妖月女帝相伴，被整整10位新晋女剑圣如同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每一个女子都是他曾经梦寐以求却又遥不可及的绝世仙女，尤其是陆羽琪，那清冷如冰莲的身姿紧贴着苏云，饱满惊人的大雷轮廓几乎要挤压到苏云的手臂，一股狂暴的嫉妒混合着被彻底践踏的屈辱感，如同岩浆般在他胸腔里炸开。捏着戒指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咯声，指甲深深陷入皮肉。老师！萧炎的心念在灵魂深处疯狂咆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失控的暴力。您看到了吗？那小儿他凭什么？戒指深处，苍老的灵魂波动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与急迫响起，强行压下萧炎即将失控的情绪。蠢货，沉住气，莫要被表象乱了心神。10胜又如何？不过是被催熟的伪圣，如何比得上你炎帝根基稳固？那远古无上地宝残片才是关键，关乎焚天熔炉，关乎混沌火源，是你重燃地路，踏碎一切阻碍的基石。只要得手，眼前这些蝼蚁弹指可灭。焚天熔炉、混沌火源，这几个字如同带着魔力的冰泉，瞬间浇熄了萧炎部分躁动的邪火。他猛地深吸一口气，强行将目光从那刺眼的一幕上撕开，死死盯住下方拍卖场中央高悬的水晶光幕，上面正隐晦地流转着几件压轴之宝的模糊影像。眼底的贪婪与孤注一掷的疯狂重新凝聚。是，老师。萧炎咬着牙，神魂传音带着决绝的狠厉。此物必属我萧炎，待我熔炉铸成，地火源入体。苏云，哼，我要他亲眼看着他的女人，他的荣耀，他的一切，都在我焚天之炎下化为飞灰。拍卖场最外围，拥挤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公共区域边缘，叶晨如同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丧家之犬，蜷缩在人群最不起眼的阴影角落里。他身上那件曾经光鲜的法袍此刻暗淡无光，袖口甚至被拥挤的人朝扯开了线。为了挤进这个只能远远观望那场水晶光幕的位置，他几乎掏空了身上最后一块蕴含灵气的仙晶。他的目光如同淬了剧毒的钩子，死死定在那场入口处。当苏云揽着妖月女帝出现时，叶晨的脸庞已经扭曲得如同恶鬼，而当陆羽琪那清冷绝世的倩影紧紧跟随，饱满圆润的大雷随着步伐微微晃动，那轮廓在行走间无意中又贴近了苏云手臂1寸时，噗！叶晨猛地捂住胸口，一股腥甜直冲喉头，硬生生被他咽了下去，双眼瞬间布满血丝。贱人！无声的带着无尽怨毒与疯狂的咆哮在他灵魂深处炸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炼狱血池中捞出。陆羽琪，你这不知廉耻的贱婢，枉我对你一片痴心，你却甘愿让那苏云如此亵玩，连大雷都恨不得贴到他身上去。他想起自己散播的谣言，本想借刀杀人，让苏云身败名裂，被女帝厌弃。结果呢？苏云不仅安然无恙，反而更加风光无限，连他视若女神的陆羽琪都像最温顺的猫般依偎在仇敌身侧。更让他妒火焚心的是那10个侍女，个个风姿绝世，身段惊心动魄，如今更是高高在上的女剑圣，随便一个放在外界，都是能让无数天骄打破头争抢的绝世尤物，如今却像温顺的羔羊般簇拥着苏云。那红莲的冷艳，那画心的妩媚，那月蝉的妖娆蜜桃，本该是属于他叶晨的。
是他叶晨的机缘，是他叶晨的女人。苏云，苏云，叶晨死死咬着牙，指甲深深嵌入掌心，鲜血渗出也浑然不觉。无尽的怨恨如同亿万只毒虫，疯狂啃噬着他的五脏六腑，啃噬着他的道基神魂。那10道若有若无，如同天威般悬在头顶的圣境气息，更是压得他喘不过气，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难以升起，只能蜷缩在这阴暗角落，品尝着这蚀骨焚心的嫉妒与绝望。你抢我机缘，夺我红颜，断我前程，此仇不共戴天。我叶晨对天发誓，若有一线机会，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将你拥有的一切统统踩在脚下，将陆羽奇那个贱人狠狠蹂躏。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刻骨的血腥味和滔天恨意。视线最好的至尊玉台之上，咔嚓咔嚓咔嚓，3声清脆刺耳几乎不分先后的碎裂声，在压抑的背景音中显得格外突兀。灵天神子、焚天神子、藏天神子3人手中刚刚换上以万年温玉精心雕琢的酒杯，竟在同一瞬间炸裂开来，酒液混合着玉屑，溅湿了他们华贵的神袍下摆。灵天神子面沉如幽潭之水，星辰道袍上原本缓缓流转的璀璨星图骤然变得狂暴紊乱，如同他此刻翻江倒海、杀意沸腾的心绪。他死死盯着下方通道口被众美环绕的苏云，一字一顿，声音像是万载玄冰相互摩擦。一门十胜，如臂十指，好一个苏云，好一个视我神朝如无物。那被彻底轻视甚至无视的暴怒，几乎要冲破他的理智。焚天神子周身燃烧的赤金神火猛地一滞，随即轰的爆燃，将他赤红如血的长发卷得狂乱舞动，映照着他眼中赤裸裸的贪婪与一丝难以驱散的忌惮。造圣，他手中必有逆天造圣之物，而且绝非一份。此辽身上所藏，足以让9天都为之疯狂。他想到的是苏云手中可能掌握的资源，那将彻底打破现有格局的恐怖底蕴。藏天神子那万年不变，如同枯井般空洞漠然的瞳孔，此刻也抑制不住的剧烈收缩了一瞬。虽然瞬间恢复死寂，但那细微的波动已足以说明他内心掀起的滔天巨浪。他搭在冰冷玉质扶手上的指骨，因过度用力而微微泛白，玉质的扶手表面无声无息地蔓延开几道细微的裂痕。耻辱，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3大神朝未来的主宰，象征着无上神权的神子，竟被对方如此轻慢的姿态，被那10位侍女的赫赫威势惊得连番失态，连酒杯都无法掌控。这份无形的羞辱远比任何言语的唾骂更让他们刻骨铭心。他们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那几乎凝成实质、足以冻结时空的冰冷杀意。此子断不可留，那造圣之秘，那可能存在的无上机缘，必须夺到手中。苏云揽着邀月，踏着虚空神经铺就的光滑通道，不疾不徐地向前走去。10位女剑胜如同最忠诚的影子，无声地跟随其后，圣道气息连成一片，形成一股无形的洪流。所过之处，空气仿佛都为之凝固，所有喧嚣与窥探的目光瞬间被压制粉碎。前方的拍卖场主厅，巨大的水晶穹顶之下，人声鼎沸，忽然诡异地安静了一瞬。无数道或敬畏、或恐惧、或贪婪、或嫉妒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般投射而来，聚焦在那玄袍重瞳的身影和他身边那足以令日月失色的绝色群芳之上。苏云嘴角那抹慵懒的弧度，在踏入主厅璀璨光芒的刹那，陡然变得锋利无匹，如同开天辟地的绝世天刀，悍然出鞘。重瞳扫过这富丽堂皇、充斥着无尽贪婪的所谓四海核心，眼底深处是睥睨9天的漠然。他微微低头，凑近邀月光洁如玉的耳畔，温热的呼吸拂过，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宣告命运般的冰冷，清晰地回荡在骤然死寂的拍卖大厅。看好了，小爷，今日这四海商会的绝世秘宝便姓苏了。卧槽！拍卖主厅内，数万天娇羞式的道心在这一刻遭受了毁灭性冲击，无数道目光呆滞地凝固在中央水晶展台上。那柄悬浮于混沌气流中，通体流淌着不朽道韵的古朴长剑，剑身隐有苦海沉浮之意象，只是远远望上一眼，就让人神魂都要被吸入那无尽轮回之苦。不朽神兵，第一件拍品就是不朽神兵。一位来自古老皇朝的老王爷猛地站起，胡须颤抖，声音嘶哑的如同破旧风箱。苦海剑，传闻中以堕落苦海深处的轮回金晶铸就，一剑可断因果，可斩前世今生。四海商会，好大的手笔！
沸腾的惊呼声如同灭世海啸般席卷每个角落，无数修士眼睛赤红，呼吸粗重如牛，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将那神兵据为己有。可当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向2楼那3间萦绕着浩瀚地气，如同3轮煌煌大日镇压虚空的至尊包厢时，又如同被九幽寒拳从头浇到脚，瞬间清醒。灵天神朝、焚天神朝、藏天神朝，3大无限神朝的神子亲临，这些可是出过真正大地统御无尽星域的恐怖势力啊，底蕴深不可测，谁敢与他们争锋？普通天骄甚至一些不朽道统的传人，此刻都彻底熄了心思，只盼着能在后续拍卖中捡漏1、2件易得的宝物。起拍价1000万上等灵石。拍卖师莫青天声音洪亮，强行压下心中的激动，回荡在骤然死寂的大厅。他目光扫过全场，尤其在2楼3大包厢和下方某个被10道圣境气息隐隐笼罩的区域略有停留。身为四海商会的十全长老，他深知今日这池水有多深，龙蛇混杂，一个不慎就是万丈深渊。1100万、1300万，价格开始稳步攀升，但出价者多是下方散坐的一些古老世家和宗门。2楼3大神朝包厢依旧一片死寂，仿佛沉睡的太古凶兽，显然看不上这开胃小菜。角落阴影里，李成风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佩剑，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这把剑也是不朽层次，乃是宗门传承了数万年的镇宗之宝。可此刻与斩台上那柄苦海剑相比，他竟感到一丝自惭形秽，剑心都微微震颤。但随即他目光无比坚定地望向苏云所在的方向，眼中充满了狂热与敬畏。追随弟子方是通天正道，弟子随手赐下之物恐怕都远不止于此。他愈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成为九州商会执剑供奉，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他要亲眼见证这位神秘恐怖深不可测的贵人今日会在这龙潭虎穴般的拍卖场上掀起何等惊天动地的风暴。2000万，一个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的声音从拍卖场最核心被10道圣境气息如同众星拱月般笼罩的区域传出，声音不高，却如同9天神雷炸响，直接将在场所有嘈杂声音、神念交流瞬间压了下去。出价者正是苏云，他慵懒地靠在铺着9天神兽皮毛的软榻上，玄袍暗金纹路在拍卖场璀璨神光下流淌着深邃光泽，重瞳半开半合，似睡非睡，仿佛刚才爆出的不是2000万上等灵石，而是2000万随处可见的顽石。邀月女帝侧身坐在一旁，成熟丰腴的娇躯在月白宫裙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她纤长如玉的手指正捻起一枚氤氲着道韵的神果，动作轻柔地递到苏云唇边，绝美如玉的容颜上闪过一丝极淡的疑惑，但并未多言。他对苏云的财力略有了解，可2000万上等灵石买这苦海剑，在他看来似乎有些溢价了。不过既是云儿喜欢，邀月眸光流转，落在苏云那俊美无愁的侧脸上，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宠溺。哗！全场先是一致，随即爆发出更加猛烈的哗然，直接加价700万。这是哪家的公子竟敢如此豪横？他身边那位是邀月女帝，月神宫之主，突破至尊境的存在，还有那10位女子。天，传闻是真的，真的是10位圣境，一门10圣为氏。此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莫非是某座隐士帝庭的太子，还是某位远古大能的转世？无数道神念如同疯狂的交织，充满了震惊、骇然、探究以及深深的忌惮与恐惧。2楼包厢，咔嚓，灵天神子手中的星辰玉杯再次碎裂，他面沉如水，星辰道袍下气息微乱，周身有星河流转的异象明灭不定跳梁小丑，哗众取宠。焚天神子眼中赤金火焰剧烈跳动，几乎要喷薄而出。财力尚可，可惜愚蠢至极。藏天神子依旧死寂，但他搭在冰冷扶手上的指节已然彻底泛白，扶手表面细微的裂痕如同蛛网般蔓延。苏云这轻飘飘的报价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在了他们3大神朝的脸上。2100万，一个古老世家的家主咬牙加价，脸色已经涨成了猪肝色，额头青筋暴起，显然已经到了极限。3000万，苏云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随手报出新的价格，仿佛只是在说今晚吃什么。势力深厚的红莲立刻躬身，清冷的声音如同冰击玉盘，清晰地传遍全场。记在9天商会账上。噗，有人道心不稳，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30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9天商会？哪个9天商会？根本没听说过啊！难道是9天之上新崛起的隐秘势力？那个古老世家的家主颓然瘫坐在椅子上，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再无一丝争锋的勇气。3000万1次，3000万2次，成交！莫青天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快速落锤，看向苏云方向的目光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畏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这神秘公子深不可测。第一件宝物毫无悬念地落入其囊中，拍卖继续。第二件宝物被4名圣境护卫小心翼翼地请上展台，那是一个笼罩在浓郁混沌气中的璀璨光团，隐约可见4道狰狞恐怖的虚影在其中咆哮翻腾。龙、凤、麒麟、玄龟，4道虚影皆散发着令人心悸的不朽及凶煞之气。光团中央，一根通体晶莹、铭刻着四海潮生纹路的玉柱沉浮不定。四海擎天柱。莫青天声音高昂，带着一丝激动，内蕴4道完整的不朽及凶兽皇者精魄，可布下四海擎天绝杀大阵，威力之强，可困杀实力稍弱的半步至尊。起拍价5000万上等灵石。轰！这件宝物的出现，真正让2楼包厢的那些大势力坐不住了，甚至连3大神子都微微坐直了身体，眼中闪过一丝兴趣。5500万，6000万，价格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攀升。出价者多是2楼包厢的不朽道统、远古世家，甚至有3、4家暗中联合，气氛瞬间变得白热化。2个亿，那个平淡的令人心寒的声音，再次如同9天降临的寒流，瞬间冻结了全场的狂热与喧嚣。苏云依旧慵懒地靠着，甚至微微打了个哈欠，仿佛刚才爆出的2个亿只是2个轻飘飘的铜板。死寂，绝对的死寂，整个拍卖场落针可闻，数万修士集体石化，张大了嘴巴，眼球暴突，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2个亿上等灵石，这他妈是什么概念？足够培养出几10位圣境大佬了，足以买下几10个中小型星域了。就这么轻飘飘地扔出来了，为了这根柱子，混账东西！焚天神子周身的神火轰的一声彻底爆开，将包厢内价值连城的装饰焚成虚无。他脸色铁青，眼中的杀意几乎凝成了实质，周身空间都在扭曲。他到底是谁？查，给本神子查清楚！凌天神子面前的玉案无声无息化为齑粉，星辰道袍下的胸膛剧烈起伏，原本俊朗的面容微微扭曲。2个亿就为买一根柱子，欺人太甚！藏天神子那万年死寂的瞳孔中，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如同古井投入了巨石。2个亿，就算对他们而言，也绝非小数目。这已经不是在竞拍，这是在赤裸裸的炫耀，是在用灵石狠狠抽打他们3大神朝的脸面，是在宣告他无可匹敌的财力。弟子邀月女帝终于忍不住轻声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轻颤。饱满傲人的大雷随着略显急促的呼吸微微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此物虽是不凡，但2个亿是否太过了一些？他身为月神宫之主，掌管一方浩瀚神域，深知2个亿上等灵石意味着什么。那几乎是月神宫数千年的全部收益，是无数修士拼搏一生都无法想象的惊天财富。苏云微微侧过头，众瞳中流转着一丝玩味的光芒，看着邀月那因惊讶而微张的诱人红唇。小姨觉得不值，他嘴角勾起一抹慵懒的弧度，伸手极其自然地揽住邀月那不堪一握却又蕴含着惊人淡软与力量的纤腰，将其往自己身边带了带，感受着怀中成熟女帝娇躯瞬间的微绷与那沁人心脾的幽香。1点灵石而已，冷薄小姨展颜一笑，便是值得。温热的气息带着男子特有的霸道与不羁，拂过邀月光洁如玉的耳垂，让她娇躯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颤，绝美脸颊上飞起一抹极淡的红晕，心中那点心疼与疑惑瞬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麻与悸动取代。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大庭广众之下，可为何心跳的这般快？道心都泛起涟漪。华歆、月蝉、紫菱等10位女剑胜如同最忠诚的侍卫，敬立身后，看到弟子与女帝陛下如此亲密，皆是眼观鼻，鼻观心，绝色容颜上一片肃穆，但那微微泛红的晶莹耳根与轻轻颤动的睫毛，却暴露了他们内心远非表面那般平静。弟子的霸气、豪奢，以及对女帝那种近乎霸道的温柔，都让他们芳心俱颤，心生无限向往。2个亿一次，2次，成交！
莫青天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快速落锤。看苏云的眼神，已经完全像是在看一尊行走的、散发着无穷宝光的混沌神山。接下来，整场拍卖会彻底进入了苏云一个人的表演时间。第3件压轴宝物，一枚蕴含着空间法则本源碎片的虚空神石，起拍价8000万。苏云3亿。第4件，一件由凤凰神羽织就的霓裳羽衣，起拍价1亿2000万。苏云5亿。第5件，一瓶可助圣境巅峰突破瓶颈的9转破尊丹，起拍价2亿。苏云8亿。无论是什么宝物，无论起拍价多少，无论有多少人竞相出价，只要苏云淡淡开口，直接就是一个让全场绝望、让竞争对手崩溃的天价。3亿、5亿、8亿，短短不到半个时辰，苏云已经抛出了将近几十亿上等灵石，买下的各种宝物堆满了身后的空间，璀璨宝光几乎要冲垮拍卖场精心布置的防御禁制。整个拍卖场从最初的震惊、哗然，到后来的麻木、呆滞，再到现在的彻骨冰寒的恐惧，对那深不见底、仿佛能买下整个9天星域的恐怖财力的恐惧。2楼3大神子包厢早已没了任何声音，只有3种压抑到极致，仿佛即将喷发的太古火山般的恐怖气息在弥漫。凌天神子面前的星辰道图彻底崩碎，他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一缕金色的神血渗出而不自知。几十亿，几十亿，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灵石？9天商会到底是什么势力？焚天神子周身的赤金神火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充满了暴力、毁灭与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经济。就算是抢了一座上古神地的宝库，也不该如此。藏天神子依旧沉默，但他身下那件以混沌玉髓雕琢而成的王座，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如同他此刻濒临崩溃边缘的杀意与道心。耻辱，奇耻大辱！他们3大神朝的神子，未来注定君临9天的大帝候选人，今日竟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用最简单、最粗暴、最羞辱人的方式，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角落阴影里，萧炎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灵魂都在颤栗。老师，他哪来的这么多资源？几十亿啊，几十亿！戒指里，那苍老灵魂的声音也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嘶哑与一丝难以置信。此子大诡异，大恐怖，其背后恐怕站着难以想象的存在。言儿，稳住道心，我们的目标是那远古无上地宝残片，只要得手，混沌火源入体，焚天熔炉铸成。话虽如此，但那苍老灵魂声音中难以掩饰的颤抖，暴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与一丝不安。另一边，叶晨已经如同烂泥般瘫软在地，面如死灰，眼神空洞，嘴角甚至留下了一丝混合着血丝的咸水。几十亿，几十亿，他反复念叨着，道心上布满了裂痕，几乎要彻底崩碎。和苏云相比，他之前那点恩怨，那点嫉妒，那点可笑的野心，简直渺小的如同尘埃。为什么世上会有这种人？无尽的绝望与自我怀疑，如同毒蛇般将他彻底吞噬。就在全场都被苏云这挥金如土、噬灵石如粪土的恐怖手笔震慑的魂不附体之时，软榻上的苏云却轻轻拍了拍手，对身后势力的红莲随意吩咐道：差不多了，把那件东西拿出来，拍卖了吧。红莲躬身应是，神色无比恭敬，双手捧出一个看似古朴无华，却隐隐与周围空间隔绝的玉盒。玉盒出现的刹那，嗡，整个拍卖场的时空法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凝固，一股难以形容的磅礴到极致的生机倒运，如同创世之初的第一缕春风，悄然弥漫开来。玉盒甚至未曾开启，仅仅是一丝气息外泄，一缕翠绿玉滴蕴含着无尽生命元气与长生物质的霞光便冲天而起，隐约间仿佛有真龙仙凤虚影环绕，大道轮音自虚空轰鸣。不死仙药！拍卖师莫青天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他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尖叫出声，声音尖锐的完全变了调，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震惊与骇然。轰！整个拍卖场彻底炸了，数万修士疯狂地站起身，眼睛瞬间变得血红，呼吸停止，大脑一片空白。2楼3大神子猛地从座位上站起，再也无法保持镇定，恐怖的气息如同决堤洪流，轰然爆发，席卷整个拍卖场。不死仙药，他竟然有不死仙药！凌天神子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他居然拿出来拍卖，疯了！焚天神子周身的火焰瞬间熄灭，只剩下无边的几乎要淹没理智的贪婪与骇然。藏天神子那万年死寂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无法控制的表情波动，那是极致的渴望与疯狂。就连依偎在苏云身边的妖月女帝也猛地娇躯巨震，豁然转头，美眸圆睁，不可思议地看向苏云。饱满挺硕的大雷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雨儿，你……她红唇微张，绝美的容颜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不死仙药，苏云竟然还有，而且就这么轻飘飘地拿出来拍卖。她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0大女剑圣也齐齐掩住红唇，美眸中尽是骇然、崇拜与无尽的震撼。弟子究竟还有多少他们不知道的底牌和秘密？此物，苏云慵懒的声音再次响起，却如同混沌中劈开鸿蒙的第一道神雷，重重劈在每个修士的灵魂最深处。起步价。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随即随意地摆了摆手，就用我刚才花掉的那些灵石总数吧。零头抹掉，凑个整，40亿上等灵石，每次加价不少于1亿。死寂，死寂之后是彻底的歇斯底里的疯狂。40亿起步，不死仙药，真的是不死仙药，疯了，这个世界疯了。四海商会竟然真的敢拍。莫青天浑身都被冷汗湿透，双腿发软。他之前受到苏云冰冷的传音警告，若敢私吞或耍花样，四海商会总舵，顷刻覆灭。那重瞳中一闪而逝的如同俯瞰蝼蚁般的漠然，让他灵魂都在战栗。他毫不怀疑对方有这个能力，也毫不怀疑对方真的会这么做。现在开始竞拍不死仙药。莫青天用尽全身力气，声音颤抖地宣布：41亿。一个隐藏在虚空褶皱中的苍老声音响起，带着决绝，来自某个隐世不出的古老地族。43亿。另一个方向有恐怖气息复苏，如同沉眠的史前巨兽睁开了眼睛，是某个生命禁区的古老存在被惊动。45亿。47亿。价格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疯狂攀升，所有人都红了眼，失去了理智。这不死仙药意味着第二条命，意味着冲击无上大道的契机，意味着家族或宗门万世不朽的根基，值得倾尽所有，付出任何代价。50亿。一个冰冷如同万载玄冰的声音从2楼包厢响起，是凌天神子。他眼神锐利如天刀，扫视全场，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此物我凌天神朝要了。55亿。焚天神子低吼，赤发狂舞，如同火焰魔神。我焚天神朝出55亿。60亿。藏天神子声音沙哑，如同金石摩擦，带着志在必得的决心。3大神子在这逆天神物面前终于放下了矜持与隔阂，联手施压。他们代表的是3大无限神朝的恐怖底蕴与财力。全场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安静，所有人都感到窒息。60亿，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许多不朽道统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个数。然而就在莫青天准备倒计时时，最开始那个隐世地族的老者再次开口，声音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65亿。我族愿再加上3条完整的神级灵脉。轰！又一方神秘势力加入，是几个古老家族的联合。68亿。价格还在以亿为单位攀升，拍卖场的气氛已经紧张压抑到了极点，虚空在扭曲，无数隐藏在暗处的老怪物气息交织碰撞，充满了贪婪、杀意与疯狂。这部死仙药一旦现世，必将引起席卷诸天的腥风血雨。叶晨和萧炎早已吓傻了，瘫在地上，如同2条死狗，目光呆滞。几十亿上百亿的竞价，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他们看向苏云包厢的方向，只剩下无边的恐惧、渺小与深深的绝望。苏云，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而这一切风暴的源头，始作俑者苏云，却依旧慵懒地靠在软榻上。众瞳开合间，深邃的仿佛倒映着下方如同炼狱斗兽场般的疯狂景象，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玩味的弧度。他揽着妖月仙妖的手臂微微收紧，感受着怀中女帝娇躯的微颤与温热，低头凑近那晶莹的耳垂，低声笑道，声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漠然。看吧，小姨，好戏才刚刚开始，这四海商会不过是一条比较肥的看门狗罢了。今日本弟子便要看看这条狗的主人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不死仙药。
竟真的是不死仙药，他居然敢拿出这种逆天神物。场中价格已经炒到了100亿天价，纵使是3大无上神朝的神子，此刻也都口干舌燥，心神摇曳。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份不死仙药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第二条命，是冲击无上大地之境的契机，是延续神朝万世不朽的根基。但同样，他们也明白，有多少恐怖存在会为此疯狂抢夺，腥风血雨已在所难免。然而苏云不在乎，实际上他是真正的大帝之子，弟子身份在此，9州之地，9天之上，谁敢动他？谁敢？黑暗动乱又如何？禁区老怪出世又如何？只要他父亲苏天帝一日还在，这诸天万界就无人敢真正动他一根汗毛。所以呢，掀翻这天又如何？搅动黑暗动荡又如何？只要现在还能收割气运，到时候自然有父亲兜底。苏云此时慵懒地靠在软榻上，目光随意扫过身边，陆羽琪、红莲、青莲、邀月，一位位风姿绝世、倾国倾城的女子，此刻皆是一脸震惊与疑惑。他们也看不穿苏云究竟想做什么。这位弟子果然深不可测，无法令人看穿，但如此行事是否太过大胆？不死仙要现世，恐怕世间又要掀起腥风血雨。可正是因为他是苏云，是弟子，是他们敬仰追随的苏大帝之子，苏天帝唯一的弟子，身后还有7位绝顶女帝姐姐，个个都是即将踏入至尊之境的恐怖存在，更有一位已经成就至尊境的小姨邀月女帝，对他无条件信任，无条件支持，更别提身边还有天地玄黄4大侍卫护法。谁敢惹弟子？谁能惹弟子？弟子就算把天捅破又如何？这世间谁能奈何得了他？苏天帝3000大道加身，谁能抵挡？谁能抗衡？就算远古大帝苏醒又如何？凭这番势力，弟子亦能搅得他天翻地覆。眼看那3大无上神朝的神子，如同提线木偶般被弟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此刻，他们心中唯有无限的崇拜与狂热。红莲、青莲等侍女，感受着苏云身上那股睥睨天下、掌控一切的自信与霸气，芳心俱颤。饱满傲人的大雷随着急促的呼吸微微起伏，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他们看着苏云那俊美无愁的侧脸，眼中几乎要滴出水来，心中的情愫如同岩浆般翻滚。弟子就是我们唯一的夫君。他们心中同时升起这个念头，无比坚定。邀月女帝亦是紧紧握着苏云的手，纤长如玉的手指与苏云的手指交缠，感受着那掌心传来的如同混沌神山般沉稳而恐怖的力量。他娇躯微颤，心中泛起惊涛骇浪。自从上次自己献出部分本源助他稳固境界后，苏云的实力增长速度简直恐怖到令人发指，如今竟然已经摸到了不朽境的门槛，半步不朽，这是何等逆天的修炼速度！而且苏云的体质，邀月美眸深处闪过一丝凝重与期待。弟子血脉本就天生清净混沌之气，若能再进一步凝练3000大道，成就那传说中的无上混沌体，恐怕就算是苏天帝当年也未曾达到如此境界。届时这诸天万界还有谁能与之争锋？一定要多和云儿修炼。邀月绝美的脸颊上飞起一抹极淡的红晕，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作为小姨，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辅佐云儿成就无上混沌体，登临那唯一的真谛之位。就在邀月心潮澎湃之际，场中的竞价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高度，100亿。焚天神子几乎是嘶吼着报出这个价格，声音沙哑，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这是他焚天一脉最后的底牌，整整100亿。焚天一朝，焚天一脉，不知变卖了多少神矿、秘境、倾尽所有，就是为了这不死仙药。若能成功拿回，献给族中那位沉睡的无上至尊老祖，焚天一脉必将延续无尽辉煌。此刻全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无数道目光充满了贪婪、嫉妒以及毫不掩饰的杀意。100亿，这已经超出了许多不朽道统的认知范畴。为了这不死仙药，所有人都疯了。苏云见状，不由得抚掌轻笑，笑声中带着一种玩弄众生、视万物为刍狗的快意。不错，不错，一场好戏。他看着下方那些如同野兽般红着眼、喘着粗气的所谓天骄老祖，眼中满是漠然与戏谑。剑心和李成风站在角落，感受着苏云那如同9天地尊般俯瞰众生的气场，道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操纵9天无上级别的存在于股掌之间。李成风喃喃自语，老脸之上满是震撼与敬畏。这等手段何止是何渠寻衅，老夫是不是眼花了？剑心亦是紧握剑柄，指尖发白。他原本以为自己踏入圣境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可如今看来，在弟子面前，他这点修为简直渺小的如同蝼蚁。那位贵人浩瀚如星海，随手一道剑意，恐怕就能让我等圣人俯首。他心中愈发坚定，要将此生彻底奉献给弟子。100亿一次，100亿2次，100亿3次，成交！莫青天用尽全身力气，声音颤抖的落锤。整个拍卖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在了焚天神子身上，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绪。焚天神子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涌现出狂喜之色，他忍不住仰天大笑，笑声猖狂，充满了志得意满。不死仙药是我的了，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将仙药献于老祖，获得无上赏赐，未来执掌焚天神朝，君临9天的辉煌景象。然而那无数道如同毒蛇般阴冷的目光却让他如同被冰水浇透，瞬间清醒了几分，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猛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拍下了不死仙药，但也成了众矢之的。其他2大神朝，那些隐世古老家族，甚至一些被惊动的禁区老怪，恐怕都不会轻易放过他。可恨！焚天神子心中大怒，但此刻已被狂喜冲昏头脑。我焚天一脉的底蕴，岂是你们这些蝼蚁所能觊觎？谁敢来抢，本神子必让他灰飞烟灭。他强行压下心中的不安，眼神变得凶狠而狰狞。而此时，拍卖会也进入了最后一件压轴宝物的环节，那是一块通体紫气缭绕、布满了古老裂纹的残片，只有巴掌大小，却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沧桑与神秘气息。远古无上地宝残片。莫青天声音有些干涩，显然还未从刚才不死仙药的冲击中完全恢复。起拍价1亿上等灵石，这起拍价与之前动辄数十亿的竞价相比，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许多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毕竟一块残片，就算来历再大，又能做什么？最多拿来修补其他地兵，而且需要用到这种级别残片来修补的地兵，其主人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根本无人敢想，也无人觉得值得。然而就在这诡异的寂静中，一个带着急切与志在必得的声音响起：2亿！出价者正是隐藏在角落阴影里的萧炎。他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死死盯着那块紫色残片，脑海中轮回尊者的声音在疯狂催促：妍儿，快拿下它！这是焚天熔炉最核心的部件，关乎混沌火源，是你重走炎帝之路的关键。趁那些蠢货还没反应过来，萧炎心脏狂跳，连忙加价。他轮回殿的底蕴最多能拿出3亿，这是极限。他相信绝不会有人跟他抢这块破铜烂铁。然而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那个如同梦魇般的声音再次淡淡响起：10亿！苏云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随口爆出一个让萧炎彻底绝望的价格。扑通！萧炎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脸色煞白如纸，嘴唇哆嗦着，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崩溃。又是他，为什么总是他？轮回尊者的声音也带着一丝气急败坏与难以置信。10亿买一块残片，他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也看出了此物的来历？然而无论他们如何不甘，在苏云这绝对财力的碾压下，一切都成了徒劳。10亿1次、2次、3次，成交！莫青天几乎是抢着落锤，生怕苏云反悔。而就在锤音落定的刹那，苏云的脑海中响起了一连串冰冷的却让他嘴角弧度越发扩大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成功拍得远古无上地宝残片。叮！成功掠夺天命之子萧炎气运3000万点。叮！成功掠夺天命之子叶辰气运1000万点。叮！宿主当前气运值突破临界点。叮！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先天圣体道胎未觉醒。叮！恭喜宿主获得无上功法吞天魔功。叮！恭喜宿主获得混沌道种。叮！检测到宿主拥有弟子血脉混沌道种，符合条件开始凝聚无上混沌体初级。卧槽！饶是以苏云的心境，此刻也忍不住在心中爆了句粗口。这一连串的奖励
简直比他老爹苏天帝的地经还要恐怖。先天圣体道胎，吞天魔功，混沌道种，甚至开始凝聚无上混沌体，这可是连他父亲都未曾达到的至高境界。一旦成功，这诸天万界还有谁是他的对手？苏云众瞳深处，混沌气息疯狂流转，仿佛有开天辟地的景象在演化。他感受着体内那悄然萌芽的、蕴含着无限可能的混沌道种，以及那缓缓凝聚的、仿佛能吞噬诸天的无上体质。嘴角那抹玩味的笑意，终于彻底化为了一种掌控一切的，如同混沌神魔般的漠然与威严。好戏才刚刚开始，而这四海商会不过是他登临绝巅的路上一块稍微肥硕点的踏脚石罢了。此时拍卖会已经接近尾声，焚天神子迫不及待地交割了不死仙药，在无数道贪婪目光的注视下，如同捧着烫手山芋般匆匆离去。而其他两大神子以及那些隐世古老家族的代表也都神色各异地退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感。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席卷诸天的腥风血雨即将来临。弟子邀月女帝轻声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不死仙药现世，恐怕会引来不少麻烦。苏云微微一笑，伸手揽住邀月那弹性惊人的仙腰：小姨放心，麻烦本弟子最不怕的就是麻烦。他众瞳开合，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正好借此机会清理一些不开眼的蝼蚁，顺便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看看这四海商会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话音未落，他忽然心有所感，目光转向拍卖场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萧炎正如同丧家之犬般失魂落魄地向外走去，而叶晨更是如同烂泥般瘫在地上，道心几乎彻底崩碎。呵，苏云轻笑一声，两只蝼蚁倒是意外的收获。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从这两人身上掠夺而来的气运正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他凝聚混沌体的养分，尤其是萧炎身上那浓郁的炎帝气运更是大补之物。看来是时候找个机会将这两只肥羊彻底收割了。苏云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光芒，但随即又恢复平静。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要放长线钓大鱼，让这两只天命之子为他贡献更多的气运。我们走吧。苏云站起身，玄袍无风自动，一股无形的帝王之气弥漫开来。这场闹剧该结束了。红莲、青莲等10位女剑圣立刻躬身应是，如同最忠诚的护卫，牢牢拱卫在苏云身后。邀月女帝也轻轻点头。月白宫群叶帝绝美的容颜上恢复了一贯的清冷与威严。一行人就这样在无数道复杂目光的注视下，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拍卖场。所过之处，人群如同潮水般分开，无人敢挡其锋芒。而就在苏云离开后不久，拍卖场外数道恐怖的气息悄然浮现，如同隐藏在阴影中的毒蛇，死死盯着苏云离去的方向。不死仙药，还有那小子身上的秘密，有意思。阴冷的低语在虚空中回荡，随即又悄然消散，仿佛从未出现过。但空气中那若有若无的杀意，却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而此刻的苏云却仿佛对这一切毫无所觉，或者说根本不在乎。他揽着邀月纤细的腰肢，行走在返回神山的路上。重瞳之中，混沌气息流转，仿佛在推演着什么。系统，他在心中默念，查看当前状态。宿主苏云身份：苏天帝独子，男，9天弟子修为，半步不朽，混沌体凝聚中，体质先天圣体道胎，觉醒混沌体初级凝聚，功法苏天地经3层圆满，吞天魔功，修炼气运值1亿3000万点。当前任务凝聚无上混沌体，进度1%。看着系统面板上那惊人的数据，苏云嘴角的弧度越发明显。混沌体吞天魔功有意思，看来这方天地是时候换一个主人了。他抬头望向9天之上，那里是苏天帝统治的疆域，也是他未来将要登临的巅峰。父亲，等着看吧，你的儿子将会超越你，成为这诸天万界唯一的真谛。一股无形的帝王之气从苏云身上冲天起，搅动风云，震撼乾坤。这一刻，无论是暗中的窥视者，还是明处的追随者，都清晰地感受到一尊未来的无上存在正在冉冉升起，而他们要么臣服，要么毁灭。弟子宫内
仙雾缭绕，神霞隐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极致欢愉与无上道韵的奇异气息。寝殿之内景象更是惊人，红莲、青莲、陆羽琪等10位风姿绝世的圣境女剑仙，此刻尽皆是钗横并乱，罗裳半解，一个个慵懒无力的，或倚或卧在那张足以容纳数十人的混沌神玉榻上。他们俏脸之上残存着醉人的红晕，美眸之中水波流转，蕴含着难以消退的春情雨，一丝难以掩饰的惊骇与疲惫。即便是他们9人联手，再加上那位身份特殊、修为已至圣境的陆羽琪，昨夜竟也未能抵挡住弟子苏云的征伐。弟子他竟如此强悍。红莲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与颤抖，他试图支起身子，那饱满傲人的大雷随之起伏，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但酸软无力的娇躯却让他再次软倒下去。他感受着体内几乎被掏空的胜利，以及神魂深处传来的极致满足与疲惫，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青莲亦是美目迷离，喃喃道：“9世轮回，9世剑心，我等姐妹9人联手布下9玄剑域，本以为至少能，没想到在弟子面前竟如纸糊一般，不堪一击。她们9位女剑仙皆身负轮回剑体，9世素会叠加，剑心通明，圣境之中几乎难逢敌手，更别提还有陆羽琪这位大道圣胎，底蕴深不可测的绝代仙子。然而，就是这样的阵容，在苏云那仿佛无穷无尽、霸道绝伦的混沌气息冲击下，竟是全线溃败，最终纷纷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陆羽琪静静地躺在苏云身侧，绝美的容颜上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他修为最高，感受也最为深刻。他清晰地感知到，苏云体内那原本就尊贵无比的弟子血脉，似乎觉醒了一种更加古老、更加恐怖的力量。众瞳开合间，仿佛有宇宙生灭，至尊骨隐隐发光，道纹自生，更有一股若有若无却凌驾于万道之上的混沌气息在其周身流转，将他们倾泻出的磅礴元音与道则尽数吞噬、炼化，转化为他自身的底蕴。他的体质又增强了。陆羽琪心中暗忖，美眸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众瞳，至尊骨已然是逆天之物，如今竟似乎还觉醒了一丝混沌体的雏形，这怎么可能？混沌体，那可是只存在于太古传说中，连苏天帝当年都未曾真正凝聚的无上体质。他回想起昨夜苏云那如同混沌神魔般的身影，那股睥睨天下、吞噬一切的霸道气息，芳心不由得再次剧颤。他发现自己越发看不透这位弟子了，他的底蕴，他的潜力仿佛无底深渊，深不可测。莫非弟子血脉之中真的蕴藏着连苏天帝都未曾完全激发的大恐怖？青莲喘息着接口，眼中充满了狂热与崇拜。如此天资，如此根基，或许传言非虚，弟子真有终结未来黑暗动乱的潜力。若是让其顺利成长下去，红莲接过话，声音带着无比的激动与坚信，必将超越万古，成就前所未有的真谛之位。他们彼此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撼与决绝。能侍奉如此逆天的主人，是他们9世修来的福缘，弟子就是他们唯一的信仰，唯一的夫君。而此时弟子宫外，夜色朦胧，一道鬼鬼祟祟的黑影如同融入阴影中的鬼魅，悄无声息地前行而至，竟是一条体型壮硕如牛犊、皮毛油光水滑的大黑狗。它一双狗眼滴溜溜乱转，闪烁着与其外形截然不同的狡黠与沧桑光芒，警惕地打量着笼罩在无尽神辉与禁制中的弟子宫。啧啧，好家伙，这地方了不得啊！阵法层层叠叠，道纹密布，比当年本皇的不死宫也差不了多少了。黑狗人立而起，一只前爪摩挲着下巴，嘴里嘀咕着，那股气息，没错，就是不死仙药残留的道语。虽然极其微弱，但绝瞒不过本皇的鼻子。他正是自称为不死神皇转世，如今却落魄附身于一条大黑狗身上的黑皇。此刻担任弟子宫外围执事，负责巡视警戒的剑心，正盘坐于一块青石之上，闭目凝神，体悟着苏云昨日随意点拨他的一丝剑道真意。那丝真意如同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剑道大门，让他如痴如醉，感觉停滞已久的剑道瓶颈竟有松动的迹象。公子之能果然浩瀚如星海，随手恩赐便胜我千年苦修。剑心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我剑心此生必誓死追随公子，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就在他心神沉静之际，一股极其隐晦却带着一丝不祥与古老气息的波动引起了他的警觉。剑心猛然睁眼，眸光如电，瞬间锁定了几十丈外那条试图潜入禁制边缘的黑影。何方妖孽，胆敢擅闯公子神山？他长身而起，圣境气息勃发，腰间佩剑嗡的一声轻鸣，蓄势待发。那大黑狗被喝破行藏，吓了一跳，但随即人模人样的拍了拍胸口，狗脸上竟露出一丝不屑。呆，哪来的毛头小子，敢对你黑爷爷大呼小叫，吓死本皇了！剑心眉头紧皱，
看着这条口吐人言、举止怪异的大黑狗，沉声道：“一条黑狗，你到底是何方妖族？此地乃公子行宫，岂容你放肆？我剑心乃神山执事，公子清风剑位，速速报上名来，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噗！飞黄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道：“什么狗屁剑位，区一个刚摸到圣境门槛的小家伙，也敢在本皇面前摆谱？你可知爷爷我是谁吗？爷爷我乃是不死天皇，座下第一神将，曾追随天皇陛下，一人独占诸天，打得大道都磨灭了。识相的，快让开！”他本想吹嘘自己是不死天皇，但话到嘴边，感受到弟子宫内隐隐传来的压迫感，又临时改口，给自己降了格。剑心闻言，脸上疑惑更甚，但更多的是不信。不死天皇，第一神将，哼，我凭什么信你？你身上妖气虽然古怪，但修为波动似乎也不比我高多少嘛。吹牛也要有个限度。什么？气煞本皇也？黑皇顿时炸毛，龇牙咧嘴：“臭小子，别以为本皇现在状态不佳，你就敢蹬鼻子上脸。要是换作当年，本皇一口气就能吹死你这种小圣人800个。”剑心此刻反而冷静下来，持剑力自有一股剑圣风范。哦，就算你曾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如今也不过是条黑狗。我乃公子清风九州商会之执剑士，肩负守护之责。此地乃神山禁地，公子居所，岂容你在此大放厥词？速速离去，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呸！什么狗屁公子？黑皇眼珠一转，试图套话：“小子，黑爷爷我告诉你，你们那个什么九天商会，还有那个公子可不一般啊！他哪里来的不死仙药？你若能老老实实告诉黑爷爷，黑爷爷我心情好，说不定送你一份直达至尊的惊天机缘，如何？”剑心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冷笑道：“哪来的疯狗在此胡言乱语？滚！公子的底蕴，岂是你能揣测？公子传授我的，乃是直指大地见到的无上法门。就算你真是和方大能转世，也比不上公子一根手指头。此地乃神山，天下天骄汇聚之地，但口出狂言，图谋不轨者，杀无赦。嘿，你小子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黑皇被彻底激怒了，他何时受过这种气？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以为本皇不敢动手？剑心此刻却是洒然一笑，他刚刚领悟一丝新的建议，正愁没地方施剑。动手？你可以试试。黑皇气得牙痒痒，但他如今刚苏醒不久，为了续命消耗了太多本源，实力确实十不存一，真要动起手来对付一个状态完胜的圣境剑修，还真没十足把握。他原本是想悄悄潜入，或者骗出点情报，没想到碰上这么个油盐不进的愣头青。好，好，好！黑皇连说3个好字，狗爪子一指远方隐约传来喧嚣的方向：“小子，你不是自诩剑道厉害吗？看见那边那个擂台没有？那些从域外来的异族天骄正嚣张得很，号称同阶无敌。你不是说除了你家公子一系，你已无敌吗？有本事，你去把那领头的异族天骄给黑爷爷我宰了。你要是能做到，黑爷爷我就把毕生的阵法心得传给你；你要是做不到，就乖乖把你家公子的底细告诉我，敢不敢接这个赌约？”剑心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神念微动，便感知到那边擂台的情况。一位手持暗黑长枪的异族天骄，气势滔天，连拜10几位人族圣境高手，正不可一世地叫嚣着。笑话！剑心傲然道：“我为何要与你赌？不过，让你这井底之蛙见识一番公子传授的无上剑道，倒也无妨，正好手痒。”说罢，剑心不再理会黑皇，身形化作一道惊世剑虹，瞬间划破长空，降临在那座巨大的擂台之上。擂台上，那位异族天骄身高丈2，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甲，额头生有独角，煞气冲天。他刚刚一枪将一位人族老牌圣者挑飞，枪尖滴血，狂笑道：“废物，都是废物！人族无人了吗？还有谁敢上来送死？”台下一众观战者，无论是人族还是异族，皆是一片哗然，却无人再敢轻易上台。此僚实力确实强横，而且手段狠辣，动辄取人性命。我来斩你！平淡的声音响起，剑心身影凝实，白衣胜雪，手持一柄看似普通的青钢长剑，站在了异族天骄对面。又来个送死的！异族天骄狞笑，长枪遥指，报上名来，我的枪下不斩无名之鬼。神山剑心。剑心语气淡漠：“杀你只需一剑。”狂妄！异族天骄暴怒，他乃族中万年不遇的奇才，自认同阶无敌，何曾受过如此轻视？看我撕了你！他周身黑暗法则沸腾，长枪如毒龙出动，带着撕裂虚空的可怖威能，直刺剑心眉心。这一枪蕴含了他对黑暗大道的7成领悟，自信便是寻常大圣也要暂避锋芒。然而
面对这惊天一枪，剑心只是缓缓抬起了手中的剑，没有璀璨的剑光，没有浩荡的声势，只有一种极致的静与准，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唯有他手中的剑循着一条玄奥至极的轨迹，轻轻点出后发，而先至，噗一声轻响，如同热刀切入了牛油，那蕴含着狂暴黑暗胜利的长枪竟从中断裂，而剑心的剑尖不知何时已燃点在了那异族天骄的眉心。异族天骄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惊骇与难以置信。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一道细微的剑痕已自其眉心蔓延而下。怎么可能？我的道！话音未落，他的身躯连同神魂已被那侵入的无上剑意彻底湮灭，化作飞灰消散，只留下一颗死不瞑目的头颅被剑心随手提起。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这震撼的一幕惊呆了。那不可一世的异族天骄竟然被一剑秒杀了。还有谁？剑心提着头颅，目光扫视台下那些噤若寒蝉的异族天骄，声音依旧平淡，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威慑力。无人敢应答。隐藏在暗处的黑皇狗眼瞪得溜圆，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卧槽，这小子这一剑有点东西啊！黑皇内心狂震，这剑意纯粹霸道，直指本源，绝对蕴含着一丝大地见到的真意。难道那小子不，那公子真的如此恐怖？随手点拨一下就能让一个普通剑圣领悟这等剑意。他原本只是想击剑心出手，好看清奇路数，顺便找机会套话，却没想到看到了如此惊人的一幕，这更加坚定了他要弄清楚那位公子底细的决心。不死仙药，他志在必得，那是他恢复巅峰，甚至再进一步的唯一希望。喂，小子！黑皇忍不住传音给得胜归来的剑心，算你有点本事，这阵法心得先给你一部分。不过那公子的来历，剑心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直接将那部分神念传来的阵法心的震散。不必，公子的底蕴非你所能想象，我知剑道得自公子恩赐，无需与你交易。再纠缠不休，别怪我剑下无情。你！黑皇气得跳脚，却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一个慵懒而带着无上威严的声音自弟子宫深处悠悠传来：哪来的野狗在此聒噪？声音不大，却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瞬间传遍四方。紧接着宫门无声开启，苏云身着玄袍缓步而出，他眸光开合间，众瞳隐现混沌，仿佛能看穿一切虚妄，直接落在了试图隐藏身形的黑皇身上。哦，有点意思。苏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没想到堂堂不死神皇，曾经威震寰宇的存在，如今竟落得如此田地，将残魂附在一条土狗身上，苟延残喘。黑皇浑身黑毛瞬间炸起，如同被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什么附身？这是转世？转世？懂不懂？小子，你怎么知道本皇？他心中骇然，他的根脚极其隐秘，就算是至尊也难以看穿。这年轻人竟然一眼就道破了他的来历。苏云负手而立，姿态随意，却带着一种俯瞰众生的漠然。你身上那腐朽而不甘的黄道气息，隔着百里本弟子都能闻到。怎么，苟活至今，盯上本弟子的不死仙药了？黑皇强压下心中的惊骇，狗脸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嘿嘿，小子，眼力不错。既然知道本皇来历，那便好说了。本皇这里有当年冲击地境的感悟心得，有无上阵道传承，更有诸多太古秘辛。只要你愿意交换一份不死仙药，这些本皇都可以给你。如何？成帝机缘，天下何人不想？何人不要？他试图拿出自己最大的筹码。然而苏云只是嗤笑一声，眼神如同看着一个乞丐。交换？凭你一条丧家之犬也配与本弟子谈条件？你所谓的成帝机缘，对本弟子而言不过是路边破烂，一文不值。话音未落，苏云似乎懒得再废话，眼中众瞳骤然旋转，至尊骨隐隐发光，先天圣体道胎的气息自然流转，更有一丝混沌初开，演化万物的恐怖道韵弥漫开来。黑皇感受到这股气息，狗眼瞬间瞪得如同铜铃，浑身都在颤抖。你的体质，众瞳，至尊骨，先天道胎，还有这难道是混沌体的雏形？这怎么可能？众瞳本是无敌路，何况身负至尊骨？你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彻底震惊了。这种传说中的体质，竟然真的有人能同时拥有，并且有融合归一，化为混沌的趋势。本弟子是谁？苏云缓缓抬起一只手，指尖有混沌气缭绕。你还不配知道全部。不过既然你送上门来找死，本弟子便成全你。感受到苏云指尖那凝聚的足以威胁他根本的恐怖力量，黑皇亡魂大冒，色厉内荏的吼道。
小子，你别逼我，本皇纵然虎落平阳，也不是没有拼命的手段。你若蝼蚁之辈，也敢狂吠？苏云淡漠打断，那根蝉绕着混沌器的手指轻轻向前一点，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神通，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指。但在这一指之下，黑皇却感觉周围的时空彻底凝固了，天地规则被强行篡改，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与压制让他动弹不得。他仿佛看到了开天辟地之初那定住地水火风的无上意志。不，这是完整的大地级功法术，大荒求天指。你怎么可能会？黑皇发出绝望而惊恐的咆哮，他拼命催动残存的黄道本源，试图挣脱，但在这一指面前，他的所有挣扎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可恨，可恨啊！若是他全盛时期，何惧此指？但如今龙游浅水，竟被一个后生小辈如此镇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月华般清冷的身影闪现，正是感应到动静赶来的妖月女帝。她看到场中情形，美眸一凝，尤其感受到黑皇体内那隐藏极深的不死黄道本源，玉手轻挥，大雷随之轻颤，一道皎洁月轮凭空出现，辅助苏云将那黑皇彻底镇压在地，连呜咽声都发不出来。云儿，此疗是？妖月看向苏云，苏云淡然一笑，一条不知死活觊觎我不死仙药的老狗罢了。他心念一动，沟通系统，定，检测到特殊目标，不死神皇，残魂转世态，状态极度虚弱，本源亏损，黄道残破，潜力极高，若能恢复，有重登准地境之姿，威胁度低，当前状态。看着系统面板，苏云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果然是条大鱼，虽然现在落魄了。不死神皇，妖月女帝微微蹙眉，竟是这等古老存在，他找上你，看来那不死仙药果然引来了不少麻烦。黑皇被镇压得动弹不得，心中又惊又怒，但听到妖月女帝的话，更是憋屈万分。苏云走到黑皇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件有趣的玩具。怎么，不服气？你以为你那些隐藏的后手，在本弟子眼中算得了什么？你可知本弟子是谁？黑皇艰难地抬起狗头，眼中充满了不甘与一丝惊疑。苏云缓缓吐出几个字，却如同惊雷炸响在黑皇耳边：本弟子乃苏天帝独子。什么？苏天帝之子？黑皇的狗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那个横推9天10地，镇压万古，连他全盛时期都需仰望的恐怖存在，他的儿子。妖月女帝此刻也彻底放下心来，原来鱼儿早已洞悉一切。他看着苏云芳才点出的那一指残留的道语，以及此刻身上那愈发浓郁的混沌气息，心中同样震惊无比。弟子刚刚使出的那一指，威力惊天动地，已然超越了许多至尊术。还有他此刻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体质威压，连他都感到一丝心悸。红莲、青莲、陆羽琪等女也被外面的动静惊动，纷纷整理仪容出来查看，恰好看到苏云一指镇压黑皇，道破其身份以及自报家门的那一幕，他们再次被深深震撼。弟子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红莲捂着阴唇，美眸异彩连连，连不死神皇转世都被他翻手镇压。青莲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再一次被刷新。陆羽琪亦是心潮起伏，看着苏云那挺拔如混沌神山的身影，心中暗道：他的成长速度太快了，混沌体莫非真的要在这一世重现？苏云看着彻底蔫了下去，眼中只剩下恐惧与难以置信的黑皇，冷冷道：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放开神魂，留下本源烙印，乖乖做本弟子的看门狗；二，本弟子将你这缕残魂彻底抽出来，用混沌火煅烧万年，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黑皇浑身一颤，做看门狗，奇耻大辱啊！他可是曾经的不死神皇，但苏天帝之子，还有这小子那变态的体质和实力，反抗只有形神俱灭的下场。他苟延残喘至今，不就是为了活下去，为了重回巅峰吗？你当真能不杀我？还能给我恢复的机会？黑皇艰难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希冀。苏云嘴角微扬，那要看你的表现。做本弟子的狗，说不定哪天心情好，赏你一滴不死药液也并非不可能。不死药液？黑皇的眼睛瞬间亮了。虽然不如完整的不死仙药，但那也是无上神物啊！汪，主人，黑皇愿意臣服。识物者为俊杰。黑皇瞬间变脸，狗头磕得砰砰响，哪还有半点皇者尊严？从今往后，您就是黑皇唯一的主人，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看着这条毫无节操、前倨后恭的黑狗，众女皆是无语。苏云却是满意的点点头，随手打出一道混沌符文，印入黑皇的神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禁制。很好。苏云拍了拍黑皇的狗头，以后你就叫小黑了。
好好看门，若有异心，你知道后果。是，小黑明白，谢主人赐名。黑皇，现在是小黑谄媚地摇着尾巴。弟子宫内，仙雾缭绕，混沌气息尚未完全平息。苏云慵懒地半倚在混沌神玉榻上，指尖缠绕着一缕尚未散尽的道韵，目光玩味地落在脚边耷拉着脑袋的大黑狗身上。红莲轻移莲步，为苏云斟上一杯氤氲着霞光的神茶。饱满的大雷随着动作微微起伏，他美眸好奇地看向黑皇，轻声问道：黑皇，你好歹也是堂堂古皇，传说中的不死神皇，究竟是如何沦落到附身于一条犬类身上的？他语气委婉，但犬类二字还是让黑皇的狗脸瞬间垮了下来，羞恼交加。哼！黑皇梗着脖子，试图维持最后一丝皇者尊严，尽管此刻他趴在地上的姿势毫无气势可言。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谁还没有个风光无限的时候？纵使是统一寰宇、万族共尊的大地，也难逃岁月长河的冲刷。修为会流逝，寿元有尽时，这是天地至理。他人立而起，一只前爪拍着胸脯，尽管现在是狗爪，语气带着无尽的不甘与沧桑。老黑，我于太古末年沉睡，本想在这个黄金大世苏醒，再续辉煌帝路，岂料刚醒来没多久，就撞上了天庭那帮披着神圣外衣的强盗。为了一团万物元气母根，大打出手。可恨，若非老黑我沉睡太久，本源未复，岂会败给那几个藏头露尾的家伙？最终不仅没抢到元气，还伤了根基，修为一跌再跌，才成了这般模样。他越说越激动，狗眼里满是憋屈的火光。一旁的剑心闻言，忍不住大笑出声。他刚刚领悟无上剑道，心境通达，调侃道：没想到，堂堂不死神皇，也有虎落平阳被犬欺。哦，不是变成……嗨！他笑得前仰后合，觉得十分解气。邀月女帝也袅袅婷婷地走来，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抚摸着苏云略显凌乱的长发，绝美的容颜上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哦，你当年可是大帝，现在嘛……他眼波流转，瞥向苏云，不过是弟子脚下一条会说话的，灵犬。什么灵犬？是战略合作，暂时的依附。黑皇炸毛，差点跳起来，但感受到苏云淡漠的目光，又悻悻地趴了回去，低声嘟囔：暂时的。他忽然想起最关键的问题，狗眼猛地瞪圆，死死盯住苏云，语气充满了难以置信。不对，弟子，您到底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不死仙药？就算您是苏天帝的独子，这也太离谱了吧？那可是不死仙药啊，不是路边的野草。此刻，在黑皇眼中，苏云的身影笼罩在一层厚厚的迷雾之中，神秘的令人心悸。他存活了无尽岁月，跨越了多个纪元，见识过无数精彩绝艳的天骄豪雄，覆灭过不朽神朝，也与禁忌存在交过手，但从未见过有人能像苏云这样，将足以让任何势力打破头，引发纪元血战的不死仙药，如此轻描淡写的拿出来拍卖，哪怕只是一小份，也足以在诸天万界掀起腥风血雨。那焚天神子怕是乐极生悲，要大祸临头了。黑皇缩了缩脖子，狗眼里闪过一丝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警惕。不知多少老不死的老怪物，此刻恐怕都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潜伏在暗处盯着呢。老黑我虽然也心痒难耐，但嘿嘿，小命要紧，小命要紧。他下意识地往苏云脚边靠了靠，仿佛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天庭，苏云轻轻咀嚼着这两个字，重瞳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芒。他继承自苏天帝的血脉记忆碎片中，似乎有关于天庭的零星信息。那是一个极其古老、神秘且强大的组织，似乎与父亲苏天帝有过某种协议，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天庭承诺不主动收割人族及诸多智慧生灵的信仰与生命本源，而苏天帝亦承诺不主动与天庭为敌，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过是一群藏头露尾、自诩为天意代言人的家伙罢了。苏云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语气平淡，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霸气。待本弟子登临绝巅，踏平他又如何？此话一出，不仅是黑皇倒吸一口凉气，连邀月、红莲、青莲、陆羽琪等女也纷纷色变。鱼儿慎言。邀月女帝连忙开口，饱满的大雷因急促呼吸而微微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她美眸中满是担忧。天庭底蕴深不可测，存在岁月，甚至可能比苏家更为久远，其内高手如云，
禁忌存在不知凡几，绝非一隅之辈。苏天帝当年与之签订协议，亦是经过多方考量。陆羽奇也轻声道：“弟子，天庭势力盘根错节，触角遍及诸天，甚至传闻与一些最古老的禁区都有联系，不可不防。”苏云却只是淡然一笑，伸手接过红莲递来的神茶，轻呷一口，目光扫过众女担忧的俏脸，最终落在瞠目结舌的黑皇身上。不死仙药算什么东西？他语气轻蔑，仿佛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杂物，不过是延续些许寿元，提升些微资质的玩意儿罢了。待本弟子成就先帝之位，必将踏平世间一切黑暗禁区，横扫所有动乱源头，为这诸天万界打出一个真正的朗朗乾坤。到那时，不死仙药要多少有多少。他的声音不高，却如同混沌惊雷，在殿内每一寸空间炸响。重瞳开合间，仿佛有宇宙生灭、星河轮转的景象在演化。一股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恐怖意志隐隐弥漫开来。卧槽！黑皇吓得狗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狗舌头都吐了出来。断绝黑暗动乱，踏平所有禁区。弟子，您这志向未免也太宏伟了吧？他感觉自己的狗脑子都快不够用了。就算是当年的苏天帝，雄才大略，威压万古，也只是护佑人族疆域，与诸多禁区不朽势力维持平衡，也未曾敢言踏平所有啊。您这，他本想说吹牛也得有个限度，但看着苏云那深邃如渊的重瞳，感受着那仿佛与生俱来的无敌自信，以及周围众女虽然担忧，却依旧隐含狂热崇拜的目光，他把后面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但内心深处，黑皇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存活岁月悠久，见过太多惊才绝艳之辈，但像苏云这样年纪轻轻，不仅拥有逆天体质、重瞳、至尊骨、先天道胎，甚至疑似混沌体雏形，身负滔天背景的苏天帝独子，更怀有如此吞天噬地的雄心壮志，简直是怪物中的怪物。或许这小子真能创造奇迹。一个荒诞却难以抑制的念头在黑皇心中滋生。他看着苏云，狗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震惊，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期待和赌徒般的兴奋。跟着这样的主人，虽然暂时屈辱了点，但万一他真成了呢？黑皇心思急转，那老黑我岂不是也能鸡犬升天，重回巅峰，甚至超越巅峰，都不是梦啊！最重要的是不死药业。他瞬间下定了决心，脸上谄媚之色更浓，尾巴摇得如同风车。弟子高明，弟子壮志凌云，老黑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星河，连绵不绝，从今往后，您就是老黑我唯一的光，唯一的信仰。您指东，我绝不往西；您让我抓狗，我绝不撵鸡。苏云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懒得理会这丝毫无节操的奉承，目光转向宫殿之外那无形的虚空，仿佛能穿透层层空间，看到遥远之地正在上演的混乱景象。走吧，随本弟子去看看热闹。苏云长身而起，玄袍无风自动，一股无形的帝王之气自然流露。这场由不死仙药引发的闹剧也该到高潮部分了，本弟子倒想看看那些跳梁小丑能演出怎样一番好戏。他一步踏出，身影已出现在弟子宫外的云台之上。这座云台乃是以混沌石砌成，铭刻无数空间道纹，可以俯瞰小半个神州大地，更是能将遥远天际那场混乱的争夺战尽收眼底。邀月、红莲、青莲、陆羽奇等10位女剑仙紧随其后，如同众星拱月。剑心则恭敬地侍立在一旁。新收的宠物小黑，黑皇也赶紧屁颠屁颠地跟上，努力做出威武的样子。可惜搭配上他现在的黑狗外形，只显得滑稽可笑。只见遥远的天际，原本祥和的苍穹早已被各种狂暴的能量乱流撕扯得支离破碎，神光冲霄，魔气滔天，法则碰撞产生的轰鸣声，即便隔着无尽距离，也隐隐传来。焚天神子此刻狼狈不堪，早已没了之前在拍卖场内的志得意满。他披头散发，华贵的焚天道袍破损多处，嘴角还挂着一缕金色的神血。他双手死死抱着那个装有不死仙药的玉盒，如同抱着自己的性命。周身燃烧着近乎疯狂的焚天怒焰，对着四周虎视眈眈的敌人发出困兽般的咆哮。滚开，都给本神子滚开！此物乃我焚天神朝以100亿天价堂堂正正拍得，你们竟敢强抢，是想与我焚天神朝不死不休吗？他声音嘶哑，
充满了愤怒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他身边17位忠心耿耿的焚天圣卫结成一个残缺的战阵，个个带伤，却依旧死死护在绳子周围，煞气冲霄。但面对周围那一道道如同鬼魅般浮现的恐怖气息，这阵容显得如此单薄无力。呵呵，一阵阴冷的笑声从一片扭曲的虚空中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焚天小儿，不死先要，有德者居之。你焚天神朝德不配位，怀璧其罪，还是乖乖交出来吧，或许还能留个全尸。话音未落，另一方向，凌天神子和藏天神子的身影也悄然浮现。他们并未靠近，而是远远观望，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与贪婪。焚天兄，何必如此固执？凌天神子假惺惺的开口，声音透过虚空传来：不死先要虽好，但也得有命享用才是。不如分润我等一份，我们或可看在同属神朝一脉的份上，助你脱困如何？趁火打劫！无耻！焚天神子气得浑身发抖，怒骂道：我焚天神朝亦有地道残兵镇守，底蕴岂是你们所能想象？想要仙药，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冥顽不灵。藏天神子声音死寂，却带着刺骨的寒意。那你就去死吧！突然，数道更加恐怖、更加令人心悸的气息骤然降临，空间如同破布般被撕裂，走出几道笼罩在浓郁死气与黑暗法则中的身影。为首者是一个面容模糊，仿佛由阴影构成的男子，他周身散发的威压，赫然达到了半步至尊的巅峰，甚至隐隐触摸到了真正的至尊领域。黑暗禁区，逍遥半尊。有人认出来者，失声惊呼，声音中充满了恐惧。逍遥半尊目光扫过场中，最终落在焚天神子手中的玉盒上，眼中闪过一丝炽热。不死先要，我黑暗禁区要了。他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仿佛在陈述一个既定事实。更让人绝望的是，在逍遥半尊现身之后，又有几道同样恐怖的身影陆续出现，来自不同的生命禁区或是隐世古老家族。他们将焚天神子团团围住，气机交织，封锁了整片天地。完了！焚天神子面色惨白如纸，眼中终于露出了绝望之色。他没想到消息走漏得如此之快，更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平时隐世不出的老怪物。这些存在，任何一个都不比他焚天神朝的老祖弱多少。云台之上，苏云悠闲地坐在一张玉椅上，邀月亲手将一枚包好的晶莹剔透的神葡萄喂到他嘴边。他轻轻咀嚼，目光淡然地俯瞰着下方那场惊天动地的争夺战，仿佛在欣赏一出与己无关的戏剧。打起来，打起来！苏云嘴角含笑，轻轻拍手，这才有点意思。不死仙药的吸引力，果然没让本弟子失望。小黑、黑黄趴在他脚边，看着远处那一道道足以毁天灭地的恐怖气息，狗腿都有些发软，咽了口唾沫道：主人，还好老黑我机智，没有贸然出手去抢。这不死仙药果然是个烫手山芋，谁拿谁倒霉啊！这下焚天那小子惨了。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从容不迫的苏雨，心中更是翻江倒海般的震惊。这位年轻的弟子，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刻却像个局外人一样，高踞云台，悠闲看戏。这份深不可测的城府和睥睨天下的气度，简直恐怖如斯。苏家的底蕴究竟有多深？苏天地又到底达到了何等境界？小黑暗自骇然，恐怕那些所谓的无上神朝、古老禁区加起来，在这位弟子眼中，也未必够看吧。场中，焚天神子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他脸上闪过一抹疯狂之色，猛地一拍胸口，喷出一口本命精血，洒在怀中玉盒之上。同时，他嘶声怒吼：“这是你们逼我的！老祖宗，请助我！”嗡！玉盒骤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神光，一股远比逍遥半尊等人更加古老、更加浩瀚的地威弥漫开来。虽然只是一缕残念，却依旧让天地变色，万道哀鸣。焚天大帝的一缕地念，有人惊呼，一道模糊的虚影自玉盒上升起，看不清面容，唯有一双眸子睁开，如同两轮燃烧的大日，扫视全场。犯我焚天者，虽远必诛。地念虚影发出宏大的道音，带着无上威严。然而，逍遥半尊等人只是微微变色，却并未退缩，一道残念而已。若是大帝亲临，我等自然退避三舍。可惜逍遥半尊冷笑，挥手间，一面缭绕着混沌气的古幡出现，迎风便掌，散发出丝毫不弱于地念的恐怖气机。
禁区的至尊器，众人骇然。大战彻底爆发，地念残影对抗至尊器，焚天神子与圣卫们拼死抵抗数位半尊级强者的围攻，神光破碎虚空，法则崩灭又重生，整片天地都化作了毁灭的海洋，不断有圣卫惨叫着陨落，血染长空，焚天神子也连连受创，浑身是血，状若疯魔。疯了，都疯了！小黑看得心惊肉跳，狗眼瞪得溜圆。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老怪物们，为了延续寿元，争夺那一线挣到大地的机会，此刻都如同市井泼皮般拼命，各种压箱底的神通劲气层出不穷，打得天崩地裂。为了虚无缥缈的长生，值得吗？陆羽奇看着远处的惨烈景象，微微蹙眉。苏云闻言淡淡道：长生路上多尸骨，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畏惧死亡，渴望永恒，是生灵的本能，亦是推动修炼之路的原动力之一。只是方法错了。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万古时空，看到了更多。就在焚天神子即将支撑不住，地念虚影也越发暗淡，那面混沌古幡即将压下的千钧一发之际异变再生。天地间毫无征兆地响起一声清越的剑鸣，这剑鸣并不响亮，却瞬间压过了战场上所有的轰鸣、爆炸与嘶吼，清晰地传入每一个生灵的耳中，乃至灵魂深处。一道剑光自9天之外而来，它看起来是如此的平凡，没有璀璨的光华，没有浩荡的声势，就像初学剑者随手刺出的一剑。然而就是这样一道平凡的剑光，在出现的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空间如同镜面般静止，战场上所有狂暴的能量、崩灭的法则，在这道剑光面前都温顺的如同绵羊。剑光划过一道玄妙至无法形容的轨迹，轻飘飘地落在了那面威能滔天的混沌古幡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声，就如同烧红的烙铁遇到了冰雪。是那件来自黑暗禁区足以抗衡大地残念的至尊器混沌古幡，连同其周围缭绕的混沌气，以及后方脸色巨变试图催动法诀的逍遥半尊，在这一剑之下无声无息的化作了最细微的粒子，湮灭消失，仿佛从未存在于这个世间一剑。至尊气毁，半尊陨，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僵在了原地，脸上的表情凝固，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惊骇与难以置信。发生了什么？一位触摸到至尊领域的半尊，一件强大的至尊器，就这么没了。是谁？这一剑超越了他们的理解，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云台之上，剑心浑身巨震，激动得几乎要跪伏下去。他死死盯着那道尚未完全消散的剑意痕迹，声音颤抖：这剑道纯粹至高无上，公子，这莫非就是……苏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微微颔首：来了。妖月、红莲等女也美眸圆睁，感受到了那一剑中蕴含的无上意境。小黑更是吓得四肢发软，舌头耷拉在外面。卧槽，这是哪位狠人出手了？这一剑，大地清灵也不过如此吧。在无数道震撼到呆滞的目光注视下，天际一道倩影缓缓浮现，她身姿曼妙，笼罩在朦胧的月华神辉之中，看不真切容颜，唯能隐约看到那曲线惊人的轮廓，尤其是那对浑圆挺翘堪称绝世的大雷。随着他的出现，仿佛让天地间的光芒都汇聚于此。他手中握着一柄古朴的长剑，剑身如水，映照着诸天星辰。9天之上，何时出了这样一位女性剑道至尊？有老怪物喃喃自语，声音干涩。那倩影目光清望，扫过下方那些噤若寒蝉的禁区强者和神朝之人，最终落在了被摧毁的混沌古幡原处，以及吓得魂不附体的焚天神子身上。不死先要，我苏家要了。他的声音清冽，如同玉珠落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威严，传遍四方。谁有意见？平静的询问，却比任何咆哮更具威慑力。全场依旧死寂。意见？谁敢有意见？没看到逍遥半尊和至尊器的下场吗？焚天神子如蒙大赦，几乎是连滚爬爬的将怀中玉盒用神力托起，恭敬的奉上。前辈，不，大人，仙药在此，晚辈愿献于大人。他此刻只想尽快摆脱这个烫手山芋，保住性命。那倩影看都未看玉盒一眼，只是随手一招，玉盒便飞向云台，落入苏云手中。
他这才将目光转向云台，落在苏云身上。朦胧光辉下的容颜似乎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清冷的声音也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宠溺。云帝，闹出这么大动静，还不现身？话音未落，他一步踏出，竟无视苏云布下的层层禁制与空间屏障，直接出现在了云台之上，站在了苏云面前。月华神辉稍稍收敛，露出一张倾国倾城、与苏云有5、6分相似的绝美容颜。她眉眼如画，气质超然，既有帝女的尊贵雍容，又有剑修的凌厉锋芒，两种气质完美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尤其是那双眸子，开合间仿佛有星河幻灭，与苏云的重瞳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身材极高挑，双腿修长笔直，腰肢纤细，而正如此前惊鸿一瞥所感，那对饱满傲人的大雷堪称惊心动魄，将月白色的宫裙撑起一个惊人的弧度，规模竟比以丰腴著称的邀月女帝还要宏伟几分。无解。苏云看着突然出现的女子，摸了摸鼻子，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你怎么来了？这女子正是苏云的无解，苏天帝的舞女，帝女苏宁霜。苏宁霜没好气的白了弟弟一眼，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了点他的额头，动作亲昵自然。我再不来，你小子是不是打算把整个9天10地都掀个底朝天？不死仙药都敢拿出来拍卖，胆子是越来越肥了。他突然凑近苏云，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道：父亲让我提醒你，玩归玩，闹归闹，别真把天给捅破了。天庭那边似乎已经开始注意你了。苏云魂不在意的撇撇嘴，区天庭何足挂齿，五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子。你啊，苏宁霜无奈摇头，但那双与苏云相似的眸子里却满是宠溺与骄傲。他这个弟弟从小就无法无天，偏偏天赋资质逆天到令人绝望。他转身，目光再次扫过下方那些噤若寒蝉的势力，声音恢复清冷：不死仙药，我苏家收回，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谁若不服？他顿了顿，手中古剑轻轻一震，一股比之前斩灭逍遥半尊时更加恐怖的剑意冲天起，搅动风云，仿佛要将整个苍穹都撕裂。可来苏家天外天，问我手中之剑。声音落下，天地间一片死寂。不服？开什么玩笑？嫌命长吗？焚天神子等人如蒙大赦，连狠话都不敢留一句，带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撕裂虚空遁走。其他势力的强者也纷纷隐匿气息，悄然退去，生怕慢了一步被这位煞星盯上。转眼间，之前还打得热火朝天的战场变得空空荡荡，只留下满目疮痍的大地，证明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云台之上，小黑、黑黄、狗眼瞪得如同铜铃，看着苏宁霜，又看看苏云，狗嘴里足以塞进一个拳头。主人，这位是……他声音都在发抖。这位帝女给他的压迫感，甚至比全盛时期的他还要恐怖。苏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苏云拍了拍小黑的狗头，笑道：我无解。苏宁霜。小黑瞬间匍匐在地，狗头紧贴地面，尾巴摇出了残影。小黑拜见帝女殿下。殿下神威盖世，剑道通玄。小黑对殿下的敬仰。苏宁霜目光落在小黑身上，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咦，这条黑狗有点意思。不死神皇的残魂转世。云帝，你从哪儿捡来这么个老古董？小黑吓得浑身一颤，感受到那仿佛能洞穿灵魂的目光，连忙往苏云身后缩。主人救命！苏云笑道：刚收的看门狗，虽然实力不咋样，但胜在识物。苏宁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死神皇，太古年间倒也算个人物，可惜心术不正，最终遭了劫。云帝，你收服他，或许将来有些用处，不过要小心，这种老怪物心思深沉得很。吴姐放心，他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苏云自信道。小黑连忙表忠心。殿下明鉴。主人明鉴。小黑对主人忠心耿耿，天地可见，绝无二心。苏宁霜不再理会他，转头对苏云正色道：云帝，你这次玩的确实有点大，不死仙要现世，恐怕会惊动一些真正沉眠的老怪物，特别是天庭那边，我收到一些模糊的讯息，他们似乎对你很感兴趣。苏云重瞳中混沌气息流转，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感兴趣？正好，本弟子也对他们的天宫宝库很感兴趣。你呀，苏宁霜再次无奈，但看着弟弟那自信飞扬的模样，心中却是一暖。
他这个弟弟，或许真的能超越父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需要姐姐帮忙的话，随时传讯。他柔声道，伸手替苏云理了理额前一丝不乱的发丝。知道了，吴姐。苏云点头。苏宁霜又看了一眼苏云身边那些风姿各异，却都对苏云满眼倾慕的女子们，尤其是邀月女帝和陆雨琪，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却也没多说什么。好了，此件事了，我也该回去了。太荒古域那边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待会再见。苏宁霜说完，不再停留，一步踏出，身影便融入虚空，消失不见。来得突然，去得潇洒，整个过程不过短短片刻，却让云台上的众人心情如同坐过山车般起伏。小黑长长舒了口气，用狗爪子拍了拍胸口，吓死老黑了，这位帝女殿下气场太强了。剑心则依旧沉浸在方才那一剑的风采之中，喃喃道：帝女之剑已近于道，我何时才能达到如此境界？邀月、红莲等女则围到苏云身边，美眸中异彩连连。帝女苏宁霜的出现，以及她展现出的无敌姿态和对苏云的宠溺，让他们对苏云的背景和未来更加充满信心。苏云把玩着手中失而复得的玉盒，里面装着那份引发滔天波澜的不死仙药。他目光扫过下方，迅速恢复平静的天地，又看向遥远未知的虚空，重瞳深邃。天庭、禁区、老怪物，他轻声自语，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狂放不羁的笑容。这才有意思，本弟子的无敌路，正需要你们这些踏脚石。他转身看向身边众人，尤其是脚边一脸谄媚的小黑，朗声道：回宫，今日收获颇丰，当服一大白。小黑，看你的表现了。小黑立刻精神抖擞，汪汪！主人放心，老黑我别的不行，活跃气氛最在行，保证让主人和诸位主母宾至如归。众女闻言，皆是俏脸微红，嗔怪地瞪了小黑一眼，却并无多少怒意，反而眼波流转间，更添几分娇媚。可恨，居然是苏家的女帝！场中残存的各方势力代表，无论是神山的天骄、古老家族的修士，甚至是那些躲在远处来自生命禁区的神秘生灵，此刻都被那惊天一剑吓得魂不附体。苏家竟然如此蛮横，如此霸道！焚天神子瘫坐在一片废墟中，披头散发，道袍破损，之前死死护住的玉盒早已空空如也。他望着苏云等人离去的方向，眼中充满了怨毒、不甘，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源自那对斩灭至尊器的剑芒和其主人惊世曲线的恐惧。他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笑，目光扫向远处同样狼狈却选择作壁上观的凌天神子和藏天神子。你们这两个混蛋，现在满意了？不死仙药被苏家抢了回去，你们有胆量去夺吗？你们敢去苏家天外天面对那位剑术惊世的绝世帝女吗？他的声音嘶哑，充满了嘲讽与绝望。凌天神子和藏天神子闻言，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他们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去苏家要面对那位一剑斩半尊，身材更是碾压众生的帝女，开什么玩笑？借他们1万个胆子也不敢！该死！凌天神子低声咒骂，拳头紧握，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只有无尽的屈辱和面对绝对力量与魅力的无力。竟然是苏家，根本没法招惹。藏天神子声音干涩，他所在的藏天神朝传承更为久远，深知苏家的可怕，那是一个真正横压万古，让所有不朽道统、黑暗禁区都不得不低头的庞然大物。尤其是这一代，除了苏天帝，竟还有如此经验绝伦、实力与身材皆堪称极品的女帝。不仅是他们，其他几个隐藏在暗处，本想浑水摸鱼的古老家族代表，此刻也是心惊胆战，纷纷收敛气息，生怕引起那位刚刚离去、身材火爆、剑术更火爆的帝女一丝一毫的注意。苏家女帝亲自出手，那修为，那剑术，这还怎么争？一个来自隐士王家的长老喃喃自语，脸上满是后怕，目光却忍不住回味着那惊鸿一瞥的傲人曲线。在他们眼中，自己这些所谓的古老传承、无上神朝，在苏家面前，在那位帝女曼妙身姿与无上剑道面前，简直如同蝼蚁一般渺小，只能仰望。就在众人心绪难平，被苏家威势与那位帝女惊人魅力压得喘不过气之时，几道隐晦的黑暗波动在极远处的一片扭曲虚空中传递。逍遥弟子，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凝重。苏家女帝现身实力远超预估，嗨嗨，
那份不死仙药，恐怕虚空阴影中，身着暗黑龙纹战袍的逍遥弟子，面色阴沉，他猩红的眼眸中闪烁着不甘与忌惮，但深处却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对苏宁霜那绝色容颜与火爆身材的觊觎。哼，苏宁霜确实厉害，那对，嗨嗨，本弟子承认，现在与他正面冲突不明智。但他话锋一转，强行压下心头那丝疑念，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与阴狠。那拿出不死仙药拍卖的公子才是关键，他为何能有如此多的长生物质？与苏家又是什么关系？若能查清他的底细，找到源头，届时或许连那位帝女，他咽了口唾沫，也比直接争夺那一份仙药更有价值。另一位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迟疑道：弟子，苏家势大，那帝女更是深不可测。我们黑暗神朝虽强，但与之正面抗衡，魔帝陛下恐怕也不会同意。逍遥弟子冷笑：谁说要正面抗衡了？暗中调查，徐徐图之，待时机成熟，或可联合其他对苏家不满的势力，比如那几个丢了面子的神朝小子，以及一些古老的存在。苏天帝再强，苏家女帝在，诱人难道能与整个九天为敌吗？末法时代将至，变数丛生，正是我们的机会。他们的商议极其隐秘，借助黑暗神朝的特殊秘法进行，自以为无人察觉。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远在神山宴会之上的苏云，重瞳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混沌光芒，仿佛洞穿了无尽虚空，看到了那几道躲在阴影中的身影，以及逍遥弟子那隐藏极深的一丝淫邪念头，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彻骨的弧度。黑暗神朝，逍遥弟子倒是打得好算盘，竟敢觊觎我的不死仙药，还有吴姐。他轻声自语，声音只有自己能听见，一抹杀意在眼底深处悄然凝聚。此刻神山主殿之内，灯火通明，仙乐阵阵，一场高规格的宴会正在举行。神山老祖穆清风亲自作陪，满脸笑容，态度恭敬的甚至有些谦卑。苏云高踞主位，神情慵懒，邀月女帝坐在他身侧，那对几乎要将华丽宫装称烈的硕大浑圆，随着他布菜斟酒的动作，荡漾出惊心动魄的弧度。他不时温柔地看向苏云，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红莲、青莲、陆羽琪等10位女剑仙势力后方，如同10朵娇艳的仙葩，各有千秋，或清冷，或妩媚，或英气，但无一例外，身段都极为惹火。尤其是并肩立时，那一片峰峦叠嶂，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呼吸急促，剑心护卫在旁，神色肃穆，眼神却不敢有丝毫斜视。黑皇则蹲在苏云脚边，狗眼滴溜溜乱转，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殿内那些神色各异的宾客，以及主人身边那几位堪称绝世尤物的主母，心中暗自咂舌。主人就是主人，这眼光，这福气，啧，这些宾客皆是神山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一些来自其他势力的代表。此刻他们看着主位上的苏云，眼神复杂，有敬畏，有好奇，但更多的是难以言喻的震惊，以及对他身边环绕的角色们那惊人身材的暗暗惊叹。这位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让穆清风老祖如此对待，竟能让邀月女帝这等尤物倾心侍奉，竟能有如此多风姿绝世的红颜相伴。穆清风举起酒杯，满脸堆笑，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邀月那傲人的轮廓，赶紧收敛心神。公子光临我神山，真是令我神山蓬荜生辉。老朽敬公子一杯，祝公子道运昌隆，早正大帝之位。他姿态放得极低，一饮而尽。苏云随意举杯示意，浅尝辄止，目光却慵懒地掠过下方，将众人那些隐藏的惊艳、嫉妒、敬畏尽收眼底，态度淡然，却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度。穆老祖客气了，他淡淡道：神山风景不错，酒亦不错。他说着，伸手轻轻揽住邀月纤细却充满弹性的腰肢，邀月俏脸微红，顺势依偎在他怀中，那对饱满挺翘的大蕾几乎要破衣而出，更是引得下方无数目光暗自炽热。公子愿意留下，是我神山天大的福分。穆清风闻言大喜，强行压下心中的旖旎念头。公子但有所需，尽管吩咐，老朽定当竭尽全力满足。就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从宾客席中响起：哼，好大的架子，好艳的肤浅。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着奇异服饰、面容倨傲的老者缓缓站起身。他周身气息不强，大概在半步至尊层次，
但眉宇间却带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目光更是毫不掩饰地在邀月等女那诱人的曲线上扫过，带着一丝贪婪。穆老祖，你好歹也是神山之主，德高望重，如此卑躬屈膝对待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还与这些，哼，未免有失身份吧？老者目光最终落在苏云身上，带着审视与质疑。穆清风脸色顿时一沉，王执事，注意你的言辞，这位公子乃是贵客，邀月女帝还有诸位仙子更是公子身边人，岂容你放肆？那王执事却浑不在意，反而上前几步，看向苏云。年轻人，老夫王明，乃天庭外域执事，负责巡查各界。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质问：你究竟是何人？与苏家是什么关系？那不死仙药从何而来？他眼中闪过一丝威胁之意，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恐怕不太好交代啊。他特意点出天庭二字，试图以此震慑苏云。然而苏云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慢条理地把玩着邀月柔顺的青丝，指尖偶尔划过她光滑的香肩，引得家人一阵轻颤。这种彻底的无视，以及眼前这香艳的场景，让王执事的脸色瞬间涨红，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王执事勃然大怒，狂妄小辈，竟敢藐视天庭，沉迷女色，你可知道？他话未说完，就被一个冰冷到极致，仿佛能冻结灵魂的声音打断。天庭，很了不起吗？我的弟弟，也是你这等杂鱼能智慧的，他的红颜，也是你这双狗眼能亵渎的。声音传来的方向，空间泛起涟漪，一道绝美的倩影迈步而出，正是去而复返的帝女苏宁霜。她去而复返，直接出现在了宴会大殿之中。此刻，苏宁霜绝美的容颜上布满寒霜，眸中杀意凛然，那对堪称绝世，规模更胜邀月的傲人大雷，因怒气而微微起伏，将月白宫群撑起一个惊心动魄的弧度，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先是看了一眼安然无恙的苏雨，以及他身边那些虽然俏脸微红，却依旧坚定站在他身后的女子们，眼中闪过一丝柔和，随即目光如同两柄冰剑，瞬间锁定在那王执事身上。区区一个外域执事，蝼蚁般的东西，也敢质问我弟弟，也敢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他的人，谁给你的胆子？轰！恐怖的剑意瞬间爆发，笼罩整个大殿，所有人都感觉呼吸一滞，如同坠入冰窖。苏宁霜，王执事脸色巨变，吓得连连后退。他没想到这位煞星会突然出现，更没想到近看之下，这位帝女的身材竟然如此火爆，但那冰冷的杀意瞬间浇灭了他任何一念。我乃天庭执事，你不能杀我，否则天庭震怒。他试图搬出背景保命，然而苏宁霜眼中只有冰冷的杀意和对弟弟受辱的极致愤怒。天庭震怒，哼，就算昊天上帝亲临，敢对我弟弟不敬，敢用脏眼看他的人，也照斩不误。死！话音未落，他并指如剑，随手一挥，一道璀璨夺目、蕴含无上剑道的剑气，瞬间跨越空间，斩向王执事。剑气所过之处，连光线都被吞噬。不！王执事发出绝望的嘶吼，拼命催动所有保命手段，一道道神光亮起，有护身符箓，有防御法宝。然而，在苏宁霜盛怒的剑气面前，所有的抵抗都如同纸糊一般。噗！血光迸现，王执事整个人被那道剑气直接斩成两半，连同神魂一同湮灭，彻底形神俱灭。甚至那剑气余波将他刚才那惊恐的目光所在之处，空间都斩出了一道细微的裂痕。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宴会大殿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王执事消失的地方，以及那位傲然而立、杀伐果断、身材更是堪称人间极品的帝女苏宁霜。一剑，仅仅随手一剑，就斩了一位天庭的外域执事，理由仅仅是冒犯了他的弟弟和他弟弟的红颜。苏家女帝竟霸道护短如斯，简直无法无天。苏宁霜缓缓收手，那对惊世骇俗的傲人大雷随着他的动作微微荡漾，吸引了无数目光，却又让人心生恐惧，不敢有丝毫亵渎。他目光扫过全场那些吓得面无人色的宾客，声音清冷，却带着无上威严。还有谁对我弟弟的身份有疑问，对我弟弟的人有想法，现在可以站出来。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连大气都不敢喘。尤其是那些之前曾偷偷打量过邀月等女的修士，更是冷汗直流，生怕下一个形神俱灭的就是自己。穆清风老祖更是额头冒汗，心中后怕不已。幸好自己刚才态度恭敬，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否则下场不堪设想。苏宁霜冷哼一声，不再理会这些蝼蚁，转身走到苏云面前，脸上的冰霜瞬间融化，露出一丝无奈又宠溺的笑容，伸手轻轻捏了捏他的脸。这个动作让他胸前的伟岸曲线更加凸显。你这小子走到哪里都不安生，吃个饭都能惹出麻烦，还总带着这么多惹眼的丫头。他美眸扫过邀月等人，带着一丝调侃。红莲等人顿时俏脸绯红，却都乖巧的行礼。吴姐。苏云咧嘴一笑，顺势握住苏宁霜那纤纤玉手。吴姐，这可不怪我，是那只苍蝇自己找死，非要往剑尖上撞，还管不住自己的狗眼。苏宁霜白了他一眼，任由他握着手，另一只手轻轻点了点他的额头。那对几乎要贴到苏云身上的傲人大雷，看得周围人口干舌燥，却又不敢直视。就你理由多，父亲让我告诉你，玩够了就早点回家，外面不太平。还有，他凑近苏云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饱满的柔软不经意间碰到苏云的手臂。照顾好你的这些红颜知己，别让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惦记。温热的气息喝在耳畔，带着淡淡的馨香。苏云浑不在意的摆摆手，知道啦知道啦，吴姐你真啰嗦，等我再晚几天就回去。苏宁霜拿他没办法，摇了摇头，又看了一眼旁边俏脸微红的邀月女帝，微微一笑。邀月小姨，云儿就劳你多费心了，他要是胡闹，你尽管告诉我。邀月连忙恭敬行礼，身姿摇曳间曲线毕露。宁霜放心，我会照顾好云儿的。苏宁霜点点头，不再多言，拉起苏云的手便离开了此地。苏云此刻一脸无奈地看着眼前绝美的女子，她的五姐帝女苏宁霜，这位实力登峰造极，体内地血雄浑，虽然可能比不上自己如今吞噬了诸多不死仙药后的底蕴，但亦是恐怖如斯，仙术造诣更是远超自己。大地剑术已得父亲7成真传，甚至能施展部分地级，难怪能斩半尊如土狗。若是破入至尊境，恐怕普通至尊都不是他一合之敌，恐怖如斯啊！苏云心中暗自感慨。此刻闻着近在咫尺的馨香，看着吴姐那完美无瑕的容颜，和那对随着激动情绪微微颤动的傲人巨雷，苏云不禁有些心神摇曳。吴姐，女帝实在是太过完美了。苏宁霜这一身气质，无双容颜，再加上这堪称造物主杰作的极致身材，简直是令人震撼。尤其是此刻，她站在这里，那身姿竟隐隐超越了以丰腴著称的邀月小姨，简直让人心神难移。姐，苏云无奈地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你怎么还把我当个小孩子看？苏宁霜闻言，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一丝宠溺的笑意。她挺着那一双惊世骇俗的巨雷，向前一步，玉手轻轻抚上苏云的脸颊，动作温柔而深情。在姐姐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弟。她的声音清冷中带着难掩的柔情，美眸仔细打量着苏云，仿佛要将她看穿。听闻最近你过得相当不错。苏宁双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听六姐说你觉醒了许多绝世体质和血脉。云帝，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期待。难不成你的天资真如六姐所说的那般强大？其实苏宁霜内心是激动的，他好，如今的苏云竟然愿意认真修炼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传承，意味着苏家未来有望再出一位横压万古的存在。苏宁霜一向高傲，只长到欲镇压9天之时，眼中从未有能入他眼之人，但唯独在这个弟弟身上，他看到了无限的希望。苏云笑嘻嘻地看着吴姐，故意卖了个关子，随即缓缓睁开了双眼。轰！赫然是重瞳，混沌气息流转，仿佛能看透万物本源。这是……苏宁霜娇躯巨震，美眸瞬间瞪大，那对傲人巨雷因激动而狠狠一颤。重瞳，传说中的无敌重瞳，她震惊得无以复加。作为大地之女，她深知重瞳意味着什么，那是注定要登临绝巅的象征。纵使是父亲苏天帝，当年也未曾觉醒如此逆天体质，而你却……苏宁霜激动得难以自抑，巨雷剧烈起伏，她猛地上前一步，竟情不自禁地将苏云拉入怀中，那双硕大柔软的饱满，顿时将苏云的脸庞埋入其中，
熟悉的馨香扑面而来。吴姐，苏云闷声挣扎，没必要这么激动吧？怎么能不激动？苏宁霜捧起她的脸，美眸中满是狂喜与柔情。你不知道姐姐平常有多担心你，你这不成器的家伙总是偷懒，如今却真的让姐姐……她声音哽咽，尽是喜极而泣。此刻，这位在外人面前冷若冰霜、杀伐果断的女帝，在弟弟面前却柔情似水，激动得像个孩子。这时，红莲圣女轻移莲步进来，随后邀月小姨也一同跟入。两女看到苏宁霜正深情地捧着苏云的脸，都是微微一怔。邀月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恢复平静，轻声道：“宁霜，你们姐弟有话要单独说。”苏宁霜这才回过神，绝美容颜上飞起一抹红晕，连忙松开苏云，轻咳一声，恢复帝女威仪。但那剧烈起伏的巨雷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激动。邀月小姨，麻烦带大家先退下吧，我们姐弟确实有些私话要说。邀月会意点头，深深看了苏云一眼，转身优雅离去。红莲等人也乖巧退下，只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暧昧的红晕，显然都看出这对姐弟关系非同一般。待众人离去，苏宁霜这才长舒一口气，再次激动地抓住苏云的手：“云弟，你竟然已经快要突破到那个境界了。”她声音颤抖，美眸中满是不可置信。要知道，我们姐妹修炼了多少岁月，耗费了多少资源，历经多少磨难才达到这一步。而且，纵使我们七姐妹都是绝世天骄，但你已经……她仔细感知着苏云体内磅礴的气机，越感知越是心惊。这底蕴之深厚，简直堪比大帝少年时期，不，甚至可能更强。这简直就像父亲在世，不是远超父亲当年。苏宁霜激动得语无伦次，巨雷狠狠起伏，看向苏云的目光充满了震撼与崇拜。恐怖如斯，我的云帝！他猛地再次将苏云搂入怀中，这次更加用力，仿佛要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你说，你果然有大帝之姿，不是有先帝之姿，现在已经远超姐姐了，甚至连父亲在你这个年纪都……他激动得说不下去，只是紧紧抱着苏云，娇躯微微颤抖。想起当初苏云还是个不肯修炼的小懒虫，如今却能达到如此境界，怎能不让他这个做姐姐的欣喜若狂？吴姐，苏云被那对巨雷闷得有些喘不过气，无奈地拍了拍姐姐的背：“你开心就好，不过能不能先松开？我快窒息了。”苏宁霜这才意识到失态，连忙松开他，绝美脸上红晕更甚，但激动之情依旧难以平复。对了，他忽然想起什么，美眸紧紧盯着苏云：“那些不死仙药你到底从哪里得来的？莫非真是从家族宝库里偷出来的？”苏宁霜蹙眉，他不相信苏云能找到这么多不死仙药，这可不是大白菜，每一株都足以让大帝动心。苏云却笑嘻嘻地看着他，眨了眨重瞳：“吴姐，我说是我自己找到的，你信吗？”“什么？”苏宁霜巨雷一颤：“你自己找到的？不可能，这么多不死仙药藏在某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你发现？”苏云神秘一笑，随手一挥，顿时霞光万道，只见数十个玉盒浮现空中，每个玉盒中都散发着浓郁的长生之气，赫然都是不死仙药，整整近100分，恐怖如斯。这怎么可能？苏宁霜彻底惊呆了，巨雷剧烈起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多？每一株都蕴含大地级法则，当世罕见，就算翻遍9天10地也不可能。他突然想到一个可能，美眸瞬间瞪大，莫非是天地宝库，或者是某个仙古遗迹？苏云笑而不语，只是随意拿起一株不死仙药，递给苏宁霜：“姐姐想要尽管拿去，云帝孝敬你的。”苏宁霜接过仙药，玉手微微颤抖，看向苏云的目光更加复杂，有感动，有震撼，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如此优秀的弟弟，让他这个做姐姐的怎能不心动？他越看苏云，越觉得他像自己最崇拜的父亲，甚至可能青出于蓝。这个想法让苏宁霜心跳加速。就算她是绝世女帝，在外人面前冷若冰霜，但在面对苏云时，心却快要融化了。云帝，他声音轻柔：“你还有多少秘密是姐姐不知道的？”苏云微微一笑，体内气息微微释放，顿时混沌气缭绕，重瞳开合间仿佛有宇宙生灭。更可怕的是，体内还有至尊骨在发光，先天道胎在共鸣，甚至隐隐有混沌血脉在苏醒。这是……
苏宁霜再次震惊的巨雷巨颤，你竟然还觉醒了至尊骨，还有先天道胎，甚至混沌血脉。他终于明白苏云的天资究竟有多么恐怖，这简直是集合了所有无敌体质于一身，不愧是他苏宁霜的弟弟。好，好，好，他连说3个好字，激动的难以自抑。这才是姐姐心目中道侣的。他突然意识到说错话，连忙住口，绝美脸上飞起红霞，但看向苏云的目光却更加柔和。既然你已经有如此成就，而且即将突破，他像是下定了决心，玉手轻轻握住苏云的手，美眸中闪过一丝羞涩，但更多的是坚定。云帝，其实苏家有一份大地秘法，是专门用于弟子之间的双修之法。他声音越来越低，脸颊绯红，但那对巨雷却挺得更高。看你如今已经突破在即，天资之高让姐姐都瞠目结舌，那么让姐姐助你一臂之力吧，算是给你的奖励。苏云一愣，奖励？什么双修秘法？苏宁霜红着脸点头，需要你我共同修炼。我准备了一个密室，我们……他羞涩的不敢看苏云的眼睛，但那双巨雷却不由自主地贴近苏云。苏云看着无解难得的娇羞模样，在感受着那对惊人的柔软，也不由得心跳加速。双人修炼，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苏宁霜红着脸点头，巨雷狠狠颤动。地宫外，红莲、青莲、陆羽琪9位名震神山的女剑仙，此刻却像是凡俗间翘首以盼的闺中少女，整整100日，寸步不移守在此地。那扇紧闭的宫门烙印着古老雷霆符文，隔绝了内外天地，也死死攥住了他们的心神。宫门之内，是他们侍奉的至高存在苏家弟子苏云，以及那位剑压9天、风华绝代的帝女苏宁霜。厚重的宫门仿佛一头蛰伏的太古凶兽，每一次从缝隙深处溢出的能量涟漪，都带着令天地法则站立的威严，时而如万古冰河冻结时空，时而又似亿万元神在齐声诵念无上剑经。剑鸣铮铮，穿透宫墙，割裂虚空，在9位女剑仙的神魂深处激起惊涛骇浪。第100天了。陆羽琪嗓音干涩，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轻颤。他微微昂首，月光勾勒出天鹅般优美的景象，那双清冷的眸子死死盯着宫门上流转不息的道纹，仿佛要将其看穿。弟子殿下，竟与女帝大人一同闭关100日未出，这简直亘古未有。何止亘古未有？红莲挺了挺胸，那对饱满的浑圆在紧束的赤红软甲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随着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微微起伏，引动周围空间都漾开无形的波纹。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却掩不住那份炽热的艳羡。自女帝大人执剑巡天，镇压寰宇，何曾为他人耽搁过1日修行？更遑论100日，100日啊！你们瞧见这宫门缝隙偶尔溢出的混沌气机没有？阴阳轮转，道运交融，这哪里仅是闭关，分明是他的话语戛然而止，后面几个字在舌尖滚了滚，终究没敢吐露。然而那暧昧的停顿，那眼中燃烧的火焰，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冲击力。青莲下意识地抚上自己同样规模傲人的胸脯，指尖感受到那充满弹性的澎湃，脸色微微发烫，小声接道：“红莲姐的意思是那传说中的大地合欢秘法？”天哪！弟子女帝大人同修此道，光是想想，女帝大人那对绝世巨压在弟子殿下身上，岂不是要把咱们殿下……他猛地捂住嘴，脸颊绯红，不敢再说下去。旁边的邀月女帝虽地位超然，此刻却也静静侍立一旁。她一身素雅银纱宫装，气质如同月下幽潭，可那宫装之下起伏的惊世曲线，却比红莲、青莲更显丰腴成熟。此刻也因心绪波动而呈现出诱人的震颤。她目光复杂地凝视着宫门，听着侍女们大胆又带着无限向往的私语，内心深处一丝极其细微却无法忽视的酸涩悄然弥漫。她与苏家关系匪浅，更曾与苏宁霜并肩浴血，深知那位帝女是何等的骄傲与清冷。9天10地，能入她眼的男子根本不存在。可如今，够了！邀月的声音轻灵如冰泉，瞬间压下了弥漫的旖旎气息。他的目光扫过众女，带着一丝警告：弟子殿下天纵之姿，身负混沌血脉、至尊骨，甚至可能还有传说中的重瞳，其潜力之浩瀚，连苏天帝都曾赞叹不已。女帝大人何等眼光！他放下身段，亲自引导弟子修炼，必是看中了殿下那万古无一的根骨。
欲以无上剑道与地血共鸣，祝殿下点燃神火，铸就无敌道基。启柔儿等在此妄加揣测，污了两位大人的清誉。他声音平静，但那双深邃美眸深处，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却出卖了他。亲身感受过苏云那深不可测的底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少年的恐怖吸引力。地血共鸣，那小子体内沉睡的力量，足以让任何靠近他的存在本能的渴望亲近，渴望臣服，渴望献祭一切。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本源的恐怖诱惑，无关性别，无关身份。宁霜，你真的只是为了修行吗？还是说……就在这时，宫门深处猛然传来一声沉闷至极的轰鸣，咚！仿佛一颗太古星辰撞击在神山之上，整个紫霄宫剧烈的摇晃起来，地面如波浪般起伏，一道道狰狞的巨大裂缝咔嚓嚓蔓延开去，瞬间布满了整片白玉广场。那扇烙印着雷霆符文的厚重宫门发出一阵阵不堪重负的呻吟，门缝中骤然喷射出亿万道刺目的金光。啊！侍女们惊呼出声，修为稍弱的青莲身形不稳，若非红莲眼疾手快搀扶，几乎要软倒在地。那股金光蕴含着难以想象的至尊威压，如同实质的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的神魂之上。突破了！红莲死死盯着那喷薄的仿佛要将天地都融化的金色光海，声音都变了调。如此威势，是弟子殿下，绝对是弟子殿下！不！邀月女帝瞳孔骤缩，绝美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近乎失态的震撼。她周身银月光华本能的升腾流转，抵抗着那股越来越强的压迫感，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这不仅是弟子，还有宁霜的气息，至尊气机。他们竟在同一时刻！轰隆！他的话音被彻底淹没。9天之上，那悬挂了百日的厚重墨色雷云，此刻如同被投入了烧红巨石的油海，彻底狂暴，不再是沉闷的积蓄酝酿，而是亿万万条紫金色的雷霆蛟龙撕裂苍穹，发出撕裂宇宙的咆哮。咔嚓咔嚓擦！无法计数的雷霆巨柱，粗如山岳，缠绕着毁灭与创生的混沌道则，不再是劈落，而是如同决堤的星河，疯狂地朝着紫霄宫顶倾泻而下。整个神山仿佛成了雷霆的海洋，空间被粗暴的撕扯、折叠、粉碎，凝固了万载的虚空如脆弱的琉璃镜面般寸寸崩解，露出后面混沌翻涌的无尽虚无。至尊劫，而且是至尊劫。神山深处传来老祖穆清风惊骇欲绝的嘶吼，带着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苏家弟子与帝女竟要双双破境，100日，仅仅100日，这是什么逆天机缘？那紫霄宫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亿万修士，无论身处神山何处，无论境界高低，此刻全都如遭重击，神魂剧痛，如同卑微的蝼蚁直面神奇的震怒。无数道目光带着刻骨的恐惧、难以置信的狂热和扭曲的嫉妒，死死聚焦在那片被雷霆彻底淹没的宫殿。女帝，度至尊大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女帝大人早已是半步至尊巨头，积累深厚，破境尚有可能，可那弟子苏云，100日之前，他不过是圣境，却破不朽境门槛。妖孽，苏家尽出妖孽，100日从圣境到冲击不朽道统，这已经不是天骄，是天要塌了啊！有老古董嘶声咆哮，道心几乎崩溃。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难道真如传闻，吸干了女帝的地血本源？那可是禁忌啊！闭嘴！你想死吗？旁边同伴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捂住他的嘴，惊恐地望向紫霄宫方向，生怕一道剑意顺着冥冥中的感应斩来。就在亿万道被震惊到麻木的目光注视下，在足以湮灭星河、重开混沌的恐怖雷瀑中心，那扇紧闭了100日、厚重如山岳的紫霄宫门，在一声悠长古老、仿佛来自开天之初的吱呀声中，缓缓向内打开了一道缝隙。亿万雷霆为之医治，毁灭的紫金海洋仿佛被一股无形的伟力凝固了一瞬，天地间只剩下那扇徐徐洞开的门扉，如同打开了一个通往神之领域的通道。2道身影并肩立于门内那无尽的光与混沌之中，左边正是苏家弟子苏云，他一身玄黑战袍，布料看似普通，却流淌着吞噬光芒的深邃，宛如将一片微缩的宇宙星河披在身上。袍服边缘隐约有混沌鸿蒙气缭绕生灭，身姿挺拔如撑天神柱，面容褪去了100日前的最后一丝少年青涩，线条如神经铸就，坚毅而完美。
一双眸子开合间，混沌涌动，重瞳隐现，如同藏纳了诸天轮转、宇宙生灭的终极奥秘。仅仅是被那双眼睛的余光扫过，远处窥视的亿万修士便感到神魂刺痛，仿佛要被吸入那无尽的混沌深渊，连念头都几乎冻结。一股浩瀚、古老、凌驾于天地法则之上的地威，如同沉睡的洪荒巨兽苏醒，自然而然地弥漫开来，无声地宣告着一个全新不朽道子的诞生。那股纯粹的生命层次的碾压感，让无数圣境修士膝盖发软，机遇跪服，而更让所有人，尤其是那9位翘首以盼的女剑仙，心跳骤停，呼吸凝滞的，是他身边的女子帝女苏宁霜，依旧是那身熟悉的月白宫裙，可此刻的宫裙却仿佛快要束缚不住旗下那具惊心动魄的玉体，饱满的曲线被衣料勾勒得惊心动魄，尤其是胸前那对傲人的丰盈，近似比百日闭关之前还要惊心动魄数分，如同2座神山拔地而起，将柔软的云锦撑得紧绷欲裂。随着他平稳而悠长的微弱喘息，那令人窒息的弧度微微起伏荡漾，每一次颤动都仿佛引动着天地法则的共振，让空间荡开一圈圈无形的涟漪。那规模饶是同样拥有傲人资本的邀月女帝和红莲等女，此刻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目光下意识地死死锁定其上，灵魂深处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呐喊：怎么可能？闭关100日，那脸竟还能再度发育？这简直是天道造物主的极致偏爱。苏宁霜绝美的容颜上，褪尽了往日那足以冻结星河的冰冷与威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仿佛被极致的雨露彻底滋润过的明媚与慵懒。白皙如玉的脸颊上，2抹醉人的绯红如同最上等的胭脂晕染开来，直达耳根。那双曾斩灭过半尊，令至尊都心寒的剑眸，此刻水光潋滟，眼波流转间媚意横生，仿佛蕴含着千言万语，又似春水融化，柔情无限。他微微侧手，目光几乎粘在了身旁的苏云身上，那眼神里哪里还有半分帝女的孤高，分明是初坠情网的少女，满心满眼都是情郎。她的气息同样浩瀚如海，深不可测，分明已稳稳踏入至尊领域，而且绝非初入。那稳固雄浑、引动剑道法则齐鸣的波动，甚至隐隐盖过了在场那些老牌至尊。剑意内敛，却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脖颈处悬着一柄无形利刃，锋利得令人头皮发麻。天啊！修为最弱的青莲第一个承受不住这双重的心灵与视觉冲击，双腿一软，若非旁边的姐妹搀扶，几乎要瘫倒在地。他目光死死粘在苏宁霜那对堪称凶器的傲人曲线上，声音带着哭腔般的颤抖：女帝大人，他那脸又大了。这闭关100日，弟子殿下到底是用什么天才地宝灌溉的？那对巍峨的存在，仅仅隔着宫装便散发出如此磅礴的压迫感，视觉冲击力甚至超过了头顶尚未散尽的至尊雷劫。闭嘴，你这死丫头！红莲同样俏脸通红，呼吸急促，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狠狠剜了青莲一眼，但那目光却不受控制地飘向苏宁霜，充满了无法掩饰的羡慕语，一丝丝连自己都羞于承认的嫉妒。女帝大人修为惊天，破入至尊境，地血神躯进一步圆满，孕育造化生机，体态自然有所升华。你懂什么？他强行解释着，可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至尊竟能锤炼肉身不假，但锤炼到那等惊世骇俗、违反常理的地步。他偷偷瞄了一眼自家主人邀月女帝，发现那位风华绝代的女帝陛下，此刻也是阴唇微张，素来清冷从容的玉容上写满了愕然语，一丝极其细微的挫败感，目光同样不受控制的在苏宁霜那傲人的轮廓上流连。女帝大人，他看弟子殿下的眼神，我得道心，陆羽琪喃喃自语，感觉自己的剑心都要被那从未在帝女身上出现过的足以融化万载玄冰的柔情蜜意给融穿了。那种眼神，那种依赖的姿态，哪里还是那位剑斩至尊令9天俯首的绝代女帝？分明是情根深种、身心俱陷的小女人姿态。就在这时，苏宁霜动了，她似乎完全无视了外界亿万道呆滞、震惊、狂热的目光，也无视了头顶残余的还在不甘咆哮的紫金雷龙。她微微侧身，动作自然而亲密，那对巍峨的巨雷随着她优雅的转身，在苏云坚实的手臂上轻轻挤压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凹陷弧度。她抬起那张染着醉人红霞的绝美脸庞，望向苏云那双足以令日月星辰失色的眸子，
此刻荡漾着水润的光泽，如同倒映着星河的春湖，带着一丝罕见的近乎撒娇的软糯。鱼儿，仅仅是这2个字，从他那向来清冷如冰泉的嗓音中吐出，带着一丝情动后的沙哑与慵懒，便让在场的所有雄性生灵骨头都酥了一半。他那若消沉的香肩微微前倾，饱满红唇几乎贴着苏云的耳垂，吐气如兰，温热的气息带着独有的馨香拂过他的颈侧。姐姐这次可被你折腾惨了呢。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如同梦呓，只有咫尺间的苏云能清晰听闻。但这暧昧至极的话语，配合他那羞红的脸颊、水润媚人的眼神，以及那对紧贴在苏云手臂上隔着衣料都能感受到其惊人弹性和规模的绝世轮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都在无声地宣告着2人闭关100日非同寻常的关系。轰！9位侍女只觉得脑海中仿佛有1万道雷霆同时炸开，最后那一丝滴血共鸣、纯正修炼的侥幸幻想彻底破灭。实锤了，绝对的实锤了！什么剑道同参，什么滴血共鸣，这分明是彻底的双修合道啊！而且是帝女大人被弟子殿下征服了。苏云嘴角勾起一抹懒洋洋的笑意，她并未立刻回应苏宁霜那近乎撒娇的软语，反而伸出右手，极其自然地旁若无人的用修长的指尖轻轻捻起了苏宁霜垂落肩头的一缕柔滑青丝，那动作轻佻暧昧，带着一种主人般的随意与占有。指尖缠绕着那缕带着幽香的发丝，如同把玩着最珍贵的丝缎。他享受着指尖传来的柔顺触感，享受着怀中佳人娇躯因着亲昵动作而引发的隔着衣料传来的细微而诱人的战栗。姐姐此言差也。苏云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磁性，带着一丝刚刚突破后特有的掌控一切的慵懒与强大。若非姐姐倾囊相授，以自身无上剑意为底石，磨砺小弟这把钝刀，又以至阴至柔的太阴地血，滋养小弟体内过于霸烈的混沌气血，小弟又岂能如此顺利地勘破不朽壁垒？他目光流转，重瞳中混沌光晕一闪而逝，带着一丝促狭的笑意看向苏宁霜。姐姐付出良多，鱼儿敏感妩媚，只是辛苦2字似乎不全在小弟这边吧。他的视线意有所指地扫过苏宁霜那宫妆之下更加惊心动魄的曲线。苏宁霜被他这露骨的眼神和话语弄得羞窘不堪，绝美的脸蛋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那双水润媚眼狠狠瞪了他一下，粉拳紧握，强忍着将那诱人风情转化为粉颊飞霞的羞意，嗔道：“你这小坏蛋，占了天大的便宜，还卖乖！”他作势欲打，可那微微颤抖的粉拳落在苏云胸膛前，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嗔怪的轻抚。嗨嗨，一声清冷的咳嗽声恰到好处的响起，打破了这令人血脉奋张的旖旎氛围。邀月女帝莲步轻移，上前几步，目光复杂地扫过几乎粘在一起的2人，尤其在苏宁霜那明显更加茁壮的胸襟处停留了一瞬，才对着苏云和苏宁霜盈盈一礼，声音恢复了惯有的清雅从容：“恭喜弟子破关，神威出显，直抵不朽道统，恭喜宁霜。道行圆满，境界大成。”他巧妙地避开了某些敏感词，但那句道行圆满依旧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意味。恭喜弟子殿下，恭喜女帝大人，宁霜大人。红莲等人如梦初醒，慌忙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与那莫名的燥热，齐刷刷躬身行礼，声音带着无比的敬畏与一丝隐藏的羡慕。苏宁霜这才惊觉身处何地，脸上红霞稍退，强自恢复了帝女的几分清冷仪态，只是那眼神中的水润柔媚却怎么也藏不住。他轻轻挣脱了苏云把玩他头发的手指，但那娇躯并未远离，反而自然地伸出手，轻轻地却极其坚定地握住了苏云温热的手掌，十指相扣。苏云感受到掌心传来的细腻温软，以及那微微的带着一丝依赖的扣紧力道，嘴角的笑意更深。都起来吧。苏云随意地挥了挥手，目光扫过众人，那股至尊威压虽未刻意释放，却自然流淌，让所有人都心神一凛。100日枯坐，总算没白费光阴。他语气平淡，仿佛踏入不朽境只是寻常小事，但那份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睥睨，却比任何宣告都更具力量。鱼儿，苏宁霜握紧了苏云的手，贴近了他一步，那对堪称人间极致的傲然大雷几乎紧紧贴在了他的手臂上，轻轻挤压变形。他抬起那张依旧残留着红晕的绝美脸庞，望着他，眼中柔情无限，却又蕴含着身为帝女的责任与凝重。此次闭关，你我皆受益匪浅，稳固境界指日可待。只是
眼下还有一件关乎家族存续、9天安危的要事，刻不容缓。他的声音清晰起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苏云低头迎上他认真的目光，另一只空着的手掌极其自然地轻轻地揽在了苏宁霜那纤细紧致却不失丰腴弹软的腰肢上。这个动作亲密无间，充满了保护的意味。他清晰地感觉到掌下娇躯瞬间的紧绷与随之而来的柔软顺从。姐姐所指，苏云重瞳微眯，流转着洞悉万物的神光。可是父亲已无上伟力，引动9天如影，抽取3000大道法则为击不下的万道震天海。正是。苏宁双眼中闪过一丝痛惜与沉重，那饱满的胸脯因情绪的激动而剧烈起伏，撞击在苏云坚实的臂膀上，荡漾出惊心动魄的弧度。父亲他为了镇压9天之下蠢蠢欲动的生命禁区，为了护佑人族气运不坠，独立承担万道反噬，耗费了难以想象的大地本源。岁月流逝，纵使大地亦有力穷之时，那3000大道法则构筑的震基，每一刻都在消耗着父亲的本源。我们姐妹7人这些年奔走各方，镇压那些被生命禁区之力侵生命禁区的节点，清除域外降临的污秽，不仅仅是守护9天，更是为了替父亲减缓一丝压力，维系那万道震天海。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那是源于对至亲的心疼。苏云揽着他腰肢的手臂紧了紧，传递着无声的安慰与力量。苏宁霜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如同出鞘的绝世神剑。而如今越要长久稳固万道震天海，为父亲赢得喘息之机，关键便在那3000通天剑主。须以3000剑圣之身化入剑主，成为镇海之基，引动诸天剑道之力，方可稳固3000大道阵眼。此事唯有当年那位精彩绝艳曾以一柄反铁木剑劈开天门，引动3000剑道圣人感应飞升的小须弥剑尊知晓开启之法。小须弥剑尊，苏云眉头微挑，重瞳中混沌气旋流转，仿佛在追溯着古老时光长河中的某个片段。那个传说中以凡俗之躯逆伐仙神，最终一剑开天引3000剑圣来朝的疯子，是他。苏宁霜用力点头，胸前又是一阵惊心动魄的波涛汹涌。唯有寻到他留下的传承之地，才能号令那3000剑圣，才能将他们纳入阵眼，成为守护万道震天海的基石。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带着帝女的威严与决绝。此行凶险莫测，关乎苏家存续，关乎9天安危。姐姐打算亲自前往。苏云玩味地重复了一句，揽在苏宁霜腰肢上的手非但没有松开，反而更紧地将她丰腴弹软的娇躯往自己怀里带了带，迫使他那对无与伦比的巨雷几乎完全陷入了他的胸膛。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要碰到他光洁的额头，灼热的男性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肌肤上，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姐姐，你刚刚才说被我折腾得好惨，现在就要拖着这被你口中的小坏蛋滋养的愈发完美的身子，去闯那未知的险地。他的话语极其暧昧大胆，目光更是极具侵略性的扫过他那致命的曲线。苏宁霜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和话语弄得浑身发软，脸颊再次飞起红霞，连晶莹的耳垂都染上了粉色。他下意识地想推开他，可那只揽在他腰后的手臂却如同神铁铸就，纹丝不动，反而这挣扎扭动，让两人身体的摩擦更加紧密剧烈。诱人的饱满在挤压下变换出各种令人血脉奔张的形状。他羞恼地瞪着他，水眸中带着嗔怒：你放肆，快放开我！说正事呢。旁边的邀月和9大侍女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努力维持着镇定，但微红的耳根和急促的呼吸却出卖了他们内心的惊涛骇浪。弟子殿下实在太霸道了，竟敢如此当众轻薄女帝大人。而女帝大人那欲拒还迎的娇羞模样，简直是要人老命。苏云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声爽朗，带着心境至尊的意气风发和一种掌控一切的强大自信。他终于稍稍松开了手臂，但大手依旧牢牢地握着苏宁霜的柔仪。正是，这就是最大的正事。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苏宁霜羞红的脸，眼神却无比认真。区3000圣人，何须姐姐亲自动身？不过是些土鸡瓦狗罢了。土鸡瓦狗？苏宁霜美眸圆睁，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可是3000剑圣，每一位都是于剑道一途登峰造极，走出了自己圣道的存在，联合起来，其威势足以让大地侧目。在苏云口中，竟成了土鸡瓦狗。云儿，不可妄言，那3000剑圣
姐姐，苏云直接打断他，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嚣张、极度自信的弧度，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在绝对的力量与财富面前，所谓的圣人傲骨，不堪一击。圣人又如何？世人就有欲望，就有弱点，仙精神料，不死仙药，至尊功法，大地感悟，甚至是助他们突破当前桎梏，窥见更高境界的机缘。他每说一个词，苏宁双眼中就多一分震动，苏云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带着一种洞悉人性、掌控一切的从容。姐姐，你告诉我这些东西，若堆成山，砸到他们面前，世间安有不动心的圣人？若真有，那就再加一座山，砸到他动心为止。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不过是凡俗见识。在我苏云眼中，他微微一顿，重瞳中爆射出睥睨万古，是圣人如微尘的神芒。钱能买仙魔叩首，能买日月倒悬，区区3000圣人。呵，他轻蔑地嗤笑一声，仿佛在谈论3000棵路边随手可摘的野果。只要筹码足够，让他们卑躬屈膝，奉姐姐为主，又有何难？跪得不快，站得不直，那就用金山砸断他们的膝盖骨，用神药撑裂他们的脊梁筋，让他们明白，为我苏家镇守大道，是他们此生最大的机缘与荣耀。这番狂傲到极点，却又充斥着无尽底气的话语，如同9天惊雷，狠狠劈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湖。霸道、嚣张，视圣人如刍狗，将收服3000剑圣这等足以让大地都头疼的难题，视作一场可以用财富碾压的游戏。这就是苏家弟子的气魄，这就是混沌血脉、至尊骨、重瞳加身者的底气。红莲等女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望向苏云的目光充满了狂热与崇拜。苏宁霜也彻底怔住了，他看着苏云那自信飞扬、光芒万丈的脸庞，感受着他话语中那股凌驾一切、粉碎一切阻碍的绝对意志，只觉得内心深处某种柔软的东西被狠狠触动。这个弟弟，他真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需要他庇护的少年，而是一个足以让他依靠、让他仰望的擎天巨擘。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心感、自豪感，还有那汹涌的爱意，如同决堤的洪流，瞬间淹没了他的心房。他那对举世无双的傲人巨雷，因着剧烈的心潮澎湃而剧烈起伏，狠狠撞击在苏云的手臂上，幅度之大，连那华贵的月白宫裙都似乎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巨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几乎要从他那绝美的脸上溢出来，化作实质的光芒。他反手用力回握住苏云的手，声音带着一丝激动过后的微颤，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雨儿，你竟已有如此担当。姐姐真的好开心。他猛地贴近一步，几乎将整个郊区都依偎进苏云怀里。那对惊世骇俗的巨雷隔着衣料传递着惊人的弹性和温热，抬头仰望着他，眼中柔情似海，带着无比的信任与依赖。好，姐姐信你，3000剑圣之事便交于你，姐姐陪你一起去，无论刀山火海，姐姐都陪你。等等，苏云忽然打断了他，嘴角噙着一抹神秘莫测的笑意，眼神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姐姐刚才说刀山火海都陪我。苏宁霜被他突如其来的转折弄得一愣，下意识地点点头。自然。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苏云脸上的笑容扩大，带着一种极其危险的诱惑力。他微微低头，凑到苏宁霜那泛着诱人粉红的耳垂边，灼热的气息直接喷吐在他敏感的肌肤上，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磁性声音低语道：既然3000剑圣已是囊中之物，姐姐，不如先陪我去收一件小玩意儿。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神秘的诱惑。苏宁霜被他这亲昵的动作和神秘的话语弄得心跳加速，本能的追问：什么小玩意儿？苏云抬起头，重瞳之中骤然爆射出足以刺穿万古时空的璀璨神芒，一个足以让9天10地都为之疯狂的名字，带着无尽的诱惑与霸道，清晰地回荡在众人耳边。一剑完整无缺，蕴含无上杀伐地道的极道地冰。轰！如同亿万座太古神山同时炸裂，整个紫霄宫废墟，不是整个神山，乃至通过秘法窥视此地的9天10地无数大能道场，在这一刻陷入了彻底的死一般的寂静。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的思维都在这4个字极道地冰面前被碾得粉碎。风停了，云散了，连空气中残留的雷霆焦糊味都瞬间消失无踪。亿万修士的目光从呆滞到茫然，
再到极致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震撼，如同海啸般席卷了每一张脸庞。极道地兵，听闻你已经赠给六姐一道极道地兵中的残兵，不是那些威能十不存一，勉强保有几分地道法则的残次品，而是完整无缺，蕴含无上杀伐地道的真正地兵。9天10地，地兵有数，每一件都掌握在那些俯瞰万古、不死不灭的恐怖存在手中，是镇压一方无上道统、威慑黑暗禁区、定鼎9天的终极底蕴，是大道法则的具象载体，是真正意义上可以毁天灭地、再造乾坤的禁忌力量象征。一件完整地兵现世，足以引发不朽道统之间不死不休的血战，足以让沉眠万古的老怪物们疯狂爬出棺材，足以彻底改写9天10地的势力格局。而现在，这位刚刚破入至尊境的苏家弟子，用一种谈论路边捡石子的轻松口吻，对那位同样刚破境的弟女说：“走，姐，陪我收一件完整地兵玩玩。”玩玩，这已经不是嚣张，这简直是……扑通！远处，一位寿元将近、强撑着一口气窥视此地的老圣王，双眼猛地翻白，直挺挺地从云端栽落下去，道心彻底崩碎，气息瞬间断绝，竟是被活活吓死。神山老祖穆清风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呵呵声，浑身筛糠般颤抖，双目圆瞪，如同看到了开天辟地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景象，老脸煞白如金纸。旁边的神山太上长老更是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邀月女帝那完美无瑕的玉容彻底失去了血色，素手紧紧攥着衣襟，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饱满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幅度之大，几乎要将那银纱宫装撑裂。他死死盯着苏云，美眸中充满了惊涛骇浪般的震撼与一丝难以置信的荒诞。红莲、青莲、陆羽琪等9位女剑仙更是大脑一片空白，他们引以为傲的圣境修为，他们锤炼千年的道心剑意，在这超越认知极限的话语面前，脆弱的如同春日薄冰。红莲甚至感觉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眼前金星乱冒，差点当场晕厥过去。而风暴的中心，苏宁霜的反应最为剧烈。什么？这位刚刚晋升至尊、建议睥睨9天的绝代帝女，在听到那4个字的瞬间，娇躯猛地一僵，仿佛被一道无形的、足以冻结时空的万古寒流击中，一股无法形容的、源自生命本能的巨大惊骇，如同亿万道灭世雷霆，从他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瞬间摧毁了他所有的思维。那张绝美倾城的俏脸，血色在刹那间褪得干干净净，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娇艳的红唇微微张开，形成一个诱人却空洞的弧度，整个人如同被石化。紧接着，轰！一股前所未有的、超越了他自身承受极限的极致震惊情绪，如同亿万座沉寂了万载的火山，在他神魂识海最深处轰然爆发。这股情绪是如此猛烈，如此狂暴，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堤坝，席卷了他身体的每一寸角落。一声短促的、带着难以置信颤音的惊呼，不受控制的从他喉间溢出。那双足以斩灭星辰的秋水眸子，瞬间瞪到了极限，瞳孔急剧收缩，如同针尖般大小，倒映着苏云那张带着神秘笑意的脸，里面充满了极致的、无法理解的、近乎呆滞的震撼。而他那傲视9天10地，堪称造物主最完美杰作的惊世巨雷，那对刚刚因破镜和某种不可言说的滋养而更加惊心动魄的伟大存在，在这一刻承受了这股空前绝后的情绪冲击风暴的直接洗礼。嗡，肉眼可见地，苏宁霜那月白宫裙包裹下的挺拔浑圆到不可思议的饱满曲线，如同被投入巨石的古潭水面，骤然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澜。那柔软而充满极致弹性的硕大轮廓，像是2颗被赋予了生命的星辰，在苏云坚实的臂膀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失控的恐怖巨颤。噗噗噗！那绝非凡品，足以抵挡至尊攻击的月白宫群云锦布料，此刻竟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甚至肉眼可见地被内部那股狂暴的、失控的震动力量撑起了一个个细微却清晰可见的波浪，如同平静的海面陡然掀起了灭世海啸。剧烈的波动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猛然扩散开来，一道道无形的、蕴含了帝女至尊气血之力的冲击波纹，如同实质的罡风，轰然四散。距离最近的邀月女帝首当其冲，闷哼一声，被这股源自苏宁霜失控身体的恐怖冲击波震得连退3步。
银沙宫庄烈烈作响，护体神光剧烈闪烁，红莲等9大侍女更是如同秋风中的落叶，惊呼着被狠狠掀飞出去数丈之远，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气血翻涌。整个白玉广场上，刚刚凝固的空气再次被搅动，一道道细微的空间涟漪以苏宁霜为中心，狂暴地荡漾开去，地面的尘埃碎石被瞬间清空，而这惊天动地的恐怖颤动仅仅持续了刹那，下一瞬，如同紧绷到极限的弓弦突然断裂，苏宁霜那僵硬到极点的身体猛地一软，所有的力量仿佛瞬间被抽空，他整个人如同失去了所有支撑的玉山，带着一股香风，发出嘤咛一声，带着无尽惊骇与娇柔的轻盈，近乎是砸进了近在咫尺的苏云那坚实温暖的怀抱之中。那对刚刚经历了灭世级震动的惊世巨雷，此刻如同2团温暖、绵软、弹性十足的云朵，带着足以令人窒息的饱满重量和惊人的弹性反馈，狠狠地、完完全全地压陷在了苏云宽厚胸膛的每一寸肌肉之上。剧烈的撞击甚至让苏云都闷哼一声，清晰地感受到了那2轮绝世凶器的恐怖质量与毁灭性的柔软触感。苏云的手臂下意识地收紧，将那巨因极致震惊而彻底瘫软无力的散发着致命诱惑的绝美娇躯死死地箍在自己怀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胸膛上传来那2团惊人的饱满挤压变形带来的极致温软弹韧，仿佛要融化在他的胸骨之上，更能感受到怀中佳人娇躯那不规律的剧烈的颤抖，还有那隔着衣物传来的如同肋骨般疯狂的心跳。你，苏宁霜整个人都懵了，巨大的信息量和那前所未有的身体失控的极致触感冲击，让他大脑一片空白，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他只能无力地瘫在苏云怀里，仰着一张苍白褪尽后又因羞窘而迅速染变红霞的绝美脸蛋，那双水润媚眼瞪得溜圆，里面只剩下呆滞、茫然，以及如同风暴般席卷的滔天骇浪。他丰满的红唇微微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只能发出无意识的破碎的喘息。一股股灼热的气息喷在苏云的下巴上，带着他独有的如同空谷幽兰的馥郁馨香。完整地冰，半晌，他才终于从那毁天灭地的震惊风暴中艰难地找回了一丝丝属于自己的声音，如同梦一般破碎地挤出几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带着无法形容的颤抖。云儿，你不是在戏弄姐姐？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般的脆弱与难以置信，那眼神仿佛在哀求苏云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恶劣的玩笑。苏云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姐姐这副前所未有的被彻底玩坏了般的娇憨诱人模样，感受着胸膛上那2团紧贴挤压，随着他急促喘息而不断起伏，带来极致享受的绝世柔软，嘴角那抹掌控一切的带着绝对自信的狂傲笑容却愈发灿烂，如同撕裂黑暗的骄阳。他揽着她纤腰的手臂再次收紧，让她丰腴娇软的玉体与自己贴合的密不透风，仿佛要将她揉进自己的骨血里。另一只手则极其自然地抬起，带着一丝挑逗的意味，用温热的手指轻轻刮过苏宁霜那因震惊而微微张开的诱人无比的红唇边缘，戏弄。苏云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带着一种令人灵魂悸动的蛊惑力量。众瞳之中混沌气旋流转，仿佛倒映着诸天万界的神藏宝库。我的好姐姐，区区一件完整地冰而已，于我苏云而言不过探囊取物。轰！最后4个字如同定海神针，又如同灭世惊雷，彻底击碎了苏宁霜最后一丝侥幸。她娇躯猛地一颤，美眸瞬间失神，瞳孔深处倒映着苏云那张近在咫尺带着绝对掌控与无边诱惑的脸庞，一股前所未有的夹杂着极致震惊、巨大喜悦、无法言喻的信赖以及某种更深沉情愫的洪流，彻底淹没了他的神魂。那对刚刚经历了灭世级震动的惊世巨雷，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源泉，再次不受控制地剧烈的波动起伏起来，幅度之大，甚至让苏云都清晰地感觉到了那2团惊人饱满的颤抖力量。一声压抑不住的带着极致羞意与某种奇异满足感的鼻音从苏宁霜那诱人的红唇中溢出，他猛地闭上了双眼，长长的睫毛如同受惊的蝶一般剧烈颤动，将那张瞬间红透的绝色容颜深深地彻底地埋进了苏云那坚实的带着炽热男性气息的胸膛之中，仿佛只有这温暖的怀抱才能承载他此刻被震得支离破碎的神魂。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那紧紧相拥的2人，以及那2对在紧贴挤压中依旧固执地宣示着自身无上存在感的惊世巨雷，在无声的剧烈地诉说着主人的滔天骇浪。轰！9天10地，
炸了！神山地宫，两道至尊气息冲天而起，像两颗烧红的太古星辰，猛地照亮黑暗宇宙。一道气，霸道吞天噬地，像虚空在喘气；另一道冷锋利，能斩断万古，像一把看不见的绝世神剑，挂在所有生灵脑门上。双至尊，是苏家的双至尊。这恐怖的至尊威压根本不掩饰，像海啸一样拍过去，撞碎了不知道多少老怪物洞府的防护罩，强行闯进他们的感知里。嗡！逍遥神巢，地宫最深处，一个用整块混沌神玉做的宝贝茶盏，在一只好看蛋青筋暴起的手里，悄无声息就碎成了粉末，混着贵得要死的混沌道茶，稀里哗啦掉在冰冷漆黑的神经地板上。逍遥弟子坐在九龙帝座上，那张帅的能让星星自卑的脸，现在黑的能凝出水。他眯着的凤眼里，风暴狂卷，杀意冷的能把眼前空间冻住。一门双至尊，苏宁霜，邀月女帝，还有那个毛都没长齐的苏云。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最底层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磨牙的恨意，在又大又豪华却憋死人的地宫里嗡嗡响。平时妈，这三个字跟打雷一样，全是怨毒和不甘心。苏天帝，又是你这个老不死的！他猛地抬头，眼神穿过层层宫殿，好像要穿透时空，盯住那片被无数大道锁链缠住、镇着生命禁区入口的恐怖影子。老东西，为了那些蝼蚁一样的凡人，你耗自己的大地本源，布下那该死的万道镇天海，断我们禁区吃血食、续气运的路，这是断我道途、绝我子孙的仇。他胸口剧烈起伏，华丽的弟子袍下面，半尊巅峰的强悍气息压不住的往外冒，把空气都撕开一条条黑缝。你早就该油尽灯枯了，苏家也该走霉运，被大家分着吃掉。可为什么？为什么你苏家运气这么好？先有苏宁霜那贱人剑压9天，现在又蹦出个苏云，100天，就100天，从圣境直接冲到不朽境，这他妈还有天理吗？弟子眼里全是血丝，像要发疯的野兽。苏家出双至尊的消息，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最深的野心和计划上。逍遥神巢在黑暗禁区的布局，他家那个在生命禁区深处睡觉，只差半步就能成大地的恐怖老祖，所有一切都因为苏家这不讲道理的崛起，蒙上了厚厚一层阴影。弟子息怒，一个穿玄黑铠甲、气息深不见底的老头，悄无声息出现在帝座下面，弯腰低声说，声音带着点害怕：苏家现在势头正猛，不能硬碰。老祖还没醒，我们得先躲着点，躲。逍遥弟子猛地转头，眼里血光爆射，死死盯住老头，那眼神让跟了他很多年的老圣王都觉得神魂疼。躲到什么时候？躲到苏天帝那老家伙自己崩了3000大道阵基，血溅9天，还是躲到苏家出第3个、第4个至尊，把我们碾成粉末？他唰地站起来，弟子袍袖呼呼作响，一股暴力的凶煞之气散开。苏家把不死仙药卖给焚天神子，转头又仗着实力抢回去，这种羞辱就是把我们神朝的脸按在地上踩，来回踩。这么嚣张，我逍遥神子还有什么脸管神朝？还有什么资格接老祖的班？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沸腾的杀意，声音却更阴冷：传我命令，盯死苏家所有动静，特别是那个苏云，我倒要看看苏家这烧着大火、开着鲜花的一门双至尊能牛逼到几时。等老祖醒过来，等苏天帝的大道根基崩坏那天，就是苏家灭亡的时候。到时候我们畅饮生灵血食，登临无上帝境。是。老圣王心里一紧，弯腰领命，身子慢慢融进阴影里。地宫里只剩下逍遥弟子沉重的喘气声和那几乎变成实体的怨毒恨意，在神经地板冰冷的反光里弥漫发酵。同一时间，9天之上，一个被永恒黑暗和混乱虚空能量包裹的绝地边缘，这地方不像真实空间，更像一道巨大无比、流着肮脏黑血的恐怖伤口，刻在宇宙的皮上，无数扭曲的意志在里面沉浮、嚎叫，互相吞噬，散发出恶心人的腐烂和贪婪味。这儿就是让9天10地听了都变色的生命禁区入口之一。此刻，在那翻滚的黑暗深处，一双双或血红、或惨绿、或根本不是人的巨大眼睛慢慢睁开，目光穿过混乱的时空乱流，冷冷看向神山方向那2道缠在一起的至尊气息。结，一阵让人起鸡皮疙瘩，
像好多骨头在摩擦的怪笑，在黑暗里回荡，满满的恶意和贪婪。苏天帝，老东西，你的血快烧干了吧？另一个沙哑像砂纸磨的声音响起，带着刻骨的怨毒和一种病态的兴奋。一门双至尊，好得很。苏家血脉烧得越旺，越证明你那用自己地血地魂当柴烧的3000大道锁链快撑不住了。快了！更多听不清的低语和嚎叫在黑暗深处叠加，共鸣像无数饿疯了的蛆虫在烂肉里爬。等那老东西的大道根基彻底断掉，就是我们冲出牢笼，重回9天，大吃特吃亿万生灵血魂的时候。苏家的血，至尊的血，地血，就是我们盛宴上最好吃的开胃菜。结，黑暗深处，贪婪的念头像实质的潮水一样涌动，沸腾。那双至尊的气息，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怕，反而像快死的人面前最香的血食，刺激着他们沉睡万古的吃人本能。苏家越急着修炼，越证明苏天帝不行了，他们就等着锁链彻底崩断，天地同悲的那一刻。唰，尖锐的破空声撕开天空，一道冒着暗金色神火的身影，像流星砸地，带着滔天怒火和森冷剑意，轰隆一声砸在轮回神殿那用无数白骨垒起来的狰狞主殿前。恐怖的冲击波瞬间扩散，把广场上灰色的死气狠狠推开，露出下面惨白像骨头的大地砖。灰尘散开，萧炎露出身形，他一身玄黑劲装，身上冒的暗金神火不但不暖和，反而散发着烧灵魂的阴冷。他脸色难看极了，眼里烧着屈辱和暴力的火，像要吃人的野兽。手里那把古剑轻轻震动，发出嗡嗡的嗜血剑鸣。他身后悄无声息冒出3个人，都穿着画了扭曲轮回漩涡印记的灰袍，脸干枯，气息沉得像埋了万年的老尸。正是轮回神殿3个权势滔天的半尊长老，他们浑身冒着浓得化不开的死气，这是常年跟鬼魂轮回打交道染上的印记。师尊，萧炎猛地抬头，朝着幽暗深邃像通地府的大殿深处嘶声大吼，声音因为太生气而发抖。苏家太欺负人了，那苏云卑鄙无耻，抢走师尊您帮我找到的地火残片，这个仇不报，我道心不稳，一辈子不安生。他的吼声在空旷死寂的广场上回荡，充满不甘和怨毒。那地火残片是他从底层爬上来混到今天的关键机缘之一，是他未来点燃神火冲击更高境界的重要依靠，现在居然被苏家弟子随手抢走，像才死只蚂蚁一样随便，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大殿深处一片死静，过了一会儿，一点微弱幽光亮起，像风里的蜡烛，光慢慢凝聚，变成一个非常虚，好像随时会散的老头身影。老头脸模糊，但那双眼特别亮，深不见底，好像看透了万古轮回的沧桑和秘密。正是住在萧炎戒指里带他一路崛起的神秘残魂轮回尊者。言而轮回尊者的声音飘忽不定，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点泪，却有不容反抗的威严。沉不住气，怎么成大道？他的目光慢慢扫过萧炎和后面弯腰站着的3个长老，那目光好像能穿透皮肉，直接看到灵魂。苏家势力大，一门双至尊，风头正劲，苏宁双剑斩半尊，名气不是假的。苏云100天道不朽，更是古往今来没有的妖孽。抢东西确实可恨，但是他虚影晃了晃，声音变冷，我们轮回神殿不是好欺负的软蛋，苏家再牛也得讲个理字，这是人族正道的根本。师尊，他们讲过理吗？萧炎急眼，眼里全是血丝。不讲，我们就去让他们讲。轮回尊者声音猛地拔高，带着斩钉截铁的狠劲。我轮回尊者虽然只剩一缕残魂，但当年横行9天的时候，也跟几位大帝平起平坐说过话。苏家女帝，苏家弟子，老头子，我亲自去问问他们。他虚影的袖子猛地一甩，一股古老苍茫，好像能引动万物生灭轮回的恐怖意志突然降临。这股意志不是冲萧炎，却让3个轮回长老都脸色一变，身子不自觉弯得更低。传我命令！轮回尊者的声音像敲大钟，响彻整个轮回神殿。点上咱们轮回殿的老家伙们，跟我一起去苏家神山讨个说法，问问那个苏家弟子抢我徒弟机缘有没有把我们轮回神殿放在眼里，还讲不讲人族正道一家亲的情分。尊者法旨。3个长老齐声答应，声音轰隆，
带着森冷杀气。萧炎眼里爆发出狂喜和狰狞混合的光，长剑叫得更响。有师尊残魂亲自出马，有轮回神殿当后台，他倒要看看那对苏家姐弟还能怎么狂。苏云，你抢我的机缘，我一定要夺回来。他心里疯狂呐喊，复仇的火焰快把理智烧光了。9天云海上面，风像刀子一样利，一辆全身紫金色、闪着星辰碎屑光芒的奇特金属马车，用一种看着慢，其实比闪电还快的速度，劈开一层层云浪，朝着某个被灼热法则隐约锁定的方向狂飙。拉车的不是普通马，是9头长得像麒麟，但长着火焰翅膀的太古遗种焚天灵兽。他们蹄子踏空，脚下自然冒出烧穿空间的金红火焰，低声吼叫着，拖着长长的火尾巴，气势吓人。车厢里面暖和的像春天，跟外面狂暴的风完全是俩世界。空间被无敌阵法拖得特别宽敞，地上铺着不知名的雪白兽皮，又软又暖。中间一张小桌上，紫玉壶里温着仙酒，冒出勾人的香味。苏云懒洋洋地靠在一张铺着厚云锦的软榻上，很放松。他只穿了件宽松的黑丝袍，领口敞着点，露出线条流畅又结实的胸膛。重瞳半睁半闭，混沌光流转，好像在推算什么超级厉害的东西。他旁边，风华绝代的帝女苏宁霜，现在收起了所有能冻住星辰的清冷和威严。她像只找到最舒服窝的懒凤凰，微微侧躺着，头轻轻枕在苏云腿上。月白色的宫裙像水一样盖着她惊心动魄的身材。就那最显眼的地方，那对堪称老天爷杰作的超级巨雷，现在随着马车轻轻晃，在苏云腿边压出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饱满弧度。沉甸甸的触感隔着薄丝袍清清楚楚传过来。苏宁霜脸蛋红扑扑的，那双让至尊都胆寒的剑眸现在水汪汪的，魅意横生。他伸出细长手指，带着点好奇和不敢相信，轻轻戳弄着苏云随便放在小桌上的一块巴掌大通红，表面全是神秘裂纹，却散发着烧毁万物高温的菱形晶石碎片，正是从四海商会手里弄来的地火残片。云儿，他的声音带着事后的一点哑和一种特别的慵懒，像羽毛挠心间。你刚才说要找完整的地火本源，竟然是为了炼化这个极道地冰的碎片。他抬起眼，水波流转的美眸看着苏云，里面除了好奇，还有一丝藏不住的因为之前那句吓死人的完整地冰话而留下的后怕。每次想起苏云那轻轻松松却石破天惊的话，他的心就静不下来，连带着那对紧贴苏云的巨雷都不受控制的轻轻晃荡起伏，带来一阵让人心痒的挤压。苏云睁开眼，重瞳的混沌光扫过苏宁霜因为躺着而显得更惊人的胸部轮廓，嘴角勾起一抹懒洋洋的笑。他伸出手，非常自然地把他脸边一缕柔顺头发撩起来，绕在自己细长手指上玩着，感受那份丝滑和香味。对啊，他的声音低沉带笑，有种掌控一切的随意。这碎片里面有一丝破碎的极道杀伐地则，猛是猛，但太暴虐不好收拾，想把它彻底炼化重铸，变成我的东西，非得用天地间最本源最猛的火种不可。那地火本源从混沌里生，在万界熔炉核心长大，正是最好的柴火。他绕头发的手只停了停，目光带着调侃，有意无意地扫过那因为自己话又不老实轻轻动起来的吓人东西。再说了，姐姐刚才不也说了吗？他低下头，热乎乎的呼吸都快喷到苏宁霜敏感的耳朵上，声音压得更低，带着暧昧的诱惑。只要是为了我，为了我能成大帝，甚至先帝，姐姐什么都愿意做。最后那声带点上扬的像个小钩子。苏宁霜身子瞬间绷紧了一下，然后又在熟悉的气息里软下来。苏云这露骨的话和那意味深长的眼神，让他刚退下去不久的红晕又轰地涌上脸颊，连天鹅一样漂亮的脖子和精致的锁骨都染上一层诱人的粉红。那对紧贴着他的巨雷也因为这突然的害羞猛地一颤，弹性十足的饱满软肉隔着衣服传出惊人的波动，甚至让苏云清楚地感觉到了那一瞬间的绷紧和接着更深的陷下去。你个小坏蛋！苏宁霜又羞又恼地嗔怪，抬起小粉拳假装要捶苏云胸口，但那力气软绵绵的，与其说是打，不如说是打情骂俏。我说正事呢，关系到你修炼的正事，不是让你这么逗我的。他想起之前因为完整地冰4个字惹出的那次惊天动地能寂静9天历史的巨雷震荡，当时整个紫霄宫广场差点被自己失控的力量掀翻，那种羞死人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让他脚趾头抠地。
现在这家伙居然还敢踢！苏云低声笑了，随他那没力气的拳头落在身上，手指还绕着他的头发，感受怀里美人独有的软软香香和因为害羞而更生动的气息。正是，姐姐，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正事？他眼里笑意更浓，带着点戏弄。要不是姐姐你倾囊相授，用无敌剑意帮我磨锋利，用至阴地血条和我的混沌气血，我哪能这么顺利突破这炼化地冰的机缘？说到底也是姐姐你帮我挣来的。他停了一下，目光稍微正经了点，但那份懒洋洋的掌控感一点没少。至于手段，姐姐更不用放在心上。他轻飘飘扔出句吓死人的话，那不死仙药我本来就是要卖的，卖给谁不是卖？卖给那3个神朝的神子，还能换回堆成山的仙金神料、宝贝药材，干嘛不干？那个焚天神子自己蠢，巴巴的送上100亿灵金，这能怪谁？100亿！苏宁双美眸瞬间瞪得溜圆，里面全是无法相信的震惊。就算以他苏家帝女的见识和家底，100亿极品灵金也绝对不是小数目，这差不多能掏空一个中等神朝的国库。他之前只知道苏云卖了药，不知道居然卖了这么天价。这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数字冲击，瞬间点爆了他心里的波澜、震惊、错愕，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当帮凶的羞窘。虽然苏家办事向来霸道，但这么敲骨吸髓的坑了焚天神朝，还是让他这个刚成为苏云道侣不久的帝女觉得脸上阵阵发烫。你，他红唇张着，一时都不知道该说啥。那对本来就因为害羞起伏的巨雷，在这股猛烈的情绪冲击下，再次不受控制的剧烈晃动起来，像平静海面突然掀起了毁天灭地的海啸。月白色的云锦宫裙下面，那丰满到极点的轮廓，用肉眼都能看见地在猛战，在荡漾。惊人的弹性和分量感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噗噗，小桌上一个用万年暖玉雕的放灵果的盘子，竟然被这股无形中散出来的来自至尊帝女气血波动的震荡力量碰到，咔嚓一声，瞬间布满蜘蛛网一样的裂纹。苏宁霜自己也感觉到这瞬间的失控，短促的啊了一声，羞得要死，赶紧想用手臂挡住胸前，但那剧烈的起伏哪是胳膊能挡住的，反而因为这动作，让那惊心动魄的弧度更清楚地摆在苏云眼前。都怪你！他羞愤的不行，整张脸像熟透的鲜果，把头深深埋进苏云小肚子里，想躲开他那带着坏笑的目光。声音闷闷地传出来，带着点委屈和撒娇的鼻音：卖这么多钱，还抢人家宝贝，传出去，我这帝女的脸往哪放？他越想越羞，越羞越气。那对紧贴着苏云的巨雷，就跟着主人的心情，像2个被给了生命的活物一样，不安分地剧烈地传递着委屈的颤抖。每次沉甸甸的挤压，都像在无声地控诉苏云的恶行。苏云感受着腿上和身边传来的那足以让圣人都心神不稳的惊涛骇浪般的触感，看着怀里帝女姐姐这副前所未有因为羞窘完全没了清冷架子的娇憨模样，心里爽翻了。他细长的手指终于从绕着的头发里松开，带着满满的怜惜和一点恶作剧得逞的得意，轻轻落在苏宁霜那因为羞愤微微泛红的精致像玉的耳垂上，温柔地摸着脸面。他低笑，声音有种让人安心的磁性。我的好姐姐。他的指尖顺着她光滑的脖子皮肤慢慢往下滑，带着点挑逗，最后轻轻抬起苏宁霜滚烫的下巴，让她那双水光朦胧全是羞意的绝美眼睛不得不看着自己。在这9天10地苏云的重瞳里，混沌光流转，带着看不起万古的绝对自信。只要我苏云在一天，谁敢说我姐姐半句坏话？谁配说？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种斩断规则定下乾坤的力量感。你苏宁霜是我苏云的女人，别说只是小小教训几个不长眼的神子，拿回一件该拿的碎片。他微微一顿，俯下身，在苏宁霜惊讶又迷离的目光中，几乎要亲上他那微张的诱人死的红唇，火热的气息混在一起。就算你想摘星星摘月亮，想踏平神朝，想掀翻那狗屁天庭，又有什么不行？这霸道到顶、宠溺到顶的话，像最纯的酒，瞬间灌进苏宁霜心窝，冲散了所有害羞和顾虑。一股巨大的说不出的甜蜜和安全感把他彻底淹没。什么帝女矜持，什么脸面顾虑，在苏云这无法无天的宣言面前都算个屁。云儿，他喃喃着，眼里水光更盛，主动抬起头，献上自己柔软的嘴唇。然而就在这气氛暧昧升温、情意绵绵，
苏宁霜那对巨雷也因为心情激动，再次呈现出惊人起伏的时刻。滴，一声冰冷、机械、没一点感情的提示音，像最刺耳的警报，毫无征兆的在苏云脑子最深处轰然炸响，瞬间撕碎了所有温馨。警告！警告！检测到强烈世界本源波动，天命之子萧炎，与极道地冰混沌焚天熔炉核心，气运共振达到最高值，融合混沌地火本源，成功概率99%，999%。警告！目标一旦融合成功，将彻底绑定混沌地火本源。警告！请宿主立刻出发，用最快速度前往坐标点，打断进程，抢夺混沌焚天熔炉。重复，立刻出发，抢夺混沌焚天熔炉。